大须天，天元王朝，子明宗。宗主，第27个了，还无法压制魔毒。黑袍长老走进大殿，看着满地的女尸，眼皮狂跳。王座上，陆晨脸色阴沉。墨黑，你还有脸问？这些人连个动天境都没有，其中一帮子人妇，哪来的原因给我？本宗要的是高质量女修，懂吗，废物！说罢，一脚踹翻身旁的铜炉。宗主息怒，属下这就去寻。玄霄秘境近日灵气异动，有不少散修出没，定能捉到资质上佳的女子。慕黑擦拭额头上的冷汗，匆匆离去。陆晨瘫在王座上，仰天长啸。NMD， 这都什么事啊？陆晨穿越到这已经整整10天，本想着能在这玄幻世界大干一场，却没想到接手了这么个烂摊子。紫明宗的前身为紫灵宗，3年前老宗主突然暴毙，将宗主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元申。元申继任宗主后酷辣残暴，修炼邪功9玉式星诀，为快速提升修为，他强掳女修。短短几年，凭借这种邪门手段，元申的实力突飞猛进，才不过20岁便称霸一方，踏入虚神境，傲视同代。而元申的恶行也让紫明宗方圆百里鸡犬不宁，女修士们跑得七七八八，能用的也是越来越少。这满地尸骸都是元申积攒的存货，生前都是些歪瓜裂枣。陆晨还得蒙脸，实在不忍直视，眼下自己就快要死了，这短时间内上哪儿找个合适的去？完犊子，BBQ 了！9玉是新毒，最迟明日就会爆发。陆晨满心绝望，前些10日是新毒发作，导致他修为10不存1，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压制不了。丁，检测到穿越者是反派，正在绑定系统。恭喜宿主绑定天命反派生子系统。童子，哥你终于来了！呜呜，陆晨放声哭诉。10天，整整10天。童子，你知道我这10天都怎么过的吗？腰圆膀粗的小老妪，300斤的胖萝莉，欲求不满的。额低甚啊！莫哭兄弟，你受委屈了，这些哥都知道。哥今天就是来助你走上人生巅峰，过上幸福生活。嘿嘿，果然，童子哥懂我。那你赶紧介绍一下你的功能吧。别说，这系统还挺人性化，懂得给宿主提供情绪价值。基于这点，陆晨不禁有些期待起来。天命反派生子系统，顾名思义，就是和天命之女生娃。宿主掠夺天命之女出外，会获得一笔丰厚奖励，与天命之女所生的子嗣会根据子女资质返还奖励，生的子嗣越多，有额外奖励。又双若着采补，最近烂康吃的有些多，我有些害怕。想到那些不堪回首的画面，陆晨已经开始抑郁了。宿主放心，天命之女的颜值绝不会低于90分。90分，那我可以。闻言，陆晨笑出猪吼。叮，检测到宿主有新手大礼包未领取，是否领取？陆晨眉飞色舞。领取。叮，领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望神术，纯阳圣体，天生魅魔。望神术，运用此术，宿主能够洞穿旁人修为境界、天赋体质、气运资质，此术可淬炼神魄。纯阳圣体，提升自身的修炼效率，还可洗精伐髓。天生魅魔，宿主举手投足散发魅力，只对异性生效，附带精神麻痹，可扰乱对方心神。起初，陆晨并没有信心征服所谓的天命之女，但在拿到这3种奖励后，瞬间感觉这把稳吃。陆晨现在只想找位女修交流，试试天生魅魔能否获得对方好感。结结。然而，陆晨很快就冷静下来。虽说大长老慕黑已奔赴玄霄秘境寻找合适的人选，但根据陆晨此前的经验来看，他们很大概率会把事情搞砸。说到底，求人不如求己啊。对了，童子，我体内的是新毒爆发，再找不到人选就要死了，你能不能直接发老婆？陆晨满脸希冀。叮，检测到天命之女清冷剑仙落双离即将空降上门，建议迎娶。这时系统的提示应令陆晨身心愉悦，就喜欢这种办事利落的系统。天命之女空降我紫明宗，在哪呢？陆晨迫不及待问道。砰！一声巨响，主殿穹顶炸开，一道白衣染血的身影稳坠入陆晨怀中。清冷仙子主动投怀送抱，他真空降啊！我哭。看见洛双离倾世绝伦的容颜后，陆晨双眼根本移不开。100分满分的话，他得有个95分。樱桃小口，水润唇脂，令人忍不住欲亲芳泽。洛双离肤若凝脂，脸颊上的几道细微血痕，非但无损她的清丽，反倒添了几分楚楚可怜。一头乌黑长发如瀑散开，几缕碎发斜搭在额头，稍显凌乱。陆晨的目光缓缓下移，腰如柳绵般娇软，
修长的玉腿，白皙如画食品级。洛双离缓缓睁眼，清冷的眼眸与陆晨炙热的目光相撞。你是邪修陆晨？洛双离手持断剑，剑尖抵住陆晨咽喉，寒意扑面而来。即便此刻狼狈至极，浑身浴血，可他周身散发的气质依旧出尘，仿佛一世独立的仙子，明媚动人。不错，是我。感受到对方恐怖的杀意后，陆晨目光微凝道：敢问仙子，有什么需要在下帮忙的吗？说好的天命之女服务。童子，你骗我啊！放我下来，我得离开。想到陆晨臭不可闻的名声后，洛双离轻咬银牙，试图推开他。刚出虎穴，又入狼窝，他怎么这么命苦？噗！陆晨刚把洛双离放在台桌上，结果他突然喷出一口鲜血，气息疯狂萎靡，浑身酥软，手中断剑跟着掉在地上。陆晨见状脸色大变，连忙替洛双离把麦子明宗擅长制作毒药，而他身为邪宗宗主，一探便知洛双离中的是星号毒。仙子，你中了星号毒，这不关你的事。洛双离眼里闪过一丝落寞。不久前，他带着小师弟楚天歌外出执行任务，可没想到的是，楚天歌平日里笑容和煦，在师尊和同门面前谦逊守礼，背地里竟然联合师姐沈云宁强挖他剑骨。挖完骨，楚天歌还偷偷下毒，妄想要得到他。洛双离拼死反抗，逃了出来，结果遭到楚天歌一路追杀。途径子明宗，他再也支撑不住，这才落入此地。这时候，陆晨双目泛起一道玄光。天命之女，洛双离。天命属性：金色，资质顶级，虚神境7阶，体质至尊剑骨，冰霜剑体，先天意蕴圣体。至尊剑骨拥有磨刻着剑道的原始骨符，天生剑修。修行剑道时拥有逆天悟性，任何剑招过目不忘，一点即通。冰霜剑体，此体质100万中无一，修行者自诞生便与冰霜之力共鸣，能将冰寒之力融入剑道，后续能晋升为亿万中无一的太阴剑体。先天意蕴圣体，修仙界中境界越高，生育越难，无数强者因无法延续血脉，抱憾终身。该体质可无视这一问题。金色气运，意蕴圣体。陆晨大吃一惊，他本就想和洛双离续命，如此一来更加想要得到他。洛双离再一次运转玄功，但他绝望发现体内灵力干涸，已经快要压制不住合欢毒。等洛双离的目光再次落在陆晨身上时，后者天生魅魔，体质激发，散发出强大的魅力。好感度1，好感度1。随着持续的好感度增加，渐渐的，洛双离的眼神开始变得妩媚起来。也不知是不是体内的星号毒在作祟，洛双离旋即一咬牙，伸手勾住陆晨的脖子，羞红着脸说道：陆晨，我中了剧毒，需借助你的灵力压制。仙子既有求于我，往后便留下与我相伴吧。一夜未眠，陆晨是心毒已解。此刻他神采奕奕，龙精虎猛。陆晨看着卧榻上的少女，她身子蜷缩成一团，眼睫毛轻颤。因为圣体的缘故，洗精法随后，她身上的伤势已经好了许多。陆晨伸手抚摸洛双离的脸颊，不禁勾唇一笑，眼中满是温柔。昨夜，他听到童子哥的提示音，没搭理。不过现在有时间了，童子，我要领取奖励。叮！恭喜宿主解锁洛双离，因为是第一位天命女，宿主获得暴击加成。发放奖励：化龙丹星号1000，虚神丹星号1000，9等聚灵阵，旋即上品武学星号3，地级下品碎魂枪星号1，天命值1万。化龙丹，针对化龙境修士量身制作的丹药，服食后能提升修炼速度3倍，在突破神道领域时有奇效。虚神丹砖为辅助虚神境修士修行，可提升4倍修炼速度，在突破至真神境时有奇效。9等聚灵阵，一种特殊的阵法，可永久维系，无需使用灵石，修行速度可提升2倍。使用灵石的情况下，修行速度可提升至3倍。旋即上品武学，可任意抽取3样。地级下品碎魂枪，在攻击灵魂体时附带暴击斩杀效果。天命值，获取方式：宿主通过掠夺天命之女初夜和生子反例，可用来提升修为、功法熟练度、寿元，以及给身体某些特殊部位增加长度等。华光是20瓶丹药到手，陆晨就高兴得快要晕厥。另外，像聚灵阵这种好东西，他更是不敢想象。9等聚灵阵，一旦运转，便需投以海量的灵石，连一些8等宗门都不一定消耗得起。陆晨统辖的紫明宗，在9等宗门中只能吊车尾的存在，现在却能无视灵石消耗，免费享用，妙，实在是太妙了。至于大虚天的势力等级划分，
1至9等势力，其中9等最末，1等最强。在1等势力之上，还有灵级、王级、圣级、地级以及传说中的仙庭势力。而紫明宗所属的天元王朝便是一股顶尖的王级势力。定，宿主，请抽取武学。抽，狠狠的抽。恭喜宿主获得玄级上品武学游龙身法、百裂枪诀、强硬心之刚。游龙身法，炼制大成，游龙踏雪，身形如电，可在瞬息间横跨10丈之距。百裂枪诀，以霸道杀伐著称的枪术，施展时枪影叠加，每一击都蕴含着崩裂山石的力量。强硬心之刚，无限可成长体术，可在战斗中获得气血增幅，越战越勇，在杀戮中不断蜕变强化。对此，陆晨感到非常满意。地级下品灵器，碎魂枪，配合枪技，再搭配上游龙身法和强硬心之刚，实力提升绝非1+3那般简单。而紫明宗此前收录的武学大多都是皇级中品，实在难登台面。玄级武学仅有1部下品七杀拳，这门武学常被用作任务奖赏，全宗弟子到长老人人习之，如今已无法激起众人外出做任务的热情。至于九玉式心诀，那是原身从玄霄秘境所获的魔道功法，以透支炉鼎生命力为代价，强行提升自身实力。此法有伤天河，所需炉鼎众多，整个紫明宗只有陆晨在练。陆晨暗自点头，有了这3部玄级上品武学，那帮扑街仔不得乖乖给宗门卖命。身上还有1万点天命值。陆晨沉吟片刻，因为是心毒发作，他的修为一路从虚神境跌回人道领域化龙境。想到昨晚自己是趁洛双离神志不清把他给一会儿，等他醒来，该不会杀人灭口吧？陆晨心里犯嘀咕，立马做出决定。童子，提升修为。定，天命值扣除100点，晋升化龙境2阶。天命值扣除100点，晋升化龙境3阶。天命值扣除100点，晋升化龙境4阶。定，天命值扣除1000点，晋升虚神境1阶。轰！陆晨身体剧烈颤动，丹田立马被灵气溢满，仿佛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虚神境，神道领域的初始境界，超脱于人道领域，拥有开山之能。陆晨因为魔毒反噬失去的修为全部又回来了，他现在只感觉气血旺盛，这具古铜色躯体之下蛰伏着一股爆炸性的力量。尝到甜头的陆晨迫不及待加点游龙身法。定，天命值扣除100点，你的游龙身法已熟练精通。天命值扣除500点，你的游龙身法已炼制大成。天命值扣除2000点，你的游龙身法已真至化境。游龙身法真至化境，陆晨一个念头便横移出10丈远，这般速度，哪怕是虚神境5阶的修士都不一定能追赶上他，这令陆晨信心大增。继续加点枪法。定，天命值扣除100点，你的百裂枪诀已熟练精通。天命值扣除500点，你的百裂枪诀已炼制大成。天命值扣除2000点，你的百裂枪诀已真至化境。百裂枪法练到圆满后，陆晨瞬间感觉自己成为一名枪道大师，而原身便是使的枪杆子，但他先前所学只是1部皇级上品枪诀，非常鸡肋，加上无合适的灵气傍身，再将七杀拳练至圆满后，就没再使过枪了。陆晨此刻不禁有些唏嘘，地级下品灵气，玄级上品枪诀，即便是面对一位寻常虚神境7阶的修士，也能一战了吧？加完这3样，陆晨马不停蹄加点心之刚。定，天命值扣除100点，你的强硬心之刚已叠加至100层，获得气血增幅10。天命值扣除500点，你的强硬心之刚已叠加至200层，获得气血增幅20。天命值扣除2000点，你的强硬心之刚已叠加至500层，获得气血增幅50。1万天命值扣除后还剩下400点，陆晨心念一动，加在那里。而从将死的废物蜕变回虚神强者，陆晨仅仅只用了1夜。咚咚，大殿门被叩响，木黑的声音透过门缝传来：宗主，老夫信不辱命，在玄霄秘境给你抓了几名散修。宗主，你魔毒反噬，需要抓紧，再晚就来不及了。陆晨闻言脸色古怪，这种事若被洛双离听见，岂非有损他的鹰母形象？他低头看了洛双离一眼，睡得很熟，想到自己折腾了他一夜，天亮时分才睡下，应该累坏了吧。后半夜，洛双离一直在求饶，但陆晨全然不顾，半点不曾怜香惜玉。殿门开启，陆晨走了出来：宗主，你看，这批女修是你要的高质量。另外洞天境修士也有1位，他们尚未婚配，都还是处子之身。大长老慕黑一脸谄媚，急忙向陆晨邀功。如此一来，陆晨应该会将老宗主留下的化龙宝丹赏赐给自己了吧？慕黑修为卡在化龙境7阶已经快3年了，
这颗化龙丹对他意义非凡。陆晨的视线从这几名女修身上扫过，的确如慕黑所言，这一批无论是姿色、质量都比先前要好太多。可陆晨刚吃过细糠，对这群庸脂俗粉全然提不起兴趣。他用望神术窥探众女，并未发现天命之女，不禁有些失望。果然，天命之女不是菜园里的白菜，一抓一大把。陆晨挥手准备打发掉他们，却听见众女的求饶声：“宗主大人，求您饶命啊！不要杀我，我还年轻，不想死啊！”陆宗主，传言你修行邪功，进入紫明宗的女子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此地，是真的吗？陆晨，你不是人，早就听说你的恶名，连100岁老妪和人妇都不放过，你这该死的畜生！救命！救命啊！5名散修女子你一言我一语，此地瞬间嘈杂起来。陆晨愕然，原身不干人事，他犯下的过错如今全由自己来扛，这叫什么事啊？闭嘴！啪！慕黑一巴掌扇在那爆粗口的女子脸上。宗主，此女性子蛮烈，要不就从她开始吧。她有动天境的修为，应该可以助公主压制几天魔毒了。陆晨暗中点头，如此看来，大长老慕黑对自己还算忠心。除慕黑之外，这里还有2名长老，2人全程黑脸不说话，漠视这一切发生。直到此时，终于有一人看不下去，站出来劝说道：“宗主，九玉是心诀，这等邪功违背老宗主的剑宗初衷，采完这批你就放下吧，在藏经楼重新挑一部功法，也可免去魔毒噬心之苦。”另一人也说道：“是啊，宗主，我们宗原本叫紫灵宗，前些年还能招收不少女弟子，如今全宗上下连只老母鸡都瞅不见，弟子们耐不住寂寞，全跑光了。全宗上下加起来才不过100人，实在没落了些。”陆晨沉吟不语。果然，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条定理无论走到哪都适用。原身犯下累累恶行，抢捉炉鼎，路人远早都败光了。陆晨说道：“将他们放了吧，从今往后不必再捉女修回来。”他的话如惊雷炸开。什么？宗主，你该不会是毒水入脑了吧？是心毒无解，宗主快带他们进去采吧。慕黑闻言脸色大变，连忙将一名女子推入陆晨怀中，一对柔软撞在自己胸膛。陆晨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该名女子心如死灰，眼里的光暗淡下去，只得任由陆晨摆布。陆晨，只求事后能给我个痛快。就当众人以为陆晨要对他公主抱，回到大殿，陆晨接下来的举动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陆晨虚指一划，将女修身上的缚灵绳解开来。你走吧。女修旋即一愣，陆晨你什么意思？玩欲擒故纵吗？陆晨接着又将其余人身上的绳索解开，冷笑道：尔等武道资质太差，姿容也不行，本宗可还没到饥不择食的地步。陆晨陈述一个事实，与这群女子根本得不到系统奖励，而且她们颜值只有60、70分的样子，虽不算太差，但连洛双离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姐妹们，我们快逃！众女遭到羞辱，虽然有些难堪，但怕陆晨反悔，她们立马撒丫子狂奔。至于飞行，唯有修炼至太玄境才可御空，整个紫明宗能够御空飞行的修士，算上陆晨也才寥寥无几。宗主，你糊涂啊！魔毒未发，还能抢救一下？你死后，谁来继承这偌大的宗门？唉，事到如今，看来只能由老夫这把老骨头出马，挑起这副重担了。慕黑脸上的表情从怒其不争到欣然接受，翻脸比翻书还快。放心，本宗体内的魔毒已尽除，那破功法以后也不需要了。陆晨说完，身上爆发出一股雄浑的灵力。虚神境，宗主你的修为回来了。3名长老全都傻眼。不对啊，宗主你莫不是回光返照？慕黑惊疑不定，连忙探查陆晨的心脉。咦，宗主体内的魔毒果然尽除，修为也还精进不少，道基稳固，不似先前那般虚浮。宗主昨夜都干啥了？不只是慕黑，2长老和3长老也感到好奇。莫非宗主昨夜在殿中与人？几人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眼里看出疑惑。紫明宗方圆100里鸟不拉屎，唯一还有女修出没的地方，便是离这50里外的玄霄秘境。陆晨哪找的人？本宗昨夜与一仙子在殿中解毒疗伤，传令全宗准备喜宴。3日后，本宗要娶她做我的宗夫人。陆晨眸光湛湛，他精神洁癖严重，既然夺了洛双离，那就是自己的女人，必须将她留在身边，也算是给洛双离一个交代。什么？宗夫人？宗主你没说错吧？长老们满脸惊容，慕黑更是激动地跳了起来。九玉是心诀，霸道无匹，宗主这次双修竟然没把人给弄死，这不应该啊！你们懂个屁！本宗行事自然有我的考量。宣布晚娶妻的时候，
陆晨将刚到手的3部玄级上品武学交给大长老木黑。木黑，这3部玄级上品武学拿去藏经阁，通知人物堂继续派弟子外出接任务，用灵石换取武学。另外，咱们宗还得扩大招生，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需重点招收女弟子。闻言，几名长老这才恍然，怪不得宗主要娶夫人，原来是想整这幌子，招收女弟子啊！外界都知陆晨心狠手辣，冷血残酷，如今他放出娶老婆的消息，无疑能改变众人对他的刻板印象。再加上3部玄级上品武学，这对一些小势力和散修而言有着致命诱惑力。如此一来，待宗门的女弟子一多，只要他不像以前那样将人弄死，坏事做绝，女弟子们睁只眼闭只眼，这事也就过去了。不愧是宗主，好手段啊，厉害！宗主这招实在是高。几名长老笑眯眯的，他们不反对陆晨修炼邪功，但将人弄捕致死，确实有伤天和。如今他能反省自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绝对的好事啊！陆晨一听就知道他们想歪了，但也懒得去解释。实际上，陆晨是想通过宗门扩招女弟子，没准能收到天命之女，那不比他去外面一个个找容易得多。对了，木黑，这是一块9等巨灵阵盘，此物也交由你来负责，将弟子上缴的灵石都投入进去，不要节约。陆晨从系统空间拿出巨灵阵盘，随手扔给木黑。巨灵法阵，我的天啊！此物10万下品灵石都未必能够够得，宗主这是……木黑浑浊的双眼顿时爆发出金芒。原本他还担心弟子们将灵石兑换成武学会耽误自己修行，没想到陆晨是为了开启巨灵法阵，供全宗一起享用。他错看宗主了啊！宗主，老宗主他在天有灵，知道你做出今日这般决定，定会为你感到骄傲。原身的死鬼老爹嘛。陆晨心念一动，摇头笑道：那从现在开始，本宗要做个好人。宗主，还有一件事要上报给您。近些时日，玄霄秘境不时出现苍冥宗的人，他们似乎在筹谋什么。苍冥宗，陆晨感到有些诧异，皱眉道：玄霄秘境在我紫明宗的领地，他苍冥宗的人凭什么敢打咱的主意？紫明宗统御方圆百里，别说是秘境，就算是这的一粒沙子，那也得归他们所有。宗主莫不是忘了，半年前你与苍冥宗的少宗主打赌输了，那玄霄秘境现在是由咱们2宗共同拥有。木黑小心翼翼说道。陆晨一拍脑门，记忆碎片在脑海里重组并购，瞬间回忆起前因后果。那日原身向苍冥宗少宗主订购一批女修，结果后者死活不肯同意，对方让原身拿玄霄秘境的一半归属权打赌，他若赢了便送来50位女修，否则就要将归属权让出去。原身毫无悬念的输了，只能分划一半管辖权给苍冥宗。这样啊，本宗记得你昨日与我说过，玄霄秘境近来灵气异动，下去后加派人手盯紧了，要是真有秘宝出事，立马通知本宗。陆晨又向几人交代一番，随即回到大殿。刚进入大殿，陆晨就浑身绷直，看着眼前容颜绝美的少女，陆晨的心不禁为之颤动。陆晨深吸口气，心道：该来的总归要来，躲不掉的。他咧开嘴，迈步走向洛双离。离儿，昨夜睡得可好？昨夜，洛双离俏脸浮现出一丝冰寒之意，他美眸一眨不眨地盯着陆晨，努力想从他脸上看出一抹愧色。然而他失望了，这混蛋夺了自己，连一丝愧疚都没有吗？哎呀，说错话了。陆晨尴尬地挠挠头，他哪壶不开提哪壶。离儿，我是想问你休息的可还好？洛双离目光清冷，狠狠地剜了陆晨一眼，捡起地上的断剑抵在他的心口。邓徒子，你可以说遗言了。说来奇怪，昨夜过后，洛双离感觉自己仿佛脱胎换骨一般，尽管修为尚未完全恢复，但他的体质却是强横了数个等级。洛双离原来只是冰霜剑体，催动剑意时能凝聚出一缕霜寒之气，冻结对手经脉，阻缓灵力运转。现如今他感觉一念便能将陆晨冻成一个冰墩墩，在他丹田之中运生出的灵力更是附带一股极寒之力。对比之前明明没有境界上的提升，但洛双离就是感觉自己的实力陡然间暴涨数倍。娘子，你莫不是想谋杀亲夫？陆晨一把抓住洛双离柔嫩无骨的小手，后者脸上明显闪过一丝慌乱，他吓得连忙抽回手臂，恨恨道：谁是你娘子？陆晨，你莫要胡说。好啊，洛双离，你是要对我始乱终弃？陆晨眼中闪过一抹狡黠，随即一连3日，陆晨再没离开过大殿。每一次木黑来找陆晨汇报招生情况，都会听到喘息声。今日是陆晨和洛双离的大婚典礼，殿中有新招的女弟子正在给洛双离梳妆打扮。仙子，以你的绝色姿容，天元王朝什么样的男子找不到？宗主的名声都臭成那样了，
你莫不是图他人长得好看才嫁给他的？女弟子如今成为紫明宗一员，起初她内心很是忐忑，担心陆晨会对她图谋不轨。可在见到宗夫人的绝色姿容后，她发现纯纯是自己想多了。洛双离美若天仙，陆晨有如此鲜艳欲滴的佳花，哪还会对路边的野花感兴趣？洛双离当场被问住了，眼中闪过一抹娇羞和憎恶。嫁给陆晨非他意，但他回想起事情的前因后果，那日确实是自己主动。洛双离沉默片刻，陆晨他待我很好。经过这3天，洛双离身上的伤势尽愈，并且修为也有不小的精进。最令他意外的是，陆晨竟然是传说中的圣体，也难怪才短短3年时间，陆晨就从小小的洞天修士晋升至神道领域。女弟子凑近维洛双离点试花店，压低声音说道：苍明宗、青阳宗的2位宗主听说咱们宗主要迎娶仙子，今日也会前来道贺。只是弟子听闻苍明宗向来与咱们紫明宗不睦，也不知此番前来会不会生出什么事端。洛双离闻言，素手轻扣在一起，眉头忍不住一皱。关于这点，陆晨并未与他说过。洛双离只知陆晨这些年偷练邪功，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毒发，修为跌落，需要女子镇毒。而陆晨前几日便毒发过，修为跌落至化龙境1重天，也不知他现在恢复的如何了。另外，这些天洛双离反复思量，他在玄雷剑宗顶着圣女头衔，不辞辛劳地为师门卖命，可到头来却被大师姐和小师弟联手陷害，不仅生挖他剑骨，还要侮辱他的身子。这一切若是没有师尊的首肯，洛双离打死也不相信。洛双离自幼被遗弃在玄雷山，是师尊将尚在襁褓的他抱回，给予他容身之所。悉心教诲18年，传他一身剑道。可是如今这份师徒情谊究竟算什么？宗夫人，吉时已到，该披上盖头和宗主拜堂了。这时候，一位弟子在殿外传话，打断他的思绪。我稍后便来，先退下吧。洛双离起身，身着拖地的火红喜袍，他腰肢纤细，细枝接硕果。他头戴凤冠，几只金簪挽住发髻，更添几分清丽与端庄。才短短几日，他便从青涩少女变作人妇，这种身份上的转变令他感到有些梦幻。洛双离深吸一口气，拿起一旁的红色盖头披上。我们走吧。此时紫明宗的主婚广场张灯结彩，前来恭贺道喜的人络绎不绝，都是这方圆100里的一些小家族、小势力主。这些年他们得靠于紫明宗的庇佑才偏安一隅，自然不敢怠慢。然而其中不乏一些违心之人，他们将族中女子送入紫明宗，便再没有他们的消息，想必早已遭到陆晨这禽兽的毒手。对于众人的想法，陆晨自然不知。此刻他穿着一袭红色婚服，正与大长老慕黑谈事。宗主，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宗夫人过来便可开始大婚流程。慕黑低声道。陆晨微微点头，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洛双离的清冷面容。经过这几日的相处，他对洛双离产生了一种别样情愫。他身上那股坚韧倔强，让陆晨心生怜惜。剑骨被人生挖玻璃，那得是多疼啊！然而洛双离却是一路硬撑着，逃到他的身边，这或许就是冥冥中的天意。慕黑微微侧身，又说道：宗主，今日这般大喜，怕是有人会来搅事。闻言，陆晨眼神中闪过一丝狠厉。今日谁若敢来闹事，破坏我和离儿的婚礼，便是与整个紫明宗为敌，直接将其镇杀便是。现如今陆晨的武道实力今非昔比，他有说这话的底气。宗夫人道。随着一声传报，新娘子在伴娘弟子的簇拥下缓缓走来。陆晨的目光瞬间被吸引过去，那袭火红喜袍衬得洛双离身姿袅袅，如同一朵绽放在烈火中的娇艳牡丹。尽管盖头遮住了她的容颜，但陆晨透过那层薄纱，依稀看见她眉眼间的无限风情。周围的宾客们纷纷投来羡慕与惊叹的目光。新娘子洛双离一步一步走向陆晨，她能感受到周围好奇的目光，也能感受到陆晨那炽热的注视。当他来到陆晨身边时，陆晨很自然地牵起他的手。这个瞬间，洛双离仿佛触电一般，原本他心里还有些慌乱，但这只大手的出现瞬间令他心安。就在陆晨拉着他准备踏上礼台时，一阵刺耳的笑声骤然响起。陆宗主，恭喜你啊！只见迎面走来一位干瘦高个的中年男子，他阴阳怪气道：想不到陆宗主修炼阴毒邪功，竟也会有对女子感兴趣的一天。这些年死于你手下的没有1000也有800了吧？难道陆宗主还没腻歪？盖头下，洛双离听见这话，他的小手瞬间袭上陆晨腰间，狠狠一拧。陆晨吃痛的瞪圆眼睛，破口开骂：柳峰，你简直一派胡言，真当本宗夜夜笙歌不成？至于具体数字，陆晨感到有些心虚，终是没好意思吐露。而根据原身的记忆，这个数字不会低于500。今日是本宗的大婚典礼，
你若是诚心恭贺，便请一边落座；你若是单纯来找不痛快，那就滚吧。此言一出，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你，柳峰脸色一沉，他身为苍冥宗副宗主，化龙境9阶巅峰，只差一步就能晋升神道领域，成为一方豪强。他妈的陆晨竟敢喊他滚，即便是宗主也从未对他说过这种话。但想到今日是带任务而来，柳峰只能强压下怒火。呵呵，今日柳某特奉宗主之令，前来送上贺礼。说罢，就他从袖口摸出一个玉瓶递了过去。陆晨接过一看，勾唇道：哦，4品是魔丹，这4品丹药极其珍贵，此丹可短暂压制魔毒，若是前几天得到，陆晨肯定感激涕零，甘当犬马。不过现在嘛，他已彻底根除了魔毒。九玉是星诀的副作用太大，如今有了系统，陆晨决定彻底抛弃它，不再修炼。无功不受禄。柳峰，你送本宗这个啥意思？柳峰压低声音道：前些时日，门中弟子在玄霄秘境撞见木黑长老大肆抓捕散修女子，想来是陆宗主的身体出现状况，此物可助你压制魔毒。柳峰一脸淡笑，他已向人打听过了，陆晨每隔一段时日身体就会出问题，修为大退，若能摸清毒发规律，定能吞并紫明宗。另外这枚丹药里头加了将陆晨奴役的话就更好了。不用了，柳副宗主，还是将这宝丹拿回去吧。陆晨像丢垃圾一样把噬魔丹扔回给柳峰。来人，带柳副宗入座。柳峰一脸懵逼，被紫明宗弟子带走。马德这陆晨怎么不按常理出牌？明明只要吃下此丹就能将他彻底拿捏。黄鼠狼给鸡拜年，准没好心。人离开后，洛双离传音道：陆晨千万小心苍冥宗。陆晨与洛双离十指紧扣，听见这话调侃道：夫人，你这是在担心为夫？及时到，有请新郎新娘入场。这时司仪的声音响起，陆晨拉着洛双离，两人登上礼台，完成成婚仪式。等一系列的流程结束，洛双离被安排送回到房间。从这一刻起，洛双离也正式成为陆晨的妻子。主婚广场摆设摆桌宴席，陆晨一桌桌走下来，饶是以他虚神境的修为，也是有些不胜酒力。感谢诸位莅临本宗与爱妻的婚宴，大家吃好喝好，不醉不归。就在陆晨头晕目眩说完感谢词，从便道离开，往寝殿走去时，忽然阮玉撞进陆晨的怀中。陆哥哥，充满磁性的声音瞬间令他酒醒。女子身高只比陆晨低半颗脑袋，穿着一件薄如蚕丝的青色雨衣。陆哥哥，对不起，萱儿来晚一步，未能赶上你和嫂子婚礼。萱儿，你是哪位？陆晨脑海中浮现出黑人问号。啊，陆哥哥，你练邪功练傻了吧？我是林雨轩啊，你忘记了？你小时候还救过我呢。林雨轩撅起樱唇，俏脸别过一旁，非常的不满。叮，检测到天命之女出现。陆晨双目闪过一道为自己可见的玄光。天命之女，林雨轩，天命属性紫色，资质上等，太玄4阶，体质元灵体，天生媚骨。元灵体对天地大道有些极大亲和度，元婴珍贵，堪比道丹，可助性侣突破桎梏。破除后，元灵体蜕变为先天道胎。天生媚骨，极致帝王享受。原来是萱儿啊。陆晨用望神术鉴定完林雨轩，不得不说此女简直是个极品。林雨轩身材十分性感，小蛮腰只有 A4 指宽。3年不见，萱儿都长这么大了，不错不错。陆晨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林雨轩，光凭眼睛看地跑不了。是吗？萱儿也觉得自己长大了呢。林雨轩见陆晨想起了他，不禁拍了拍胸口。陆哥哥，你看我只比你矮半颗脑袋了。林雨轩蹦到陆晨身边，亲昵地挽起他的胳膊，两人挨得很紧。陆晨明显感觉自己的手蹭到。陆晨用咳嗽掩饰尴尬，问道：你这丫头这些年一直没来找我，跑哪去了？根据原身的记忆，12岁那年外出游玩，陆晨曾从人贩子手中救下林雨轩，而林雨轩是青阳宗宗主林苍兰的爱女，前些年一直和他有来往，玩得十分要好。3年前陆伯父过世，从陆哥哥修炼邪功起，萱儿就一直被父亲关在青阳宗，他怕我受到伤害，但萱儿不信，陆哥哥一定不会害我的，对吗？林雨轩亲昵地扑在陆晨怀中，令他招架不住陆晨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当然不会，今日陆哥哥与嫂子成亲，萱儿可是缠了父亲好大功夫才讨来这枚送子丹。林雨轩从怀中掏出一个盒子，陆晨打开后被狠狠地惊喜到了。使用说明上显示4品送子丹，服食后可增强生产力。有了此丹助力，陆晨和洛双离孕育子嗣的概率大大提高。萱儿真乖，你可真是我的福宝。后者俏脸刷一下变得通红，
眼神变得有些暧昧。陆哥哥，你觉得萱儿怎么样？陆晨没反应过来，由衷夸赞道：漂亮，温柔，大方，歌词穷，总之你很好，非常好。开玩笑，林雨轩可是天命之女，若能将她拿下，这波奖励爽歪。而且她还是元灵体，只是不知要如何才能将这性感萝莉迎娶。听见陆晨的夸赞，林雨轩美眸闪烁，娇羞道：既然陆哥哥喜欢，那让萱儿做你的娘子好吗？还有这种好事？陆晨连忙问道。萱儿，你认真的？陆哥哥，你不信我？林雨轩当即将陆晨壁咚。林雨轩将脸上的口水擦去，起身整理衣衫。陆哥哥，你在紫明宗安心等我，等我回去向父亲说明一切，再让你八抬大轿来娶我。林雨轩到底是女儿家，爱慕陆晨的同时，也希望名正言顺受人祝福。萱儿，一有消息立马通知我，我也好去向林叔提亲。尝到甜头的陆晨点头答应。原以为拿下林雨轩要费去好大一番功夫，可没想到林雨轩竟主动提出来要嫁给他，这就是白月光的杀伤力啊！接着，林雨轩和陆晨随便说了几句祝福的话，便逃也似的离去。妮子，路上小心。陆晨看着他的绝美背影，忍不住提醒道。青阳宗距离紫明宗中间相距千里，光跑个来回就得花去整整2天的时间。等成了亲，林雨轩就不必这么辛苦跑来见他了。陆晨回到寝殿，并未将林雨轩的事告诉洛双离，准备过些时日再说。新婚之日，他得顾及新娘子的感受。娘子，我来了。陆晨挑开洛双离的红盖头，今日份的他脸上涂着粉淡的腮红，烈焰红唇，风情万种。混蛋，这还未到黄昏，你不去陪着宾客？洛双离素手紧紧地捏着裙摆，外面那群阳奉阴违之辈，哪比得上我娘子的一根手指头？娘子，该喝合卺酒了，喝下这酒，从此咱夫妇一体。你身上受过的痛楚，为夫发誓，定会向伤害你的人万倍讨回。洛双离剑骨被挖，这背后之事另有隐情，只是洛双离不说，陆晨也不好强问。听见这话，洛双离眼睛很红，他遭师门背刺，心中满是伤痛。此刻面对陆晨的深情，压抑许久的情绪终于决堤，泪水夺眶而出。两人喝下合卺酒，洛双离趴在陆晨怀中，将事情的始末一五一十告诉给陆晨。可恶，竟有此事！那玄雷剑宗好歹也是5等宗门，竟然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陆晨怒不可遏，他没想到洛双离身为玄雷剑宗圣女，竟然遭他师姐生挖剑骨，还被宗门的小师弟追着要双修，简直是欺人太甚。离儿，待我晋升为天神，定要替你狠出这口恶气。洛双离心中微暖，但想到陆晨低弱，立马说道：陆晨，我的身份你先不要对我公布，否则我担心剑宗会来人。玄雷剑宗乃货真价实的4等宗门，门中有绝顶天神坐镇，实力不容小觑。如此一来，怕是要委屈娘子一段时日。陆晨怜爱地看着洛双离，伸手撩开她眉心的碎发，低头亲吻了上去。是你救了我的命，咱俩成了亲，我已是你陆家的人了。娘子，该安寝了。陆晨服下林雨轩送的送子丹，在某人的苦苦哀求下，陆晨终于罢休。不行，我得再给你添几房才行。洛双离轻咬着唇。听到洛双离主动提出要给自己添房，陆晨立马搂住她问：娘子这么大度，竟舍得把我推给其他女子？洛双离一口咬在陆晨的手臂上，咬出2排带血的牙印，冷哼道：谁让你是个牲口？总之你得记住，无论你今后要娶多少房夫人，我始终是你第一个正房娘子。娘子如此善解人意，夫复何求？在我心里，离儿永远都是最美的那个。陆晨笑道：这是他第一个强娶的女子，总归是最走心的，哪怕后面有更好看的，天资更逆天的，在陆晨眼里也不会比洛双离更好了。李宝，有件事为夫的和你商议一下。陆晨将林雨轩的事向洛双离坦白，直言想娶她为妻。好啊，这是好事啊，你赶紧张罗着，将雨轩妹妹迎娶回来。陆晨将虚神丹交到他手里。这是何物？洛双离一头雾水，整整5瓶丹药，500粒，这是要他当饭吃，一天吃3粒，也得吃上个半年了。虚神丹提升修为用的。陆晨解释道。什么？嘘，神丹？这全都是。洛双离傻眼了，即便他出身于4等宗门，可以没见过像陆晨这么大手笔。夫君，我在玄雷剑宗每月的月俸也不过才3颗虚神丹外，加20块下品灵石。啊，这么少的吗？你可是圣女啊！陆晨也懵了，原来4等宗门竟然这么穷吗？连圣女也只得这么点月俸。玄雷剑宗虽然掌控着5条灵脉，但门中弟子数量过万，每个月的消耗也是十分惊人。
另外还得供一座6品聚灵阵运作，每日只运作2个时辰，就要销2000下品灵石，1个月就得耗去6万灵石。洛双离感觉陆晨当家不知柴米贵，买这么多虚神丹，他莫不是把陆家的家底给掏空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夫君，这些你拿回去吧，我要1瓶就够了。陆晨看他懂事的模样，有些心疼，霸道的说道：不行，你现在可是咱宗实力最强的那个，为夫还指望你赶紧踏入真神境，好为我软饭呢。洛双离拗不过他，只能接受这份好意。陆晨走后，洛双离便进入修炼状态。为了复仇，他必须尽快提升修为。唉，只可惜我走得匆忙，没能将灵石带出，修炼的速度会大打折扣。洛双离将虚神丹放心嘴里，忍不住叹息：灵石配灵丹，修行才能事半功倍。不过想到紫明宗现在的境地，恐怕陆晨那里也没多少灵石了吧？算了，还是别给夫君徒增烦恼了。咕噜，灵丹下肚，化作精纯的药力，为洛双离洗刷经脉。当他运转内功心法，吸扯天地灵气时，瞬间瞪大双眸，只见天地间的灵气呼啸间没入洛双离的毛孔，灵气浓郁到化不开，都会凝为灵液了。这是聚灵阵，对，一定是聚灵阵。除了聚灵阵，哪会有这等功效？而且聚灵阵的品级不低，已经赶上玄雷剑宗的5品聚灵阵了。夫君，你哪来的这么多灵石？洛双离心神震动，想到聚灵阵每次开启时间有限，一定是夫君为了助我修行，才会不惜开启聚灵阵。我一定不能辜负了他。洛双离眼神逐渐变得温柔，不知不觉间，陆晨的出现已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此时，陆晨正在大殿与大长老议事。宗主，老夫已按照您的吩咐，将灵石投入聚灵阵盘中，修炼速度提升3倍，比拟5品聚灵阵的功效，但灵石损耗量却是5品聚灵阵的1/10。宗主，你这聚灵阵盘出自哪位阵法大师啊？慕黑一脸崇拜地对陆晨说道。正常9等聚灵阵盘，修炼速度最多提升5倍，可陆晨给的这阵盘效率高，能耗少，即使12个时辰不间断运作，1个月也才消耗24000灵石，只能说无敌了。慕黑，这你就不用管了，继续扩大招生，多派弟子出去做任务赚灵石，这样他们也能换得武学，提升自己实力。陆晨很满意聚灵阵的功效，不仅开始期待待他第一个子嗣出生会获得何种奖励。这时候，二长老攥着一张信条，匆忙走进殿中。二长老，何故如此惊慌？二长老神情激动，带着愤慨。启禀宗主，是玄霄秘境传回消息，苍明宗的人一事挖到一条下品灵脉，现在封锁了整个秘境，不让我们的人入内。你说什么？下品灵脉？陆晨猛地坐起身，大口喘着粗气，眼中闪过浓浓的不可置信。一条完整的下品灵脉，可供9等宗门10年的消耗出产至少数百万下品灵石。二长老，你将此事的来龙去脉说出来。无怪乎陆晨情绪失控，灵脉的价值对一个宗门世家而言堪称命根子，即便是4等宗门玄雷剑宗，也不过才掌握5条灵脉。今晨众弟子如往常一样在秘境中寻宝捡灵石，走到核心地狱时就被苍明宗的人拦下，他们强行驱赶不说，还打伤我们人。陆晨一听勃然大怒，岂有此理，在老子的地盘还敢如此放肆！大长老、二长老，下去准备一下，即刻随本宗前往太玄秘境。灵脉之事关系重大，陆晨当机立断。2个时辰后，陆晨带领一帮太玄境和化龙境的修士赶至玄霄秘境外围。秘境是一处空间节点，由紫明宗专门的人负责把守，散修入内需交纳一定数额的灵石，但因陆晨和苍明宗少宗主打赌输了，让出一半管辖权的缘故，把守者还有苍明宗的人。陆宗主，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苍明宗负责人秦云闻见风声，立马跑出来迎接陆晨。哼！未等陆晨开口，慕黑冷哼道：秘境管辖权只分给你们一半，如今驱赶我宗弟子，不让进入核心区是几个意思？秦云见事情败露，连忙拱手：陆宗主，核心区出现异动，此时不宜入内，我们也是为了贵宗弟子着想。你少他妈的废话！陆晨怒目而视，直截了当道：本宗听说有人挖到了灵脉，此地是我紫明宗的地界，你可以带着人滚了。你！秦云身为苍明宗供奉，修为化龙境6阶，也算一方强者。此刻他被陆晨如此羞辱，心火上扬，周身灵力激荡，体内隐隐有龙吟声传出。化龙境，由凡而神，修人体大龙。前几日，秦云曾听闻陆晨体内魔毒爆发，境界跌落，眼下正好试试他剩几分实力。区区化龙境也配与本宗动手？陆晨不屑地笑道：慕黑，此人交给你了。陆晨头也不回地说道：慕黑实力在化龙境7阶，
拿下秦云不成问题。再加上他如今修习有游龙身法，强硬心之刚，即使面对化龙9阶圆满的修士，也可以自保。宗主放心，秦云这条野狗交给老夫便是。木黑一拳轰出，空气中传来低沉的音爆声，赫然便是紫明宗的玄极下品拳法七杀拳。七杀拳中蕴藏7重暗劲，能摧残对手体内的经脉脏腑。秦云不敢怠慢，同样使出一招太极掌，以巧计应对这拳。陆晨只是随意瞥了二人一眼，便朝秘境中走去。苍明宗弟子见到陆晨如此霸道，全都不敢上前。进入秘境，天地灵气浓郁了不少，如此一来，此地蕴有灵脉之事，倒也说得通。陆晨飞速赶往核心地狱，果真看见一群苍明弟子正在组织人手开采灵脉。那为首之人正是苍明宗副宗主柳峰，他的实力距离突破神道领域仅有1步之遥。宗主，我们直接动手吗？二长老目光灼灼地盯着陆晨，只待他一声令下，便要带弟子冲锋陷阵。半年前，苍明宗少主设计诓骗本宗，玄霄秘境被他们占据长达半年，灵石估计都减了上万块。众弟子听我号令，今日便将这笔旧账和他们一并清算。陆晨杀意暴涨，体内灵力如怒潮翻涌。杀！随着一声怒吼，陆晨带领一众弟子杀了出来。陆晨，你魔毒爆发，竟还敢来送死！柳峰见到陆晨，短暂惊讶后，表情变得不屑。前2日，他意外从几名散修女子身上得知陆晨遭魔毒反噬，陆晨没可能这么快恢复修为。送死！尔等鸠占鹊巢，真以为我紫明宗无人不成？陆晨嗤笑一声，祭出地级下品碎魂枪，枪身上缭绕着地级品质独有的紫芒，将陆晨衬托得无比神秘。地级灵气，陆晨你真是走了时运。柳峰脸色难看，抽出一把玄品中级的金背大砍刀，他运转武学功法，一刀斩碎一块万斤巨石，化龙9阶巅峰的实力展露无遗。感知到柳峰身上的气息，紫明宗众弟子长老眼皮狂跳，人道领域巅峰，恐怖如斯。你们将其他人驱逐出秘境，这柳峰不过人道领域，交给本宗便是。说完，陆晨提枪杀向柳峰。轰！虚神境的实力爆发，陆晨刺出霸道绝伦的一枪。柳峰的心在这一刻沉到谷底，咬牙使出刀技武学百人斩。长刀在他手中幻灭生息，瞬间分化出100道刀芒，如狂涛般席卷。然而刀芒杀向陆晨时，却只击中了残影。陆晨施展游龙身法，在虚空中游龙，从侧翼扬枪狠狠地抽在柳峰的腰上。擦咔！这一击势大力沉，将柳峰的腰椎骨都抽断了。哎呦！柳峰重伤吐血，像死狗一样趴在地上。陆晨从天而落，一脚踏在他的头颅，砰！颅骨爆开，柳峰死得不能再死。陆晨回头露出几分邪气，苍明宗的人一个不留。半个时辰后，苍明宗的人被尽数击杀。紫明宗众人精神亢奋，有了这条下品灵脉，再不用担心聚灵阵灵石不够。陆晨对2长老、3长老说道：“吩咐下去，从今日起，玄霄秘境将不再对外开放。那些散修若是有意，可拜入我紫明宗，女子优先。”陆晨决心打造一个强大的宗门，吸引更多天赋异禀、高质量的女修加入。等陆晨离开秘境时，木黑也将苍明宗的驻地长老秦云基杀掉，简单交代几句，便返回宗门。柳峰等人死得悄无声息。等苍明宗察觉时，已经是3日之后。可恶！那陆晨竟敢杀我父宗！苍明宗议事阁说话之人20多岁，名叫顾飞。他随即露出一抹残忍之色，冲底下人吼道：“去将我卧房的贱婢给我拖出来！本少主要杀了他不可。”不多时，一名容貌6、70分的女子被拖入议事阁，她身上只穿了件宽松睡袍，呼之欲出。如果陆晨在这的话，他一定会认识。此女正是那天被木黑推入他怀中的散修女。贱婢，你不是说那陆晨捉了等，准备解毒吗？如今他杀了我宗门的副宗主，修为根本没有跌落。顾飞上前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凶狠道：“说，你是不是紫明宗派来的间谍？妄想用美色来诱惑我？本少主折磨人的手段，可一点不比那陆晨差。赶紧交代！此番因为女子的错误情报，害得他们白白损失一位化龙6阶和化龙9阶巅峰的强者，亏麻了。主人，奴婢没有，奴婢一心向着主人。如今我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您，求您饶命啊！”女子吓得大哭，她不过洞天境修为，想着能借助这个情报讨得顾飞欢心，结果不曾想这波命都要没了。主人，我有一套紫明宗弟子的衣服。他轻声道。顾飞一听这话，瞬间有些异动，于是他改口道：“那陆晨实在是心机深沉，你先滚下去吧。等到晚上，本少注定要让你生不如死。”一脚踹开女子后，
顾飞拿出一封书信，脸色这才变得舒缓。诸位长老，我父亲传信回来，他已得到玄雷剑宗吴长老的支持，不日便会带上剑宗弟子返回。顾飞的父亲名为顾无道，他本是玄雷剑宗吴长老座下弟子，却因犯下宗门大忌被逐出师门。后来顾无道选在此地开宗立派，取名苍明宗。如今因为玄霄秘境灵脉的事，数日前他特意赶去剑宗，想请虚神境强者坐镇。太好了，剑宗吴长老可是一尊真神境强者，如今有了他的支持，那紫明宗还不随手可灭。敢杀我苍明宗的人，此番势必要让陆晨知道我们的厉害。对，没错，有剑宗弟子助力，他陆晨不过是路边一条。众长老神情激动，如此一来，玄霄秘境的下品灵脉依旧是他们的囊中之物。只是可惜那五长老的嘴实在太大了，他开口就要灵脉的5成灵石。顾飞脸色有些黑，5成灵脉产量不下100万灵石，此等财富对一个真神强者而言无疑是天降巨款。少主眼光的放得长远一些，有了灵脉，我们就能购买聚灵阵盘和修炼用的丹药，假以时日，咱们宗门还能提升为8等，甚至是7等宗门。顾飞听见这话，心情这才好受一些，似是想起什么，他突然说道：对了，你们可知陆晨娶的那名女子是何身份？众长老面面相觑，皆从对方眼中看出一丝茫然。有人说道：那名女子未曾抛头露面，没人知道她长什么样子，甚至就连名字都无人知晓。嘿嘿，想必该女子长相奇丑无比，陆晨不好意思放出来见人吧？又或者娶亲之事不过是个幌子？我听说紫明宗最近正在大肆扩张，疯狂招收弟子，还指明说道女子优先。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顾飞听后笑道：那照这么说，定是陆晨修行邪功，需要储备大量的炉鼎，这才想出如此计策。不得不说，陆晨在圈养炉鼎这方面简直是他娘的天才。随后会议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等到了晚上，那名女修来到顾飞的房间，果真如白天所说：主人，我来了。女子的声音变得妩媚。贱婢，今夜本少注定要让你知道，害死一位化龙9阶巅峰的强者，你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顾飞手表情狰狞恶邪。夫君，这都过去1周了，雨轩妹妹那边还是没有消息传回吗？金丝卧榻上，洛双离开口道：唉，没消息，也不知是不是林叔那里不同意。陆晨惆怅。在虚神丹和聚灵阵的加持下，陆晨堪堪晋升至虚神境2阶。要知道，这虚神丹品质是市面上售卖的3倍之多，聚灵大阵的纳灵效率更是堪比玄雷剑宗的5品聚灵阵。不过有件事值得庆祝，洛双离已经晋升至虚神境8阶。他的至尊剑骨虽然被挖，但成功解锁了太阴剑体。现在的他，即便是面对一位真神出阶的强者，也能与之一战。另外，这些天几位长老服食陆晨给的化龙丹后，也取得不小的突破。招生方面，也陆续有人加入紫明宗，其中不乏有女弟子。全宗上下都在朝着一个好的趋势发展。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陆晨每日修炼望神术，淬炼神魂，却并未发现有新的天命之女出现。离儿，为夫愁啊！陆晨叫嚷着。洛双离白了他一眼，说道：夫君，要不你还是去一趟青阳宗吧。提亲这种事，唯有亲自上门才显得你有诚意。毕竟以你的名声，任谁都不会放心把自家女儿嫁给你。陆晨一听这话，当即脸黑，连你夫君都敢打去，看我不好好惩处你。慕黑随本宗一同前往青阳宗。陆晨完事后找到大长老慕黑，此去青阳宗当展露出宗门底蕴。而慕黑服下化龙丹后，凭借这些年的积累，一路冲至化龙9阶巅峰，只差一个契机，他就能踏足神道领域。宗主需要准备什么礼物吗？慕黑知道陆晨是要上门提亲，总不能打空手吧。听闻青阳宗主修习枪法，但一直苦于没有合适自身的枪法和灵气。陆晨一听就懂，双眸一瞪：你是想说让我把那地级下品碎魂枪和百裂枪诀都给老丈人呗？老夫可没这样说。慕黑连忙闭嘴，这锅可不敢背。陆晨短暂纠结了一下，欣然同意。也罢，若能娶得林雨轩为妻，区地级下品灵气送给我这老丈人又有何妨？嘿嘿，反正有系统奖励，主打的就是一个任性。当天下午，陆晨对2长老、3长老交代完事，就和慕黑启程前往青阳宗。紫明宗和青阳宗之间相距千里地，这么多年，两宗一直井水不犯河水。而青阳宗的具体情况与紫明宗这边不同，青阳宗设立在青阳城中，与天元王朝的直属势力多有交集，经常发生摩擦。1日过去，陆晨的身影悄然出现在青阳城。宗主，咱俩赶了1日的路，
得吃点大肉补补身子骨。吃，你就知道吃，赶紧去青阳宗才是正事。陆晨迫切想提升实力，唯有迎娶天命之女。可老夫知道一家餐馆，牛鞭汤做的一绝，现在就带宗主去品鉴。慕黑到过许多地方，这青阳城平日也没少来，因此熟路。慕黑盛情推举，陆晨无奈只能前往。两人来到仙边楼，到此的人络绎不绝。青阳城中并非都是修士，凡人才是这个世界的基数。有人的地方便会有欲望滋生，七情六欲，因此这仙边楼的生意才会如此火爆。二位客官，要吃点什么？我们这有凡人吃的普通牲畜家禽，也有供修士享用的灵兽真禽。店小二衣着光鲜，陆晨一眼洞悉，此人是一位洞天境修士。慕黑拿着菜单，专挑最贵的点：灵犀蛮牛鞭、双头火蟒肉、红烧狮虎头。一口气点了很多，都是灵兽宝肉，对修行大有裨益。一共12块下品灵石，本店小本生意，概不赊账。拿去。陆晨随手扔出一袋灵石。如今他有一整条灵脉，区10来块灵石，丝毫不觉得心疼。小二目露金芒，他见陆晨自出手阔绰，立马说道：在下是这青阳城的白小通，客官若是感兴趣，在下可为你说说近来城中的奇闻异事。哦，说来听听。陆晨随手丢出2块灵石给他，全当饭钱消遣。小儿不动声色揣起灵石，小声道：我看客官不像是本地人，可曾听说过青阳宗？陆晨精神一振，他正想多点了解青阳宗，愿闻其详。青阳宗是我们这的一个9等宗门，宗主林苍兰是虚神3阶的强者，另外他还有位年轻貌美的女儿，名叫林雨轩。前些日子还传出她要嫁给紫明宗的那位邪宗宗主，只是如今什么？快说！陆晨一掌拍在桌子上，这么久没收到林雨轩的消息，他果真遇到了变故。店小二被吓一大跳，四下观望一眼，确定没人偷听，才敢继续说道：如今林雨轩被城主府的萧二少看上，那萧家正带着聘礼在青阳宗提亲呢。什么？竟有此事？陆晨一听就坐不住，这眼看要到手的媳妇马上要跟别人跑了，这特么叫啥事？慕黑，赶紧随我去青阳宗！陆晨掌身而起，焦急地朝店外走去。这位爷，您点的牛鞭做好了，本宗没空，你自己吃吧。陆晨摆摆手，头也不回地离去。本宗？莫非他就是紫明宗那位邪宗宗主？店小二露出惊容。青阳宗主店，萧二少，轩儿他年龄还小，实在不宜谈婚论嫁，此行怕是要辜负萧城主的美意。林苍兰眉头紧皱，语气无奈。萧玄把玩着玉扳指，淡笑道：林宗主何必如此推脱？我萧家的诚意，整个青阳城都看在眼里，雨轩妹妹嫁过来，定是享福的。还是说，林宗主宁愿将雨轩嫁给那个邪宗宗主，也不愿嫁给本少爷？听到邪宗宗主4个字，林苍兰脸上闪过一抹不自然。数年前，陆晨曾救过林雨轩性命，陆林两家的关系因此变得愈发紧密。林雨轩对陆晨暗生情愫，林苍兰也觉得陆家这孩子踏实可靠，隐隐有撮合之意。然而这3年时间，陆晨走上邪修道路，声名狼藉。前几日，林雨轩从紫明宗回来，突然嚷着要嫁给陆晨那个混小子。林苍兰死活不同意，小妮子就把自己锁在房里，不吃不喝。萧二少说笑了，本宗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将我女儿嫁入紫明宗的。林苍兰抿了口茶水，至于你们萧家，我青阳宗势弱，实在高攀不起。青阳城隶属天元王朝，萧家依附于王朝势力，野心勃勃，企图吞并他青阳宗也不是1天2天。这一点林苍兰心里门清，只怕前脚将女儿嫁入萧府，后脚就要将宗主之位拱手让人。呵呵，萧玄冷笑不止。林苍兰，本少爷今日不是来和你商量，只是正式通知你一声，林雨轩是我萧玄看上的女人，她今天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啪啪，萧玄拍手，一位灰袍道人走进大殿。此人戴着一副斗笠，看不清面容，身上却是散发出一股恐怖气息。虚神境中期。林苍兰瞳孔一阵收缩，他惊骇发现自己竟无法感应对方的实力。虚神境3阶的废物也敢拒绝我家少主，你自国20个耳光，向我少主叩首伏低，老夫可以饶你这回。萧家当真好大的威风，想要我林苍兰俯首，你痴人说梦。林苍兰到底是一宗之主，身上有股血性，何况殿中还有青阳宗的几位长老，怎能容忍对方骑到自家头上？你们萧家简直欺人太甚，赶紧离开青阳宗，我们这不欢迎你们。左右2名长老上前呵斥，就要送客，其中一人有虚神境1阶的实力，另一人化龙境8阶。你这破落小宗不过区9等势力，我萧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能奈我何？萧玄21岁，有着虚神1阶的实力，
年纪轻轻便已是一方豪强。不久前，他得到消息，青阳宗宗主之女林雨轩是元灵体，若能迎娶林雨轩，萧玄有望在25岁前晋升为一尊真神。一旦晋升至真神，他就能带领青阳城能成为7等势力，得到天元王朝更多的资源倾斜。萧玄的父亲萧炎年过古稀，修为堪至虚神9阶，以他的武道天赋，这辈子怕是难以突破真神境，只能靠2个儿子了。萧玄轻蔑道：“林苍兰，识相的话，赶紧交出你女儿，也别说我们为难你，这是2000灵石和一把玄机中品淬火枪，就当是娶林雨轩的聘礼了。”在萧玄的命令下，一位随从将淬火枪递给林苍兰，另外还有一个乾坤袋。谁要你这灵石和破枪，都给老子滚！林苍兰一掌震退随从，怒声吼道：“众长老听令，将萧家人赶出我青阳宗！”话音落下，3名长老震荡真元，恐怖的罡气漫盖整座大殿。林苍兰祭出追云枪，虎目冷冽，提枪便朝萧玄的胸口捅去。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东西，古老，该你出手了。萧玄身后，灰袍道人舔了舔嘴唇，露出嗜血的笑容。他紧紧探出2根手指头，就将林苍兰的枪尖钳住，后者难以寸进。道人阴恻恻笑道：“少主，你应该不介意我敲断他们的骨头吧？”萧玄皱了下眉，其他人也就算了，这林苍兰总归是要成为我岳父，下手别太狠。属下得令。废物东西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灰袍道人一脚踹在林苍兰的胸口，将他狠狠地踢翻在地。接着他将手中长枪掷出，直接将杀上前的3位长老震得吐血。噗噗噗，4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全都脸色苍白。林苍兰脸上露出一抹不甘，喃喃道：“虚神境5阶，不错，还算有点眼力见。”灰袍道人乘胜追击，一脚踩在一位青阳宗长老身上：“你自断双臂，老夫可留你一命，否则死！你做梦！”杀！灰袍道人双目一凝，直接将此人踩死在殿上。啊！殿门外，林雨轩一路小跑过来，正好看见古老将人踩死，他吓得跪倒在地。雨轩妹妹，你来了，你来得正好。本少爷在向你父亲提亲，今日你便随我回萧府。看见林雨轩的这一刻，萧玄眼前一亮，如此绝色，比城中的胭脂俗粉好看10倍不止。林雨轩的身材更是丰满。你们为何要杀人？还不是要怪你父亲不识抬举，连我萧家的亲都敢拒，简直不知死活。萧玄眼中闪过一抹晦涩，伸手要去扶林雨轩。畜生，你敢！林苍兰目眦欲裂，他趁古老不注意，起身一个抱步上前，将萧玄踢飞出10米开外，摔了个狗吃屎。轩儿别怕，有父亲在，谁也别想伤害你。林苍兰将林雨轩护在身后，安抚他。古老，将这老匹夫捉起来，本少爷要剁了他那只右脚。萧玄爬起身，下达命令：如你所愿。古老虚神境5阶的灵力毫不保留地释放，挥动长刀朝林苍兰的下半截身躯斩去，情形危险到极点。林雨轩吓得花容失色。就在林苍兰强提一口精气要和他拼命时，一道身影闪掠在他面前。轰！一声巨响，却见不可一世的古老被拳头崩飞出去，而陆晨的声音也在此刻响起：“轩儿，我来向你父亲提亲。陆哥哥，你终于来了，轩儿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娇软入怀，陆晨亲昵地抚摸林雨轩到脑袋：“妮子别怕，有我在，任何人休得伤你一根毫发。”陆晨偏头看向林苍兰，冲他抱拳：“林叔，你没事吧？放心，死不了的。”林苍兰擦去嘴角的血渍，他看陆晨的眼神有些复杂。当初陆晨父亲在世时，林苍兰曾上门拜访过，给两小家伙定下姻亲。可是陆晨父亲已死，他又成了邪修，这门婚事自然做不得数了。臭小子，你是何人？连我萧家的闲事也敢管？不要命了吗？萧玄眯起眼睛，方才陆晨不过出手偷袭古老，二人若是正面交锋，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你问我，本宗是你爷爷？马德！陆晨破口大骂。林雨轩是他内定的妻子人选，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天命之女，而且还与原身有过一段暧昧纠葛，这要是不把她娶回家，岂不暴殄天物？小子，你竟敢占我家少主的便宜！古老拍拍身上的灰尘，提起长刀就要再次砍向林苍兰。萧玄抬手打断他，取笑道：“方才听你说本宗，莫非你就是林雨轩要嫁的那位邪宗宗主？你不去祸害别家女修，跑来我青阳城的地界，胆儿挺肥啊！”林雨轩一听就不乐意，抱起陆晨的胳膊，丝毫不避讳：“我和陆哥哥真心喜欢彼此，哪里是祸害了？没错，任何人休想从本宗身边抢走轩儿。”陆晨一手搂住林雨轩的腰肢：“好，很好。古老，
将这小子给我杀了，我赏你1000块下品灵石。萧玄随手便拿出1000灵石买陆晨的命，而洛双离身为玄雷剑宗圣女，每个月才能领取20块灵石。想到这，陆晨为洛双离感到不值。很显然，玄雷剑宗根本没把他当人看，谁家圣女会像洛双离一样被挖苦下药？正常来说，以他的武道天资，早该晋升真神境了。古老一听有1000块灵石拿，立马点头哈腰：“少主放心，此子不过虚神境2阶，方才是老夫大意了，才受他那拳。你放心，保证不会再出意外。”古老冷声笑道。他祭出一根白骨杖，诵念咒法，立刻出现一道怨灵，扑杀向陆晨。咦，竟然是灵魂体，有趣！陆晨眼前一亮，当即祭出碎魂枪，杀！陆晨提枪刺去，甚至都没施展枪诀，碎魂枪感应到灵魂体，紫光大盛，爆发出恐怖威势。噗！这一枪附带暴击斩杀的效果，当场将这灵魂体戳爆，连带着白骨权杖也炸成齑粉。古老整个人愣住了，他养了数十年的魂小鬼就这样被陆晨给灭杀了。混账！他气得浑身颤抖，双目赤红。你做了什么？你一个邪修，豢养怨魂，灭了他算是替天行道。陆晨不屑说道。你这是地级灵气。古老的愤怒很快平息，白骨权杖被毁，他转头盯上陆晨的碎魂枪。同一时间，萧玄、林苍兰的目光都聚焦在陆晨的枪伤上。地级灵气，价值10万金，关键还有价无市。古老，将他这杆给我夺来，我赏你5万灵石。萧玄虽然不使枪，但为了这杆地级灵枪，修行枪诀倒也无妨。天元王朝炼器师稀少，好的炼器师更是凤毛麟角。这地级灵气妥妥的硬通货，一件趁手的地级灵气，便是一些7等势力主也得不到啊。陆晨他从哪里得到的？林苍兰轻喃道：“他是枪修，视枪如命，除了女儿的幸福，要他拿什么都愿意去换。”听见只有5万灵石，古老在心中鄙夷了萧玄一下。这宝贝拿去黑市上拍卖，最起码也能卖个15万灵石。区5万灵石，你当打发叫花子呢？古老嘴上却是奉承。少主放心，老夫定为你夺来。主仆俩旁若无人的决断着碎魂枪的归属权，把陆晨都给逗笑了。你夺你马呢？陆晨当即运转武穴，强硬心之刚。轰！他的气血瞬间增幅50%，血气在躯壳中游窜，这具肉身力量暴涨。什么？你的气息，连一些虚神境5阶的修士都不如你，你小子莫不是喝龙血了？古老心中震动，陆晨身上的气血之力远远超过他，单拼肉身强度，他拍马也赶不上陆晨。十字追魂掌，古老随即施展武穴，魂风卷过，他的掌心传出可怕笑音。此法能灭杀修士神魂，霸道绝伦。一掌朝陆晨的颅骨拍去，然而陆晨不退反进，手中碎魂枪被他舞出漫天枪影，正是旋即上品武穴百裂枪诀。枪影重叠归一，他猛地挑在古老掌间，噗嗤，两人碰撞出可怕的灵力劈炼，所有人被震退。直到烟尘散去，古老还保持着方才那个姿势，一动不动，而陆晨则是大口喘着粗气，消耗巨甚。他没想到催动这地级灵气竟会榨干他体内所有的灵力，废物，才一击就将灵力榨光。你看我们古老面不改色，气定神闲，胸有成。咚！萧玄话说一半，突然看见古老直挺挺倒在地上，他的眉心处破开一个洞，显然是被陆晨灭杀了神魂。啊！萧玄吓得两腿直打摆摆，一屁股坐在地上。古老可是虚神境5阶的强者，居然死得如此轻易，这陆晨简直就是个恶魔。萧玄，你再敢纠缠雨轩，带人来青阳宗捣乱，本宗定不会轻饶你。陆晨一枪掷出，插在萧玄身前的大地，枪尖距离他2弟只有1毫米的距离。萧玄差点就成了阴阳人。别杀我！他吓得拔腿就跑，连乾坤袋里的2000灵石和玄级中品淬火枪都来不及去拿。随从见少主都跑了，一个个连滚带爬的追了出去。而这时候暮黑姗姗来迟，看着一片狼藉的大殿，他猛逼脸：宗主，已经完事了，本宗要是指望你，媳妇都被人掳跑了。陆晨训斥完暮黑，回头安抚林宇轩：没事了，这萧玄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找青阳宗的麻烦。林宇轩扑进陆晨怀里，令林苍兰有些破防：轩儿，你刚受到惊吓，先回房休息，我和陆晨有话要说。林苍兰开口想将2人分开，然而林宇轩死活不肯松手，铁了心要和陆晨在一起。林叔，我今日是专程来向您提亲的，这是一部玄级上品武学百裂枪诀，另外我愿以这把碎魂枪为聘礼，求娶林宇轩。陆晨将枪诀和灵枪同时交给林苍兰，
后者神情微微有些动容。你小子从哪搞到的这些好东西？林苍兰心中一动，但是关林宇轩的终身大事，他表情严肃道：陆晨，你说要娶轩儿，无非是看上他的元灵体，想要害他。总之，你和轩儿的事绝无可能。父亲林宇轩眼睫毛一颤，身体略微有些僵硬。不，陆哥哥先后2次救轩儿性命，他绝对不会害我的。陆晨坦言道：我承认的确看上了宇轩妹妹的元灵体，但绝非利用她，我是真心喜欢她，想娶她为妻。你小子倒是坦率，别以为用一件地级灵器和玄级上品枪诀就能收买本宗。林苍兰不吃这套。那冒昧问一句，林叔，你也不想宇轩一辈子郁郁寡欢吧？这……林苍兰面庞抽搐，他看林宇轩像八爪鱼一样粘在陆晨身上，心知再不可阻。只是这陆晨小子一副得意的模样，看着贱兮兮的。唉，女大不中留。罢了罢了，既然轩儿喜欢，本宗便将她嫁给你。陆晨，你若是敢负她，害她，本宗哪怕拼上这条老命，也要将你碎尸万段。父亲，说什么呢你？林宇轩愠怒，哪有老丈人这样威胁自己女婿的？无妨，父亲放心，你我之间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陆晨连忙改口，生怕林苍兰反悔。枪决我收下了，这碎魂枪你拿回去，好好保护轩儿。林苍兰欣慰地在陆晨肩膀上拍了拍。晨儿，我看这天色不早，今夜你就在这住下，迎亲的事便定在3日后吧。林苍兰一家得陆晨相救，要说他对陆晨没有好感，绝对是骗人的，既是父亲大人的意思，小婿恭敬不如从命。陆晨的观念很传统，并未因为自己实力强过林苍兰就轻视他。到了晚上，陆晨在榻上辗转难眠。梨儿，你在本宗身边就好了。陆晨抱着软枕，嘎吱房间的门被推开，有什么东西悄悄闯了进来。陆晨瞬间警觉，谁在本宗房里鬼鬼祟祟？给我滚出来！陆晨坐直身子，屋内伸手不见五指，看不清来人。难道是萧家人来报复了？陆哥哥，是我。听见这道熟悉的声音，陆晨瞬间懵逼。轩儿，你不好好睡觉，跑我房里作甚？林宇轩蹑手蹑脚走到陆晨身边，一把将他抱住。轩儿，你父亲已同意咱俩的婚事，过几天我就派人来迎娶你。现在这样会不会不太好？陆晨有些纠结，来之前也没人和他说事情会进展这般顺利啊。上门第1天也太快了吧？可我怕陆哥哥前脚离开青阳城，萧家那坏胚又来纠缠我。操！那混账他敢！不行，轩儿只能是我的。第2天，陆晨发现自己的修为已经突破至虚神境5阶，连破3个小境界。此外，林宇轩的体质晋升为先天道体，比元灵体更强。以后的武道路将是一条坦途。再度拿下一位天命之女，陆晨心情大好。见林宇轩醒了，陆晨笑道：为父现在就盼着你赶紧怀上孩子。陆晨打开系统面板，叮，恭喜宿主解锁林宇轩，发放奖励：地级下品武学星号2，虚神丹星号500，真神丹星号500，玄级上品法器星号2，天命值2万。真神丹专为辅助真神境修士修行，可提升4倍修炼速度，在突破至天神境时有奇效。玄级上品法器可任意挑选2样。这一次因为没有获得暴击加成，系统奖励不够给力，陆晨不贪心，有总比没有好。系统抽取武学，恭喜宿主抽到地级下品武学九霄御雷剑诀，幽冥血煞枪诀。九霄御雷剑诀引动9天神雷，一剑斩出万钧雷霆，因雨天施展，威能连翻数倍。幽冥血煞枪诀修出血煞之力，浴血而狂，濒死时施展，威能提升10倍。好，不错。落双离修剑是天生剑修，此剑诀与他相得益彰，能令他实力激增。这枪诀是地级，威能比起百列枪诀翻了数倍，可以作为自己的底牌藏身，关键时刻可扭转战局。系统加点幽冥血煞枪诀，陆晨利用到手的天命值进行加点。叮，天命值扣除500点，你的幽冥血煞枪诀已熟练精通。天命值扣除2000点，你的幽冥血煞枪诀已炼制大成。天命值扣除5000点，你的幽冥血煞枪诀已真质化境。恭喜宿主，你已成功凝聚枪意雏形。什么？枪意？陆晨心头震动，他连忙释放自己的武道意志。嗡！只见他眉心符现出一杆迷你枪纹，正是枪意凝聚的雏形。陆哥哥你凝聚出枪意雏形了。林宇轩隐约间听到枪笑之声从他耳旁掠过，他睁开眼就看见陆晨凝练出了枪意雏形，吃惊道：这可是真神境强者才能凝练出的武道意志雏形。
陆哥哥你真是太厉害了。林宇轩为陆晨的强大而自豪。此话当真？陆晨眼前一亮，若他将枪艺通过加点点出来，岂不是能真神境无敌？当然，轩儿哪能骗你？林宇轩指出，陆哥哥若能凝聚出枪艺，别说虚神境，便是真神境也没多少人能战胜你了。陆哥哥，你简直是个天才。我家轩儿也很好。安抚好林宇轩，陆晨开始加点枪艺。定，天命值扣除3000，你的5道枪艺终于凝聚成型。天命值扣除5000，你的5道枪艺晋升至1阶圆满。轰！陆晨的识海中顿时掀起一股强大气浪，识海翻腾出金色巨浪。有了这股恐怖的5道意志，足以抹杀虚神境一切敌手了。陆晨并未释放枪意，怕太过惊世骇俗，吓坏林宇轩。天命值剩余4500点，剩余点数全给我加到修为上。陆晨没有犹豫，本着月光的原则换取最大提升。定，天命值扣除2000，修为晋升至虚神境6阶。天命值扣除2500，修为晋升至虚神境7阶。陆晨感受了一下丹田，气海之中灵力充溢，他这是完美晋级，没有任何后遗症的那种。如此一来，我在虚神境族可横着走了。陆晨心情大好，随即2人又等到日上3竿，陆晨和林家妇女一起用完午膳，便带上慕黑准备回宗。临别前夕，林宇轩依偎在陆晨怀中，十分不舍。小妮子又不是不见面了，2天后看我八抬大轿将你迎回子明宗，让你风光出嫁。陆晨将地级下品幽冥血煞枪诀和一杆玄级上品灵枪地给林宇轩。丫头，将这武学和法器交给你爹。林宇轩好奇地翻开武学，被地级下品4个字给震得满脸惊容。这地级武学？陆哥哥，你该不会是挖到天神陵墓了吧？还有，你就这么舍得把它送给我爹？陆晨深情款款。轩儿你值得，乖乖的等我。一句你值得，瞬间令林宇轩小鹿乱撞。好，那你们路上小心。轩儿哪也不去，就在青阳宗等你。陆晨离开青阳宗后，一路朝萧府走去。宗主，我们来萧府作甚？慕黑一脸懵逼，不是打道回府吗？蠢货，本宗就这样离开，要是城主府的人迁怒于青阳宗怎么办？我可不希望宇轩和我老丈人再出什么事。陆晨来到萧府门前，被一个动天境的府卫拦住去路。他眼神轻蔑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没有预约，任何人不得进入萧府大门。预约你妹啊，老子今天是来杀人泄愤的。陆晨一声怒吼，大长老慕黑立刻心领神会。杀！慕黑用力一拳，当场轰塌萧府的院墙，连带那扇大门也给他拆了。宗主，里边请。做得不错。陆晨随手打赏慕黑实力化龙丹，相信再过些时日，他就能晋升至虚神境了。陆晨刚走进萧府，就和闻讯而至的萧家众人打了个照面。又是你，陆晨。萧玄一副见鬼的模样，当即对他的身旁的青年说道：大哥，昨日就是他坏了我的好事，他还将古老给杀了。与萧玄长得7分相似的青年名叫萧厉，他满脸戾气，当即呵斥陆晨道：好胆，区区一个9等宗门的垃圾宗主，也敢坏我萧府的好事。小子，识相的话，你赶紧和林家女儿断绝关系，否则……陆晨双目闪过一道玄光，望神术发动。人物：萧厉，修为：虚神境6阶。切，不过是个虚神境6阶的废物，你也配结胡本宗的女人？陆晨一声冷哼，将自身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轰！狂暴的灵力一经释放，瞬间将府上的5族震得吐血。虚神境7阶，这不可能！你明明只有……萧厉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他从萧玄这得到的消息是，陆晨只有虚神境2阶。陆晨不过是仗着有件地级灵气，才侥幸杀死了古老。然而现在，萧玄吓得瑟瑟发抖，小脸煞白。他怎么也想不通，陆晨昨日还只有虚神境2阶的实力，这才1日不到，陆晨怎么会一跃5阶？你这混账，该不是破了林宇轩的身子？可恶！他那元灵体分明是本少仙看中的，是你这废物夺了本属于我的机缘。萧玄气得心口痛。他原本还想着等陆晨离开青阳城，就将林宇轩弄到手，如今彻底没戏了。觊觎本宗的女人还死性不改，既然如此，本宗今日送你上路。陆晨震怒，果真如他所料一般，萧玄还在打林宇轩的主意，这种事情绝对无法原谅。死！陆晨随手卷起地上的5族佩刀，掌心朝外翻推，灵力牵引着佩刀，足足有10几柄，全都朝萧玄射去。后者疲于抵挡，被强大的灵力震倒在地。噗嗤，一柄长刀刺中萧玄的心脏，
他一命呜呼。二弟，萧厉目眦欲裂，电光火石之间，萧玄就领了盒饭。他甚至来不及驰援。陆晨，你还我二弟命来！他叫嚣着杀向陆晨，大脚一跺，在地面踩出一个坑。萧府上下几十号人全都看着萧厉。老爷不在，只能靠大少爷惩治恶贼了。大少爷，您一定要杀了他，为二少报仇啊！一位妇人哭哭啼啼从主院跑出来了，看见萧玄身死的模样，天塌了！厉儿，杀了他！你弟弟不能白死！他怒吼道。有趣，看来有必要让你们认清现实。陆晨施展游龙身法，一步踏出，出现在萧厉的身前，一记毫无花哨的肘击狠狠撞在他的小腹上。噗！这一击直接打出萧厉的苦胆水，整个人脸色苍白，无力地摔倒地上。萧厉须神境6阶，连陆晨的一招都没挺过，蜷缩在地上哀嚎。厉儿，孩子你怎么样了？大少！众人眼泪汪汪，凄厉地吼道：娘，我丹田破了！萧厉惊恐发现陆晨这一拳震碎了他的丹田。娘，我不要成为废物啊！他看向陆晨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你这邪修不是人，你是恶魔！陆晨上前一步，邪性地笑道：你都说本宗是邪修了，碎你丹田不过分吧？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对青阳宗的人起歪心思，你们的下场便如萧玄一样死！陆晨霸气的话传遍整个萧府内外，他的强势出手如一阵飓风，吸引大批的修士纷纷涌入萧府灌魔这场好戏。少侠杀得好！萧家人黑心烂坏，萧家二少欺男霸女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没错，你可真是帮咱青阳城做了件天大的好事。不是，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紫明宗宗主，那个邪修。听闻落在他手里的女修士，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床。众人原本还在为陆晨呐喊助威，可突然有人认出来陆晨的身份，邪宗宗主，臭名远扬。嘻嘻，不嘻嘻。在场的女修士全都脸色一垮，生怕被陆晨给盯上。谣言，都是谣言，本宗已经有妻室了。陆晨脸黑，原身留下的这么大一口黑锅，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慕黑在一旁挠头，宗主，原来你昨晚上，怪不得实力大增。怎么？你有意见？陆晨瞪眼，是属下失言。慕黑给自己甩了一嘴巴子。呼！破风声响起，一道身影横空而来，脸上带着滔天的怒气。众人抬头望去，全都吓得瑟瑟发抖。不好，是萧城主回来了。萧炎城主可是有着虚神境9阶的实力啊，他若出手，这邪宗宗主焉有活路？呸！他一个邪修，和萧家人一样，不是什么好东西。狗咬狗，一嘴毛，吃瓜就完事了。随着城主萧炎的出现，大伙全都悄然后退，生怕事后遭到萧家的清算。萧家众人见到萧炎回府上，腰杆子立马变得硬朗。家主，你可要为二少爷报仇啊！是他打杀了二少，还废了大少爷的丹田。萧府管家阴毒地看向陆晨，你这老匹夫倒是一条忠犬，既然如此，送你和萧玄团聚吧。陆晨武道意志绽放，一股凌厉的枪意瞬间没入萧管家体内，轰！管家整个人瞬间炸开，死得不明不白，血水洒落一地，浇在萧家人身上。哈哈！一些凡人婢女吓得当场晕厥。小畜生，竟敢当面杀我萧家人！你有取死之道，还玩命来！萧炎方头大耳，身上爆发出虚神9阶的气场，他将全身灵力汇聚到右臂，大喊道：“8级崩！”萧炎浑身冒腾出金光，狂暴的灵力令在场所有人心惊不已。天哪，是萧家压箱底的武学，玄级中品拳法8级崩，据说修炼至大圆满，蕴藏8重暗境，威力堪比玄级上品拳法。人们惊呼，修为虚神9阶，再配上堪比玄级上品的拳法，陆晨他拿什么抵挡？邪宗宗主他要死了吗？所有人看向陆晨，想看他要如何应对，然而全都傻眼。只见陆晨双手叠合，背负在身后，脸上洋溢出自信的神采。陆晨他疯了吧？竟敢无视萧城主的全力一击，就算是一尊真神在此，也不可能无视这种攻击。邪修说到底不过是9等宗门的落魄宗主，如何能与一城之主相提并论？众人摇头。天元王朝统御的各州城郡，最弱的城池都属8等势力，而青阳城赫然便是8等势力。一旦萧炎晋升为真神，青阳城就能跻身7等势力。小辈，既然你非要寻死，那本城主就顺了你的意。萧炎动如脱兔，从空中飞速下落，他做出肘击的动作，脸上浮现出狰狞的笑容。去死吧，小畜生！不出意外，下一秒陆晨就会横尸当场。所有人都不忍心去看，一些胆小的已经闭上了眸子。然而
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陆晨眉心发光，武道意志绽放，飞出一杆细长的枪翼，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噗嗤，枪翼顷刻没入萧炎的头颅，在识海中炸开，直接将他的神魂定语。失去灵魂，萧炎这具肉身只剩一具空壳，直挺挺摔在地上，没了呼吸。萧炎神魂破碎，彻底没救了。怎么回事？萧城主他怎么死了？众人睁开眼，只见陆晨依旧傲立场中，而萧炎已经暴毙横尸。他是如何做到的？快来个人告诉我一下。在场众人中，虚神境修士一手就能数得过来，根本没人知道陆晨施展的是武道枪翼。宗主，你这用的什么武学？能教教老夫吗？慕黑舔着个脸上前，这招杀人于无形，用来偷袭再合适不过。陆晨脸色古怪，慕黑，放弃吧，你学不来的。这特么是武道枪翼，连真神境强者也只能领悟一丝雏形。而在无人注意的角落，一名老者露出一抹玩味之色。武道枪翼一阶圆满，还只是个虚神境7阶的少年，有意思。萧炎一死，萧家众人立马没了主心骨。萧家主母痛失丈夫和小儿子，大儿子也成为废人一个，急血攻心，当场昏死过去。陆晨冷冷地看着萧家人，听见萧府门外传来的议论后，高声道：诸位，萧家7男8女，作威作福，今日本宗替天行道，灭了这一家子祸害，相信不日就会有新的贤者出任青阳城主，大家不必惊慌。解决完萧家这祸根，陆晨随即带上慕黑离去。而萧炎的死立刻在青阳城掀起一场轰动。你们听说了吗？那萧炎死了，是被一位邪宗宗主所杀。什么？你们居然不知道？咱青阳城的天变了，城主萧炎刚死翘翘。苍天有眼啊！萧家丧尽天良，为了半块灵石都能杀人越货，如今他们终于有了报应。青阳城的各条街道巷口随之响起锣鼓声和爆竹声，气氛一片欢闹祥和，简直比过年还要喜庆。与此同时，青阳宗报，宗主有天大的喜事啊！一位弟子行色匆匆走入主殿，单膝跪地。林苍兰正在调息打坐，听到动静后缓缓睁开眸子。喜事？林苍兰摇头叹道：唉，三长老刚死，咱们宗能有何喜事可言？三长老被古老所杀，林苍兰心中恨死了萧家。若非萧家势大，大少爷是虚神境6阶修士，城主萧炎是虚神9阶的强者，林苍兰早就带人杀入萧府，一雪前耻了。只可惜他修为低弱，修行40余载，也才堪堪晋升至虚神境3阶。不过说到喜事，陈儿方才又让宇轩送来一部地级下品枪诀，还附赠一件玄级上品灵器。你还别说，臭小子出手真挺大方。这女婿直嫁。林苍兰笑声爽朗，对主座下方的大长老、二长老说道。在他心中，陆晨的分量无形中又拔高了一截。宗主所言极是，这回陆宗主连送咱2部顶级武学，假以时日，我宗定能培养出强大一批的弟子。不错，等我们宗跻身为8等宗门，届时就不用再看萧家人的脸色了。想起昨日之事，2名长老就觉得憋屈。不过如今总算是看见逆风翻盘的希望。报信的弟子情绪激动，忍不住插嘴道：启禀宗主，2位长老，那萧家如何？他们又带人来闹事了。轰！林苍兰周身灵力狂涌，脸上闪过一抹戾气，一而再再而三的找我青阳宗麻烦，那萧炎真当我们是泥捏的不成？这时候林宇轩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殿内，听到林苍兰的声音，他的脸色变得煞白。果然，萧玄他还是带人来了吗？轩儿别怕。林苍兰连忙起身，手持陆晨送他的玄级上品灵枪，一步来到林宇轩身边。凭借着杆枪和地级下品枪技，只要不是萧炎老匹夫亲至，任何人休想在我青阳宗造次。2名长老随同迈步，严阵以待。报信的弟子见宗主和长老这般架势，当即吓得一哆嗦，把话全给吐了出来，是萧炎。弟子刚得到消息，他被一名邪宗宗主所杀，而且听他们的描述，那人好像就是姑爷。说完这话，弟子猛擦额头上的汗水。你说什么？萧炎他死了？这怎么可能？林苍兰瞬间感到极度的震惊。萧炎身为青阳城城主，守护一城，他的实力无容置疑。虚神9阶的修为，再配合上萧家绝学8级崩，即便是一位半步真神，也休想在他手里讨到一丝便宜。大长老上前，一把揪住报信弟子的衣领子：你确定没听错？那萧炎当真死了？此事千真万确，城中到处都在击鼓庆祝呢。二长老开怀畅笑，眼泪都流了出来。老三，你听见了吗？萧家倒台了。然而林宇轩却是听见了姑爷2个字，他瞪大双眸，俏脸紧绷着问道：你刚才说是我陆哥哥出手击杀了萧炎？
他没受伤吧？比起陆晨基杀掉了萧炎，林宇轩更关心自己的夫君有没有受伤。那可是一位虚神9阶的强者。不对劲啊，晨儿昨日才不过虚神境2阶，今个怎么就能斩杀萧炎？轩儿，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已和晨儿？林苍兰表情惊愕，错非如此，如何解释陆晨实力暴涨？他的目光带着几分审视。爹，你别怪陆哥哥，是女儿主动的。林宇轩神情坦然，果然是女大不中留。也罢，此番爹还得感谢晨儿，替我青阳宗解决如此心腹大患。林苍兰闻言只能苦笑，不过他也不怪林宇轩，毕竟这两小家伙互有情愫，如今婚事已定，倒也无妨。何况林宇轩身上的元灵体一直是林苍兰担心的点，孩子娘死得早，他生怕林宇轩受到伤害。这下看见陆晨这般强大，都能击杀虚神境9阶修士了，假以时日，怕是能横击真神。陆宗主可真是少年英杰，宇轩嫁去紫明宗，我等便也放心了。二位长老抚须笑道，如今可谓是双喜临门，只差筹备林宇轩的婚礼了。快，即刻通知下去，打点全宗。2日后，本宗要风风光光嫁女儿。我林苍兰的女儿，绝不输给这世间的任何女子。女婿如此能干，林苍兰这做岳父的自然不愿给他们丢脸。陆晨刚出青阳城，就感觉自己被人盯上了。他停下说道：“前辈，还请一见。”唰，虚空裂开，一只干枯的手从裂缝探出。慕黑见状，当即吓得魂飞魄散。天神，5岁虚空，老者的修为起码在天神境。呵呵，好聪明的神诀，竟能感知到老夫的存在，难怪小小年纪就能凝聚出5道意志。闻言，陆晨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他修行有望神术，神魂感知力远超常人，能感应出这名老者，倒也不足为奇。只是令陆晨诧异的是，老者划破虚空现身，身后竟还跟了一名少女。这少女看上去只有15、16岁的模样，尚未完全长开。不过她小荷才露尖尖角，身段玲珑，妥妥的美人胚子。少女明显有些怕生，躲藏在老者身后，清亮的双眸正好奇打量着陆晨。陆晨拱手参拜，不知前辈找在下所谓何事？慕黑随同弯腰，吓得两股颤颤，全然没有陆晨的淡定。小子，老夫送你个媳妇，你要不？老者一句话令陆晨瞬间惊掉下巴。前辈，你这话是何意？陆晨大脑宕机，他琢磨老者的话，觉得这情形像极了托孤。老者惆怅万分，老夫要去办一件大事，无暇分心照顾他。小子，你帮我照顾幼雏2年，待他成年，老夫若还没回来，你就将他娶了，安生过日子吧。陆晨无语，老者还真当他这是收养所了啊。陆晨，你别不乐意，我这孙女天生命格高贵，真嫁给了你，是你几世修来的福分。叮，检测到苏幼楚是天命女帝，建议迎娶。系统的提示音在陆晨脑海中响起，他连忙运转望神术。天命之女，苏幼楚，天命属性：金色，资质顶级，化龙境5阶，体质女帝命格，世路魔胎。女帝命格，天生带有女帝光环，女帝光环的压制下，同境可称无敌，未来注定正道称帝。世路魔胎，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苏幼楚成年后体内魔胎将会复苏，变成一个杀戮机器，需提早用爱去感化它，帮它抑制体内的魔胎生成。抑制成功，将蜕变为世路圣胎。又一位金色气运的天命女，还是女帝命格。陆晨心头火热，这要是把苏幼楚娶回家，他紫明宗未来岂不是要多一位盖世女帝？至于世路魔胎，陆晨相信以他的魅魔体质，一定能让苏幼楚爱上自己，从而帮助他转化为世路圣胎。承蒙苏老看得起在下，晚辈一定好生照顾幼楚，将她当成我的老婆。好你个臭小子，你是巴不得老夫回不来啊？苏老面庞抽搐，他突然感觉自己的决定是个错误。这小子不会趁他不在偷偷吧？小子，我警告你，在幼楚成年之前绝对不可以，否则将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即便是神尊也难逃一死。世路魔胎一旦复苏，将造成可怕的后果。很显然，苏老知道苏幼楚的体质问题，所以才会求陆晨的帮助。陆晨深以为然，苏老放心，我陆晨可是正人君子，希望我和幼楚成婚那天，您老能赶回来喝咱的喜酒。哈哈，你小子连吃带拿是吧？想让老夫回来给你当护道人？苏老摇头失笑，这陆晨跟个人精一样，莫非看穿了他的修为？不，绝无可能。陆晨方才悄咪咪运转望神术，感知苏老的修为，结果因为差距过大，无法感知。苏老的修为起码也在神尊境啊。境界忘记的兄弟翻下第2章末尾。
陆晨当即就想着请苏老当紫明宗的护道人，毕竟他未来的寺会不少，宗门没有一尊强大的老怪物坐镇怎么行？陆晨，既然老夫已经幼雏托付给你，这是一部天级中品武学，你拿去，一定要保护好幼雏。天级中品武学，我发财了啊！陆晨眼前一亮，不仅收获个俏媳妇，还白的一部天级武学，这样的好事，陆晨不介意再来个10次8次，反正我身体好。苏老随后将一枚设下禁制的玉坠戴在苏幼楚身上，头也不回的远去。幼楚，好好跟着陆晨培养感情，你的是陆魔胎，不能再拖了。他传音道：“爷爷。”苏幼楚看着苏老离去的方向，他伸了伸手，眼眶微微泛红，低声抽泣起来。陆晨走上前轻拍他的背，轻声安慰道：“小娘子别怕，有夫君在，定会护你周全。”谁是你小娘子？爷爷说了，2年后若他还没回来，我才能嫁给你。苏幼楚伸手推了推陆晨的胸膛，这肉实的触感令他面红心跳。从小到大，他还从未与一外姓男子靠得这么近，而且陆晨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他竟然喊他叫小娘子，还自诩为夫君。陆晨，你臭不要脸！他娇羞道。这时候，陆晨的魅魔体质激发，好感度1，好感度1，好感度1，哈哈！幼楚，你早晚是我陆晨的娘子。陆晨牵起小妮子的手，迎娶天命女帝第一步，当然是先培养感情了。因为持续的好感度增加，苏幼楚并未再拒绝陆晨，任由他牵着自己的小手。慕黑，你从另一条路返宗，别打扰本宗和幼楚的2人世界。陆晨回头冲慕黑说道，后者满脸苦笑，这一路他纯粹就是个碍眼的受气包啊。宗主，你可悠着点，苏姑娘还小呢。慕黑忍不住传音道：“滚！本宗是那种人吗？”陆晨一脚将他踹飞。没有了显眼包，陆晨一路上和苏幼楚嬉戏逗趣打闹，很快俘获少女的芳心。陆晨，赶路好累啊，要不你背我吧。走到一半，苏幼楚突然撒娇卖萌，直呼走不动路。好，苏小娘子，谁让为夫是个宠妻狂魔，上来吧。陆晨并未拒绝。女帝命格下，苏幼楚身上隐隐有种神女的光环，待她18岁成年，定然是一位绝代丽人。陆晨绝不放过每一个能和苏幼楚培养感情的细节。以陆晨如今的修为，半日后便抵达紫明宗。妮子，到老家了。陆晨将苏幼楚放下，2人的亲昵举动立刻引发众弟子围观。宗主好本事，又拐回一位夫人，不愧是宗主，我要是有宗主这般帅气，指定桃花红火。羡慕，羡慕啊！这位女仙子容貌虽然青涩，但不出2年，定是一位倾城丽人啊！一股恋爱的酸臭味在陆晨和苏幼楚身上萦绕，众人全都投来艳羡之色。16岁的苏幼楚虽美得不算惊世骇俗，但也有90分了。等她完全长开，不会低于95分。被这么多人盯着，苏幼楚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不过既然决定今后跟着陆晨，她还是鼓起勇气，点头回视那些善意目光。陆晨，我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你能带我去吗？苏幼楚在陆晨耳畔吹气。楚儿，我先带你去见梨儿。宗门冷清，你俩搭个伴，他肯定欢喜。来的路上，陆晨将他今后会娶很多个老婆的事告诉给苏幼楚。苏幼楚懵懵懂懂，并未生气。男人嘛，3妻4妾很正常。他爷爷当初也是如此，娶了7、8个老婆。梨儿，本宗离开的这2日，你想我了没？陆晨来到寝殿，正好洛双离刚结束修炼。谁要想你？洛双离衣着清凉，一看陆晨回来了，嘴上虽嗔怪着，指尖却不自觉绞着裙角。呵呵，娘子口是心非，你指定是想为夫的。陆晨在洛双离的脸上亲了一口，随即冲殿外喊道：“楚儿，快进来吧，别不好意思。”楚儿，洛双离一听，夫君又要去新房了。他伸手在陆晨的腰间一拧：“行啊，陆晨，才2日不见，又去祸害哪家妹妹了？冤枉啊我！”陆晨求饶道。这时，苏幼楚脆生生地走进寝殿，看见洛双离的一瞬，他脸上露出艳羡之色：“你就是双离姐吧？好漂亮！这位妹妹是……她叫苏幼楚，她爷爷将托孤给我，你夫君心善，就把她接回宗了。”陆晨挠了挠头，寻思着该怎么和洛双离说小娇妻的事。还是我来说吧。苏幼楚眨巴着大眼睛，水灵灵说道：“爷爷让我跟着陆晨，待我成年后就嫁给他，跟他过安生日子。”陆晨和洛双离对视一眼，2人都无言了。果然是涉世未深的少女，竟然毫无心计。洛双离立马上前抓起苏幼楚的手：“既是如此，楚儿你便留在紫明宗。陆晨他要是敢负你，姐姐定不饶他。楚儿走，咱别理他。姐姐先带你去看住处，你缺什么要什么随时同我说便是。”2女走后，
陆晨留在洛双离的房间打坐调息。半个时辰后，洛双离去而复返。陆晨，你怎么还在我房里？怎么？这才2日不见，娘子就同我生分了。等到夜幕降临，陆晨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娘子在这等着，为夫去给你弄些吃食回来，只盼着雨轩能快些嫁过来，为我分忧。洛双离揪着棉被沉沉睡去。陆晨先是去了一趟苏右楚的寝殿，带他到宗门里转了小半圈，熟悉环境，然后命人准备3份吃食，他们仨正好1人1份。这一晚，陆晨回到大殿，研究起白天苏老给他的天级中品武学。天级中品武学龙象镇狱境上篇。翻开武学第1页，赫然写着龙象镇狱境几个大字，可惜只是上部。然而仅凭这半部武学就能跻身天级中品，倘若下半部也能习得，将之融会一体，那岂不是堪比灵武学了？灵武学是比黄、玄、地、天更高一级的武学，拥有夺天地造化之力。天元王朝内也唯有一些灵级势力才拿得出来。而灵武学之上还有王级武学、圣品武学、地品武学和仙品武学，那种威势动辄焚山逐海，崩灵现天，远非常人所能想象。龙盘9冤气吞月，象踏明玉震八荒。陆晨诵读着武学纲领，很快沉浸其中。在望神术的加持下，陆晨经过1夜的苦修，成功将龙象镇狱境炼至入门级。虽说只是入门级，但却能爆发出一象之力，威力不会比一些地级下品的功法弱。若能炼至大圆满，便能施展出9龙9象的盖世神力。天刚亮，陆晨便来到洛双离的寝殿。为了犒劳洛双离，陆晨将一柄玄级上品灵剑给了他。此外，还有系统奖励的那部地级下品武学九霄御雷剑诀。夫君，地级下品剑诀，你从哪得来的？洛双离美眸巨睁，他在玄雷剑宗跟了师尊18年，也不过才得到一部玄级上品剑诀。如今他嫁给陆晨不到半个月，他就送给自己如此珍贵的剑诀。想到这，洛双离眼中浮现出水汽，哽咽道：夫君，你对我可真好。离儿是我陆晨的娘子，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夫君，遇见你是我此生最大的幸事。离儿，那日若非你上门，本宗已经负负而亡了。陆晨同样庆幸能够遇见洛双离，他这条命是洛双离救的，二人彼此救赎，都是对方生命的那束光。本宗发誓，无论我娶多少房夫人，我最爱的人始终是你。陆晨对天发誓，他的正宫之位只能是洛双离。洛双离有些羞涩，夫君，我想要个孩子。洛双离都这般吐露心意了，陆晨自然不会杀风景。时光如水，陆晨迎娶林雨轩入宗的日子悄然来到。紫明宗一片喜气洋洋，大红地毯铺的老远，远远就能见着。陆晨亲自带队，从宗门里找了8位玄天境的弟子去青阳宗抬轿。等来到青阳宗后，陆晨完成一系列流程，便成功抱得美人归。陆晨回去后好生善待我女儿。临别前夕，林苍兰老泪纵横，舍不得林雨轩。父亲放心，雨轩是小旭的心头好，小旭定会好生教养他，绝不让他受半分委屈。得到陆晨的承诺，林苍兰这才肯放行。而青阳城的新任城主听见陆晨也要娶青阳宗主的女儿，此刻也是赶来祝贺恭喜陆宗主，贺喜陆宗主。陆晨用望神术观摩对方，修为虚神境8阶。新城主王云天实力比死去的萧炎要弱1线，他对陆晨毕恭毕敬，生怕触了他的眉头。王城主，我岳父在这青阳城，还请多多照拂1、2，若遇上什么事，可来紫明宗寻我。陆晨随即利用萧玄给的那2000下品灵石和玄级中品灵枪做了个顺水人情给青阳城主，这些全当交个朋友，还望城主笑纳。城主王云天瞳孔微缩，双手颤抖着接过乾坤袋。他偷偷打开一看，这份厚礼远超他的预料。他慌忙躬身行礼，陆宗主客气了，在下定当尽心竭力。起轿。陆晨一身大红婚服，指挥着8名弟子去抬轿。在青阳宗所有人的祝福下，陆晨将新娘子接走。等回到紫明宗，已是小半日后。陆晨将林雨轩迎下轿，一路来到主婚台。众宾客们都等得有些着急，但陆晨成婚，他作为这方圆百里的地头蛇，所有人都不敢怠慢。哟呵，宗主将二夫人迎回来了，快，都打起精神来，我等恭喜陆宗主再添新房。二夫人体态婀娜，陆宗主风神俊朗，当真是一对璧人。愿二位新人琴瑟和鸣，岁岁常欢愉，万事皆胜意。哈哈，最重要的是早生贵子。众宾客翘首以盼，此刻一看见陆晨和新娘子，立马凑上前跪舔。呵呵，诸君同乐。陆晨大笑3声，他现在坐拥一条灵脉，财大气粗，于是将灵石当作红包撒，豪掷1888块灵石，众人眼睛都瞪直了，立马疯抢。
总共200-300多号人，人均到手6块零食，一个个脸都笑嘻了。祝福的话语铺天盖地朝陆晨和林宇轩涌去，后者娇躯轻颤，这让他知道自己没嫁错人。陆哥哥，轩儿喜欢你。林宇轩满怀激动，妮子，陆哥哥也喜欢你。来，咱拜堂，拜完堂你就是我陆晨的娘子了。陆晨牵起林宇轩，完成一系列的流程。就在陆晨准备把林宇轩送去他的婚房时，天穹上空飞来数位不速之客，一道不和谐的声音随之响起：陆宗主，这才不过半个月，你怎么又娶亲了？莫不是把上任夫人给踩死了？男子羽扇纶巾，走在队伍最前面，正是苍明宗少主顾飞。什么？陆宗主害死了宗夫人？众人脸色巨变，自从那日陆晨成婚，就没再听说宗夫人的事。莫非陆晨打着娶亲的名声，骗女修士们嫁入，实则他继续修行着邪功？简直是畜生啊！众人义愤填膺，顿时觉得手中零食有些烫手，令人恶心。不过没人会和零食过意不去，一个个全在心里谩骂陆晨。哼，我倒是谁？原来是苍明宗少宗主。陆晨脸色沉湎，这无端的一句妄言，无疑会将他推到风口浪尖。顾飞，你胡说什么？我陆哥哥才不是那种人。林宇轩听见有人诋毁陆晨，立马掀开盖头，怒目而视。顾飞看见穿婚服的林宇轩后，心情大崩。林宇轩，半年前本少主去青阳宗提亲，结果被你父亲狠狠羞辱了一番，想不到他竟将你许配给了这个邪修。本少主究竟哪一点不如他这个废物？按照原本的计划，顾飞的父亲是打算再过2日，等剑宗那位真神境的师兄到来，再将紫明宗彻底覆灭。然而今日，顾飞意外听说陆晨要娶的新婚妻子是林宇轩，他妒火中烧，立马就带玄雷剑宗的其他几位师兄赶来。陆晨动用望神术，对方算上顾飞在内，共7位修士，其中3位虚神境5阶，2位虚神境7阶，还有1位虚神境8阶。而顾飞的实力最弱，才只有虚神境1阶。苍明宗不过1、9等宗门，上哪请来这么多高阶修士？陆晨虽说不惧，但能摸清楚对方的来历，无疑是更好。苍明宗招揽这么多虚神境修士，莫不是还对灵脉有所企图？而这时，洛双离的声音悄然在他背后响起：“夫君，他们身上穿的剑袍是玄雷剑宗的制式道服。”陆晨回头看见洛双离脸上戴着面纱，不想被人给认出。娘子，你怎么出来了？本夫人再不出来，夫君岂不是要被人误会成是妻？有洛双离自证身份，帮陆晨澄清，顾飞的谣言不攻自破。众宾客警惕地看向顾飞等人，小声道：“这群虚神境修士想要干嘛？难不成是要覆灭紫明宗？不行，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我等快离去。”如此多的强者，覆灭大虚天任何一个9等势力都绰绰有余了。众人吓得鱼贯出逃，不少好事者留守在远处，想看陆晨要如何应对这必死杀劫。顾飞的目光落在洛双离身上，他虽遮住了面容，但从身材来看，妥妥的绝色佳人。顾飞满心嫉妒：“陆晨，你小子艳福不浅啊，竟能同时娶到2位绝色佳丽。不过没关系，今日之后，世上再无紫明宗，你的这2位妻子，本少主替你笑纳。”轰！此言一出，彻底激怒了陆晨。顾飞，你找死！陆晨一声大吼，游龙身法一步踏出10丈之距，不过眨眼的功夫就杀到顾飞面前，一掌拍出，如山洪倾泻。虚神境7阶的实力何其恐怖，仅用一掌就将顾飞震落虚空，重重地撞在地上。怎么可能？你的修为不是只有虚神境1？顾飞口吐血沫，体内脏皮俱碎，差点沦为一条死狗。虚神境1阶，你当本宗是你这废物吗？陆晨眼中流淌着杀意，他素来秉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理念，如今被对方欺辱上门，那就直接开杀。顾飞，给我死！陆晨没有犹豫，虚神境7阶的修为爆发，用力一脚踏在顾飞胸口上，咔嚓，他胸骨爆碎，瞬间成为一具死尸。随手刷下顾飞手上的那剑，一位9等宗门的少宗主，藏品肯定颇丰，不可能浪费的。暗处观战者全都露出惊容，被陆晨的狠辣果决给震慑住了。对于顾飞的死，剑宗众人无动于衷，他们此行不过是奉师命前来争夺玄霄秘境的掌控权。至于顾飞，他不过是最底层的虚神境修士，路边一条，死便死了。呸！废物东西，就你也配拿我们当枪杆子使？众剑修露出不屑的神情，他们早就看顾飞不爽了。一个小破落宗门的继承人，也敢在玄雷剑宗弟子面前耀武扬威？小子，你就是紫明宗宗主陆晨？一位30多岁的中年男子开口，他是这群剑修里边实力最强的那位。不错，今日本宗大婚，尔等所谓何事而来？陆晨冷喝道。对方开口：
虚神境7阶也敢如此嚣张，有趣！我等来自玄雷剑宗，今日是来正式通知你一声，识相点将玄霄秘境的掌控权交出来，我等可留你一条性命，否则被人堵在老巢上门威胁。陆晨当即大怒，就凭你们几只土鸡瓦犬，也配威胁本宗？陆晨冲天而起，单手一晃，地级下品碎魂枪被他稳稳握入手中。地级下品灵气，剑宗弟子露出惊容，他们手里的灵气不过才玄级下品，连给陆晨提鞋都不配。地级灵气太过珍贵，唯有真神境以上的强者才配拥有。小子，将你手中的灵气交出来，再在地上磕3个响头，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听见。你们这是在找死！面对剑宗弟子的威胁，洛双离面若寒霜，恨不得立即出手杀了他们。一群混蛋，竟敢这样羞辱我陆哥哥！林宇轩则是生气的跺脚，他修为弱，帮不上忙。无妨，二位娘子，且看为夫今日如何棒打恶犬。陆晨点数对方人头，叹气道：只有6只，不够杀，根本不够杀。话音刚落，他一步来到一位剑宗弟子面前，速度好快。后者心头震动，出剑斩向陆晨的脖子。慢，太慢了，你这速度，头掉地上都催发不出一记剑招。陆晨摇摇头，右手猛地探出，扣住这名弟子的手腕，用力一转，咔嚓，整条手臂跟麻花似的炸开花，扭曲成一个畸形的形状。啊！我要杀了！他刚吼出声，就被一枪刺穿喉咙，死不瞑目。随手解决掉一名虚神境5阶的弟子，其余5人眼眶都要瞪裂开，全都持剑刺了过来，杀了他为云师弟报仇。陆晨脚下生风，游龙身法让他在战场中肆意横行。本宗说了，要棒打恶犬，便不会食言。陆晨运转长枪，用力挥舞，当即砸在一名剑宗弟子的头上。砰的一声，他整个上半截身躯都炸开了，死的不能再死。躲藏在暗处的众人看见陆晨如此神勇，一人独占6人，竟能做到迅速反杀。陆晨出手干净利落，凸显一个狠辣果决，厉害，太厉害了！不愧是心狠手辣的陆宗主啊！废话，陆宗主对女修士都直接弄死，他对男修士只会更加的残暴。这可是玄雷剑宗的精英弟子啊！同为虚神境强者，陆晨竟能从他们手里讨到便宜，不敢相信1个月前他不是才刚晋升虚神境1阶吗？怎么进境如此之快？暗中有人开口道，言语间尽是赞许之情。林宇轩见陆晨如此厉害，高兴地蹦跳着洛双离的手说道：姐姐，你快看，我就知道陆哥哥是最棒的，他杀虚神境修士如土狗喂。洛双离被他的反应给逗笑了，回应道：当然，姐妹挑的男人自然是最好的。不过数息时间，陆晨就将3名虚神境5阶、2名虚神境7阶的剑宗弟子给杀了，哪怕对方与他同级，彼此战力依旧悬殊的离谱。你敢杀我玄雷剑宗的人？待我秦师兄赶至此地，我再同你们算账。那位虚神境8阶的修士打起退堂鼓，立刻御剑离去。陆晨正要追上去斩草除根，忽然身后飞来一把湛蓝光剑，透发出极致的太阴寒气。陆晨心中一动，停下步伐。只见那柄湛蓝宝剑在虚空划过一道剑气劈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贯穿那人的胸口。他没了呼吸，直挺挺坠落下去。陆晨见状，命弟子前去搜刮他们的尸体。这可都是虚神境修士，整个紫明宗目前也只有陆晨和洛双离在此境界。玄雷剑宗弟子身上收藏的东西自然都是宝贝，光是玄级下品灵剑就有6把，更别说别的。杀光这群来犯者，陆晨回到洛双离和林宇轩身边。陆哥哥，他们是玄雷剑宗的弟子，你杀了他们会不会？此时此刻，林宇轩回过神来，陆晨杀的可是玄雷剑宗的弟子啊！4等宗门，门中弟子过万，更有绝顶天神坐镇。即便是在整个天元王朝，玄雷剑宗也有几分威名。放心吧，玄雷剑宗虽有绝顶天神坐镇，但那是宗门底蕴，只有在剑宗生死存亡之际才会现身。平日里，剑宗是由3名剑主主持，他们的修为皆在天神境初期，绝不会因为死了几个虚神境弟子而大动干戈。洛双离在玄雷剑宗生活过18年，还曾担任圣女一职，他对剑宗内部的事情不说了如指掌，但也能够如数家珍。姐姐，你怎么知道的这般清楚？林宇轩瞪大双眼，方才他见洛双离出手截杀那名剑宗弟子，身姿也太飒爽了。陆晨闻言附耳说道：离儿是玄雷剑宗的圣女。什么？姐姐是剑宗圣女？林宇轩呼吸一滞，他看洛双离戴着一副面纱，自然不会大声喧哗。不过那都是过去了，现在我只是陆晨的妻。洛双离看向陆晨的眼神几乎能拉出丝，他原以为陆晨的实力不过虚神境初期，没曾想他竟如此厉害。
洛双离经过这些天的修行，他的实力已经来到虚神境8阶巅峰，用不了多久就能登上9阶。他的冰霜剑体进阶为太阴剑体，若是全力出手，能战真神。更别说他还有陆晨给的地级下品武学九霄御雷剑诀。不说这个了，雨轩妹妹，今日是你和夫君的大婚，可别因为几个狂徒扫了你俩的兴致。洛双离善解人意，既然成婚流程全部完成，他当即催促陆晨带林雨轩离开。离儿，那我去了。陆晨当即抱走林雨轩。二人离开后，洛双离出面召回众宾客，很快紫明宗就传来歌舞奏乐，众宾推杯换盏。婚房内因为临近黄昏，光线有些昏蒙。娘子这2日在青阳宗可有想为夫？林雨轩露出少女独有娇羞，没有说话，只是含蓄的点点头。来，喝喝景酒。喝了这酒，轩儿你就是本宗的人了。林雨轩俏脸很红，喝完喝景酒，他已经猜到下面要做什么了。娘子你武道天赋异禀，元灵体已蜕变为先天道胎，往后修行没有瓶颈可言。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化龙丹。陆晨将化龙丹留给林雨轩，便离开了房间。林雨轩发现自己修为已至化龙境4阶，很快在化龙丹和聚灵阵的双重作用下，他开始朝着化龙境5阶进发洛双离的寝殿。他正在运功打坐，虚神境8阶巅峰。陆晨进来，眼前一亮，娘子这是快突破至9阶了。娘子你别练了，瓶颈还需外力冲破，你自己这样慢慢修行，啥时候能突破虚神9阶？来，让为夫助你突破至第9阶。陆晨大义凛然地说道。宗门之事有3名长老负责打理，陆晨唯一的任务就是加紧修炼，提升实力。几日下来，陆晨的修为提升不少。当天，陆晨找到苏幼楚，小妮子一个人在房里生闷气，因为陆晨已经整整3天没来找过她了。楚儿，夫君来看你了。陆晨先是用神诀扫过大殿，确定苏幼楚就在里边。陆晨，你怎么才来？这些天我一个人都闷死了。可……陆晨挠头道。哼。苏幼楚插起小蛮腰，陆晨向他赔礼道歉。苏幼楚本来也只是撒娇，抱怨一下陆晨不来找自己，并非真的生气。他那双眼睛灿若明星，嘿嘿。那天你和雨轩姐成亲，玄雷剑宗的人来找你麻烦，我偷偷藏了起来，看见你以一敌7，把他们杀了个片甲不留。陆晨，你真厉害，你以后一定会保护我的，对吗？苏幼楚是天命女帝命格，她的悟道资质丝毫不弱于洛双离，甚至还要强出一筹。他可不想苏幼楚荒废了这一身天赋。那是自然，不过夫君不可能随时随地守在你们身边，我不在的时候也希望你们能够自保。可是修炼好枯燥，那些功法招式学着无聊死了。苏幼楚情绪低落。陆晨无语，那些没有灵根的凡人连修行的资格都没有，人比人气死人啊。在我们苏家，实力越强的人越是会遭到排挤。在我5岁那年，爹娘就因为实力太强被赶出了家门，如今我爷爷也被赶出了苏家，我舍不得离开他，这才偷摸跟了出来。苏幼楚声音软糯，渐渐敞开心扉，将陆晨当成了最亲的人。什么？还有这事？陆晨惊呆了。苏家在天元王朝究竟是怎样一处实力？莫非另有隐情？楚儿你放心，在我这里没人会排挤你，你是女帝命格，这辈子注定要受他人仰望。陆晨宽慰他，揉捏他的后脑勺。陆晨，你希望我变得耀眼吗？苏幼楚伸手按住陆晨的脸，后者下意识点点头。好，为了你，我努力修炼，不过你得亲自教我，我想跟你学习枪术。楚儿，你说的可是这个枪术？陆晨召唤出碎魂枪。是啊，不然呢？苏幼楚一脸懵逼。那行，找个开阔地，我来把手教你。宗门后山，这里人烟稀少，适合清修。苏幼楚换了一件宽松的练功服，梳着高马尾，容貌青涩。他1米7的身高，属于是长腿萝莉。这练枪的第一步便是练习站姿。陆晨把手教导苏幼楚，眨眼又是3日过去。卧榻上，洛双离这腿比陆晨的命还长，他能玩一辈子。离儿，奇了怪了，那苍明宗宗主顾无道，他儿子都被我给杀了，也没见他闹出什么动静。还有那玄雷剑宗，似乎也销声匿迹。听见陆晨的疑惑，他轻声道：此番玄雷剑宗明显是冲着咱们的灵脉而来，如此重要之事，照理而言没道理只派几位虚神境弟子前来，这只能说明一点，有剑宗长老想要毒撕灵脉，想必那明长老没什么事给拖住了，一时半会抽不开身。玄雷剑宗除了几位剑主在天神境初期，其余长老修为皆只有真神境。洛双离指出，剑宗长老私自不得外出，每次外出都需经过几位剑主同意，4等宗门宗规严矩，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离儿，
你真聪明，需要再奖励你一次吗？陆晨不怀好意地说道。洛双离当即便要回绝，然而陆晨已经将他揽入怀中，一双大手覆盖上去。陆晨又去了见了苏右楚，教他练习枪术，这一练就是好几个时辰。陆晨乐此不疲。入夜时分，陆晨静坐在主殿中。随着望神术的精进，陆晨已经龙象镇狱境炼至小成，已经能够爆发出一龙一象的神威龙象镇狱境。顾名思义，便需龙象之力辅助，才能发挥出它最大的威力。不愧是天级中品武学，光是修炼到小成，威能就已堪比地级上品武学。只要不是遇见真神境中后期的修士，陆晨都有信心与之一战了。忽突然，一阵强大的罡风肆虐天地，这股罡风隔着老远都能听见，不亚于8级风浪。敌袭，有敌袭，快！发射信号弹！放哨的弟子们射出特制的灵光弹，耀眼的炫光立刻在山门外亮起。果然，终于按捺不住了吗？陆晨眼中闪过一道杀意，听见动静，他施展游龙身法，几个呼吸便已来到宗门广场。不一会儿，大长老木黑跑了出来。宗主，放哨弟子们的魂牌炸碎，全死了。他握紧拳头，感到无比愤怒。苍冥宗、玄雷剑宗，本宗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拍了拍木黑的肩膀，陆晨沉痛说道：他身为紫冥宗宗主，断不能容忍每一个伤他弟子的人。夫君，洛双离披了件大衣就跑出来，他与陆晨对视一眼，说道：看这架势，来人中有一位真神境修士，我留下帮你。他祭出玄级上品灵剑，战意高涨。洛双离因为拥有至尊剑骨的缘故，他对剑道意图拥有逆天悟性，一点即通。如今他虽剑骨被挖，但依旧改变不了这点。这些时日，他已完全将地级下品武学九霄御雷剑诀掌握透彻，炼至大圆满，迎战真神境修士不成问题。而这时，林雨轩拉着苏右楚也跑了出来。陆哥哥，陆晨，两女焦急地喊道。陆晨见状，当即沉着脸，怒声呵斥：你们两个小妮子来这座甚？这不是胡闹的地方，快回去！陆哥哥，我和楚儿担心你。林雨轩有些委屈，他从见过陆晨如此凶恶的一面，被陆晨当头棒喝，苏右楚也吓得不知所措，当即就要落泪。楚儿别哭，轩儿乖，听话，快带他离开这里。陆晨也意识到自己态度强硬了些，不过眼下大敌当前，3个老婆都是他的挚爱，必须先确保他们的安危，哪怕语气伤人，也顾不得这么多了。那你自己小心。洛姐姐也是。二女不想让陆晨分心，连忙躲到大后方，眼睛紧紧地盯着这边。因为信号弹炸响，全宗弟子全都杀了出来，随时准备动手。咻咻咻几道破空声响起，却见苍冥宗的宗主、长老全部飞了过来。为首之人是个青年，白衣、白裤、白鞋、白袜，还长着一撮白毛。那啥，白无常，尔等深夜造访我紫冥宗，是想被杀头吗？陆晨祭出碎魂枪，徐徐升空，在他身旁，洛双离并肩而立。秦关师兄，就是他，此人便是紫冥宗宗主陆晨。苍冥宗宗主顾无道朝白衣青年点头哈腰，姿态放得极低。陆晨仅杀了我儿，还杀了剑宗6名师弟。师兄，你可一定要替他们做主啊！顾无道声泪俱下，中年丧子，哀莫大于心死。秦关缓缓点头，抽出腰间佩剑，赫然是一件玄级上品灵剑。狂徒，就是你杀了我那6位师弟！秦关绝口不提顾无道的儿子顾飞。事实上，他非常痛恨顾无道，若非顾无道的废物儿子沉不住气，硬拽着几人来送人头，他的几个师弟也不会死。不错，他们不过一群死狗样的废物，也值得你一个真神境修士惦记。陆晨轻蔑说道。他已利用望神术查探对方修为，还意外得知一些信息。定人物：秦关，修为真神境2阶，身份玄雷剑宗5长老的亲传弟子，虚神境7阶。本座真不知你有何底气，敢在我面前如此猖獗。秦关笑着摇了摇头，他的目光看向一旁的洛双离，顿时蹙紧双眉。你模样看着好生熟悉，怎么想不起来是谁？秦关见洛双离人间绝色，如此惊艳的女子，哪怕只见过一眼，也该有印象才对。秦关突然瞪大眸子，他想起来了，是你吗？圣女。秦关想起来了，他曾在玄雷剑宗见过洛双离，不过只有惊鸿一瞥。这些年，洛双离常年在外奔波，接做任务，一心一意为他师尊分忧解难，争取修炼资源，甚至不惜荒废自己的修行。在下前些时日曾听闻圣女被歹人所掳，想不到竟是这邪修将你掳来此地。秦关将剑背在身后，伸出另一只手，轻笑道：圣女，快过来，等此件事了，
本座亲自护送你回宗。虽说洛双离修为只有虚神境9阶，但秦观明白洛双离武道天赋异禀，拥有冰霜剑体和至尊剑骨，未来必定超凡入圣。若能博得洛双离的好感，日后将极大盖帅，继任剑主之位。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洛双离剑锋直指秦观，冷冽道：谁说本圣女是被掳来的？陆晨，她是我的此生挚爱，任何人胆敢害她，先问过我这3尺清风剑。洛双离你竟被这邪修迷了心窍。呵呵，看来圣女也只是个普通女子。既然如此，本座将这邪修抹杀，然后与你。秦观面容扭曲，在玄雷剑宗时，他就曾对洛双离抱有幻想。然而洛双离是宗门圣女，她师尊又是3位剑主之一的飘雪剑主，这样的身份绝非秦观能高攀得上。不过现在嘛，圣女意外失联，躲藏在这紫明宗，那他不介意把她狗东西满嘴秽语。本宗的女人也是你敢觊觎的？陆晨怒声道。强硬心之刚。陆晨运转心之刚，气血之力瞬间增幅50，这是可成长武学，浴血能变得更强。只是目前还没人能伤到他，始终停在50的增幅。秦观见陆晨的气息瞬间暴涨，脸色开始变换起来。好强大的秘法，竟能得到50的增幅。此刻陆晨的气息飙升至虚神9阶，另一旁的洛双离眼皮狂跳。夫君，你这武学咋练的？我怎么到现在都还是0层？这就是此功法的弊端，唯有生死战斗才能不断叠加血气，越叠越变态。离儿，你无需修行此术，有为夫在，任何人休想伤害你们一根手指头。他的话和宽恕背影令洛双离感觉到心安，有这样一位疼爱自己的夫君，洛双离感觉人生无憾。夫君，我会一辈子跟着你的。陆晨提枪暴刺，在虚空中留下道道残影，已将游龙身法施展到极致，一步踏出10丈之距。这种速度，修为弱一些的修士只能看见他的残影。秦观也用出身法武学青云剑步，他挥舞手中长剑，与陆晨激烈厮杀，枪剑齐鸣，恐怖的道波让所有人无法靠近。这邪修好快的速度！秦观越打越心惊，以他的修为和速度，竟然只能勉强跟上陆晨的动作。在开什么玩笑？苍明宗主顾吴道也看出来这点，不禁嘴巴大张，都能赛下好几个高尔夫球。秦师兄，你赶紧杀了他！陆晨不过一虚神境的蝼蚁，他如何能与你争锋？杀子之仇不共戴天，顾无道自己没本事，实力只有虚神境5阶，他将一切希望都放在秦观身上。你这废物，还想教本座做事？狗东西，一边待着去！秦观手中长剑变换轨迹，以极其刁钻的角度劈砍陆晨腋下，这要是没挡住，整条手臂都要被卸下。陆晨握枪横扫，枪的一声撞在秦观的剑刃上，恐怖的力道瞬间将他崩飞出去。秦观，就这，你也配称为真神？真是笑话！兵者1寸长则1寸强，再加上灵气品阶的完美压制，陆晨的一招便将秦观击退。这不可能吧？秦观前辈竟然被陆晨压制了，他可是一尊真神啊！前辈，你还手啊！无需谦让这路贼。陆晨，你莫要得意，秦师兄尚有剑宗杀招未发，你今夜死定了。苍明宗弟子长老在为秦观打气，催促他赶紧施展剑宗绝学。秦观甩了甩微微有些发麻的手臂，冷笑道：陆晨，本座承认你有几分实力，可你不过是仗着秘术和灵气才勉强与我一战，今日就让你看看何谓真神境真正的力量。秦观持剑凝聚天地大势，无形的气浪席卷整个紫明宗，一些修为低下的人道弟子甚至控制不住自己，被怪力卷飞出去。落星神剑斩！他怒喝道。此时此刻，就连天上的星光都被这一剑给牵引来，玄妙至极。轰！天地巨震，似有苍狼啸跃，无比恐怖。真神一击，可动山海。这股威势强到了这般地步，好，不愧是神道领域的第2景。陆晨他这回死定了。顾无道露出狰狞面目，菲儿，为父今日为你报仇了，孩子你就安息吧，回头爹多给你烧几个动天境的女修士下去陪你。紫明宗众弟子悲从心起，完了完了，我才刚加入宗门啊，到手的玄级功法7杀拳还没捂热乎就要死了吗？可恶，我刚把灵石上脚换的玄级上品枪诀还没学呢。宗主虽说身怀地级下品武学，可他这般年轻，能将那武学吃透吗？众弟子都不看好陆晨，真神境还是太强了，一击动荡山海，拿什么去抵挡啊？宗主，你能行吗？大长老慕黑此刻紧张到了极点，一旦陆晨不敌秦观，那对整个紫明宗而言将会是毁灭性打击。夫君，我来助你。洛双离说着就要施展9霄御雷剑诀，甚至连天雷都引动出现。离儿，
你且退后。虐杀此等魑魅黡小，哪能弄脏了你的手？放心，为夫这边能够解决，凭他还伤不到我。陆晨遣散众人，他运转幽冥血煞枪诀，一股滔天血煞之力自他身上释放。此枪诀配合着强硬心之刚的气血增幅，竟然能够叠加，这一点连陆晨自己都感到意外。雄浑的灵力血气自陆晨周身萦绕，碎魂枪紫芒大盛，暴动的力量与空气相擦，迸发出低沉的音爆声。陆晨身上展露的气势丝毫不弱于秦观，甚至更强。这怎么可能？你不过9等宗门的废物宗主，竟然同时拥有地级灵气和地级武学，而且这地级下品武学的熟练度竟被你炼制到了化境。秦观心神恍惚，大脑晕厥，像被人一板砖抡在了后脑勺上。他是真神境不假，可他灵气品阶、武学等级皆弱于陆晨。一时间，他必胜的信念动摇了。秦观，你侮辱我娘子，今夜就是你的死期。陆晨纯阳圣体激发，他的气血之力更是成倍叠加。这股气势一出，紫明宗众人瞬间知道稳了，此战宗主他必胜。一些新加入的散修女学员抬头望向陆晨健硕俊拔的身子，不禁面泛花痴。女弟子的目光落在洛双离、林宇轩和苏幼楚身上，不禁心生羡慕。没办法，谁让人家长得好看呢？咱这飞机场委实是拿不出手啊。如果陆晨知道他们的想法，一定会嗤之以鼻。他那是那么肤浅的人吗？他看中的可是三女的内在美，只不过这内在美不是别的虚头巴脑，而是天命气运。杀！陆晨引动全身气血之力，一枪刺出，地级功法爆发出的强大威势，瞬间让秦观无法动弹。秦观除了正面抗下这一击外，别无他法。混账东西，凭你也想杀死本座？避无可避，那就一击定胜负。秦观手中旋即上品灵剑已经巨噬结束，随即猛力展出一道圆弧形剑气和圆锥形枪刺碰撞在一处，以触点为中心，强大的道波朝四面八方扩散出去。交战的二人首当其冲，砰！秦观被道波扫中，面容顷刻变得扭曲，他腹部撕开一条大口子，鲜血汩汩而流。反观陆晨，一击之后他竟毫发无损，他的霸道一枪彻底吞噬了那道剑气，直接完胜。咻！陆晨手握碎魂枪杀至秦观面前，一枪捅穿他的心脏。这怎么可能？他秦观不甘心，到死都还瞪着死鱼眼。天啊，真神死了！怎么会这样？这陆晨竟然强大到这般地步，虚神竟可杀真神。宗主，秦观前辈死了，我们快逃吧！苍冥宗众弟子长老全慌了，没等顾无道下达命令，便仓皇逃窜。宗主顾无道也是吓得魂飞魄散，他想逃，可以被陆晨的气息牢牢锁定住。陆晨，你杀害我儿，本宗今日与你同归于尽。顾无道主动上前，想要通过自爆炸残陆晨。嗖！一柄湛蓝光剑划过顾无道的咽喉，鲜血喷洒出来，他死不瞑目。离儿，为夫不是让你在旁看着吗？杀他，脏了你的手。陆晨无奈一笑，解决掉秦观和顾无道2个领头羊后，他当即下达追杀令。众弟子长老听令，将今夜来犯者悉数诛杀。一颗头颅换取5块灵石，杀人数最多者上500块灵石。虽说宗门内有具灵阵全天候24小时运作，无需用到灵石，可灵石是大虚天的硬通货，没人会嫌多。全宗弟子的战斗意志被点燃，喊杀声响成一片，不断有残肢断臂飞舞。这场厮杀整整持续了一夜。后半夜，大长老慕黑率领一队精英弟子前往苍冥宗宗旨洗劫。第二天中午，主殿上，陆晨闭目微暇，正在倾听慕黑的汇报。宗主，这3枚纳戒便是苍冥宗的所有财富，里面有灵石1万块，玄级下品武学2部，黄级。停，别念了，怎么还有黄级武学？那等垃圾，你们也好意思收回来？陆晨嘴角不住的抽搐，他身上连天级武学都有1部，哪里看得上这破烂黄级？令陆晨没想到是，苍冥宗原来这么穷，所有人连同宗门宝库在内，居然只有1万块灵石。不愧是9等宗门，穷的批爆。宗主，这枚高级纳戒得自秦观之手，还请过目。陆晨接过戒指，神念一扫，好家伙，秦观一人私藏，竟能比肩整个苍冥宗，这就是真神境修士的收藏吗？果真富有。灵石12000块，玄级上品灵剑1柄，3品纯阳丹。咦，这怎么有张羊皮卷？陆晨拿出来一看，羊皮卷上画着天元王朝的地图，只见地图中的某处刻画着一个宝箱图案。宗主，这地方老夫似乎远观过，是兽魂岭。慕黑神情凝重到行啊，慕黑，哪都有你这老小子，快
与本宗说说。陆晨有了兴致，洗耳恭听。兽魂岭，据说那里曾葬下过神兽，还不止葬下一头。神兽死后，亡魂融入兽岭，不断移动。所有遇见他们的人，无一例外全都神陨，只剩肉身还保存完好。就连一位神王入主其中，遭遇他们也没再活着出来。这哪是什么藏宝图，分明是催命符啊！陆晨听见这话，不禁露出沉思。神王，那可是比天神更强大的人杰。兽魂岭如此诡异，眼下看来是去不得了。陆晨收好羊皮卷，这玩意只能吃灰。苍冥宗一夜之间，10号人全数死绝。这个消息很快便在邻近的几座城池、宗门传开。青阳宗主林苍兰收到这则消息后，第一时间赶来紫明宗。然而此时此刻，陆晨正在林宇轩房中。宗主，青阳城主来了。木黑的声音透过房门传入二人的耳朵里。此刻，林苍兰在主殿，他坐立难安。陆晨一路来到主殿，看见林苍兰和青阳宗大长老。陆晨拱手：“父亲大人，你来怎么也不提前派人通知一声？我和轩儿都没来得及做准备，怕怠慢你了。快来人，奉茶！”陆晨大手一挥，立马有凡人婢女进来侍奉茶水。晨儿，现在哪是讲究那些的时候，你来得正好。苍冥宗一夜被屠的事，听说了吗？林苍兰神情焦虑无比。苍冥宗，陆晨脸色古怪，感情是因为这事。陆晨露出笑容，我倒是啥？听说了，这也犯不着如此惊惧吧。陆宗主，苍冥宗一夜间10号人被屠杀，门中物资被洗劫一空，出手者如此肆无忌惮，必是一方7等势力啊。说话的是青阳宗大长老，声线发颤道：“7等势力很强吗？”陆晨反问一句：“真神境修士便能创建7等势力，不过尔，一招就能抹杀。”林苍兰见陆晨如此年轻气盛，开口道：“晨儿，你有所不知，真神伟力能移平山脉，实力强大绝伦，远非萧炎之流可以比拟。现在就怕那方势力丧心病狂，再对你紫明宗动手。要不，你轩儿，还有你那位宗夫人一并来我青阳宗吧。青阳宗在青阳城内，有城池维护，出手者不可能猖狂屠城，否则势必遭到王朝清算，所以是安全的。父亲大人不必惊慌，昨夜出手之人其实是小旭。”陆晨低头品茶，举止优雅，非常的淡定。什么？昨夜洗劫苍冥宗的人是你？这怎么可能？林苍兰瞬间站起身，不可思议地看着陆晨。陆宗主年纪轻轻，竟有如此气魄，不愧是咱家的姑爷。大长老短暂震惊后，笑容可掬，恭维道：“父亲，事情其实是这样的。”林苍兰不是外人，陆晨玄即将玄霄秘境挖到灵脉的事告知给了他。苍冥宗想借玄雷剑宗之手夺取灵脉，当听到陆晨斩杀掉一位真神后，林苍兰的脸皮子狠狠抖了一下。真神？晨儿，你年纪轻轻都能迎战真神了，好，不愧是我林苍兰相中的女婿。林苍兰心情大好，脸上瞬间乐开花。陆晨才杀完城主萧炎，如今就能杀真神了，他面色无比激动，这女婿简直是块宝贝疙瘩。然而想到苍冥宗勾搭上了玄雷剑宗，林苍兰面露忧色。可你杀了剑宗弟子，玄雷剑宗不会轻易放过你。无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们想要我的性命，还没那般简单。陆晨怡然不惧，以他如今的修为战力，哪怕是一尊真神中期的强者都能与之一战。在出其不意的情况，还可利用武道枪意将对方抹杀。即使玄雷剑宗的人杀来，只要不是天神出手，陆晨自保无忧。好，既然你如此胸有成竹，为父便也放心了。记住，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青阳宗的大门永远为你们而开。父亲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宇轩的。陆晨拍胸脯打包票。对了，怎么不见轩儿？这丫头娘亲死得早，平日里最是黏为父，如今她嫁作人妇，便把我这父亲给忘了。果真是女大不中留。林苍兰笑骂道：“父亲瞎说，女儿才没把您老给忘记。”林宇轩的声音从殿外传来，只见他一身素淡妆容，纯纯的一朵小白花，我见犹怜。他一瘸一拐地走进殿中，咬着下嘴唇，脸上不时发出一丝抽痛。轩儿，你这腿怎么瘸了？林苍兰连忙上前询问。可父亲大人放心，轩儿她只是些劳累，无碍的。陆晨笑着解释道。好你个臭小子，莫要荒废了修行。林苍兰立马反应过来，他明白人也不多说，伸手拍了拍陆晨的肩膀。父亲大人教训的是，小婿一定遵命。陆晨尴尬地笑道。随后陆晨将林苍兰留下享用午膳，一家3口其乐融融。午后，陆晨安抚完林宇轩，不出意外的又去找上洛双离。离儿，
该助为夫修行了。等到了晚上，陆晨拉着苏幼楚去到后山，两人练习正劲枪术。陆晨手把手教学，苏幼楚体内有噬戮魔胎，需要持续用爱将他感化，否则一旦苏幼楚情绪失控，导致魔胎提前爆发，连神尊都难逃一死。然而陆晨不清楚的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在魅魔体质的加持下，苏幼楚已彻彻底底地爱上了他。时间在平淡中度过，眨眼间已过去2个月。洛双离、林宇轩先后怀上身孕。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懈努力，陆晨的修为已经来到虚神境9阶，突破真神境也只是时间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洛双离在3天前已经成功晋级到真神境。另外，林宇轩也一路突破至虚神境，而苏幼楚为了让陆晨看见一个耀眼的他，女帝命格复苏，拼命修行，已然是虚神境4阶的修士。整个紫明宗随着不断的扩招，已经发展壮大到300余人，门中女弟子占了1、3，可惜一个天命之女都没收到。宗门长老也已扩充至5人，其中3人突破至虚神境，慕黑更是突破到虚神境中期。直到这一日，紫明宗方圆10里灵气狂暴，一位白发老人自虚空踏步，每一步都会踩出大道涟漪。他丝毫没有收敛气息，沿途所有人都见到了这名老者，而他此去的方向赫然便是紫明宗。众人嗅到不同寻常的气息，全都朝紫明宗赶去。此时陆晨正在宗门后山教苏幼楚练习枪术。这些时日，小妮子的站姿越来越稳，枪法也越来越好。突然狂风大作，灵气暴动，比那晚的8级风还要恐怖，成片的大树被刮倒，飞离升空。陆晨，这股气势，来人是真神境后期。苏幼楚脸色凝重，他苏家哪怕在整个天元王朝也是赫赫有名的势力，族内强者众多，真神境他见得太多了，凭气息就能判断出对方的实力。许氏秦观的师尊剑宗5长老丁坤，陆晨握紧双拳，眼中燃烧着熊熊战意。这2个月，陆晨一直在等他，但都没等到。如今那老匹夫终于要来了吗？楚儿，我们走。陆晨揽过苏幼楚的细腰，立马朝山下飞去。等陆晨赶到时，宗门广场已经集结了一大群人。宗主，你可算出现了，瞧这架势，又一位真神要驾临咱们宗啊！宗主，该不会是玄雷剑宗的人报仇来了吧？怎么办？玄雷剑宗长老杀上门，这下可如何是好？众人惶恐不安。很显然，对方实力比那晚的秦观还要强。他们都知道，陆晨尚未突破真神境，宗门内唯一的真神只有洛双离，而洛双离是玄雷剑宗圣女的消息已经传遍紫明宗，但陆晨下了封口令，所有人不得外出宣扬。可是眼下，唯有剑宗圣女才能说动对方。宗主，宗夫人她不是玄雷剑宗圣女吗？实在不行，您让宗夫人出面向剑宗长老求情吧。我才刚入宗门不久，还不算正式弟子，我可以退宗吗？人群中有人吓得腿软，哆哆嗦嗦地说道。陆晨见不少人吓得都快要尿裤子了，对方还没出现，他们这些人就吓破了胆。这回来的人是玄雷剑宗的5长老丁坤，真神境后期的修士。你们中若是有要人退宗的，现在走还来得及。至于本宗的夫人，她已经脱离出玄雷剑宗了。陆晨故意这么说，他的宗门不需要这群贪生怕死之徒，他真正想要得的是在未来的某一天打造出一个万古无敌的宗门。啊，能退宗门，我要退。弟子上有80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这宗门待不了一点。还有我，这不赶紧退宗，难道留在这陪你们等死？一群人嗷嗷怪叫，基本都是刚入宗不久的弟子，都想退宗是吧？行。陆晨见状露出阴邪的笑容，尔等潜入我紫明宗，意图不轨。现在所有人拿出500块灵石买命，否则死。此言一出，众人吓得瘫坐在地。500块灵石，就是把我卖了也拿不出啊！留下必死无疑，退宗也是死路一条，我等根本没有选择。陆宗主，你这是故意刁难我等，想让我们留下陪你一起死？这群弟子都认为陆晨必败无疑了，眼下不过是在拉他们垫背。一时间，所有人心里都笼罩着一层阴霾。陆晨，他们都不信你，我相信你。苏幼楚上前踮起脚尖，给了陆晨一个爱的亲吻。楚儿，还是你懂为夫啊！陆晨感到很欣慰。而这时，洛双离、林宇轩挺着孕肚出来，眼中闪过浓浓的忧色。夫君，洛双离此时并不知道陆晨已经领悟了5道枪意，单靠地级下品灵气和地级武学，不可能是5长老的对手。玄雷剑宗好歹是4等宗门，丁坤又是长老级别，同样能拿出地级武学。梁子放心，区剑宗5长老，他还奈何不了为夫。陆晨给洛双离打了剂强心针，
然而洛双离依旧忧心忡忡，他已经决定好了，一旦陆晨不敌丁坤，他会立刻出手，哪怕对腹中的胎儿有影响，当下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胎儿再重要，也没有陆晨这当爹的重要啊。洛双离盘算过了，他已领悟剑意雏形，和陆晨联手的话，有将近40%胜算。陆哥哥，你千万小心。林宇轩知道陆晨领悟了枪意雏形，但只是如此的话，胜算至多30%，因此他脸上的忧色半点不比洛双离少。好，陆晨回应他道。呼，10级狂风大作，吹得所有人站都站不稳，眼睛眯成一条缝。他来了。陆晨抬头望去，只见剑宗五长老丁坤已踱步至这片空间，他如一位武道宗师，负手而立，眼神极为轻蔑，丝毫不把众人放眼里。你们中谁是这子明宗宗主？丁坤开口，那张脸千沟万壑，已是老态龙钟。启禀前辈，是他，他就是陆晨，还请前辈放小人离去。一位玄天境弟子豁然开口道，他满心惊惧，就是他最先嚷着要退宗，现在也是第一个出卖陆晨。你可以滚了。丁坤开口，看都没看那人一眼。多谢前辈开恩。那人面露喜色，纵身腾跃虚空，噗，一道凌厉的枪芒瞬间将他洞穿，心脏爆炸，当场暴毙。陆晨此生最讨厌二五仔，对付这种墙头草，唯有镇杀之。啊，死人了。陆晨出枪的动作干脆利落，看得在场众人脊背发凉。很好，本座要放的人你也敢杀，有意思。说，秦关他们是不是你杀的？还有苍明宗的顾无道也是死于你手。丁坤手捏剑印，在他身后立刻浮现出一幅剑图，藏剑术。随着灵力运转，108剑在他周身沉浮，发出嗡鸣声。无论陆晨作何回答，丁坤杀意已决。你既已猜到，又何必再问？陆晨冷笑不止。杀了你，秘境的掌控权自然会落入本座手中，至于我弟子的死，定然与你脱不了干系。丁坤刚说完，108剑直直飞向陆晨，这要是被戳中，当场就要被捅成筛子。然而陆晨施展游龙身法，在漫天剑影下移形换位，步伐从容。小子，你竟能将玄级上品身法修至化境，本座还真是小瞧你了。藏剑术只是一道玄级中品术法，丁坤用它来试探陆晨，脸上当即浮现出惊容。怪不得秦关会败落你手，此等身法鬼速，即便和本座相比，也不遑多让了。丁坤老脸一抖，他真神境8阶的修为竟不能碾压陆晨，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啊！不愧是宗主，这由龙身法真至化境后，一步10丈距，可立先天不败。子明宗弟子见陆晨竟能在丁坤的杀招下闲庭信步，皆面露喜色。他们与子明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然不希望陆晨出事。谁家9品宗门聚灵阵24小时全天候开启啊？便是玄雷剑宗，每日也不过才开放2个时辰，而且上缴灵石就能换取武学，这样的宗门爱了。什么？陆晨不过才虚神9阶，竟拥有如此急速？那群嚷着要退宗的人全都傻眼，此刻竟生出一丝后悔。不，这不可能！剑宗长老尚未用全力，一旦他使出浑身解数，陆晨他只能去见阎王。他一个9等宗门的宗主，还真以为自己能与剑宗长老抗衡了吗？退宗的愿望落空，而且还得罪了陆晨，需要花500灵石买命。他们的心理已经扭曲了，恨不得陆晨立刻死去。身为子明宗弟子，竟敢咒骂你们宗主，该杀！洛双离面若寒霜，剑意雏形爆发，眉心催生出一缕剑气，刷刷刷，当即就有7、8具尸体躺在地上。众人吓得瑟瑟发抖，这位宗夫人漂亮的不像话，下起手来竟如此蛇蝎，他们当即就不作声了。剑意雏形，竟然是剑意雏形！丁坤察觉到一丝危险的气息，他的目光落向洛双离那边，脸色变得阴晴不定。剑宗圣女，他如何会不认得？丁坤一眼就认出洛双离，嘴角干涩道：圣女，怎么是你？你竟和这小子在一起，连娃子都有了，简直不知羞耻！洛双离，你无眉苟合，你师尊洛飘雪他知道吗？欺师灭祖的下贱蹄子，你不配做我剑宗圣女。丁坤并不清楚洛双离身上发生了什么，只当是他判出了飘雪剑主一脉，他的话非常难听。洛双离闻言浑身颤抖，他这名字是洛飘雪所取，后者养了他18年，若没发生这档子事，洛双离会一辈子心存感激。可是眼下洛双离的心被伤透了。该死！丁坤，你这死狗竟敢辱我妻子！洛双离是本宗的夫人，任何人若敢伤害她，都给本宗去死！老狗，接我一枪！陆晨大怒，洛双离是他最珍视的妻子，当即爆发出可怕的气势，噬魂枪紫芒萦绕，一枪刺出，如一道紫色怒龙冲向丁坤。
陆晨调转全身灵力，这一枪光起手势就令灵气暴动，幽冥血煞枪诀，滔天血煞狂涌。陆晨被这血气覆盖，身上红得发紫，心之刚血气已然爆发，50得力量增幅，整个紫明宗唯有他将此武学修炼至这般境界，其他人基本上都是零，连入门级都未到，不经过浴血杀戮无法提升百分比。好强大的武学，竟能引动气血共鸣。丁坤面皮抖动，小子，难怪你能杀死秦关，原来是靠这部地级武学。不过你以为就你拥有地级下品武学？丁坤震荡全身真元，真神八阶的战力全开，光是这股无形的气浪就将所有人震翻在地。苍茫裂天剑，一道寒芒自他剑舌吐出，锋锐的剑气还隔着10数米，就令陆晨衣衫破碎，肌肤被割裂出数百道细口子。陆哥哥，陆晨。林宇轩和苏幼楚咬着下嘴唇，他们痛恨这样无能的自己。在陆晨最艰苦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不好，是玄雷剑宗的地级下品武学，此剑诀霸道横行，拥有开山断海之能。这一剑，夫君他挡不住的。洛双离蹙眉，他连足轻点，手中长剑舞动，引动9天神雷。离儿你，陆晨无奈，洛双离还是出手了。事实上，陆晨正在寻找丁坤的破绽，随时准备释放5道枪意，好将其一击击毙。洛双离，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自甘堕落，今日本座就替飘雪剑主清理门户。丁坤冷笑一声，即便洛双离拥有至尊剑魂和冰霜剑体又如何？他不过是个初入真神境的臭丫头，抬手便可镇压。九霄御雷剑诀，无尽神雷劈落，在洛双离头顶巨噬，电弧激荡。洛双离一剑抽空体内的灵力，他有身运在身，长时间打斗对他而不好，只能倾注一剑。此外，他的太阴剑体复苏，极致的太阴神力灌注进去，将虚空都冻住了。可惜洛双离失去了至尊剑骨，否则这一剑的威势还能叠加。宗夫人竟能爆发出堪比真神中期的实力，他从不显山露水，没想到实力如此强横。太好了，我们有救了！众弟子紧握双拳，被洛双离展露的风采折服。有言强大，这才是紫明宗的宗夫人洛双离。你这不是冰霜剑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寒冰之力强大了这么多？丁坤愕然，洛双离的强大超出了他的想象。不过洛双离没有动用剑骨神威，这令他心生暗喜。不过你一个孕妇又能发挥出巅峰的几分实力？今日本座送你们所有人上路。众目睽睽下，一道数10丈长的剑罡从虚空劈落，暴起的灵力将紫明宗的一些建筑都损毁了。与此同时，陆晨和洛双离的杀招也已完成，血色怒龙和雷弧剑光同时刺出，长空巨震，灵力相互侵蚀，所有人亡魂皆冒，真神之力震荡山海，方圆10里地皮开裂，成片的建筑物坍塌。轰！一声炸响，强横的道波席卷开，破灭长风。慕黑提前收走巨灵阵盘，带领所有人避退到后山，痴痴地望着这一幕。紫明宗被摧毁过半，飞尘暴动，气浪一浪高过一浪，将陆晨3人的身影都涵盖进去。如此可怕的一击，连宗门都毁了。宗主和宗夫人他们能活下来吗？只能祈祷了。宗主可千万不能有事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只要今日能逃过这劫，以宗主的本事，定能成就天神。所有人手心冒汗，一些神经脆弱的女弟子更是吓得嗷嗷大哭。陆晨，我还没嫁给你，你一定要活着。苏幼楚低声抽噎，林宇轩在他身旁将他抱入怀中安慰。别哭，陆哥哥他会没事的。林宇轩死死地盯着爆炸点中心，努力寻找陆晨和洛双离的身影。暗处那些好事者也在观望。紫明宗得罪了玄雷剑宗，这回宗门覆灭必死无疑了吧。当爆炸泛起的音浪声结束，随着烟尘散开，几人的身影终于暴露在众人面前。陆晨，洛双离美眸瞪得大大的。在灵力爆炸的瞬间，陆晨用自己的身体将他死死护住。快让我看看你伤得怎样。离儿你轻点。陆晨发出吃痛的声音，他的后背一片血肉模糊。方才若非他用5道枪意护体，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这得多疼啊！洛双离捂着嘴，泪水不争气的从眼角溢出，像是被一根针狠狠插进他的心房。无碍，小伤而已，本宗还受得住。陆晨替他擦去泪水，离儿别哭，本宗想看你笑。这种生死关头，洛双离如何笑得出来？他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无声抽噎。陆晨心念一动，悄然运转强硬心之刚的武学心法。果然有用。51、52、60。陆晨发现他身上的伤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并且
心之刚增幅的气血提升了10，正面扛下这致命一击，不仅屁事没有，他的实力还得到了增幅。这不可无限成长的玄级武学太过逆天，难道说斗破版焚诀，吸收伤害就能变强，不死就行？陆晨嘴角一歪，那这样他无敌了。夫君，你身上的伤好了。洛双离眨巴着大眼，高兴的一把抱住陆晨，在他唇上种下独属于他的印记。另一边，丁坤在正面承受到这股爆开的能量后，衣衫破烂，哪里还有仙风道骨的模样？小贝，你竟然没死，这怎么可能？真神八阶配合着地级下品武学，竟然只是重创陆晨，这小子的生命力未免也太顽强了。老狗，你回我宗门，今日休想活着离开此地。送走洛双离后，陆晨身上散发出一股绝强的气势。咻！一道凝实的金色长枪从他识海中透体而出，令在场众人神魂战栗。武道枪意，疯了！丁坤目眦欲裂，死死盯着那杆细长枪意。武道枪意，不会有错。该死的小贼，你不过才虚神境，竟能领悟出武道神形，即使是本座也无法领悟到一丝意志雏形啊！混账！丁坤气得浑身颤抖，嘴巴大长着喘气。暗处，那群好事者正吃着瓜，此刻也不嘻嘻了。陆晨的武道枪意太晃眼了，晃得人眼睛生疼。不是，这陆晨他真的是人类吗？那可是武道枪意啊！有人说道，心中满是羡妒。洛双离从旁为陆晨略阵，当看见陆晨展露出武道神形后，他悬着的心终于能够放下。混蛋陆晨，你害我白担心了。洛双离破涕为笑，他观陆晨这武道神形已经1阶圆满了，只差1步就能晋升至2阶。娘子，切莫误会，为夫刚才可没用苦肉计。安抚完洛双离，陆晨操控着武道神形凝聚出的金色战枪朝丁坤杀去。杀！陆晨将武道意志绽放到极致，他的道便如此枪，一往无前。该死，动不了了！武道意志锁定住丁坤的神魂，他连想要逃难都做不到，只能硬汉。苍茫裂天剑，丁坤再一次施展地级下品武学，这一回他不惜服下暴灵丹，强行增强灵力。然而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武道神形一晃而逝，金色枪影化作一道惊鸿，和丁坤的道法撞在一起。咔嚓！在巨噬初期，陆晨就崩灭了丁坤杀招。丁坤失去战意，转身就要离去。这个念头刚一闪过，金色枪影就刺穿了他的头颅。剑宗5长老丁坤，真神境8阶，死！没人注意到的是，在临死前，丁坤满脸怨毒的捏碎一枚玉简。宗主胜了，太好了！哈哈，我们还活着，这就是武道神形，竟能斩杀真神后期，我不是在做梦吧？全宗弟子欢呼雀跃，他们径直奔向陆晨，眼神炯炯地盯着他。林宇轩和苏幼楚被挤到了人群外，颇显得无奈。轩姐姐，我就知道陆晨一定能赢。苏幼楚终于展颜笑了。是吗？刚才是谁哭哭啼啼来着？林宇轩打趣道。洛双离看着陆晨的背影，他的心从未像现在这般安定。有陆晨的地方才有家丁坤死了，他的那届被陆晨笑纳，里面一堆好东西，用来发展宗门都用得上。暗处那些观战者悄然离去，一个个被震得头皮发麻，都是紫明宗管辖的小势力。今日一战，陆晨的神勇无双，他们看在眼中，从今往后只能彻底臣服于紫明宗了。当天，宗门的重建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宗门半毁，但好在只是前殿损毁严重，住人的后殿没啥问题。入夜后，陆晨来到洛双离的房中。离儿，今日你辛苦了，让为夫看看是否动了胎气。两人依偎在一起，陆晨替洛双离揉捏小腹，见他没什么大碍，这才放心。临走时，洛双离从背后抱住陆晨，声音软糯：夫君，这段时日忍得很辛苦吧？让我帮你。陆晨深感诧异，这种话竟会从洛双离的嘴里主动说出。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可你已经有了身孕，我可以用。随后房内发出噪音，半个月后，一道身影悄无声息进入紫明宗的领地内。老五临死前发出的信号果然是这里没错。老者的出现瞬间令紫明宗今日警备状态。阁下是何人？来我紫明宗有何意图？宗门执法队察觉老者的气息，于是上前逼问：是谁杀了丁坤？告诉我。一股强大的能量场散开，此人竟和丁坤一样，也是一位真神境8阶的强者。所有人亡魂皆冒，刚杀了个丁坤，现在又来个不弱于他的老头。前辈，回答老夫！他怒吼道。然而回应他的唯有那霸绝天地的龙象虚影。龙象腾舞，整片天地巨颤。哞！3条金龙，3头蛮象，
毫无征兆地出现在老者头顶。这股气息太强大了，令人忍不住要顶礼膜拜。是宗主的气息，宗主出手了，此人断无法在咱宗门撒野。众弟子心有所感，皆把目光望向主殿。那位年轻的大人不久前刚斩杀掉一位八阶真神。咯噔咯噔，平缓有力的脚步声响起，陆晨见硕俊拔的身影出现在日光下。天级武学，想不到你区区一个9等宗门的宗主，竟然拥有此等至高武学。剑宗四长老脸色不太对劲，后槽牙都快咬碎了。猜对了，可惜没有奖。陆晨咧嘴一笑，最近这段时日他一直在苦修，终于将这天级中品武学龙象阵狱精炼至小成。今日他便要拿着剑宗四长老试手。你修为不过半步真神，即便给你天级武学又能如何？你能发挥出他的威力吗？四长老冷笑道。虽说丁坤死于陆晨之手，但他可不是丁坤，狮子搏兔亦用于全力。四长老奉行一句，只有死人才不会有威胁。说罢，他祭出一件地级下品灵器紫云剑好剑。陆晨眼前一亮，此剑紫霞缭绕，云纹天成，倒是与离儿极为相配。小贼，你骂谁剑？四长老大怒，他挥舞紫云剑，剑气横贯长空，参霞纳灵，一剑刺向头顶上空，千钧劫龙破。真神境8阶巅峰的灵力狂涌而出，配合着地级灵气和武学，四长老的攻势强大到极致。陆晨须眯着眼，不愧是8阶巅峰真神，四长老的实力明显强出丁坤太多。不过在龙象镇狱镜面前，就算是一头吃人的猛虎，今日也得给我握着。龙象镇狱镜，陆晨缓缓抬起右手，对着四长老压盖过去。金龙蛮象瞬间变得狂暴，这股威势几乎不弱于他的武道神形。一朵巨大的紫金色蘑菇云在天穹上空绽放，如烟花般绚丽，道波席卷长空。陆晨出手护持住所有人，烟浪如潮水般退散后，四长老气息虚浮，整条手臂炸开，断面处直接被烧焦掉。剑宗长老被我们宗主给一招轰成了残废，没看错吧？这些玄雷剑宗的长老莫不都是纸糊的？哈哈，宗主霸气，我等誓死追随宗主。为陆晨呐喊助威的是宗门内的老弟子，忠诚度极高。至于那天嚷着要脱离宗门又拿不出500灵石买命的人，全被陆晨派去玄霄秘境开采灵石去当黑奴。这次剑宗长老杀上门，3女都没出现。洛双离和林宇轩正坐在一起探讨如何养胎以及给自己孩子取名，苏幼楚则是一个人去到后山修行幽冥血煞枪诀。在知道陆晨拥有武道神形后，他们都非常安心，只要不是天神境的几位剑主出手，就不会对陆晨产生任何威胁。四长老，本宗这龙象镇狱镜的滋味如何？陆晨杀人诛心，在对方的伤口上撒盐，不愧是天级武学，威能竟强悍到了如此地步。不过以你现在的修为，勉力发出一击就已是极限。今日本座要走，我看谁能拦我。右臂断裂，这对使用右手剑法的四长老而言是种极大削弱，他自知不是陆晨的对手，萌生退意。小辈，等我回剑宗，请剑主大人出手，平了你这破宗。他发狠道，断臂之仇，不共戴天。此言一出，陆晨眼中杀意炽盛。眼下他羽翼未丰，尚不是天神的对手，岂能让对方逃脱？老狗，你的算计怕是要落空了。给爷死！陆晨的武道意志绽放，金色长枪破空而去，任凭四长老如何怒吼，都无法抵挡。扑哧一声，四长老身躯被这枪意洞穿，血洒长空，瞬间毙命。先后击杀掉2名真神境，陆晨对武道神形的运用愈发熟练。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紫明宗在平静中度过。2个月后，陆晨顺利晋级成为一名真神，他自信可以在真神境无敌了。又过去4个月，玄霄秘境中的灵脉泄密，被一名真神境9阶的大寇盯上。陆晨得知后，亲身前往秘境，一招将那大寇挑杀，震惊所有人。眨眼又过去2个月，洛双离和林宇轩腹痛难忍，即将临盆。陆晨随即放弃了修行，全天候陪伴2女开导情绪。终于这一天，紫明宗上空劫云密布，狂风大作。陆晨等候在产房外，心情十分紧张。虽说修仙者与凡人不同，很少出现女修士因为难产而亡，但这个概率哪怕只有1/1000，也是不被陆晨容忍的。离儿、轩儿，你们一定要平安顺产。陆晨在房门外急得团团转，两世为人，他终于要当爸爸了。看见陆晨如此紧张激动的样子，几名长老不禁打趣道：宗主，我们知道你很急，但请你先别急。呵呵，宗主初为人父，还是要放轻松。2位夫人一定会平安产子的。宗夫人尚未产子，就已引发天地异象，这孩子莫不是圣人降生？
紫明宗经过1年的发展，虚神进修士已经有20来位，陆晨从中提拔了几名心腹为长老，在场诸人都是陆晨最得力的干将，能不急吗？本宗第一次当父亲，没啥经验。陆晨挠头，他的目光落在庭院中一位小家碧玉的少女身上。苏幼楚一袭淡粉色衣裙，静若处子。经过这1年的时间，小妮子出落亭亭。苏幼楚察觉到陆晨的目光，连步上前拉起陆晨的手道：“放心吧，双离姐与雨轩姐负责身后，定能平安。”陆晨点头。众人见状，不禁打趣道：“宗主，不知你与三夫人的婚事准备何时举行？”你们啊你们！陆晨摇头失笑，想起他与苏老的约定，脱口道：“等时机成熟，本宗就娶她。”苏幼楚闻言，露出一抹羞涩。呱呱，伴随着一阵嘹亮的啼哭声，产房内金光璀璨，2道光柱冲天而起，硬生生将结云撕裂出2道缺口。面对如此异象，众人骇然抬头。生了，是对龙凤胎。宗夫人生了个女孩，二夫人生了个男孩。产婆跑出来报喜，听见这话，陆晨立马冲进产房。梨儿、轩儿，快让为夫看看你们。陆晨大步上前，满脸关切地看着洛双离和林雨轩，二女同一天产子，互相为对方打气，此刻揭露出幸福的笑容。夫君，我和雨轩妹妹无恙，你莫要担心。洛双离脸上洋溢着母性的光辉。在遇见陆晨以前，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嫁人，可陆晨的出现却让洛双离渐渐痴迷上他。林雨轩一脸虚弱，有气无力地说道：“陆哥哥，你快看看咱的儿子，看看他像你多些，还是像我多点？”“好，让为夫看看我这2个小宝贝。”陆晨呵呵一笑，一手一个婴儿抱在怀里。“轩儿，咱儿子长得像我，像你好，他以后一定生得俊俏，会是个万人迷。”陆晨低头在儿子脸上亲了一口，沉浸在当父亲的喜悦之中。叮，恭喜宿主第1个子嗣诞生，资质鉴定完毕，天命属性金色，资质等级绝顶，特殊体质青莲剑体，无畏剑心。恭喜宿主获得1位绝顶天骄级别的子嗣，下面发放生子返利，是否领取？哈哈，我这女儿拥有青莲剑体和无畏剑心，未来必将成为1位绝世剑仙。陆晨笑容可掬，他这大女儿资质逆天，假以时日定能撑起宗门的一片天。洛双离一听女儿身怀特殊体质，高兴得差点晕厥过去。夫君，女儿她还没起名字呢。那依离儿的意思是，女儿既是青莲剑体，便唤她青莲吧。陆青莲，好名字，咱女儿像你，日后定是个大美人。陆晨爽朗笑出声，他将脸凑到小青莲的手臂上，用胡茬刮蹭她。咿呀咿呀，女儿一点不怕生，伸手去拍陆晨的脸，惹得2女一阵娇笑。屋外，大长老慕黑一听大千金是青莲剑体和无畏剑心，顿时老泪纵横。老宗主，你看见了吗？少宗主他如今出息了，你的孙女也是未来的无上天骄，咱们宗日后定成为天元王朝的顶级宗门。二长老咯呵一笑，大长老你这是作甚？今日这般高兴的日子，应该笑才对啊。其余长老也都露出激动之色，未来有大千金在，紫明宗必将光华万丈。如此一来，咱们宗的下任宗主已经有了啊。陆晨这时候提问一句：“童子哥，我还有1个孩子呢。”叮，恭喜宿主第2个子嗣诞生，资质鉴定完毕，天命属性青金色，资质等级绝世，特殊体质先天圣体道胎，至尊重瞳。恭喜宿主获得1位绝世天骄级别的子嗣，下面发放生子返利，是否领取？什么？我儿竟然是先天圣体道胎，还拥有至尊重瞳？卧槽，我儿有天地之姿啊！陆晨瞪大双眸，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先天圣体道胎，完美继承了林雨轩的先天道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尊重瞳，那更是天生圣灵才能拥有绝世体质，重瞳不败，自古无敌。陆哥哥，你是说咱儿子有成为天地的潜质？林雨轩惊呆了，他知道自己资质不如洛双离，可没想到生的这个孩子资质竟然如此逆天。陆晨同样纳闷，林雨轩的气运等级只有紫色，没道理的。童子哥，解释一下吧。叮，子嗣有一定概率出现变异体质，天命属性并非一成不变。陆晨这才恍然，欣然接受了这个结果。陆哥哥，孩子还没取名，他长得像你，你来取。林雨轩眼中爱意快要溢出，我儿有天地之姿，就叫他凌天吧。陆凌天，看样子弟弟长大的保护他姐姐了。洛双离对这个儿子喜欢的不行。随后，陆凌天的事也传入众长老耳朵里，他们当场石化。天地之姿，
那可是无上帝族还能培养出的后人，想不到竟然降生在他们子民宗，看样子天佑我宗啊！龙凤呈祥，咱们宗今后有望成为一方帝宗。好，今日之事，尔等切莫宣扬出去。待两位少主成长起来，我子民宗将再也不惧怕任何势力。如今咱们宗的规模扩大到了400人，似乎又该到了继续扩招的时候。众长老面面相觑。天元王朝对各大宗门和世家皆有管辖权，一旦爆发王朝战争，将从各大势力抽调强者出战，因此他们定期会对各大势力进行一次评估，而等级越高的宗门世家将会获得一笔丰厚的奖赏，这也算是调配出战换得的报酬。而1个月后便是天元王朝3年一次的势力评估，届时会有王朝的王族成员下基层考察参与历练，而7等宗门的最低要求便是宗主拥有真神境的修为，虚神境强者数量不低于20人，外加宗门成员数量不少于500人。紫明宗距离晋升7等宗门就只差再招收几10名弟子了。随后陆晨将这对龙凤胎带出房门，让苏幼楚也看看。小妮子当即手忙脚乱地接过陆凌天，看着婴儿可爱的模样，她不禁开始期待起未来。等她日后嫁给陆晨，一定也会有如此漂亮的乖宝吧。众人凑上前来，这对小龙凤可关系到紫明宗的未来，绝不允许有何闪失。陆晨，外面风大，还是快将孩子们抱回到2位姐姐身边吧。苏幼楚担心道。好，听楚儿的。陆晨挑逗完小青莲和小凌天后，他将孩儿放回到他们母亲身边，随即他向系统发出领取奖励的指令。叮，下面将根据宿主获得的子嗣情况进行生子返利。恭喜宿主第一个子嗣为绝顶天骄，你获得了。由于是第一个子嗣，获得额外暴击奖励。下面发放奖励：真神丹星号1000，极品养元丹星号1，自选天级下品灵气星号1，自选天级下品武学星号2，6品聚灵阵，凤凰精血3滴，天神境战仆星号1，天命值10万。真神丹对真神境修士有着强大的辅佐效果，提升3倍修炼速度，在突破天神境有奇效。极品养元丹可助产妇产后立即恢复元气，无需坐月子便能达到行房式的阶段。天级下品灵器，天神级法器可获得双倍灵力增幅，真神持之可战天神。天级下品武学可任意抽取一样。6品聚灵阵无需损耗灵石，可永久维系双倍效率，投入灵石后最大修行效率可提升至4倍。凤凰精血，凤凰精血用作肉身洗礼，强化血脉体质，对新生婴儿使用效用绝佳。天神境战仆，拥有自我意识的一位天神境仆人，奉宿主为主，全心全意守护宗门。除此之外，便还有一些常规的太玄丹、化龙丹、虚神丹。小青莲降生，给陆晨爆出一堆金币，可把他给乐坏了。人家啃老，陆晨直接啃小，竟然是天神境战仆。如此一来，我紫明宗岂不是堪比5等宗门了？在大虚天势力中，一旦拥有天神，就会自动晋升为5等势力。而玄雷剑宗便是因为拥有一位绝顶天神，这才跻身进4等宗门。眼下这尊战仆无疑会成为他紫明宗的底蕴。凤凰精血和6品聚灵阵也是好东西啊！陆晨心神荡漾。而那凤凰精血与小青莲相得益彰，陆晨并没有打算和女儿抢东西吃，他的女儿值得世间一切最好的东西。第一个孩子让陆晨获得了暴击返利，天级武学和天级灵气，连一些4等势力都无法拥有。陆晨不过才真神境，就能拥有如此强大的法器。现在就算玄雷剑宗的3位剑主杀来，陆晨也有信心与之一战。恭喜宿主第2个子嗣为绝世天骄。下面发放奖励：真神丹星号500，极品培元丹星号1，自选地级上品灵气星号3，自选地级上品武学星号3，龙纹黑金鼎星号1，太古灵族洗礼术，真龙精血3滴，真神境傀儡星号5，天命值10万。龙纹黑金鼎，龙纹道金所铸，可用作药浴洗礼，亦可炼药使用。太古灵族洗礼术，灵族子400岁时会用特殊手法进行洗礼，提升他们的武道资质。真龙精血，真龙精血用作洗炼肉身，强化血脉体质，对新生婴儿使用效用绝佳。真神境傀儡，无自我意识，绝对忠诚，服从一切调令。这些奖励太丰盛了，虽不如第一个子嗣陆青莲，但也绝对惊喜。有龙纹黑金鼎和太古灵族洗礼术，陆晨的子嗣自会变得更强。至于真神境傀儡，可以坐镇玄霄秘境，再也无需担心灵脉被消小觊觎。梨儿、轩儿，快将这养元丹服下。陆晨将到手的极品养元丹分给2女。夫君，你从哪弄的这养元丹？这品质，即便是玄雷剑宗最顶尖的炼丹师也无法炼制出。
洛双离傻眼了，这丹药光闻一口都神觉舒泰，要是服用岂不如饮甘霖？只要是陆哥哥给的，轩儿都喜欢。在洛双离还在震惊的时候，林宇轩已经将养元丹吞入口腹。啊，我这是……不过才片刻功夫，林宇轩便感觉浑身清爽，生产后的疲态尽数消散，甚至他的修为还有精进。离儿，快服下！洛双离点点头，极品培元丹下肚，他顺势突破真神境4阶瓶颈，修为来到真神境5阶。夫君，谢谢你。洛双离清冷无瑕的容颜令陆晨一时间看吃了。定。由于宿主生下龙凤胎，龙凤呈祥，获得特殊奖励龙皇果1枚。龙皇果服下后可进化出龙皇血脉，成为龙皇体，拥有龙皇之力。卧槽，还有奖励！陆晨被吓一大跳，这龙皇果可不妥妥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吗？时只可拥有龙皇之力，他终于不再是凡体了。娘子，为夫能娶到你们，真是我10世修来的福分。二女都辛苦了，他随即没再打扰，就让妻子们好生的休息一晚上，等明天就能彻底恢复活力。陆晨离开产房后便找到慕黑，这是6品聚灵阵盘，原来那个9品聚灵阵盘，你派信得过弟子送去青阳宗。另外，这有一只真神境傀儡，也一并带去给我老丈人。陆晨对亲情很是看重，哪怕他以后会有很多个妻妾，妻妾的娘家他也会尽力想帮。宗主你这……慕黑见状瞪大双眼，6品聚灵阵最大功率可提升4倍修炼效率，这种逆天功效足以比肩2品聚灵阵了，而且灵石的消耗速度只与寻常6品聚灵阵一样。还有那尊真神境傀儡，有了它，青阳宗在青阳城的地位将彻底巩固，能借此晋升为8等宗门。定。宿主是否抽取武学？抽取。我需要一部天级身法武学和天级枪术，地级武学身法、剑术、刀术一样来一部。既然是自选种类，陆晨首选了自己需要的身法和枪术。至于剑术，只能先委屈洛双离和林宇轩修行这地级上品武学，而刀术，宗门弟子中有不少刀修，没必要让他们转修剑法，所以陆晨决定抽取一部刀法。刀、剑、枪基本涵盖所有的主流武学派系。定。恭喜宿主获得天级下品武学雷霆剑步、血逆八荒枪诀。定。恭喜宿主获得地级上品武学巫山云影步、南冥离火剑法、伏天刀法。有了这些高阶武学，宗门的实力会在短时间上升数个台阶。陆晨满脸振奋，天级下品灵器也一并抽了。我需要一杆好枪，还有离儿和轩儿使剑，楚儿则是与我一样使枪。这地级上品灵器便是我给3位娘子的礼物。定。恭喜宿主获得天级下品灵枪龙凤枪。天级下品龙凤枪，枪身由龙脊所铸，枪尖取自黄血赤金淬炼而成，注入龙凤之力，威能连翻数倍。龙凤枪入手，绽放出唯有天级灵气才能有拥有的金色道光，灵力注入其中，瞬间浮现出龙皇虚影，道威雄浑，可碾压真神。好枪！陆晨心神震动，此枪简直是为自己量身打造，如此一来，能将他的龙凤之力发挥到极致。待陆晨炼化龙皇果，区区4等玄雷剑宗将不再是威胁。想到便做，陆晨回到主殿，开始炼化龙皇果。后半夜，随着一阵低沉的龙啸声和黄鸣声，陆晨浑身血液沸腾，心脏急剧跳动。龙皇血脉复苏，陆晨由凡体蜕变为龙皇体武学，灵气都抽取结束后，陆晨开始利用天命值提升武学熟练度。童子哥，加点雷霆剑步。定。天命值扣除1000点，你的雷霆剑步已熟练精通。天命值扣除5000点，你的雷霆剑步已炼制大成。天命值扣除2万点，你的雷霆剑步已真至化境。雷霆剑步炼制化境，陆晨一个念头便闪现出100丈之外，此等速度堪称鬼影迷踪，即便是天神境修士都不一定能捕捉到他的身形。若真遇见打不过的存在，他还能化身成人形闪电逃之夭夭。有了这速度，说不定能去兽魂岭碰碰运气。陆晨不会忘记那日从秦关身上夺来一张羊皮卷，上面详细绘出了藏宝地，只要能避开兽魂岭的神兽残魂，也就有了一丝夺宝机会。童子，继续加点血逆八荒枪诀。定。天命值扣除1000点，你的血逆八荒枪诀已熟练精通。天命值扣除5000点，你的血逆八荒枪诀已炼制大成。天命值扣除2万点，你的血逆八荒枪诀已真至化境。枪诀点满后，陆晨对枪道意图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他的武道枪意也在这一刻冲破到了2阶。轰！枪意流转，整座大殿瞬间出现漫天枪意。2阶枪意可以秒杀真神，哪怕是半步天神也照秒不误。
舒服了。陆晨脸容灿烂，点武穴还能提升枪意，爽到爆炸。对了，将龙象镇域镜也给我拉满吧，只差最后一个阶段了。龙象镇域镜是苏老给的天级中品武学，半年前陆晨曾将它研习至小成阶段，如今半年过去，陆晨已将它推演至大成阶段。定，天命值扣除4万点，你的龙象镇域镜已真至化境。这最后一个阶段，九龙九象之力终于在系统的帮助下达成。陆晨眼下坐拥3种天级武学，全都炼至化境，实力飙升，整整消耗掉92000点天命值，还剩下108000点，该提升修为了。陆晨眼下的修为与洛双离一样，同样在真神境5阶。童子，给我狠狠的加。定，天命值扣除15000点，晋升真神境6阶。天命值扣除2万点，晋升真神境7阶。天命值扣除25000点，晋升真神境8阶。天命值扣除3万点，晋升真神境9阶。剩余天命值18000点。随着武道修为的提升，陆晨有了一种无敌的信念，除非玄雷剑宗那位绝顶天神出手，其他人他都无惧。只是可惜，想要突破至天神境，起码得要10万天命值，差的太多了，只能另想办法。陆晨随即拿出那卷太古灵族洗礼术，里面记载了如何通过药浴洗礼提升子嗣悟道资质。陆晨缓缓翻开书页，开篇所载：生骨溶血，开百脉所需材料，万年血参、龙眼草、凤孽果、龟灵真木合共70多种天材地宝，以子明宗现在的收藏，只能拿出10几味宝药。唉，果然这太古灵族的洗礼术没那么容易实现，任重而道远啊。好在小青莲和小灵天刚出生，距离100日洗礼还有数月，从现在开始努力收集天材地宝的话，未必不能赶在洗礼前筹集其所需，筹集不齐还能去一趟玄雷剑宗。剑宗传人霸占离儿的至尊剑骨已有1年之久，也该是时候向他们讨还了。陆晨眼中闪过一道冰冷杀意，天神境剑主在他眼中已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第2日天亮，陆晨迫不及待地去见自己的2个小宝，这种来自血脉的羁绊令他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陆晨需要变得更强，才能护持住他想守护的一切。今日过来，陆晨送了洛双离和林宇轩一人一柄地级上品灵剑，直接将他俩感动到落泪。地级上品灵器，即使是玄雷剑宗的3位剑主都没有，如今二女却是人手一柄。夫君，你真好。二女服下极品培元丹后，经过1晚上的休养生息，此刻他俩的状态调养到了极致。洛双离一袭银纱襦裙，勾勒窈窕身姿，衣襟处暗绣的云纹随着动作若隐若现，更衬得她气质清贵典雅。林宇轩外搭月白锦缎小袄，勒着藕荷色如衫，腰间束着的金丝绣带将纤细腰肢盈盈一握，走动间裙摆轻扬，灵动如春日新艳。2位女子各有风情，洛双离眉眼寒霜的清冷，与林宇轩笑靥如花的娇俏相映成趣。陆晨望着他们并肩而立的身影，只觉满是生辉，连呼吸都不自觉放轻了几分。2位娘子，夫君先将小青莲、小灵天送去楚儿那边照顾着，你俩在此等我。陆晨将2个奶团子送去给苏幼楚后，他忍不住白了陆晨一眼。陆晨，2位姐姐刚出月。陆晨一听就知道苏幼楚吃醋了，于是安抚他道：楚儿乖，你就帮我照顾他俩1天。陆晨伸手对着苏幼楚一通献殷勤，小妮子这才肯同意。陆晨遵守约定，只在房里待了1天，就将2个孩子从苏幼楚身边接走。接连几日，陆晨都陪伴着3女和2个孩子。这一天，林宇轩的父亲林苍兰来看了自己的小外孙。当得知陆凌天是先天圣体道胎和至尊瞳孔后，老丈人的脸都差点笑烂了。2种绝世强大的体质出现在陆凌天身上，只要他不死，未来必定成天地。天地，那可是地道领域第3境的绝世存在，能打造一支无上地族啊！好啊，我孙儿有天地之资。陆晨，这件事必不能让外人知晓。林苍兰深知陆凌天拥有无限的潜力，一旦此事暴露，必将引来杀身之祸。一些古老的长生家族，他们是衰后，族中若无强大的血脉后裔，就会将手伸向别的势力。像紫明宗这样的小宗门，随手便可捏死。放心吧，爹，我陆晨的孩子岂会让他们失陷在外，去跟别人姓？陆晨掷地有声，长生家族若是敢将手伸向他的2个孩子，哪怕对方举世无敌，他也要上去撕他2块碎肉下来。陆晨将岳父大人留下来小住几日，林宇轩出现，父女俩谈心，其乐融融。这一日，林苍兰准备返回青阳宗，陆晨找到岳丈，将那杆地级下品碎魂枪赠予他，以及3部地级上品武学。好孩子，有出息了，为父期待你画龙腾飞的那日。林苍兰老泪纵横，他很欣慰。陆晨摒弃邪功，终于走上正途。
如今修为一日千里，晋升至天神境，只是时间问题了。将林宇轩许配给陆晨，是他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目送老丈人离开，陆晨找到了林宇轩。时间眨眼过去1个月，这一日，青阳城外上祥云空笼罩，有辇车一字排空，每架辇车皆有异兽拉拽，青面赤背，浑身缭绕着火光。这是拥有部分麒麟血脉的赤焰狮骑，神武逼人。当中那架辇车通体金光流转，赤焰狮骑额生龙角，血脉之力强盛至极。一行数十人全都身着银铠，手持铁血兵戈，眼神中透发着杀气。这排场太壮大了，城中修士无不侧目而视，凡人则是跪在地上瑟瑟发抖，朝他们顶礼膜拜。这时，一位身穿黄金战衣的男子走了出来，他头戴金冠，朗声道：“天元王朝二公主殿下驾到，青阳城主速来跪迎。”雄浑声音在灵力的加持下波及甚远，立马就有数道身影闪掠而至。青阳城主王云天神色张皇，朝黄金辇架单膝下跪。属下不知公主殿下大驾，臣惶恐。他额头冒汗，城主府的几位客卿也都单膝下跪，脸色发白。尔等不必紧张，今日本殿前来是为父王分忧，评考势力等级。少女的声音如银铃般清脆，下一秒，一只纤手拨开辇架上的珠帘，露出一张美艳绝伦的脸庞。她莲步轻移，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中。女子一身鹅黄色衣裙，肤如凝脂，领如虬蛴，齿如护膝，琴手峨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众人一时间不禁看痴了。此女便是天元王朝的二公主阮天月，年方20，有着王朝第一美的称号。阮天月素手轻抬：“诸位平身吧。”城中众人、城主及众位客卿这才行起，他们眼神灼灼地盯着阮天月，充满了敬意。天元王朝庇护朝中千万百姓，若非有天元王在，战火烧至，所有人都得死。二殿下，还请入城。城主府虽然破旧，但也只能屈尊您了。王云天微微欠身，示意阮天月入城，将赤焰狮骑牵在城外，非与你随本殿进城。阮天月轻声道。那名身穿黄金战衣的男子回头朝银甲侍卫下达原地驻扎的命令。进入城中，阮天月被万千道目光盯着。身为天界贵胄，他的出场向来万众瞩目，早已习惯了诸人的仰望。阮天月扫了王云天一眼，此人已经晋升至真神境，这座城池也该标明为7等城池了。飞羽，你且记下，青阳城主王云天修为真神境1阶，此城晋升至7等城池。阮天月修为在真神境9阶，一眼就能穿他的实力。闻言，王云天大喜，多谢公主殿下赏识。王云天心中非常激动。1个月前，他还只是虚神境9阶巅峰，一直卡着瓶颈，迟迟无法突破真神。眼看3年一次的势力考评即将到来，若无法晋升真神，未来的3年就能领取8等城池的修炼资源。直到那日，王云天受青阳宗主林苍兰相邀，2人把酒言欢。王云天这才知道，陆晨送给青阳宗2具真神境的战魁和1个9等巨灵阵盘，外加虚神丹若干。于是在青阳宗9等巨灵阵和虚神丹的帮助下，王云天一举破开真神境的屏障。想到这，王云天在心中万分感激林苍兰。王城主，和本殿说说吧，最近除了你晋升为真神，城中是否还有别的势力异军突起？阮天月感受到城中某处方位天地灵气波动异常，美眸中不禁露出异色。回公主殿下的话，青阳宗近来实力提升迅速，门中弟子已经扩招至800人。宗主林苍兰是虚神境7阶的修士，不过宗门内有2尊真神境的战魁，说来让公主殿下见笑，属下完全不是那2战魁的对手。城主王云天有些汗颜，老脸挂不住。那日他突破真神境后就找战魁练手，结果连对方一招都没接下来。按照他的估计，战魁的实力起码在真神境中期。青阳宗战魁有意思。阮天月唇角一勾，有了一丝兴趣。走，带本殿去这青阳宗转转。最近这1个月，因为有9等巨灵阵和高阶武学的缘故，众弟子奔走相告区拉人，成功将人数扩充至800人。800人便是7等宗门的门槛。而青阳宗在有了陆晨给的那2尊真神境战魁坐镇后，完全具备了晋升资格，只待王室考察评选的负责人一到，就能板上钉钉。宗主，王城主入宗来了。他还带了1男1女，似乎以那位女子为首。主殿外，一名弟子发来传报，这个接骨眼上来人，莫非是王室派来的考察团？林苍兰神色激动，立马带上几名长老前去迎接。本殿方才就察觉城中某处天地灵气充裕，原来是这里。本殿很好奇，一个9等宗门是如何拥有此等巨灵之物？阮天月入宗仔细感受了一番，这股灵气的聚拢效率丝毫不亚于5品巨灵阵。莫非青阳宗有1、5品巨灵阵盘？
可那消耗便是一些4等宗门也难以维系。公主殿下，你心里的疑问，或许林宗主能给你答。王云天见林苍兰走了过来，立马高声喊道，生怕他不知道眼前之人是王朝公主。王云天如今和林苍兰私交匪浅，他没事的时候就会到青阳宗白嫖居临阵，在此地修行1日，可抵过去3日之功。若非每日要处理城中大小事宜，王云天恨不得吃喝拉撒都留在此地。在下林苍兰，恭迎公主殿下莅临。几人抱拳弯腰，林宗主不必多礼。本殿听闻青阳宗收录了2尊战魁，不知可否让本殿瞧瞧。林苍兰不敢怠慢，当即将傀儡从那戒中召唤出来。傀儡相貌与人无异，经过特殊手法炮制，练就一身铜皮铁骨。阮天月仔细感受了一番，忽然道：来，你让他全力打本殿一拳。这不太好吧？无妨，本殿真神9阶的修为足够承受真神境任何修士的一击。这是阮天月的自信。身为天元王朝公主，她的武道天赋与她的相貌一样，极其出众。去！战魁接到指令，调动全身灵力，就要辣手摧花。战魁出拳的速度太快了，阮天月甚至没来得及反应。轰动！阮天月在体外仓促结下一层护体罡气，结果下一秒，这道罡气竟如蛛网一般炸碎掉，震得他气血翻涌。什么？好家伙，这战魁竟能媲美7阶真神的全力一击！阮天月瞪大眸子，小嘴微张，极度的不可思议。傀儡最多发挥出生前3成战力，这么来看，这2具战魁生前都有着9阶巅峰的实力。在他身后，那位名叫飞羽的黄金战衣男也是微微露出惊容。傀儡极难炼制，不仅需要特制手法，还要有着强大的灵魂力量。将傀儡的一缕残魄封入躯壳中，才能施展出武学。没有圣道修为，绝无可能办到。好宝贝，就是不知林宗主是从何处得来。阮天月好奇道。战魁乃在下小婿相赠，不久前他挖到一处墓穴，这战魁便是墓穴中出产。林苍兰根据陆晨提前交代好的说辞搪塞过去。这样啊，那想必宗内的聚灵之物也是自那墓穴中出产了。阮天月若有所思，如此说来，林苍兰的女婿岂不是挖出了圣人墓？公主殿下猜的没错。林苍兰嘴角微抽，这说了第一个谎，后面就要用无数个谎去圆，也不知陆晨他要怎么去圆谎。林宗主，你那女婿倒是运气不错，有机会的话，本殿真想去见见他。公主殿下谬赞了。随后，阮天月让飞羽记下，青阳宗宗主林苍兰需神境7阶，但有真神境战魁2尊，特许晋升至7等宗门。离开青阳宗后，王云天告知阮天月，殿下，紫明宗宗主陆晨就是林宗主的女婿。阮天月本就要去紫明宗一趟，听见这话，当即就往城外走去。哦，本殿倒要看看这陆晨是否挖出了圣人墓。出发，紫明宗。辇车一字排空，赤焰狮骑4蹄踏天，以极快的速度向紫明宗进发。约莫1个时辰，一行人浩浩荡荡出现紫明宗附近。嫡媳，嫡媳，快通知宗主！前哨弟子哪里看见过这场面，一个个腿都吓软了，当即发射出信号弹，所有人如临大敌。阮天月见状微微一愣，这帮人这么杯弓蛇影的吗？他可啥都没做呢。不多时，陆晨带着紫明宗的人出现，他看见对方乘辇而来，排场很大，而且这有麒麟血脉的狮骑可不是谁都能拥有的，整个天元王朝也只有王室中人才敢如此招摇。敢问阁下，可是天元王室？陆晨冲他们抱拳，对王室的礼数不可忽视。当阮天月从金辇中走出来时，陆晨眼前一亮，她的容貌身材都无可挑剔，鹅黄色衣裙将她衬托得天真烂漫，精灵般圣洁的女子。陆晨双目闪过一道炫光，利用望神术探知对方信息。天命之女阮天月，身份天元王朝2公主，天命属性紫金色，资质顶级真神境9阶，体质圣王血脉太阴道体。圣王血脉，圣王强者的直系血脉，血液中蕴含一丝圣道气息，一旦复苏，战斗力翻3倍。太阴道体，天生体寒，拥有太阴之力。对方乃天元王之女，身份高贵，想要将她娶回家，怕是难度不小。陆晨攥紧拳头，等了1年才出现第4位天命之女，他这回说什么也不愿错过。叮，检测到天命之女阮天月，建议宿主迎娶。系统的提示音传来，令陆晨哭笑不得。阮天月可是圣王的亲女儿，听说被这位天元王宠爱的不行，含在嘴里都怕化了。唉，只能一步步来了。阮天月此刻正打量着陆晨，后者站姿如松，一点没被他们的气场压迫，心中不禁高看了陆晨一眼。他开口道：
本殿刚从青阳城过来，听闻陆宗主挖到一处圣人墓，不知此事可是真的？”阮天月笑眯眯的，当真如一位圣洁的精灵。圣人墓，陆晨皱眉，对此他幸好早有准备。这1年来，紫明宗的提升速度太快了，若他不找个合理说辞，难免会被人给盯上。所以他想借助这次王室对各方势力评级的机会，主动暴露一些东西，美其名曰挖到了圣人墓。在下不敢欺瞒公主殿下，1年前的确是挖到了一座圣墓。哦，在哪里？就在玄霄秘境之中，那里本为我紫明宗私有。玄霄秘境中已被陆晨布局，伪造出一座古老的墓穴，即便事后有人查证，陆晨也无所畏惧。所谓的圣人墓有待商榷，阮天月随即表明来意本殿今日前来只为一事，需要实地考察你们宗门，还请陆宗主前面带路吧。陆晨欣然接受，带着阮天月等人来到紫明宗。这是2品聚灵法阵，这怎么可能？陆宗主，你还真挖到圣人墓了？刚进入宗门，阮天月就被此处浓郁的天地灵气惊住了。灵气浓郁成雾丝状，虽比不上王宫内那座圣级聚灵阵，但也足够令人震撼了。毕竟卷宗所在，紫明宗3年前才只是一个小小的9等宗门啊。殿下，此处有些古怪，还请小心行事，切莫得罪了此人。一旁的飞羽也是惊疑不定，他隐约感受到一股连令他都心揪的气息，于是附耳对阮天月说道：“什么？”听见飞羽这话，阮天月整个人傻了。一个9等宗门，竟能让身为绝顶天神的飞羽如此在意，难不成此地还是什么龙潭虎穴？而绝顶天神的感知从来不会出错，陆晨此人当真神秘。看见阮天月脸上闪过的微表情，陆晨很是满意，随即带他们前往宗门核心弟子的演武场。这数十人中，舞枪、弄剑、耍刀、练习身法的都有，并且各自修行的武学招式都不相同，各色灵力在演武场交织，他们彼此切磋武学，相互印证，爆发出强大的威势力。有女弟子身法诡异，如云雾般飘忽不定，一步迈出数10丈距离。那剑术美轮美奂，有南明离火绽放，绝美中暗藏致命杀机。刀修更是霸气绝伦，一刀劈落，虚空爆鸣，掀起可怕的劲风。这群人修为最高的也不过才虚神境7、8阶的样子，倘若修为再高一些，武学爆发出的威势力还能激增。他们修炼的武学竟然都是地级上品，这也太夸张了吧。阮天月面庞抽搐，近些时日他到过不少宗门世家，即便是一些3等宗门都难以搞到这种品阶的武学，而紫明宗不过区9等宗门，竟有多部地级上品武学，真当地级武学是大白菜了吗？而且还是上品。阮天月深吸一口，缓缓道：“陆宗主，本殿信了，看来你这回是真挖到了一座圣墓啊。就是不知墓穴中是否还收录有天级武学、天级灵气，甚至是极品灵气。圣人墓顾名思义，圣人所葬之墓，里面收录了圣灵强者一生的珍藏，价值难以估量。若非阮天月有个圣王父亲，他还真想将陆晨给洗劫一空。”面对阮天月的试探，陆晨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既没承认，也无否定。阮天月不禁深深地看了陆晨一眼，心道：此人城府极深，看来回头的派人盯紧这里。能让飞羽都忌惮的存在，这座宗门内究竟还藏了什么东西？随后陆晨又带着阮天月在宗门内转悠，2人旁若无人地交谈着，不知不觉间竟然来到了陆晨的私人庭院中。此地已经过陆晨的改造扩建，足以容纳数十人入住，6品聚灵阵盘就放在此处，天地灵气最是汹涌澎湃。未来陆晨的天命之女会越来越多，子嗣也会越来越多，因此他未雨绸缪。这是何地？天地灵气好生浓郁。阮天月偏头看向陆晨，若是日日在此修行，也难怪陆晨能在短时间内迅猛崛起。他已经打听过了，1年前陆晨才是一个刚入虚神境的毛贼，修行邪功，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舍弃邪功归正。想来从那时起，陆晨就在秘境中挖到了圣人墓。陆晨环顾四周，心中咯噔一下，他怎么把阮天月带来这了？可在下平日里在此清修，这里没啥好转的，公主我们出去吧。陆晨拉着阮天月转身，当即便要离开。然而这时背后忽然传来3女的声音，以及婴孩的咿呀声铃声。夫君，陆哥哥，陆晨，爸爸爸爸，哎呦，你干嘛？非得在这时候跑出来？陆晨瞬间止步，他连忙回头要向众女介绍阮天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天，姐妹们都懂，夫君不必紧张。洛双离露出一抹娇笑。这个家苏幼楚尚未嫁过来，光凭他和林宇轩2个实在有些招架不住。如今陆晨终于又要娶妻了吗？真好。洛双离和林宇轩互相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一丝庆幸。
我陆晨哑然，我还什么都没说，你们就懂了？你们懂个屁啊！不是，他是这位仙子，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千万别拘束，将这当自己家便是。快快快，姐妹我们里面进，别理这坏淫。陆晨他待我极好，日后待姐姐也定是极好。三女上前将阮天月簇拥其中，她的脸颊刷一下变得绯红。她算是弄清楚了，感情自己是被陆晨这3位夫人当成是星耀过门的几位嫂子，你们怕是误会了。我和陆晨他其实……阮天月开口想要解释，但是热情的林宇轩已经将她拉去里屋，然后就是一些闺中密语和一些贴己的话。令陆晨在意的是，众女忽然说起自己身上的尺寸。当听到阮天月的3围时，陆晨微微一愣，嘎吱房门被推开，却见洛双离悄咪咪来到陆晨身旁。陆晨连忙说道：娘子，你们都误会了，其实我知道她是天元公主阮天月，几年前我在玄雷剑宗见过她，那时候我还不是圣女。洛双离露出一抹狡黠之色，知道那你还。夫君，我虽不知你娶妻的标准，可我见你看天月的眼神分明有一丝想法，身为你的娘子自然得帮你。洛双离方才可是夸了陆晨好一阵子，夸他贴己贴心，夸他精明能干，夸他德才兼备。此话一出，陆晨当场傻眼。不是，这话也是能当着公主殿下的面说的吗？他和阮天月八字还没一撇呢。天元王可是圣王强者，一怒之下可轻易毁灭无尽城池。紫明宗这小破宗们，在那等人物眼里，最多只能看一眼，再看一眼就会爆炸。想到那种可怕后果，陆晨忍不住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梨儿，你快带公主殿下出来吧，这位姑奶奶我们可得罪不起啊。至于如何让阮天月爱上自己，陆晨暂时没有头绪。她身为王朝公主，从小衣食无忧，被所有人捧在掌上，陆晨真不知道该如何攻略阮天月。洛双离回房后，几人又寒暄几句，三女这才将阮天月送了出来。此刻阮天月一张俏脸粉扑扑的，红霞尚未完全褪去。当她再抬头看向陆晨时，眼神忽然变得有些古怪。阮天月已经无法再正视陆晨了，会不知觉地盯着他那里看。陆晨被盯得心里有些发毛，阮天月这妮子该不会是看上他这二弟了吧？公主殿下，在下身上是有什么东西吗？陆晨问道。陆宗主，3位嫂子说你劲大如牛，磨人的很。可公主殿下过奖了。不是，本殿是想说劲大如牛其实也是病，本殿知晓几位有名的药师，或可向你引荐一下。阮天月恼回陆清奇，觉得陆晨身体有疾，需要药师医治。那在下可谢谢你啊。陆宗主不必客气。陆晨傻眼，阮天月竟然不按常理出牌，这样一来攻略他的难度大大增强了。一场闹剧结束，陆晨带着阮天月回到宗门广场，后者的随身侍从飞羽此时也在。只见他脸色有些发白，神情无比凝重，似乎见到了什么非常恐怖的事情。飞羽，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阮天月看了他一眼，不明所以。没什么。既然如此，你这边切记下，紫明宗宗主陆晨修为真神境9阶，晋升至6等宗门。阮天月说完此话，发现飞羽一动没动，不禁皱眉。喂，飞羽，本殿同你说话呢。阮天月晃动飞羽的肩膀，后者这才支支吾吾道：公主殿下，我看干脆要不给紫明宗晋升至4等宗门吧。此言一出，满座皆惊。什么？飞统领要将咱宗晋升为4等宗门？我这是在做梦吗？快给我一巴掌。哎呦，可真疼啊。哈哈，老宗主你看见了吗？咱们宗在少主的带领下要成为4等宗门了。3位元老及长老热泪盈眶，宗门将来陆晨的带领下一步步走向辉煌，全宗弟子更是手舞足蹈，激情欢呼起来。3年时间，从9等宗门一步跨越至4等宗门，天元王朝还从未有过如此先例。不行，4等宗门门中唯有绝顶天神坐镇，才可评级。陆晨他只有真神9阶，尚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阮天月虽与众女相处融洽，但显然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就给陆晨开后门，公私分明，这是他的原则。至于陆晨，他自然清楚飞羽说出这话的缘由。不久前，他对那尊天神境战仆下达命令，故意暴露在飞羽面前，并且展露实力。这尊战仆不是傀儡，而是被系统赋予了思想，拥有天神巅峰的修为。最近这段时日，战仆一直在修行天级中品武学龙象镇狱境，并且练得炉火纯青，一旦出手势必天惊。陆晨原定也就是在这2日准备对玄雷剑宗动手，为他的正宫娘子洛双离狠出这口恶气，不曾想王氏的人先一步找上门来了。而评估一个4级宗门能让紫明宗在天元王朝的声望提高，这样一来
就将会有更多的女修士慕名加入进来，天命之女出现的概率也会大增。飞羽张了张嘴，正要向阮天月解释：“公主殿下，我方才见到。”话说到一半，突然天地间吹刮起恐怖的暴风，一股肃杀之意传来，所有人当即感觉到一股窒息感。此等异象比九阶真神士放出的能量还要强悍数倍。洛双离，你这该死的小娼妇，赶紧给本少爷滚出来！破邪，当初竟敢拒绝我，结果转头跟着邪修宗主搞在一起，敢给老子戴绿帽子！本少爷今日要让你亲眼瞧瞧，你的姘头是怎么跪在我脚下求饶的！只见一行人浩浩荡荡驶来，他们全都身穿剑宗服饰。说话的是一位青年，他面颊白皙的有些不正常，似乎纵欲过度。他的话立马引起所有人的逆反情绪。此人满嘴喷粪。阮天月看见来人相貌后，开口道：“不久前，本殿曾在玄雷剑宗见过他，似乎是某位剑主的关门弟子。”该死，竟然是楚天歌那个杂碎！陆晨听见这话，勃然大怒，他一步迈出，独自面对对方数十人。众弟子见状，纷纷感到气氛有一丝悲壮。对方此行竟有一位天神境的剑主随同，紫明宗的天要塌了。唉，今日之事，以宗主的脾气，咱们两宗之间注定无法善了。此人竟敢辱骂宗夫人，他可是宗主大人的逆鳞啊！风萧萧兮易水寒，今日横竖一死，我等和他们拼了！众人虽然气得发抖，恨不得立刻与他们缠斗起来。然而天神一出，谁与争锋？对方可是有剑主级人物坐镇啊！楚天哥，那日你对我娘子下媚药，想逼他就范，今日又再次对我娘子出言不逊，本宗正要去玄雷剑宗诛杀尔等，不曾想你们却自己找死送上门来了。陆晨杀意决绝，施展雷霆剑步，瞬息间出现在楚天歌面前。后者甚至都没来得及反应，就被陆晨提小鸡仔似的给提了起来。什么？你怎会有如此速度？楚天歌大惊失色。1年前就是他对洛双离下药，想逼他双修。陆晨现在与此人相见，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红。真神9阶配合着龙皇体的秘力，陆晨狠狠一拳，直接将楚天歌砸进地表，撞出一个深坑。噗！楚天歌咳血不止，肋骨不知崩断多少根，出气多过进气。你怎么会有如此实力？你不过是9等宗门的垃圾宗主。楚天歌最近刚得到消息，洛双离在1年前嫁给了一个9等宗门的废物宗主，仅仅只用了1年时间，陆晨就从1阶虚神晋升成为9阶真神。这天赋莫不是要逆天？剑宗众人全都吓得不轻，看着楚天歌像死鱼一样躺在地坑里。以后者真神境6阶的修为，竟在陆晨手中连一拳都没招架住。陆晨的实力难不成触及真神绝巅了？天歌！虚空中一名容貌姣好的女子露出惊容，她浑身颤抖道：“混蛋，你敢伤害我师弟，今日你必死无疑！”陆晨没搭理那名女子，直接一脚踩在楚天歌的脸上，这垃圾只配啃他的鞋底板。哼，你好像很傲，刚才就是你说要将本宗踩在脚底下吧？废物东西，就你这种货色也配觊觎我娘子？陆晨一脚将楚天歌踹飞，头也不回地说道：“去，将他给我抓起来！”轰！一具真神傀儡破空出现，出手将楚天歌镇压，让他跪叩在地。这时候，陆晨的3位天命老婆出现。当洛双离看见楚天歌时，他娇躯轻颤，脸上浮现出悲愤之色。在剑宗时，我待你如亲弟弟，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了你，结果你却是这么对我的，贱人！我只恨当初的药剂量下少了，才没能将你给。慕黑，将这杂碎的舌头给本宗拔了。听着乌耳！陆晨震怒，大长老慕黑接到指令后立马出手。扑哧一声，楚天歌的舌头齐根断落，整个人痛苦难忍，呜咽难鸣，血水流淌一地。洛双离痛苦地闭上眸子。洛姐姐，为这样一个人扎气坏自己身体不值当。林宇轩和苏幼楚上前扶住他。洛双离开口道：“放心吧，我没事。”他的目光落在虚空那名女子身上。沈凝冰，我身上的剑骨用着可好？闻言，陆晨双眼虚眯，原来就是此女挖了洛双离的剑骨，看着长得不错，想不到竟然是一条蛇蝎。托师妹的福，至尊剑骨助我修为猛进，1年时间就从真神2阶晋升至真神9阶。洛双离，如今我沈凝冰才是玄雷剑宗的圣女，你不过是条被抛弃的野狗。沈凝冰发出猖狂的笑声。至尊剑骨无愧于至尊2字，令他对剑道的感悟有了极为深刻的感悟。任何剑诀，沈凝冰都能一点即通，轻松真挚化境。如此一来，他几乎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提升修为上面。世上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人，真令人恶心。阮天月在一旁听得真真切切。
剑宗弟子沈宁冰惨害同门，剥夺洛双离体内的至尊剑骨，比蛇蝎还毒。若非立场不对，他还真想出手教训沈宁冰。公主殿下，你怎么也在这里？沈宁冰目光微凝，王氏也在的话，今日就不好下手了。呵呵。这时候，虚空中走出来一位中年男子，他背负巨剑，一直冷眼旁观。即使楚天歌被人拔去舌头，他的脸色也没丝毫变化。天神境的气息自他身上流转，令人窒息。在夏夜秋水见过二公主殿下，飞羽统领。剑主叶秋水冲阮天月和飞羽拱手抱拳。他没想到会在紫明宗遇见他们，担心他们搅局，于是开口道：我剑宗2位长老及多名弟子陨落，我等受魂光镜指引，发现他们皆死在了陆晨手里，还请公主殿下能够袖手旁观。秋水剑主。阮天月微微颔首，我和飞羽只是来考察势力评级，至于其他的，你们随意。说完，阮天月便带着众人走到一边，保持中立态度。这是玄雷剑宗与紫明宗之间的私人恩怨，王氏方面不好插手。势力评级，那今日或许会让公主殿下白跑一趟了。叶秋水一声淡笑，今日过后，这世上便不会再有紫明宗了，是吗？我看未必。飞羽轻笑道。他深深地看了陆晨一眼，这小子背后竟有绝顶天神护道，藏得也太深了。阮天月很好奇，面对一位天神境的剑主级人物，陆晨要如何应对？一个不慎就会万劫不复，还是说真如飞羽所言，陆晨有抗衡天神的底牌？洛双离，你擅离剑宗，与人私通，即日起你不再是我剑宗弟子，我玄雷剑宗没有你这般不知廉耻的圣女。叶秋水恨恨地看了洛双离一眼。至于洛双离身上的剑骨被挖，他也是今日方才知晓。虽然不持沈宁冰的做法，但是已至此，玄雷剑宗的立场只能站在他这一方了。而洛双离没了剑骨，对宗门毫无利用价值。沈宁冰也在叫嚣：洛双离，今日就送你和这奸夫一起去死。对了，你可知师尊为何不站你这边？因为他从始至终就只将你当成是一条狗，借你之身温养剑骨18年，才能换来我的一飞冲霄。轰！一声闷响在洛双离脑海中炸响。师尊洛飘雪之所以收养他，仅仅是因为看中了他体内的剑骨，借他心血温养剑骨。他与沈宁冰同样是师尊收养的孩子，怎么如此偏心？噗！洛双离当即吐了口血，脸上失去血色。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陆晨上前扶起洛双离，心疼道：离儿，为夫去替你杀了他。夫君，让我自己来吧。沈宁冰夺走属于我的一切，我要亲手杀了他。洛双离眉目如画，但却森寒至极。他修为虽只有真神5阶，但他拥有太阴剑体，这种体质不会弱于至尊剑骨，加上有陆晨给的地级武学和地级灵气，洛双离胜算很大。好，那你当心，为夫帮你盯着叶秋水那只老狗。赌不如输，这是洛双离的心结。陆晨同意洛双离的请求。洛双离在遇见他前就是天之娇女，即便嫁给陆晨为妻，依旧是天之娇女，绝非笼中鸟雀。洛双离，你这贱婢竟敢挑战本圣女，疯了吧你的至尊剑骨都在我体内，你拿什么与本圣女抗衡？沈宁冰傲然挺立，他周身剑意流转，他胸口发光，细密繁复的符号在他锁骨间形成一个蝶形图案，神意非凡。那是至尊剑骨在复苏，剑骨复苏，沈宁冰的气息暴涨数倍，竟然直追天神。好孩子，不愧是我剑宗圣女，剑宗有你，未来当心。叶秋水很是欣慰，门中的年轻一辈终于有人能扛大旗了。后继有人，沈师姐好强啊，她或许就是下一位剑主了吧。剑宗弟子目战神光，纷纷投去爱慕之意。沈宁冰容貌姣好，修为强大，地位高贵，没有哪个弟子能不动心的。哼，尔等鸡鸣狗盗之辈，也配与我娘子比肩？陆晨冲洛双离说道。离儿你小心些，无需逞强，一切有我。洛双离点点头，陆晨永远是他最坚强的后盾，有这样的男人在背后为自己撑腰，他说什么也不愿让他失望。剑体复苏，洛双离心念转动，他的太阴剑体被他激发，无尽寒流弥散开来，能将天地间的灵气都给冻结。冰霜剑体，沈宁冰凝眸，有些不太确定，冰霜剑体的寒冰之力哪有这般霸道，连虚空都冻结了。不对，这不是冰霜剑体，这是太阴剑体。飞羽的声音响起，脸上闪过浓浓的不可置信。此等体质强大绝伦，成长起来后一念冰封10万里。什么？洛双离竟然是太阴剑体？这怎么可能？叶秋水懵逼了，
整个玄雷剑宗的人都知道，洛双离当初明明觉醒的是冰霜剑体才对啊。呵呵，体质发生2次变异，这在修行途中是常有的事情，没什么是不可能的。飞羽身为绝顶天神，他的眼界自然不是寻常人可以比拟。对啊，我当初还是元灵体，后来跟陆哥哥就蜕变为先天道胎了。林宇轩低语道。听见这话，苏幼楚脸颊红红。他的是陆魔胎，同样需要通过特殊手段才能转变为是陆圣胎。公主阮天月美眸闪过一道异色，在他的感知下，洛双离的气息同样翻了数倍，堪比8阶真神。可是这还远远不够啊！洛双离，你即便拥有太阴剑体又如何？你修为不过真神5阶，与本圣女相差4阶，如何能够追赶得上？是吗？若我的本命法剑是地级上品灵气呢？洛双离浅浅一笑，随即祭出陆晨送他的灵剑。该死！你怎会拥有地级上品灵气？沈凝冰瞪着死鱼眼，看着洛双离周身浓郁的紫光，这把灵剑蕴含着无尽神能可恶。沈凝冰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法器，才玄级上品，和洛双离的法器整整差了3个品级，先天落入下风。凝冰接剑。叶秋水见沈凝冰在法器上吃亏，于是将身上的巨剑扔给他。百雀剑，地级中品灵气，巨大无比，重剑无锋，大巧不工，适合硬刚。陆晨运转望神术，一眼看穿了这件灵气，他传音道：离儿莫怕，这件地级中品灵气与沈凝冰的战斗方式极不匹配，此战你必胜。洛双离不动声色的点头，有夫君全程为他保驾护航，他心中暖意无穷，被人疼爱的感觉真好。沈凝冰接过百雀剑后，脸色有些难绷，她一个柔柔弱弱的小女子，拿着这么大的剑合适吗？况且她本身修行的是极具杀伐之力的穿刺剑术，与这灵气属性根本不搭。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好歹这是一件地级中品灵气。南冥离火，洛双离一声娇喝，只见雄浑的火光自法剑中孕育而生，席卷天地，外加洛双离体内催生出太阴寒流，二者交汇一处，轰！冰火两重天，一股可怕的风暴以洛双离为轴心，急速转动起来。此剑诀正是那部地级上品武学南冥离火剑。这股威势一经释放，所有人吓得脸色苍白，即便是身为天神的叶秋水也是露出凝重之色。竟然是地级上品武学，我玄雷剑宗最好的武学也不过才地级中品。沈凝冰见状，表情极为不甘。洛双离，你这灵气和武学究竟是从哪弄来的？凭什么啊？为啥你永远都有我得到不到的好东西？你怎么不去死啊？沈凝冰破大防，他施展地级下品武学万象穿风刺，灵力透过剑体凝聚出一道可怕的剑气，众人隔着老远就感觉机体生疼。然而此剑诀搭配上百雀剑威能锐减，仅靠着地级中品灵气的增幅强行提升。如果是洛双离这边是1+1远2，那沈凝冰无疑就是1+1 2了。在众目睽睽之下，两道剑刃风暴相撞，剑气割裂十方，将虚空都划破了。天神境修士拥有破碎虚空的能力，甚至能够短暂的进行空间穿梭。两人爆发出的威能已经不弱于一阶天神的全力一击。在这股气浪下，所有人只能仓皇逃窜。定！飞羽出手，以绝顶天神的修为封闭整片空间，避免其他人受到波及。所有人眼睛不眨地盯着风浪中心，迫切想知道谁输谁赢。快看，是圣女的身影，她没有倒下，还有一战之力。有人开口，只见沈凝冰浑身破破烂烂，露出大片雪白肌肤，令人垂涎3尺。剑宗弟子们纷纷流着口水，如此香艳之景，平日可不多见。同辈之中，能将沈凝冰弄得如此狼狈，也就只有洛双离了。反观洛双离，除了气息有些虚浮外，身上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依旧衣着得体，空灵圣洁。见状，陆晨不禁长舒一口气，离儿胜了。此番武学拼杀，他这正宫娘子完胜。不，本圣女不服。洛双离，你给我去死！沈凝冰嘴角一血，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他强撑着伤体，一剑朝洛双离斩去。哼！洛双离身影闪动，正是那部地级上品身法巫山云影步。他闪掠至沈凝冰身后，一剑刺出，正中后者的腰椎。这一剑差点没把沈凝冰捅成残废。沈凝冰调转身影，高举百雀剑力劈而下，然而只是斩中一道残影。与此同时，洛双离手捏剑诀，九霄御雷剑诀，唰！天穹上空当即落下数道惊雷，狠狠劈在沈凝冰身上。这卷地级下品武学被他修炼至炉火纯青，可谓信手拈来。噗！沈凝冰的气息瞬间萎靡，身负重伤，从虚空中坠落下去。
叶秋水见状欲将他救回，然而陆晨身影一闪，将他给拦了下来。令他惊恐万分的是，陆晨身上的气息竟然超越了天神。砰！沈凝冰重重倒在地上，摔得头破血流。洛双离飞身而下，揪着衣领将他提举到半空，一巴掌扇了过去。沈凝冰，你挖我剑骨，今日我便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随即洛双离并指如剑，洞破沈凝冰的胸骨，将那枚独属于他的剑骨生猛扣下。那温热的血水如同人体喷泉，沈凝冰发出痛苦的哀嚎声。洛双离，你不能杀他，沈凝冰是你师尊的亲女儿。叶秋水见洛双离动了杀心，连忙说道：什么？你与师尊是？晴天霹雳！洛双离怔怔地看着沈凝冰，眼中溢满泪水。怪不得师尊会默许沈凝冰所做的一切，竟然是这个原因。洛双离失魂落魄，跪倒在地上，手中长剑掉在地上。林宇轩和苏幼楚连忙上前搀扶着他。阮天月见状，忍不住摇了摇头。飘雪剑主抚养嫂子18年，竟然只是为了他体内的剑骨，剑到圣地，浪得虚名。我竟然是师尊的女儿。叶秋水，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沈凝冰野人傻了，他喊了20年的师尊，竟然是他的娘亲。怪不得洛飘雪曾不止一次对他说，要是至尊剑骨长在他身上就好了。在洛飘雪的各种明示暗示下，沈凝冰最终才将魔爪伸向了自己的师妹。洛双离，你还不知道吧？你不过是我娘亲养的一条忠犬，这些年你拼死拼活抢回来的资源，全被娘亲用在了我和小师弟的身上。不，你连狗都不如，狗饿了还会赏他2根骨头，而你骨头还要被挖出来给我。还有你那姘头杀了我剑宗长老，天上地下再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他死定了。沈凝冰如今没了剑骨，落入洛双离手中，他自知在劫难逃，于是将心里话全说了出来。噗嗤，利器刺穿肉体的声音响起，沈凝冰不可思议地低下头，他的心脏被法剑贯穿，鲜血淋漓。喂，为什么？骂我夫君，你该死！洛双离长身而起，柳眉倒竖着，极致的寒冰渐意透体而发，将呜咽难明的楚天歌瞬间冻成一个冰墩墩。生机冻绝，诛杀掉沈凝冰和楚天歌这2个罪首，洛双离心境得到跃迁升华，灵台无垢。将剑骨融于自己体内后，洛双离浑身闪耀着金光，体内至尊道血复苏。轰！真神境6阶，真神境7阶，真神境9阶巅峰。洛双离冷眸凝视着剑宗众人，强大的修为令所有人心惊。叶秋水见状神情一暗，曾几何时，洛双离才是他们圣女，身怀至尊剑骨和太阴剑体，不敢想象洛双离要是成长起来，会将玄雷剑宗带至何等的高度。灵级宗门，圣宗，还是地宗？众人悔恨不已，在心中恨死了沈凝冰和楚天歌这2个狗男女。啪啪啪，杀得好！如此人渣败类，就该一剑诛杀。阮天月忍不住拍手，美眸中闪烁着异彩。嫂子，你这武道天赋，连本殿都有些羡慕了。他身怀圣王血脉和太阴道体，但成长曲线远不如洛双离。公主殿下谬赞。洛双离冲他点点头，目光落在陆晨身上。眼下叶秋水才是最棘手的存在，后者身为剑主级人物，修为已达天神境4阶，可以5岁虚空，身法诡谲。见洛双离杀了那2人，叶秋水一脸平静。死去的天才只能叫做尸体，死人他是不会在意的。洛双离，你若肯随本宗回到剑宗，由我做主，封你为圣女。另外，本宗会帮你调解和飘雪剑主之间的恩怨，让他收你为亲女儿，你看如何？事到如今，叶秋水还想挽回洛双离，有他，宗门当心。我收你马的！陆晨是个粗人，开口即是爆粗话。不是，你们真当本宗的娘子傻啊？她只是单纯善良了些，才会被你们这种垃圾宗门吸血。有我在，今日任何人休想将我娘子带走。陆晨一声怒斥。龙皇血脉复苏后，他的气息暴涨至天神境2阶，无比恐怖，几乎能和剑主级人物媲美。这小子体质非凡，竟然是传说中的龙皇体。身具龙皇血脉之力，一旦复苏，龙皇合击可数倍提升自己的实力，真是个令人羡慕的家伙。飞羽忍不住开口，投去羡慕之色。陆晨此人既能挖到圣人墓，想必是受天道气运眷顾，拥有龙皇体也不足为奇。只是让本殿没想到，他竟如此宠爱自己的夫人，有情有义。阮天月感受着陆晨身上散发出的气息，令他惊讶的是，陆晨竟然是圣体。另外，圣体与其太阴道体乃是绝配，生出的子嗣天赋将会高得吓人，双方都会大获裨益。想到这，阮天月眼神有些迷离。在看见陆晨霸道护妻的场景后，
此刻阮天月对他的好感正在持续增长，好感度1，好感度1，好感度1，其中还有天生魅魔的加持。飞羽见阮天月的脸色不对劲，惊讶道：“公主殿下，你莫不是对他没这么快吧？你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啊？”陆晨虽然天资不错，有绝顶天神卫气护法，但他尚未成长起来，完全配不上阮天月。别胡说，我和他不可能的。阮天月恢复上位者的气质，有些落寞。天元王朝群敌环伺，父王需要大夏王朝助力，他定会让我与大夏王朝的三王子联姻。听说那人不过才24岁，就已是尊神王了，他的武道天赋远比我要强。飞羽听闻，不禁有些同情阮天月。那位大夏王朝的三王子夏无节，可是名副其实的修罗。他冷血无情，视女子如衣服，一夜情后就会将对方狠心抛弃，打入冷宫。据闻被他抛弃的女子不下千数，是一位恐怖的邪修。阮天月若是嫁去天元王朝，也将成为他冷宫中的一员。起初叶秋水对陆晨的修为并不算太在意，可当陆晨祭出天级下品灵气龙皇枪的那一刻，他脸上的惊容彻底变成震撼。天级灵气，那灵气半生的刺目金光，简直闪瞎剑宗弟子的狗眼。乖乖，竟然是天级灵气，此物就连一些神王都无法拥有。陆晨他竟然……飞羽大吃一惊，他也是一名枪修，喜欢玩枪。他的本命法枪只是一件地级上品灵气，此刻看向陆晨的眼神中充满了渴望。这枪要是我的就好了。怎么，你很喜欢？阮天月笑盈盈地看着他，你好好表现，回头我让王兄带你去灵宝阁挑一件便是。天级灵气本来至少是神王境的大统领才配拥有，不过阮天月看飞羽可怜巴巴，这些年勤勤恳恳，赏他一件天级下品灵气倒也无妨。紫明宗全宗弟子长老此刻都眼巴巴地望着陆晨，大长老慕黑更是开口，难怪宗主将那地级下品碎魂枪送给了他老丈人，又给3位夫人送去3样地级上品灵气。嘿嘿，原来宗主他是有更好的啊。2长老、3长老以及诸位新晋长老全都围拢过来，小声道：不对啊，莫非宗主真的挖出圣人墓了？他们奉陆晨的命令前去玄霄秘境伪造远古墓穴，可到了此刻，真真假假连他们自己都分不清楚了。可你们管他呢，宗主实力越强，咱宗也就越强。以后啊，大家想要的高级灵气、高级功法都会有的。别忘了，咱们还有那2位小祖宗，带他们成长起来。众人神驰目眩，不禁憧憬起那一天快点到来。这家伙瞒得也太紧了吧，我们竟然啥都不知道。苏右楚一脸无语地说道：夫君竟对他们有所隐瞒。楚儿，夫君他神神秘秘也不是1-2回了，咱习惯就好。洛双离身为当家主母，自然得帮陆晨照顾好众女的情绪，可是他好可恶啊，害人家心扑通扑通的跳，我刚才都担心死他了。苏右楚生气，想着等一切尘埃落定，再好好审讯陆晨，是否还有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楚儿，你别生气，你只需知道陆哥哥他深爱着你就行了，不是吗？林宇轩打圆场，他是恋爱脑，满脑子只有陆晨的身影。3女也没料到陆晨还藏着这一出，不过天级灵气一出，陆晨的战斗力又能连翻数倍。此时此刻正面交锋，陆晨已经完全不逊色于剑主叶秋水，甚至有过之。陆晨，你杀我剑宗长老弟子，本剑主今日与你同归于尽。陆晨有天级灵气在手，叶秋水知道自己今日必将败亡，只能拼命。叶秋水，你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打杀我等，你也配为剑主？那丁坤老狗和他的弟子基于我玄霄秘境开采出的灵脉，与苍明宗主狼狈为奸，企图覆灭我紫明宗，他该死。还有你们那4长老也是小人一个，他不死谁死？陆晨冷笑道：今日你们也一样，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他将龙凤枪高举过头顶，瞬间引动天雷地火，劈杀大片的剑宗弟子。高阶灵气光凭其本身的道威就足以轰杀成片高手，起码在真神下所有人都扛不住这个道威。混账东西，我剑宗行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小辈多嘴。叶秋水眼看身后弟子悉数死绝，只剩下几位真神境的修士还在苦苦支撑，他气得挥动巨阙剑，拦腰朝陆晨斩去。小辈，倚老卖老的蠢货，受死！陆晨运转龙皇之力，将这股力量注入龙皇枪中，瞬间爆发出更为庞大的威势力。此枪在龙皇之力的加持下，变得无比璀璨耀眼。陆晨一枪刺出，有龙皇虚影冲腾，发出震天的龙吟凤会声，无尽枪芒化作箭雨一般，刷刷刷地射向叶秋水。轰！叶秋水的身影当即就被喝退了，浑身骨头噼啪作响，承受着极为恐怖的压力。
并且那枪刚蕴含着毁灭之力，重重的轰击在他身上，饶是以他天神境4阶的修为也无法抵挡，身上被捅出数十个枪眼子，血洒长空。好小子，陆晨爆发出的能量竟不弱于5阶天神，他还没使用武学啊！飞羽惊愕不已，他见陆晨的龙皇体能与灵枪共鸣，这也太夸张了，这赶龙凤枪简直就是为陆晨量身打造，即便是请天元王朝最好的炼器大师来，也无法做到这点天选之子。圣人墓中的灵气竟然可与陆晨人枪合一，公主殿下，你说这合理吗？阮天月没空听他逼逼赖赖，此时此刻他已完全被陆晨展露出的无敌风采折服。少女怀春本就慕强，何况陆晨还这么英气逼人，剑眉星目，风神俊朗。在见到陆晨以真神9阶的修为碾压叶秋水后，他的心就被俘获了。虽说在这其中有龙凤枪的加持，但少年身上涌动的那种豪情、睥睨群雄的霸气，令阮天月心醉神迷，一枪将叶秋水捅成筛子。若非他将巨阙剑横在胸前，利用宽大剑体挡下脆弱处，此刻他会伤得更重。天级下品身法武学雷霆剑步，陆晨身影闪掠，一步可踏出100丈远，连半秒都不到就出现在叶秋水头顶，随即一枪砸落，直接将他轰入大地，砸出一个数米深的巨坑。叶秋水挣扎着爬起，咬破指尖，逼出体内精血，往巨阙剑上一抹，手捏剑诀，千钧劫龙破。轰动，天穹上空当即雷霆暴动，他一剑斩出，劈出一条数十丈长的雷霆巨龙。同样的地级下品剑诀，在五长老丁坤和在叶秋水手中完全呈现出不同的威势力。风暴席卷天下，雷霆巨龙横空，将虚空擦出一道漆黑的裂缝。众弟子见状，全都吓得瑟瑟发抖，连忙躲在飞羽统领身后。这股风暴的能级已然达到了12级飓风的强度，可以撕裂大部分的有形之体。面对如此恐怖的一击，陆晨傲然而立，一股滔天血气在他身上激荡，血逆八荒。陆晨长啸一声，脚下血海浮沉，他如一位执掌炼狱的修罗，不怒而威，一枪刺出，携无尽狂涛倒卷天空。天级下品武学，威能自然不是常人能够想象。那倒腾的血海冲起数十丈高的巨浪，每一滴血都拥有击杀真神的恐怖威势力。雷霆巨龙当场就被这无尽血海吞噬，连个泡都没冒出来，瞬间溃灭。噗！叶秋水不可避免地遭到反噬，身躯摇摇晃晃，跪倒在地。天级武学吗？这叶秋水也算踢到铁板了，地级对天级，他没死都算幸运了。飞羽身为阮天月的贴身侍卫，自然清楚天级武学的威力。拥有此等武学的陆晨，哪怕对上一位普通的7阶天神，也有至少5成的胜算。叶秋水战败，紫明宗弟子发出排山倒海的欢呼声。宗主赢了，他竟镇压了一位天神，这不是在做梦吧？那位可是在玄雷剑宗实力排名前3的秋水剑主，这是真的吗？宗主他竟然胜了，咱们宗主今时不同往日，我们紫明宗能跻身4等宗门。众弟子纷纷开口，对于这个结果，所有人昂首挺胸，倍有面子。玄霄秘境中，那群黑奴矿工若是知晓此事，估计肠子都要悔青。三女也不可避免的在被震撼住，为陆晨的强大而欣喜夫君战斗时的样子好霸气，看样子此战不会再有任何悬念。洛双离含笑道，像一位温柔的贤妻，默默注视着陆晨。天级枪诀还修炼至了化境，陆哥哥他果然是最棒的。林宇轩一脸崇拜，心都要化了。嘻嘻，也不知我爷爷当初让陆晨修炼的天级中品武学龙象镇狱境修炼到啥程度了。苏幼楚美眸闪烁，想必以陆晨的悟性，应该已经炼制大成了吧。我败了，哈哈哈！本座竟会败给你一个后生小辈。叶秋水披头散发，他眼神无比的怨毒，眼看自己不是陆晨的对手，他把目光盯向他的3位夫人。陆晨，本座要让你抱憾终身，一辈子活在忏悔之中。咻！叶秋水强提一口精气，脚踏剑步，一步迈出数十丈远。他并指如剑，斩向3女。而敢！陆晨瞬间暴怒，他血冲天灵盖，将雷霆剑步运转到极致，后发而先至。陆晨闪瞬到3女面前，手握长枪，用力刺出。噗嗤！啊！一声惨叫，叶秋水的整条手臂都被这一枪刺爆炸。叶秋水踉跄后退，一屁股坐倒在地，眼中生出一股绝望。我叶秋水纵横一生，一剑横天，凌云不折。我恨啊，恨不能斩了你这邪修，将你们通通杀尽。他怒吼道：这些话你与阎王爷说去吧。陆晨掷出龙凤枪，化作一道金色灵虹，破风声阵阵，砰的一声将叶秋水钉杀在地上，后者死不瞑目。刚才吓死轩儿了。
叶秋水终于死了。陆哥哥，你真厉害！林宇轩直接扑进陆晨的怀抱，这厚实的胸膛令他安全感满满。两人分开后，洛双离上前替陆晨整了整衣领和碎发，柔声道：“人没事就好，让娘子担心了。”陆晨亲吻洛双离一下，这是他大老婆，自然得重点疼爱，还有我最疼爱的楚。然后陆晨一把将苏佑楚揽入怀中。天元公主阮天月在一旁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幕，一时间竟然有些吃醋。她跺了跺脚，罕见露出少女独有的嗔态。这家伙还真是见色忘义，也不知道来安抚安抚我。阮天月嘀咕道：“殿下，你啥时候和陆晨这么熟了？他好像没立场安抚你吧？”飞羽惊疑不定：“要你管啊！”阮天月将气撒到飞羽统领身上：“本殿要你做的记录，你写好了吗？属下办事，殿下难道还不放心？都记着呢。”飞羽拿出手写笔记，上面写着：陆晨，9阶真神，拥有龙皇体、天级灵气和武学，战绩斩杀天神境4阶的叶秋水，紫明宗晋升至4等宗门。4等宗门评级会不会稍微高了些？我怕朝中有人会不满。眼下以陆晨的实力，也够不着绝顶天神啊。阮天月用手摸索着下巴：“不高，绝对不高。”那好吧。随后阮天月深藏对陆晨的情愫，准备向他辞行。然而陆晨的一句话却将他吓得娇躯轻颤：“公主殿下，若我现在将玄雷剑宗覆灭，您不会怪我吧？”此言一出，在场诸人无不被吓一大跳。陆晨，你开什么玩笑？玄雷剑宗可是拥有绝顶天神坐镇，你可千万别去犯傻。阮天月心脏扑通乱跳，他本已深埋的情愫因为陆晨这一句话而乱了方寸。陆晨，你听好了，本殿不允许你去送死，不许去，听见没有？语气霸道，不容置疑。陆晨无语，他也没说要去送死啊。还有，阮天月这么大反应作甚？心思熟络的三女当即感觉到阮天月的反应有些不同寻常，难不成他是喜欢上他们家夫君了？公主殿下放心，陆晨他不会乱来的。洛双离上前拉起阮天月的小手，安抚道：“这还差不多。”阮天月展颜一笑：“天元王室从不过问各方势力的恩怨，本殿只是希望将来你若与玄雷剑宗爆发冲突，只诛罪首，那万名弟子是无辜的，还请放过他们。洛双离的事只有少数几人参与其中，此番来紫明宗讨伐的剑宗弟子大多都不知情，被叶秋水当成了枪使。好，本宗答应殿下便是。天月公主你回去一定注重自己的身体，不要太过操累。”陆晨抠破脑皮，才硬憋出一句临别赠言：“陆晨你也是，他日你若到了天元城，记得来找本殿。”阮天月坐上辇驾，临走时脸颊微红的说道：“一定会的。”陆晨大声回应。好不容易才遇见一位天命之女，而且陆晨也对她生有好感，定要想办法将她追到手才行。诸位都散去吧。陆晨目送阮天月一行人离去，就在众人以为他又要回房时，陆晨突然对洛双离说道：“离儿，走，为夫带你去杀人。”杀人！听见陆晨这话，所有人都把目光看了过来。宗主，你难道真要去玄雷剑宗？那可使不得啊！众长老心惊胆跳，玄雷剑宗那可是虎穴龙潭。如今陆晨虽能镇杀剑主级人物，可玄雷剑宗还有一位绝顶天神坐镇，陆晨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以陆晨的武道天赋，他完全可以等自己晋升至天神境中期，再去覆灭玄雷剑宗，这样定万无一失。夫君，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想要替我讨回公道，可剑宗底蕴深厚，宗门老祖魂灯长鸣，去不得。洛双离连忙阻止陆晨，说什么也不同意。林宇轩和苏佑楚听了这话，也连忙劝阻：“君子报仇10年不晚，陆哥哥，此事不宜操之过急，需从长计议。”呵呵，陆晨发出清爽的笑声，安抚几人：“放心，我既然敢说出这话，自然是有万全之计。大家放心，安心在宗门等本宗回来，该干嘛干嘛去，好生修炼，莫要偷懒。”陆晨笑骂道：“赶走这群老顽固！还有你们两个，轩儿、楚，替为夫照顾好我的2个孩子。为夫要带梨儿去一趟玄雷剑宗。”梨儿所受的挖骨之痛，背刺之伤，某人也该为他犯下的错赎罪了。陆晨直接抱起洛双离，也不管他是否同意，直接便往玄雷剑宗的方向飞去。没有人知道的是，一道伟岸的身影自陆晨走后不久也跟着离去。玄雷剑宗距离紫明宗相距上万里，光是赶路就要花费数日时间。好在陆晨和洛双离的实力今时不同往日，飞行速度大大提高。3日后，烟霞镇一座凡人城镇，镇上最强者只有玄天境。陆晨能在此地横着走，但他低调，掩藏了气息。
唉，御空飞行的速度还是太慢了，看样子日后还是得找指代部的神情。给天月拉碾架的那头异种狮骑就挺不错的，都长出龙角了。陆晨对阮天月的做齐心念念。夫妻二人一路上风尘仆仆，脸上沾了一层厚厚的沙灰。夫君，玄雷剑宗距离此地只有10来里路了，你真的要？洛双离还是有些担心，绝顶天神实力非同寻常，轻易就能5岁虚空，战斗层级太高端。这点陆晨在和剑主叶秋水战斗时就曾撕裂虚空，然而与绝顶天神比起来，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娘子，你还在担心吗？陆晨扑哧一下笑出声，干脆也不瞒他，出来吧。陆晨发出一道命令，身前的虚空撕开一道口子，一位壮硕挺拔的魁梧男子出现。绝顶天神，夫君，他，我们洛双离吓得不轻，一位活着的绝顶天神出现在眼前，令他呼吸一滞。主人。然而这声主人立马令洛双离愣住了，什么情况？这尊绝顶天神竟然喊陆晨主人？不错，你再叫声女主人，让离儿听听。陆晨搂着洛双离，坚实的臂膀让他得以宽心。女主人，魁梧男子单膝下跪，向陆晨夫妇表示臣服。系统出品，必属精品。这尊绝顶天神拥有自己的意志，还成功将龙象镇狱境真挚化境。此行前去玄雷剑宗，这就是陆晨最大的底气。夫君，你好厉害，竟能收服绝顶天神。洛双离还是感觉大脑嗡嗡的，这种存在放在玄雷剑宗指定被当18辈祖宗供着，可在陆晨面前却只是一个仆人，并且他好像也能向这尊天神发号施令。错觉吧，尊敬的女主人，我看你眼神中有些疑惑，可是有什么要吩咐属下去办的？魁梧男子主动开口，在陆晨的意志下无条件服从洛双离的命令。我口有些渴了，想喝山泉水，你能去帮我打来吗？洛双离随口说道。属下遵命。魁梧男子5岁虚空，没过多久就用竹筒盛来山泉水给他。这既然是真的，我没做梦。洛双离这回终于信了，陆晨是这绝顶天神的主人。嘿嘿，妮子，现在信了吧？那我们现在就去玄雷剑宗吗？在见识到陆晨这张底牌后，洛双离的情绪瞬间昂扬了起来。不着急，赶了3天路，娘子定然累坏了吧？为夫决定今晚好生服侍你。洛双离欣然接受。天色昏暗，最后找到一家凡人驿站住了进去。一夜未眠。玄雷剑宗近日很不太平，暗流涌动。自从那日剑主叶秋水的魂灯碎裂后，剑宗长老和另外2位剑主整日忧心忡忡。飘雪，你说那9等小破宗门莫非是什么龙潭虎穴不成？竟连续折我剑宗2名长老和众多弟子，如今就连秋水都陨落了。唉，剑主萧无节心情烦躁不安，一想到剑宗无端得罪了一位恐怖敌手，就愁得整夜睡不着觉。此时剑宗议事大厅内还有一位长相80多分的美艳妇人，她便是洛双离的师尊洛飘雪，人送外号飘雪剑主。只见洛飘雪身着一件水蓝色宫装，眼睛红肿，暗地里哭了几天几夜。沈凝冰是她的亲女儿，如今魂灯碎裂，也死在了紫明宗。反倒是她当初收养的洛双离，魂灯至今还好好的挂在养魂堂，心火愈烧愈旺。要知道当初洛双离被沈凝冰挖去剑骨后，一度濒临死绝。若非他的关门弟子楚天歌，后者非要想得到洛双离的身体，岂会让那剑婢有活命的机会？洛飘雪心中一想到自己女儿没了，而洛双离还活得好好的，他这心就如被钢锥戳穿，心血直流。该死的剑婢！为什么？洛双离，为什么不是你去死啊？洛飘雪脑海中响起一道魔性的声音，他将心中所有的仇怨都怪罪在了洛双离的身上。若非洛双离没死，还与紫明宗那邪宗宗主苟合，那么沈凝冰弟子楚天歌就不会去紫明宗找他，不去紫明宗就不会蒙难了。想到这，洛飘雪痛苦地闭上眸子。飘雪，你有在听吗？夏无节推了推他的手臂。无节师兄，紫明宗之事透着诡异，在未调查出秋水师兄的死因前，我等暂且不要轻举妄动。倘若对方实力超群，不排除会主动杀来我玄雷剑宗，因此我们得加强宗门外的巡逻。另外得去提前通知剑祖，我剑宗此番或将面临灭宗的危机。洛飘雪神情难愈，仿佛被榨干了精气神一样。女儿的死对他打击太大，然而身为剑宗剑主，他又不得不站出来主持大局。什么？飘雪剑主，你是说有人要来灭宗？这不能的吧？剑祖尚在世间，哪家势力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来我剑宗的地盘上撒野？飘雪剑主所言也不无道理啊，对方连秋水剑主都杀了，最少也有天神境中期的修为，我等不可不防啊。
此言一出，一众长老全都惶恐难安，额头直冒冷汗。是啊，对方可是连4阶天神都能斩杀，再牛逼点不就是绝顶天神，甚至有可能是一尊神王。神王那等强者远非天神可以比拟，由他们坐镇的3等势力，那才是天元王朝的中坚力量。各大王朝之间为瓜分利益，交火时往往都不会派出双方的顶尖战力，而是以神王境和神尊境强者之间的胜负来决定利益分配。就在所有人惴惴不安，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一道浑厚的声音在真元的鼓荡下响彻在整个玄雷剑宗：洛飘雪，你这下贱婊子伤我爱妻，赶紧滚出来受死！陆晨和洛双离已经杀上门，天神战仆则是紧跟在2人身后，随时准备出手。听见这声音，玄雷剑宗所有人都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此人竟然敢直呼剑主真名，而且还羞辱他，不要命了吧？你是何人？竟敢来我剑宗撒野，找死玩意！才3个人也敢杀入我宗门腹地，不得不说，你们的胆子可真大。那名女子，她不是圣女洛双离吗？怎么叛变投敌了？难不成你就是那9等邪宗的宗主？赶紧放了圣女，不准你用咸猪手碰她身子！世剑广场1000余名弟子，有新入门的萌新弟子不认识洛双离，然而老弟子却是认得洛双离勤勤恳恳为宗门谋利，但不知何缘故，1年前突然销声匿迹。于是圣女之位一主传给了沈宁冰。此刻洛双离的回归令不少人精神一振，她是玄雷剑宗最美丽的女子，许多人都甘为她的群下臣。陆晨此刻搂着洛双离的腰肢，举止亲密，令一众单身狗眼红不已。咸猪手，离儿是本宗明媒正娶的妻子，就碰了你们的圣洁圣女，怎么的吧？忘跟你们说了，离儿她以为本宗诞下一女。陆晨冷笑一声，随即当着这群阴沟老鼠的面亲洛双离的脸，向所有人宣示主权。而洛双离从始至终都没有拒绝陆晨，反倒笑盈盈，伸手替陆晨整理衣衫和碎发，妥妥的小娇妻。什么？你和圣女连孩子都有了？混蛋，你不是人，还我那位出尘灵动的洛女神！尼玛的，干死他！大家一起列阵，打死这畜生啊！晴天噩耗，心碎声掉落一地，许多人眼睛都红了，直接破口开骂。呵呵，骂呗，本宗又不会少块肉。陆晨很享受对方破防的感觉，他们向往的女神早已是自己的形状了。他是不在意，可洛双离在意啊。洛双离脸色极冷，告诫道：陆晨是我夫君，我不许有人骂他，谁再敢出言不逊，死！休怪我不顾念往日同门情谊。洛双离曾为剑宗倾注了所有心力，如今他只觉得这地方恶心，不堪回首。刷刷刷，10数道身影闪掠而至，正是议事堂的2位剑主和长老们。可恨啊！秋水剑主前去镇杀2等，你们竟然没死，还反过来杀上我宗，简直是倒反天罡！猎物而已，也敢反客其主！小贼，才3人就敢如此霸道横行，既然来了，那便永远留在此处吧。10几位剑宗长老虽然言语间轻视陆晨，可他们出手却是联袂一起。咻咻咻，各色凌厉光束冲天而起，他们面带狰狞之相，接触剑印，朝陆晨狠狠刺去。一群蝼蚁也敢妄想是杀真龙。陆晨身后那名魁梧男子轻蔑开口，他有自己的主观意识，可以清楚地判断出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说得不错，洛双离附和道，他目光温柔地看向陆晨，在他眼里，陆晨便是一头潜行9渊的真龙。待他冲霄崛起的那刻，整个大虚天将会失去颜色。在众人的注目下，陆晨自信一笑，伸手对着面前的虚空一握，嗡，轰动，天地间立时吹刮起12级飓风，所有人眼睛都睁不开了。哞，嗷！一龙一象浮现，身躯庞大无比，在天地间闪耀着炫目金光。去！陆晨弹指轻击，根本没有使出全力。龙象虚影朝众位剑宗长老发起冲击，在长空撕开一条裂缝，发出爆鸣声。轰隆一声巨响，当即便有几位长老被象体踩成血雾。金龙抽尾，将他们打得爆散开，形神俱灭。余下活着的几名长老全都重伤吐血，脸上流露出骇然之色。太可怕了，彼此完全不在一个层级。明明同为真神境修士，可陆晨随手一击便震裂了虚空。不过一瞬间的功夫，剑宗广场上众弟子全跑得没影，心中一阵后怕。此人竟能随意抹杀真神长老，他看上去明明与我们差不多大的年纪啊，难怪能令我的洛女神为他洗手做羹汤。这小子怕是有神王之姿。唉，这就是天骄与我等之间的差距吗？苦修的意义，难道就只是吃这群天骄的尾气，沦为他们的垫脚石？众人流露出苦涩的笑容。陆晨才20岁出头，就可力敌天神了，
而他们中有的人还在虚神境挣扎。这股落差感尾时令人绝望。这股威势是天级武学。萧无杰和洛飘雪见状，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武学品级上的巨大差距会大大削弱他们在境界上的优势。洛飘雪看出来了，陆晨此人不过真神9阶的实力，但他倚仗着天级武学，杀真神掌老如土狗，太可恨了。都退下！萧无杰祭出他那地级中品灵器玉箫剑，他上前逼问陆晨：“小辈，就是你杀了秋水？”“不错，叶秋水那老匹夫是我杀的，他太弱了。”“怎么？无杰剑主是想为他报仇吗？那我只能说声你还不配。”陆晨通过望神术得知萧无杰的修为天神境5阶，实力比死去的叶秋水还要高1阶，然而在陆晨眼中依旧没什么差别。至于洛双离的师尊洛飘雪，他只有天神境3阶，更不足为惧。陆晨身旁，当洛双离的目光落在洛飘雪身上时，他的眼神变得极为冷冽。在得知事情的真相后，他就不再对洛飘雪抱有幻想了。而洛飘雪的目光也在洛双离身上停顿，他面露狰狞，质问道：“贱婢，说，我女儿沈凝冰是不是你杀的？你好狠的心啊，竟敢残害同门，欺师灭祖！”他出言辱骂洛双离，全然没有顾念师徒情谊。洛飘雪，你对徒儿有18年的养育之恩，其实只要你开口，一块剑骨孝敬您老人家也无妨。可你不该默许沈凝冰强挖我骨，纵容楚天哥侵害我。今日你我之间的师徒情谊便如此发，恩断义绝。洛双离割发明志，斩断与洛飘雪的关系。离儿，何必与这老妖婆口舌？为夫今日替你出这口气。陆晨安抚完洛双离，龙皇体复苏，整个人爆发出天神境2阶的修为。唰，龙皇枪出，金色光辉大盛，与其共鸣。陆晨体外有金龙环绕，神皇腾舞，他如一位少年神奇，不可一世。战力叠增下，他的气息丝毫不弱于萧无杰。飘雪，此子体质特殊，还拥有天级灵气，你我联手将其斩杀，为秋水报仇。萧无杰冲洛飘雪说道，并且他已先一步运转剑诀朝陆晨斩去。陆晨怡然不惧，挥舞龙皇枪与他激烈搏杀，枪刺剑条，二人杀得难解难分。但陆晨仗着手里灵气品阶更高，将萧无杰的玉箫剑压制得灵光暗淡。堂堂地级中品灵剑，愣是在陆晨面前沦为一柄废铁。可恶的小子，你从哪来的天级灵气？该死！萧无杰恼羞成怒，与陆晨拉开身位。他凝聚剑招，地级中品武学风尘绝息斩，天神境5阶的灵力毫无保留释放，在萧无杰身前凝聚出一把黑色剑影，散发出无比可怕的死亡气息。这一剑威能强大，已是玄雷剑宗最高深的武学了。陆晨见状，同样使出了枪技血逆八荒枪诀。陆晨立身于血海之上，吸纳天地灵气，八方汇海，召唤一头血色凤凰。立！龙皇枪的纹路被点亮，在灵力的加持下，冲出凤凰真灵，与之融合在一起。随即两人轰杀在一块，庞大的能量当即掀起一股巨浪。萧无杰有些抵挡不住陆晨的枪威，连忙吼吼道：“飘雪，快出手！错过这个机会，再难把握。”唰！洛飘雪瞳孔巨睁，他眼中杀意惊天。万象穿风刺，在众人的注视下，洛飘雪施展出剑诀，罡风呼啸，形成一枚急速飞旋的罗梭。这股威能与在沈凝冰手中完全不一样，翻了何止数倍。然而就当所有人都以为洛飘雪要朝陆晨刺去时，他却做出一个所有人都没料到的举措。该死的贱婢，本剑主要你给我的边儿陪葬。洛飘雪身影展动，挟天神境的恐怖神威杀向洛双离。什么？如此好的机会你竟然……一时间萧无杰的脸都绿了。面对陆晨的强大枪诀，他已是强弩之末，再也无以为继。混蛋，你还不收手，你女人就要死了。萧无杰企图言语让陆晨分心，寻求自保，然而陆晨却是冷冷一笑：洛飘雪敢伤我爱妻，他必死无疑。不过萧无杰，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陆晨不仅没有收力，反倒还加大灵力输出，搅荡起漫天血水，化作滴血长矛射向萧无杰。该死，你竟还有余力！萧无杰嗅到浓烈的死亡气息，面对陆晨的滴血化矛，他再也无力阻挡。噗噗噗噗，萧无杰被刺成重伤，随即血色凤凰撕裂黑色枪影，狠狠地撞在他的胸口上，留下一个拳头大小的血洞。弥留之际，萧无杰眼神不甘地看向洛飘雪的方向。若非他关键时刻选择的目标是洛双离而不是陆晨，他又岂会被洞穿胸骨？飘雪，我恨！洛飘雪自然听见了萧无杰死前的怨骂声，但他此刻已被复仇的怒火冲昏头脑，他的剑距离洛双离不过数米之距离。
仿佛已经能够看见洛双离濒死挣扎的样子。去死吧！洛双离从始至终脸色都没有丝毫变化，看向洛飘雪的眼神充斥着一股嘲弄。该死的人是你！洛双离摇了摇头，在他身后，此前一直沉寂的魁梧男子身上突然爆发出毁天灭地的气息。剑宗弟子们眼神不眨地看向魁梧男子，全都露出惊惧之色。这股气息远远超过了剑主萧无节，全宗上下只在一个人身上见过，那就是必死关的剑祖玄雷剑宗的开派老祖宗绝顶天神。人群传出惊愕声，声线颤抖个不停，显然是绝望至极。轰！魁梧男子轰出一拳，虚空震颤，随即破碎掉。哼！洛飘雪一声闷哼，半个肩膀炸碎掉，露出里面森白色的骨头。他的身体重重地摔在广场上，淌出一片血泊。飘雪剑也崩飞出去，笔直地插进大地，一拳将二阶天神洛飘雪打得重伤垂死，甚至都没有动用武学，纯粹的武道神力已然恐怖如斯。绝顶天神的含金量在这一刻显化出来。滴答滴答，洛双离迈着轻快的脚步，居高临下地看着洛飘雪。贱人，你想欺师灭祖不成？洛飘雪眼神怨毒地盯着洛双离，恨不得拉上他同归于尽。师尊，这是徒儿最后一次这么叫你了，别这么看我。黄泉路上有你的亲女儿沈凝冰，还有你最钟爱的弟子楚天歌，不会孤独的。洛双离运转太阴神力，顷刻冻结了洛飘雪的玉体，使他生机绝灭。洛飘雪死后，洛双离的眼角忍不住滑落一滴泪水。陆晨上前将他搂入怀中，宽慰道：离儿，如今你也算是给他送终，恩怨两清了。洛飘雪骂得太难听，陆晨一个外人都听不下去。若非顾念洛双离的感受，他直接救命战仆将他撕成肉末。玄雷剑宗数千上万名弟子此刻全都瘫在那里，彻底傻了。旦夕之间，剑宗高层悉数死绝，偌大的宗门在失去核心骨后也算是名存实亡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剑主，你怎能死去？玄雷剑宗就是我等的家，离开宗门，我等又能去往何处？该死，你这个刽子手，是你杀了长老他们，我要替飘雪剑主报仇。有一些弟子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提起宝剑朝陆晨杀来，他们悍不畏死，眼里只有森然杀意。对此，陆晨没有留情面，命战仆一掌将他们震杀之。很快，玄雷剑宗血流成河，死了1000余人。剩下的人并非剑宗的死忠者，没有对陆晨出手。陆晨也不是嗜杀之人，始终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诛杀罪守后，突然宗门深处传来震动，一股暴虐的气息陡然释放。本剑祖闻到了血腥气味，是谁？谁敢杀我剑宗弟子？本座要杀了尔等！轰动，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只见一位形体枯槁、头发乱蓬的老者飞了出来。可怕的银翅电弧在他体表激荡，看似弱不禁风，实则血肉中蛰伏着一股强大能量。洛双离见状，美眸一凝：夫君，我见过他的画像，他就是开派老祖宗玄雷剑祖。玄雷剑宗剑派300多年，这老头早已血气衰败。他眼窝深陷，看着满地的尸骸，恨欲癫狂。吼！剑祖一声怒吼：是你们干的！杀意透过天幕，令洛双离娇躯轻颤，脸色苍白。陆晨也没好到哪去，被这股恐怖气息压得喘不过气。老祖宗，就是他们！3位剑主和众长老弟子皆死于他们之手，您一定要替他们报仇啊！我玄雷剑宗何曾受过这等委屈，被人打杀上门？老祖宗，求你出手，斩尽狂徒！剑宗弟子纷纷下跪磕头，一个个热泪盈眶，其中更有人叫嚣道：你们不知道吧，早在半年前，老祖宗他就已晋升成为半步神王。洛双离，你枉为我剑宗圣女，今日你们3个全都得死在这里。一些人原本已经压下仇怨，刻意不曾表露出来，企图蒙混过关。然而此刻剑祖出关，他们全都狂得没边。哼，本宗就知道还有心怀怨怼之人，留着你们在这世上也是祸患。死！陆晨开口，天神战仆当即轰出霸绝天地的一掌。这一掌将整个剑宗广场都碾爆了，众弟子死伤无数，玄雷剑宗又死了小1000人，所有人吓得心胆俱裂，纷纷开启逃难模式。马德，你这家伙胡言乱语什么？你没看见此人杀红眼了吗？草泥马，你自己找死，别拉上我！老祖宗气血干枯，即使晋升半步神王，也不一定是那刽子手的对手。剑宗完了，得罪了这样一尊绝顶天神，就算打不过咱老祖宗，但他们能跑啊？隔几天往剑宗拍一巴掌，谁能遭得住啊？哎，溜了溜了！
有不少墙头草开始脱离剑宗，纷纷退下制式的剑袍。真正愿与剑宗共存亡的狂热弟子终是少数，并且已经被陆晨杀了个七七八八。好胆，竟敢当着本座的面杀我剑宗弟子！今日除非神王降世，否则谁也救不了你。玄雷剑祖又惊又怒，他苦心数百年创下的基业，绝不允许毁在陆晨手中。半部神王又如何？你真以为自己无敌世间不成？陆晨冷笑一声，随即命令天神战仆全力出手，力求击杀玄雷剑祖。如此恐怖的阵仗，自然吸引不少势力到此围观，其中还有天元王室的人，他们全都露出惊容。那小子未免太自负了。半部神王的实力超群，即使气血干枯，不在巅峰状态，但也不是绝顶天神能够硬碰的。不出意外，他们三人要败走了，但多半死不了，全当看场热闹。各方势力刚刚赶到，并不清楚此前发生的事，只看见天神战仆在和玄雷剑祖对峙，绝顶天神对战半部神王，优势尽在后者。除非武学功法足够强大，否则难以弥补那种差距。不得不说，系统奖励的天神战仆质量极高。魁梧男子正值壮年，气血如江海倒腾，天神境9阶巅峰的实力显露无遗，大大缩小了与玄雷剑祖之间的差距。玄雷剑宗历时100年，各方宵小势力妄图吞并我剑宗的人也不少，但他们无一例外全被本座给杀了。今日就让尔见识见识我剑宗真正的压箱底绝学玄雷式天剑的威力。轰隆一声，天穹上空落下一道惊雷，随即劫云翻滚，黑幕笼罩整片大地。深紫色的道光从玄雷剑祖身上绽放，配合上半部神王的实力，整片天地巨震。咔嚓，虚空裂开，玄雷剑祖立身之处，身后浮现出一口黑洞，一柄血色巨剑从黑洞中穿出，无尽雷光被他接引而去，在雷霆的洗礼下，瞬间变得狂暴无比。地级上品武学，玄雷剑宗这老道竟然还留了一手，陆晨有些惊诧，看样子这就是玄雷剑祖的底牌了。据说从未有人见过剑宗老祖全力出手时的样子。夫君别大意，洛双离握着陆晨的手说道，无需惧怕，他今日必死。陆晨安慰道。面对这灭世之剑，魁梧男子不甘示弱地催动灵力，施展苦练已久的龙象镇狱劲翱，九龙环身，杀！战仆右拳轰出，9条金龙裹挟着毁天灭地的气势，与那柄血色巨剑轰然相撞，空间立时炸碎，能量朝西城环形向四周扩散，将紫明宗捣毁的不成样子。就这，你们今日必死！玄雷剑祖似乎已经感觉到胜利在向他招手，他当即催动灵力，从黑洞中继续喷涌能量。是吗？陆晨笑容玩味。魁梧男子不语，只是一昧向前轰杀。这时候他左手做出一个向下镇压的动作，一股玄妙的气息在天地间流转，9只神像虚影在天穹上空显化，磅礴能量汇于象体，继而猛烈地踩踏下去。咚咚，这一击震龙发聩，大到天音激荡，将整片广场溅成了废墟。一些弟子来不及出逃，当场神形俱灭。玄雷剑祖脸色大骇，九龙神拳竟然只是勾引他的幌子，真正的杀招此刻才显化出来。该死，给我开！他青筋暴突，一剑撕裂虚空，将这股能量进行放逐。然而这种手段唯有神王之上才能施展，剑宗老祖尽管使出吃奶的劲，也只消弭掉部分神力，更多的一部分还是轰在了他的身上。不过一瞬间，玄雷剑祖就神像虚影被踩进地表，能够听见肋骨崩断的脆响。各方势力心头一颤，这一脚换他们上去，指定被当场踩成血雾。天级武学恐怖如斯，连半部神王都难以抵挡。那小子才20出头的样子，竟有绝顶天神护道。此外还有天级武学和天级灵气，他背后究竟是一股怎样的势力？各方唏嘘不已，奔走相告，将玄雷剑宗覆灭的消息传递出去。王室方面在一枚神符上写下玄雷剑宗覆灭，出手者是一位9阶真神，随即将其点燃。这是万里传讯符，神尊境强者才能炼制，广泛作用在战事上。而今4等宗门覆灭不是一件小事，需要及时上报高层。烟尘散开，只见玄雷剑祖耷拉着2条胳膊，这一击竟废掉了他的2条手臂。他气色极差，心中萌生出退意。小辈，你给本座等着，待我恢复伤体，晋级神王，定要让你生不如死。玄雷剑祖有感，无需太多时间，他便能冲关神王境。届时10个天神绝巅在他眼中都是蝼蚁。大块头，拦住他，不能让这老狗跑了。陆晨杀意一绝，既然彻底得罪了玄雷剑祖，岂能放任一位半部神王离去？杀了他！魁梧男子遵照命令，又是一记龙象镇狱劲，朝玄雷剑祖砸去。9龙9象横冲而过，后者亡魂皆冒，在
在最后关头击穿虚空，一步遁入其中。砰！虚空不稳，玄雷剑阻刚进去，穿行不过数千米就跌落出来。玄雷剑阻大口咳血，好歹躲过了那致命一击。正当他稍微懈怠之时，突然一道可怕的枪影划过虚空，扑哧，一杆凝金长枪洞破玄雷剑阻的心口。他不可置信地低下头，颤声道：“二阶武道神行，你竟还有留手！天哪，竟然是二阶武道神行！连许多老牌天神都无法凝聚，他是如何办到的？二阶武道枪意，即便是半步神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会遭到袭杀。只能说那名青年准备得太周全了，他根本就没打算留玄雷剑阻的活口。”各方势力主露出震撼之色，他们完全想象不到，陆晨才不过20岁出头的年纪，他的武道意志竟然如此惊人。若再过几年，陆晨能成长至何等地步？众人仿佛已经看见一颗武道星星正在冉冉升起。杀死玄雷剑阻后，陆晨的内心并没有太多波澜。从他决定来玄雷剑宗的时候，就已经将玄雷剑阻默认成一个死人。夫君，你这武道神行都晋升2阶了。洛双离惊喜万分。到了如今，他的武道剑意还是只有雏形，始终无法凝聚，与陆晨相比可差远了。夫君你真厉害，那我们现在干嘛？陆晨亲了他一下，说道：“再有2个月就是莲儿和天儿的百日洗礼，这段时间我派人收集到不少药材，可还是差了许多。这玄雷剑宗的药堂或许有洗礼需要的药材。”提到女儿和天儿，洛双离美眸一亮：“药堂我知道在哪，走，我带你去。”没理会玄雷剑宗的这群弟子，陆晨和洛双离在这闲庭信步，一路朝药堂走去。天神战仆则是前去搜刮玄雷剑宗的值钱物品，丹药、武学、灵器，但凡是用得上的，桌椅板凳都给他用乾坤袋收走。来到药堂，陆晨当即被琳琅满目的药材震撼住了。不愧是剑派300年的老势力，这些积累着实丰厚啊！陆晨惊讶道。随即两人在这找到了数十味所需药材，其余暂时用不上的药材也一并搜刮干净。灵族洗礼术如今只差龙眼草、凤孽果和龟灵真木了。这3样药材非常罕见，属于是有价无市那种，只能多碰运气。没事的夫君，咱也不急于一时，错过100岁洗礼也不妨事。你不要太操累，不然我会心疼。洛双离很温柔，自从嫁给陆晨后，她就完完全全成为一位贤妻良母。离儿，为夫不累，我只怕自己不够强大，不能保护好你们。两人紧紧依偎在一起，珍惜眼前的幸福。将玄雷剑宗搜刮的七七八八后，陆晨拉上洛双离纵天离去。他们走后，潜藏在暗处的一些小势力全都发疯了的冲进玄雷剑宗，再度进行2轮洗劫。很快此地一片混乱，彼此为了争夺同一件宝贝大打出手。天元城公主府，阮天月身着宽松的练功服，正在庭院里修行剑术，疾风斩落叶。忽然飞羽统领走了过来：“二殿下，属下刚得到消息，玄雷剑宗被人给灭了。”他神情激动道：“阮天月一听，立马停下手上动作：“快，飞羽说说看，究竟发生什么了？”阮天月第一时间想到了陆晨。那日分别时，陆晨曾说想对玄雷剑宗出手，传讯符上说覆灭剑宗之人是一位9阶真神。飞羽身为阮天月的贴身侍卫，自然清楚他想听见什么消息。你的意思说是陆晨出手灭了剑宗？阮天月有些惊喜，他原以为陆晨会等自己羽翼更丰，再对玄雷剑宗出手，没想到这才过去几天，那家伙就按捺不住，真是个冒失鬼。他有没有想过，万一玄雷剑祖晋升至神王怎么办？阮天月忍不住责怪道：“二殿下，你惨了，你这么关心陆晨，分明就是坠入爱河了。”飞羽打趣道：“你少来，本殿和陆晨绝无可能的，我的婚事全凭父王做主。”阮天月眼神一暗，生在王室，任何事情都牵扯着利益。阮天月身为公主，只是一只提线木偶，任人摆布。唯一有不同的是，天元王对她千般宠溺，万般呵护。若真要到了需要阮天月站出来的时候，她绝不会有半分犹豫。唉，要是陆晨那小子足够强大，强大到成为神王，甚至是神尊，或许此事另有转机。飞羽叹息一声，阮天月心念一动，飞羽的意思无非就是王朝大战。不，本殿只希望他一切安好。阮天月摇摇头，王朝战事何其凶险，天神为族，神王为将。这话说的虽然有些夸张，但王朝之间的利益争斗，无一不是用尸山血海铺成的。个中的凶险，远比陆晨出手覆灭一个玄雷剑宗要可怕得多。继续派人盯着紫明宗，陆晨有绝顶天神护道，切莫被他发现了。有什么动静，随时向本殿汇报。时间在平淡中度过，眨眼已过去2个月时间。
在这2个月里，陆晨日常和三女互动，逗趣自己的一双儿女，另外还派人寻找凤孽果、龟灵真木和龙眼草，但却始终没有任何消息。而就在陆青莲和陆凌天100岁洗礼的前一夜，一位神秘强者来到紫明宗，那人实力强绝，远超出天神境，但却没有丝毫恶意。随后，这名神秘强者将装有凤孽果、龙眼草、龟灵真木的纳戒交给陆晨，并转述一句话：陆晨，这是本殿送给我那2个小侄的100日礼物。对此，陆晨心中暖意无穷。看样子，尽管已经过去2个月时间，可阮天月依旧没有忘了他。这也让陆晨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一定要娶阮天月为妻。第2天，陆青莲和陆凌天出生已满100日。随后，陆晨参照灵族洗礼术，将70多味药材投入龙纹黑金鼎中，并用生灵之火熬煮。药水煮沸之后，陆晨将一双儿女置入鼎中，并以特殊手法淬炼他们的身体。顽劣幼童只当自己是在玩水嬉闹，不停拍打着水花。2个小娃进行药浴，陆晨、三女以及紫明宗的核心长老们全都守护在此，生怕小家伙出什么意外。陆哥哥，这水温不会把孩子给煮熟了吧？林宇轩看火烧的旺盛，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害怕。轩儿放心，不会有问题的。这是太古流传下的秘法，可以完美洗礼。陆晨听完满头黑线，若非有十足的把握，他岂会把2个孩子扔入鼎中？只见龙纹黑金鼎绽放华光，有道光没入2幼童体内。陆晨将事先准备好的3滴凤凰精血、真龙精血分别喂入陆青莲和陆凌天嘴里，帮助他们炼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轰！大半日过去，一股恐怖的气息自2人身上释放。人道领域、斑血境、洞天境、紫府境、太玄境，2个幼童身上的气息竟然一路暴涨至太玄境。出生刚满100天的婴孩，修为竟然达到了人道领域第4境太玄境。这太古灵族的洗礼术效果果然惊人。陆晨目瞪口呆看着浮空的儿女，他完全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成功了吗？他颤声道。莲儿和天儿，他俩怎么太玄境修士了？我没做梦吧？洛双离眼中闪耀着母性的光辉，若非要玉梅结束，他已经冲上抱住自己的女儿了。娘子，你没做梦。青莲，他这先天起步不会弱于太古灵族的子嗣。陆晨搂着洛双离，夫妻俩都很兴奋。咦，小公主身上的气息还在增强。慕黑已经是一名虚神8阶的修士，此刻感知到陆青莲身上的变化后，他的老脸露出惊容，脸上的皱纹扯得紧巴巴。轰！一道刺目的金光从天穹射落，照在小青莲的身上。那金光中有凤凰虚影舞动，瞬间没入了小青莲体内。这是异象。小公主药浴洗礼，引动了天地异象。众人还未从陆青莲和陆凌天踏入太玄境的震撼中回过神来，那道裹挟着凤凰虚影的金光又让所有人瞳孔骤缩。紫明宗核心长老们全都呆若木鸡，一个个呼吸都凝滞了。他们看向2个孩子的眼神中充满了狂热。假以时日，紫明宗必将因为他们冲霄崛起。这金光中的凤凰虚影，莫不是太古凤凰真灵降世？这怎么可能？即便是大殿下和二殿下他们100日洗礼时，也未能引发如此动静。这陆晨究竟给他的2个孩子为什么了？而在暗处，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老声音发颤，浑浊的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他便是昨夜来给陆晨送纳戒的神王，名叫江天。江天被阮天月派来守护紫明宗，暗中保护陆晨。要知道，太古凤凰作为远古神兽，强大绝伦，其真灵早已在无尽岁月中消散，如今竟以这般姿态出现，实在颠覆认知。陆晨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他死死盯着金光中的女儿，也不知这太古凤灵融合后会对女儿产生何种影响。洛双离和林宇轩则握紧彼此的手，眼中溢满激动的泪水。他们从未想过一场100日洗礼竟能引发如此惊天动地的变化。在众人的注视下，陆青莲小小的身体悬浮在金光中，周身环绕着细密的蝌蚪符文，晦涩难懂。她原本粉嫩的小脸此时泛起一层神圣的光泽，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闪过一抹惊红之色。厉！一声蕴含着无上威严的凤鸣从她口中传出，音波扩散开来，方圆100里的灵禽全都匍匐在地，瑟瑟发抖。这凤鸣蕴含着太古真皇的威压。小公主难不成觉醒了太古真皇血脉？慕黑瞪大了眼睛。太古真皇血脉极其罕见，哪怕只是觉醒一丝，都足以让拥有者在修行路上一飞冲天，更何况陆青莲这明显是深度觉醒。更令人震惊的是，陆青莲周身的气息还在疯狂攀升。太玄境1阶，太玄境2阶，一路冲上化龙境9阶巅峰，触及虚神屏障后才停下。陆青莲只差一步就能跻身神道领域，才出生100天的婴孩子，修为就已经让一众老人物汗颜。在场这群长老们
全都是在这1年内才晋升到虚神境。和陆青莲相比，他们过去的岁月简直是白活了。与此同时，陆凌天的身体也发生了异变。原本安静沐浴在药水中的他，周身突然长出细小晶莹的鳞片，一股霸道绝伦的气息冲天而起。天穹上空再次垂落一道金光，这一次则是太古真龙的真灵显化，在众人的注视下没入陆凌天体内。哦！一声淡淡的龙吟声，真龙威压再次令方圆百里的灵兽跪服，朝紫明宗的方向朝拜。而陆凌天的气息也和陆青莲一样，一路从太玄境稳步增长，至化龙境巅峰。一旦2个小娃踏上修行之路，第一步就将突破虚神境的屏障。紫明宗外，无数修士被这恐怖的气息和异象吸引，纷纷驻足观望。天啊，真龙真凤虚影现世，我是不是在做梦吧？这等场景只在古籍中见过啊！难道紫明宗那位年轻的大人修为又取得了突破？这也太夸张了。此前陆晨以真神9阶的修为覆灭玄雷剑宗，搜刮到不少好东西，难不成他已经晋级为天神？众人脸色惊骇，都对陆晨羡慕嫉妒恨。这等天赋，常人难以望其项背。定，检测到宿主子嗣天资发生变化。子嗣陆青莲，天命属性金色，资质等级绝世天骄，特殊体质，青莲剑体，无畏剑心，太古真皇血脉。因为是第一个子嗣，宿主获得暴击返还。发放奖励：天神丹星号1000，灵族育儿床星号2，醍醐灌顶1次，天命点50万。天神丹对天境修士有着强大的辅助效果，提升4倍修炼速度，在突破神王境时有奇效，概率提升。灵族育儿床，经特殊手法制成的儿童床，对0至12岁的儿童有洗精法水的功效，不断淬炼肉身。醍醐灌顶，可指定某人晋升为天神，修为须达真神5阶。此外便又是一些常规的辅助丹药。脑海中突然响起系统的提示音，陆晨有些懵逼。原来子嗣的资质变化还会触发新一轮的奖励机制。有了天神丹，陆晨在天神境的修行速度也会远超旁人。这育儿床刚好给儿女1人1只，从小开始打磨大道根基，好处无穷。至于醍醐灌顶的机会，陆晨第一个就想到了洛双离。洛双离身为他的正宫娘子，修为自然得是众女之中最高，这才符合他的身份，否则日后难免惹人不服。等2个孩子药育彻底结束后，全宗上下都在一片欢腾之中。暗处江天已经麻木了，只能将陆晨所得的洗礼术归咎为玄霄秘境里的那座圣人墓。这小小的宗门内竟有2名绝世天骄，这对天元王朝来说或许会是一件好事。想到阮天月的命令，江天连忙将今日发生之事传回天元城。他突然有些明白，为何二殿下会如此在意一个新晋的4等宗门。陆晨这家伙太神秘了，1年时间成长至真神9阶，拥有绝顶天神护道。此外，他的子嗣天赋也非常逆天，皆拥有神异体质，百日洗礼引动天地异象。太古真皇、太古真龙的真灵皆被引动而出，简直颠覆认知。药浴结束，洛双离和林宇轩第一时间抱起自己的孩子，检查他们有没有沸水灼伤。夫君，你这洗礼术果然厉害。此番莲的体质似乎蜕变了。洛双离美眸一眨不眨地盯着陆晨，投去爱慕之色。他的女儿天资越强，他这当妈的心里头就越开心。哈哈，离儿，小家伙如今得到了太古真皇的真灵，能够不断涅槃，他的体质会越来越强的。陆晨上前抚摸女儿的小脸，此番小丫头资质提升，让他这个当爹收获到不少好处。陆晨在啃小的路上越走越远了，众长老全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看向陆晨的目光充满了敬佩。宗主，有你在，咱紫明宗日后定能成为1等宗门，待你突破圣灵境，就能将宗门打造出一座灵宗。紫明宗要想晋升灵级势力，唯有宗门内出一位圣灵境的强者。圣道领域第2境，虽然对陆晨还很遥远，但大家都相信，只要给陆晨时间，他定不会让他们失望。而即使陆晨无法成为圣灵，可他的2个孩子绝对有这方面的潜力。再说到王级势力，分为上下2等，其中下等王级势力最低配置也得拥有一位圣王境强者，上等王级势力则需要有圣皇坐镇。紫明宗所属的天元王朝是一方下等王级势力，在整个大虚天根本排不上号。随后陆晨又抱了抱自己的长子陆凌天，这家伙眉眼间透发出的英气与他小时候有9分相似，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哎，散了散了，宗主要处理家事了。慕黑的一句话让众人秒懂，于是全都轰散开。陆晨听闻此话，满头黑线。他可是一位正经宗主，自然是以修行为重。和3女寒暄几句后，陆晨只身回到主殿，迫不及待要提升实力了。50万天命点，
足够他晋升为天神了。另外，之前还剩下8万天命点没用。童子，我要提升修为。定，天命值扣除10万点，晋升天神境1阶。就在陆晨晋升为天神的这一刻，恐怖的气息无法自抑，全宗上下所有人都感知到了。什么？宗主他晋升至天神了？天神境瓶颈据说极难突破，有些人甚至会卡在真神9阶一辈子。如此一来，咱们宗已经有2位天神了。众弟子跪伏在地，朝主殿方向膜拜，一个个眼神狂热，为身为紫明宗弟子而骄傲。一些颇有姿色的女弟子，颜值身材起码也有80多分的样子。她们幻想未来的某一天，自己能被陆晨相中，飞上枝头变凤凰。毕竟陆晨之前是一位邪修，没准哪天一上头就又那个几房。陆晨此人好快的晋升速度，竟比拥有圣王血脉的公主殿下还要先一步晋升天神。暗中，神王江天再一次被陆晨对变化给震惊住了，于是连忙又点燃一张传讯符向天元城发送消息。三女此刻正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此刻纷纷抬头，脸上的笑容根本止不住。陆哥哥他又突破了，真厉害！林雨轩恋爱脑，但凡陆晨闹出点动静，他都是一顿猛夸。陆晨的修行速度，即便在我苏家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了。不出意外，他能在3年内晋级成为一尊神王。苏右楚背后的家族势力虽不如天元王室那般强大，但在整个天元王朝也算站得住脚的。苏家因为某些原因，修为越强者越是不被家族中人待见，因此苏右楚的爹娘、他的爷爷全都被赶出了家族。至于原因，除了苏家老祖宗，没人知晓。苏右楚自己也懵逼，那就仿佛他们一族的血脉受到了某种诅咒一样。笑声未歇，洛双离突然站起身，眼神坚定道：姐妹们，夫君如此拼命修炼，我们也不能落后。这个家我们也要努力守护。孩子们天赋卓绝，难保不会被人觊觎，我们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护他们周全。他这话一出，林宇轩与苏右楚纷纷点头，眼中燃起斗志。三人当即决定付出更多的汗水，努力追赶陆晨的脚步，未来与他并肩。陆晨在晋升至天神后，继续花费天命点，朝着更高的境界进发。定，天命值扣除15万点，晋升天神境2阶；天命值扣除20万点，晋升天神境3阶。在极短的时间内晋升至天神境3阶，陆晨豪情满怀，心中开始描绘属于自己的霸业蓝图。灵级宗门、王级宗门、圣宗，这绝不会是紫明宗的上限。地宗、仙宗，我一定要成长为更强，守护在意的一切。如此一来，陆晨还得大力发展生产力，娶更多的天命之女。还剩下6万8的天命点，陆晨全加在了武道枪艺上面。定，天命值扣除6万8千，你的武道枪艺提升至2阶小成。武道意志分为1至9阶，再往上则是地意。2阶小成的武道枪艺足以灭杀一切普通天神，并且还能壮大陆晨的神魂之力。将天命点花光后，陆晨当即来到洛双离的房间。离儿，你看这是什么？陆晨笑呵呵地拿出灵族育儿床，洛双离正在逗趣自己女儿，看见这张小床，当即露出疑惑之色。这不就是普通的育儿床？你再仔细感受一下。洛双离将神念没入育儿床，满脸震撼之色。这圣灵玉、洗灵阵，洛双离曾在古书上见过这种东西。太古万族对子嗣的培养极其严苛，从出生就开始抓起。有了这育儿床，陆青莲的武道之路还能走得更顺。夫君，你上弄这育儿床，该不会真是掘了一座太古圣墓吧？洛双离轻拥入陆晨怀中，这个男人比他想象中更爱孩子。这你就不用管了。总之，青莲的武道之路，为夫一定会为他铺平坦顺。陆晨亲了洛双离一下，然后去到林宇轩的房间。轩儿，这是给今天的育儿床，快将它放进来。林宇轩不明所以，但却照做。很快，陆凌天身上闪耀着奇异光芒，受圣灵玉滋养，接受洗灵阵的洗精法髓。陆哥哥，我爱死你了！林宇轩顺势扑倒陆晨。陆晨在洛双离房里小住了半月，通过醍醐灌顶，助他从真神境9阶巅峰晋升至天神境。他消失的这半个月，宗门运作一切有条不紊。5等聚灵阵所需灵石数目海量，何况还是20小时不间断的运作。所幸陆晨剿灭了玄雷剑宗，派人夺了那5条灵脉，这才跟上供给。又过去2个月时间，洛双离和林宇轩双怀上。陆晨很快又为下一次百日洗礼着难。紫明宗还是太穷了，灵石光用来开启聚灵阵就捉襟见肘。于是陆晨将天神战仆派出去做任务，赚取资源。一位绝顶天神放弃修行出去做任务，这种事情委实罕见。当宗门长老得知此事后，全都吓得目瞪口呆。宗主，你缺灵石、灵药，我们大家可以想办法的，何必让太上长老？是啊，宗主。作为宗门的一份子，
我等也能出力。陆晨将天神战仆任命为太上长老，众人早已熟识。大长老慕黑找到陆晨，神情凝重。如今世人皆知，二位小少主百日要玉石曾引发天地异象。宗主你在这个时候调遣太上长老外出，若被有心人得知，怕是会引来一些势力的觊觎。对此，陆晨哈哈一笑，并未将这事放在心上。放心吧，慕黑，天塌不下的。你这老小子最近修行速度明显变快了许多，竟然已经到虚神境9阶巅峰了。好，这是20枚虚神丹，应该足够你冲击真神境了。陆晨拍拍慕黑的肩膀，这位2朝元老可是他心腹中的心腹，他能变强，那再好不过。后面若还有醍醐灌顶的机会，陆晨准备将他提升至天神境。老夫越来越觉得修行之道博大精深，待我晋升为真神，还不知猴年马月可以触及天神境。慕黑并未气馁，他知道只要坚定不移地跟着陆晨，未来成为天神应该不会有什么难度，再往上的境界也不是不能蹦上去。慕黑走后，陆晨心中浮现出一丝冷笑，我倒要看看，这回我将战仆调走，会有哪些势力敢来我紫明宗作祟。与其被人一直惦记，倒不如引蛇出洞，将暗地里的毒牙通通拔除干净。数日之后，陆晨正在主殿修炼，在服用天神丹和在聚灵阵的帮助下，陆晨已经晋升为4阶天神，正在朝着第5阶发起冲击。现在的他，即便是面对一些绝顶天神，也不会有丝毫畏惧。轰！数道可怕的气息散发出来，来人完全没有要隐匿行踪的意思。毒蛇这么快就出现了吗？看来果真是按捺不住。陆晨刷一下睁开眸子，一步踏出100丈之外，已然出现山门前。嗖！陆晨身后一道道身影闪掠而至，都是宗门的核心成员。所有人脸色凝重地盯着前方，只见虚空破碎，有数道身影联袂而至，4男1女，身上皆爆发出天神境的气息，其中3位更是拥有绝顶天神的实力。血煞宗、幽魂殿、万寿门。慕黑见多识广，当即说出来人的身份。5名天神旗帜，还分属于3处不同的4等势力。这般压力之下，所有人吓得瑟瑟发抖。不错，你这老东西还算有点眼力见。血煞宗那位绝顶天神露出一抹赞赏之色，森然开口：陆晨，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拥有匹敌天神的战力，想必你是得到了什么了不得宝贝。将至宝交出来，我等便可离去。幽魂殿的阴柔女子一时开口：据我等所知，此前紫明宗曾引发天地异象，有龙凤真灵将士小子，你把握不住，还是交出来吧。其余几人附和着道：尔等不要自误，绝顶天神不在宗内，你们今日必死。陆晨脸色一沉，冷笑道：3位绝顶天神，2位高阶天神，你们当真是谨慎的紧。陆晨也没想到这次竟会引出如此多的毒蛇势力，果然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若他的实力变得更强，又有谁敢觊觎？所有人退下，此战交给本宗便是。陆晨遣退所有人，慕黑当即色变：宗主，你一人如何能是他们5个的对手？放心吧。无奈之下，众长老全都退守宗门，一个个紧绷着脸，满头大汗。完犊子了，太上长老不在，宗主一人如何能是3宗老祖的对手？宗主还是太年轻了些，行事难免欠缺分寸。不行，必须派人转送2位宗夫人和2位小少主，只要小少主还活着，紫明宗的传承便永远不会覆灭。2长老和3长老涕泪横流，身为紫明宗元老，他们一生未娶，早已将宗门当成是自己的家，甚至陆晨都是他们看着长大的，而陆晨的孩子便也如同他们的亲孙。这时候洛双离出现，一众长老立马簇拥过去。宗夫人，你看要不？洛双离示意他们别担心，轻笑道：长老们放心，夫君行事自然有他自己的考量，我相信他。1年多的相处，洛双离早已知晓陆晨是一个怎样的人。陆晨深思熟虑，做任何事情都有计划和安排，相信他派太上长老出去做任务，也是这部署安排中的一份。见陆晨一人欲挑战他们5个，3宗老祖全都忍不住笑了。陆晨，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抗衡我们5人？陆晨，别以为你有天级灵气、天级武学就能与老夫旗鼓相当。此番我向灵宝确借来了一口天级宝刀，今日你死定了。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交出至宝，可留儿等一具全尸。血煞宗、幽魂殿、万寿门的天神老祖全都放出狠话，视陆晨如同死人。其中一位来自血煞宗的7阶天神突然说道：听说你那3位夫人皆是人间绝色，等将你杀了之后，乳妻我养之。你找死！陆晨眼神闪过一道杀意，咻！一杆金色枪影从他眉心迸射而出，速度快得出奇。什么？
二阶武道神形。那人露出惊容，连忙提聚灵力，形成一个防护屏障。砰！屏障一触即碎，那名七阶天神亡魂皆冒，连忙奔向另一人：“老祖救我！”噗嗤！武道神形洞穿了他的躯体，灭杀神魂的力量更是侵入他的识海，整个人身死魂消，死得不能再死。至此，一位七阶天神被陆晨一招秒杀。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二阶小成的枪意可斩普通天神。暗处，神王江天木光略显慵懒，实则心头泛起轩然巨波。他竟然领悟到了二阶枪意，此子断不可留，杀了他！在天神竟能将武道神形完整凝聚，已是不易。这小子怕是要逆天了。小孽畜，你竟敢杀我万寿门的副门主，老夫定要将你挫骨扬灰，以泄我心头之恨！三宗老祖宗皆放下狠话，脸色铁青。他们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紫明宗，本以为随手便可将其抹杀，不曾想主动杀人者竟是陆晨。尔等挑衅本宗在先，杀人者人横杀之。今日不是你们要灭我，而是本宗杀你们全部。陆晨杀意汹涌而出，率先盯上了血煞宗那名八阶天神。给我死！武道神形再次绽放，金色枪影分化为十重重叠叠，让人分不清孰真孰假。咻咻咻咻！枪影飞行途中，十化为百，百化为千，气息都长一个样，这回真的彻底分不清了。几人不敢大意，全力催动掌力，破灭长空。雕虫小技也敢在吾等面前班门弄斧。万寿门老祖宗露出不屑的神情，在他立身之地，漫天枪影皆已炸碎，无法寸进。哦，是吗？陆晨笑出声，只见其中一道枪影突然加速，轰向那位八阶天神。小心！血煞宗的老祖宗目眦欲裂，然而当他觉察到危险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扑哧一声，那杆武道长枪从地下冒了出来，从那人的沟骨处一路穿透天灵盖，死得不能再死。啊！小辈，老祖我要杀了你！一位八阶天神生死道消，这对身为四等宗门的血煞宗而言，也是伤筋断骨、不可承受之痛。众长老见陆晨又是一招秒杀一位八阶天神，全都惊得说不出话。不愧是宗主，好样的！有宗主在，今日这群绝顶天神注定沦为跳梁小丑了。哈哈，解气，就是要像这样狠狠地虐杀他们。宗主威武，宗主牛逼！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却见紫明宗的一众弟子也追了出来，一个个眼神狂热地看着陆晨。你们都退下！天神之怒不可小觑，此地一切有我。陆晨豁然抬头，他的目光落在幽魂殿的中年妇人身上，此女给他的威胁最甚。他手里有从灵宝缺那借来的天级宝刀，一刀劈出，怕是都能劈开山梯了。真神之怒可动山海，天神一怒可灭山海。老妖婆，敢不敢随我纵天一战？陆晨使用激将法，他迅速升空。本父今年才40多岁，竟敢喊我老妖婆！幽魂殿妇人怒喝一声，随即挥舞长刀，划出一道可怕刀光。砰！百丈刀气撕碎了虚空，罡风暴乱，在陆晨脸上划破了一道细口子。不愧是绝顶天神，此刀在你手中爆发出的威势着实惊人。陆晨摇头叹道：绝顶天神手持天级灵气，确实生猛，令他难以招架，现在求饶可没有用。你的头颅，本座斩定了；你的神魂，本座亦不会放过，将你拿去喂养魂兽。赶紧说出至宝下落。魂兽，一种特殊的妖兽，先天魂力圆满，可供人吸食魂气，从而快速提升修为，是一种邪祟手段。圈养魂兽，你幽魂宗竟做出此等有伤天理之事。陆晨心中一惊，魂兽极其稀有，长相蠢萌，和小奶狗一样，本身不具备任何攻击力，是一种灵宠，几乎在大虚天灭绝了。想不到幽魂宗竟然饲养了一只，这种宠物若是好生养在身边，对于提升神魂之力有极大帮助。莲儿和天儿上缺一完半，待你死后，本宗会亲自接走魂兽。陆晨平静说道。刷刷，又是两道身影破空，飞渡云海之上，正是血煞宗和万寿门的两位老祖宗。莫云你和这小子废什么话？直接将他剁成肉酱！敢杀我血煞宗的大长老，本座要整个紫明宗为他陪葬。没错，你我三人合力，动用巅峰一击，覆灭此宗，否则难消老夫心头之恨。四等宗门，门中任何一位天神都是一笔宝贵财富，死一人便等于断去一臂。然而倒也不是想真的毁灭此地，毕竟引动龙凤真灵现世的至宝尚未出现，灭了紫明宗，至宝怕也就不见了。好，既然如此，那就彻底毁灭此地吧。几人对视一眼，莫云也跟着说道：三只口嗨怪罢了，至宝就藏在紫明宗内，你们能奈我何？
陆晨自然清楚他们心中的忌惮。三宗乘兴而来，自然不可能败兴而归。冥王不灵，今日你若不交出至宝，本座会将你的人一个个抽魂炸髓，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莫云你恼羞成怒，又是一刀斩向陆晨。后者脚踏雷霆箭步，瞬息离开100丈远，连绝顶天神都无法跟上其速度。轰！狂暴灵力横空划过，锐利的寒芒将一座山峰都削平了。一起出手！血煞宗老祖和妖兽门老祖一同催发地级上品武学，一瞬间山海巨震，吹刮起13级飓风。然而风浪越大，陆晨愈发的豪情满怀。哈哈，区区地级武学，本宗可不怕你们。陆晨仰天长啸，手掐印诀，18条金色巨龙横空，每一条都有100丈长，张牙舞爪，气息恐怖绝伦。不仅如此，9天云影上更有18匹神象踏天，那股可怕的威势力，就连虚空都无法承受。咔嚓咔嚓，一道道裂缝横贯此地，向更远处蔓延开。龙象阵域境最多不是只能凝聚出9龙9象吗？陆晨他这是……远处虚空，苏佑楚和林宇轩赶到，皆被眼前一幕给惊吓住了。没人比苏佑楚更了解此武学，久为极数。龙象阵域境只是天级中品武学，不可能超越这个数字。咯，那是因为楚儿，你们看那是什么？洛双离咯咯的笑了起来，他伸手指向另一处方位。众人偏头看去，脸上全都浮现出惊喜之色。太好了，是太上长老回来了。原来如此，这竟是宗主大人设下的陷阱。在那天地线尽头，只见天神战仆流星赶月般飞向此地，手掐印诀，正是天级中品武学龙象阵域境。这主仆二人竟然成合击之势，将三宗老祖给包围起来了。不愧是陆哥哥，我就知道他最厉害了。林宇轩脸上顿时绽放出花骨朵般的笑容，苏佑楚则是一脸崇拜地看向陆晨，他这男人果然有头脑啊。他嘴上却是哼唧道：陆晨，你这家伙又害人家白担心了。事实上，当三宗杀来的第一时间，陆晨就通知战仆赶回，于是才有了这样一出好戏。该死，我等被算计了。血煞宗老祖脸色难看，他修行的功法偏阴毒，被浩然正气天克，此番面对陆晨和战仆的龙象阵域境天然受到压制，难以发挥出全部实力。无奈之下，他还是使出了自己的绝学血煞弥天掌。滔天血气涌动，这股力量之强将天幕都拍成了碎片。小心，是天级武学。据说那日玄雷剑祖便是败于这招之下，使出全力，否则今日怕是要交代在这了。万兽门老祖直接发狂，上衣炸开，露出健硕的胸肌。他修行蛟龙拳法，淬炼体魄，一拳轰出可破灭山体。魔鬼蛟肉拳，他的手臂青筋暴起，便粗壮了好几倍，肉身力量膨胀到一个骇人的地步。幽魂电墨云霓将全身灵力注入进天级宝刀，这还不算完，他又从身上取出一个镇魂瓶，将里面的灵魂体全部燃烧，换取力量。这一刀附带神魂攻击，本座就不信对付不了你们。墨云霓露出甚笑，已经顾不得肉疼了。炼狱燃魂斩，三宗老祖绝命反扑，造成的威势力着实超出了陆晨的想象。然而眼下已经是骑虎难下，只能拼命了。大块头全力轰杀，陆晨对战仆下达命令，随即更强烈的金光从二人身上爆发。轰！18条金龙和18只神像虚影横空而过，这种场面太壮阔了，是许多人穷极一生也无法看见的画面，更别说还有遮天血手印。一头恐怖的蛟龙咆哮着撕碎一切，那燃烧神魂的一刀令人汗毛倒竖，心生恐惧。武学轰杀，爆炸的灵力如山呼海啸般朝四面八方卷去。退！洛双离已经晋级为1阶天神，太阴神力凝聚成一面厚实的冰墙，用来抵挡扫荡来的余波。砰！几乎是在触及到的瞬间，冰墙就炸开。洛双离脸色一白，受到反噬，好在他们隔得足够远，逃离了纷乱核心区域。不愧是绝顶天神之间的博弈，连溢散出的一缕气息也绝非寻常天神能阻。洛双离身怀至尊剑骨、太阴剑体，爆发出的能量都能比肩高阶天神了，却还是不能阻挡他，不免有些担心陆晨的安危。所有人目不暇接地盯着那片空间废墟，暴动的能量还在不断扯碎虚空，久久无法平息。附近的一些小势力对此早已麻木，每次紫明宗被人打上门，总会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战斗，而这次战场面积更是扩大到方圆10里。5名绝顶天神，这也太可怕了，简直是神人风采，焚山逐海，不外如是。庆幸他们将战场选在了云霄之上，否则不知会造成多么可怕的破坏力。这陆宗主的实力真可谓1日千里，就是不知他是否还会娶妻，娶的话真想将我族明珠嫁给他啊。看着天边横贯出1000丈长的虚空裂缝，
所有人吓得目瞪口呆。一些此前对陆晨有过怨言的家族势力，此刻也都心悦诚服，甚至想通过联姻手段和子明宗绑在一起。某处，神王江天找来2棵树干做了张吊床，正躺在上面悠闲地晃荡着。他一边喝酒，一边猛猛炫肉，好不惬意悠哉。公主殿下交代我的这件差事果然轻松，天天啥也不用干，就是可惜无法上逐鹿战场杀敌。报效王朝，神王拥有300年寿元，江天如今年过古稀，正值壮年，满心都在逐鹿战场上，壮志难酬。唉，本座算是看出来，公主殿下喜欢这叫陆晨的臭小子，可惜他修为还是太弱了，无法帮助到王上啊。江天摇头叹息，坐看远处的火烧云暗淡下去，心境略微有些起伏。这种层级的较量，原以为需要本座出手，不曾想这小子还挺有能耐的，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盲子。对于这点，江天露出一抹赞许之色。小子，抓紧成长吧，否则公主殿下就真要落入旁人之手了。五股能量互相蚕食，彼此谁也奈何不得谁。待能量风暴彻底平息下去后，陆晨、魁梧男子以及3宗掌舵人全都气息萎靡，衣衫破烂。陆晨吞食了几颗回灵丹后，气色这才有所好转。若非他拥有纯阳圣体和龙皇体，这股暴动的能量怕是能将他撕碎。饶是如此，陆晨也是浑身淌血。不过负伤对他而言也是好事，这样一来，强硬心之刚还能持续叠加。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心之刚就又叠了200层。至此，他总共已经叠到800层被动，一经触发，直接提升80气血之力。夫君，洛双离见陆晨浑身是伤，心疼万分，眼角有晶莹闪烁。离儿放心，为夫无碍，这点小伤连给我挠痒痒都算不上。陆晨运转强行心之刚心法要义，只见他身上的血洞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修复。见状，众人不由得瞪大双眸，宗主他好惊人的恢复能力。看样子陆晨他没事，3女脸色狂喜。这样一来，陆晨再度掌控住了局面。呵呵，天级武学也不过如此，3对2，怎么说？优势在我。幽魂殿主莫云霓冷笑数声，随即从怀里掏出几枚丹药。莫云霓，你，这是破神丹。血煞宗老祖见到此丹，瞬间变得无比的激动。宝丹，能破尽神王的宝丹啊！莫云霓，你有这好东西，为何不早点分给我们？万寿门老祖宗看见这丹药，满面潮红，内心激动不已。不错，的确是破神丹，可惜只是伪劣品，无法帮助尔等冲破神王境屏障。莫云霓对此感到有些遗憾。真正的破神丹蕴含有天道法则在内，可助食用者悟道晋升。然而他手里的只能算作假药，涂有破神丹的神形是某位6品炼丹师炼制的半成品。尽管这只是半成品，但用来短暂提升实力，还是能够办到。随即他露出一抹阴狠的笑容，将丹药分给2位宗门老祖，并催促道：“2位，快将此丹药服下，对付陆晨他们2个不过是手拿把掐，今日他们必死。”2宗老祖接过破神丹，跟着也露出了狞笑。嘿，有了此丹，灵力暴涨，此消彼长，这2个蠢货拿什么与我们抗衡？少废话，赶紧炼化破神丹，能突破到半步神王也是极好。于是乎，3位宗门掌舵人同时磕下丹药，气息瞬间变得无比狂暴。轰！3名半步神王的气息席卷全场，所有人吓得脸色苍白。他们竟然留有后手，都成半步神王了，宗主和太上长老如何能是他们的对手？天哪！完了！宗夫人、二夫人，你们赶紧带上2位小少主逃难吧。是啊，宗夫人，此番我紫明宗怕是在劫难逃了。只要等2位少主成长起来，我紫明宗定然有重现世间的一天。一时间，所有人都不看好陆晨。大战过后，3宗老祖实力不仅没衰退下去，反而晋升成为半步神王。虽说这般实力和玄雷剑祖差不太多，但玄雷剑祖活了200多岁，早已经是油尽灯枯，和正值壮年的几人完全没有可比性。整整3位半步神王，这般阵容足以横扫大虚天一切4等势力了。不，陆哥哥在哪我就在哪，说什么都不要和他分开。林宇轩黯然神伤，天堂地狱只在一念之间。如果陆晨死了，那他独自苟活下去又有何意义？不错，眼下夫君有难，身为他的妻子，怎可舍他而去？洛双离眼神坚毅，从他空降到紫明宗的那一刻，就注定会和陆晨结下因果。既然如此，无论何种结果，他都甘之如饴。大长老，灵儿和天儿就交给你来抚养了。身为当家主母，洛双离一语决定了2个孩子的归属。这穆黑老脸紧绷，他一个老男人哪里会带孩子啊？而且孩子才几个月大，
正是吃奶的年纪，洛双离回头看向苏幼楚，拉着他的手说道：“楚儿，你尚未嫁给陆晨，无需与我们一同涉险。未来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苏幼楚一听这话，顿时就不干：“洛姐姐，你说什么？楚儿这辈子已认定了陆晨是我夫君，如果他死了，那我也不独活。”苏幼楚从小双亲就不在身边，这些年唯一受到的关爱便是来自陆晨这里，在他心中，陆晨的位置早已无可撼动。此刻陆晨并不清楚后院起火，当看见对方三人服食丹药，通通晋升至半步神王时，他的脸色第一次起了变化。卧槽，伪6品丹药破神丹，你这老妖婆踩狗屎运了吧？敢不敢扔我2颗尝尝鲜？陆晨对此有些异动，他眼睛死死地盯着莫云霓，谁又能拒绝这又大又白的丹药呢？呸！陆晨，你当本座吃傻不成？将破神丹给你，这和拿刀杀我自己有什么区别？莫云霓啐了一口痰，冷笑道：“现在将至宝交出来，本座允许你临死前和家人团聚片刻。那我可要谢谢你啊！你还真是个好人脸，可惜我没有至宝，不然真就拿出来给你们了。”陆晨一听，当场被逗笑了。万寿门老祖正陶醉于这具身体拥有的力量，听见陆晨的声音，当场发出狠话：“死到临头还敢油腔滑调，陆晨，你是真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啊？小子，那边那3位绝美少妇就是你的夫人吧？不得不说，长得可真是标致。本座倒是不介意先从他们身上下手，我就不相信擒了你的夫人，你还能死鸭子嘴硬。”血煞宗老祖见洛双离等人容颜绝美，身材火辣，不禁生出一缕邪念。他本就是邪宗老祖，此前一心扑在陆晨身上的至宝上，直到此刻，他可以确认陆晨今日必死无疑。在见识到3女的倾城之姿后，哪里还能忍住？毕竟90分以上的天命之女并不多见啊！老杂碎，你死到临头竟然还敢觊觎本宗的娘子，等下我第一个灭了你！陆晨原本还想调侃一下对方，但既然血煞宗老祖存心作死，那就成全他。你们不是想知道龙凤真灵降世是因为何种至宝吗？他突然露出邪笑：“至宝？小子你快说，至宝是何物？”听见陆晨松口，莫云霓的呼吸变得急促。同时间，血煞宗、万寿门2位良祖也都露出贪婪之色。哈哈，你们3只蠢货，下阴曹地府去问阎王爷吧。陆晨沉声道。只见他浑身冒腾出金红光束，将龙皇体催发到极致。哦，立！陆晨张口发出龙吟凤会声。轰！整片天地剧烈震动，仿佛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要发生。这什么情况？地震了！神王江天罡被震下吊床，从地上爬了起来。他脸色阴晴不定，双目射出一道神光，得悉地脉暴动的源头竟然是因为陆晨的龙皇体。这小子又想干嘛？如此恐怖的气息，像是在4，难道说江天4是想到了什么？视线转向紫明宗，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骇然。只见紫明宗内金龙腾跃，火黄冲霄，正是陆晨的2个孩子降生时所引发的天地异象。太古真龙真灵，太古真皇真灵。江天眼神变得无比狂热，喃喃道：“陆晨竟能引动太古龙皇真灵复苏，附体一战，好小子，不愧是公主殿下看上的男人，有种！”龙皇虚影合抱，冲天而起，此等天地异象，千年难遇。这不是前段时日传的沸沸扬扬的至宝吗？终于出现了！哈哈，太古神兽真灵，此物我万坤要定了。万寿门老祖开口，他一步迈出，趁所有人不备，先一步朝龙凤真灵抓去。对此，陆晨只是一声冷笑：“龙皇之力，岂事儿等能够揣度？受死！”在陆晨的意念下，太古真龙横空一记神龙摆尾，猛猛抽在万坤身上，将他狠狠轰向地表。啊！一声绝望的惨叫自万坤嘴里发出，他的腰椎当场被这股巨力拍得爆碎，后背一片血肉模糊，椎骨不知道断了多少根，碎了多少块。咚！一声巨响，万坤倒在地坑中，模样十分狼狈。万坤被那真龙惊魄一招干倒，并未令幽魂殿主莫云霓忌惮，相反，他不仅没有感到畏惧，反而是露出了一抹狂笑。咯，陆晨，你果然怀有至宝，赶紧跪下磕头，将龙皇真灵双手献上，否则本座定将你削成人棍，放在我幽魂殿陈列观赏。莫云霓满脸怨毒，以虐杀陆晨为快感，将他视若一件精美的玩物。哼，如今龙皇真灵复苏，让本宗拥有神王级战力，你还敢在本宗面前大放阙词，简直是不怕死啊！既然如此，本宗先结果了你。陆晨杀意已决，这一次他引动了太古真皇精魄，随即一道恐怖火光落在血煞宗主身上，
后者当即发出不似人声的叫声。啊！陆晨，你这天杀的，不是说要先杀莫云霓？为何是我啊？血煞宗老祖试图破灭身上的火焰，然而这是灼烧一切的奉灭之火，不将它烧成灰烬，绝不罢休。他身上的血煞之气遇见涅槃火焰，彻底被引爆，整个人瞬间就炸开了，血肉横飞。咯。然而莫云霓在见到血煞宗老祖的凄惨死状后，他不仅没有恐惧，反而面露微笑。事出反常必有妖，夫君小心。陆晨收到洛双离的提醒后，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这老妖婆，难不成还有后手？杀！想到这，陆晨控制龙皇真灵，发出恐怖一击。炽热的龙息和焚灼万物的凤焰冲天掠地，在他们面前，什么都将破灭，不复存在。就当所有人都以为幽魂店主莫云霓必死无疑的时候，忽然一道可怕的笑声响起。嘿咻！莫云霓转动手指节，施展幽魂殿秘法，血迹吞灵。他将手腕划破，鲜血汩汩而流，然后燃烧成符文，朝龙皇真灵飞去。一股诡异的力量迸发，烙印在真灵体内。龙皇精魄瞬间变得呆滞，不受陆晨控制。不好，是远古控魂术。这幽魂殿竟有如此底牌，能控制神兽真灵。陆晨这小子有危险，老夫受公主殿下所托，护他周全。小子你可不能死了。下方神王江天脸上闪过一道焦急之色，并迅速冲向天宇。只见龙皇真灵挣扎一阵后，就被莫云霓给奴役了。真龙精魄低下骄傲的头颅，在莫云霓身前温顺的像只猫。真皇精魄在其头顶上空盘旋，凶厉的眸子死死盯着陆晨。哈哈，陆晨，你们完了！多亏你帮本座引来这只强兽魂，为了答谢你，我不杀你那3位夫人，待我将你削成人棍，镇压在幽魂殿。他的表情想必会很精彩吧？莫云霓发出狂笑，随即催动龙皇真灵，炽热的火焰卷向陆晨。那散发出的高温，连空间都被灼烧得微微扭曲。陆晨顷刻满头大汗，就当所有人以为他束手无策之际，哇哇哇，咿呀咿呀，却见天神战仆不知何时从宗门里抱出来2个婴孩，婴孩自然是陆晨的一双儿女。此刻，这2个小家伙浑身滚烫，周身符文之力涌动，似在与龙皇真灵共鸣。真龙、真皇精魄在见到他俩后，瞬间变得挣扎起来。陆青莲和陆凌天，一个觉醒出神皇之体，另一个觉醒金龙道体，没有人比他俩更契合龙皇真灵。哦，力！龙皇真灵当场失控，任谁来使唤也不好使了。什么？这怎么会？本座的远古控魂术从未失败过。陆晨，你究竟对他们做了什么？莫云霓见真灵发狂，不分敌我的进行攻击，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若无神兽真灵助力，他一个人又岂会是陆晨和天神战仆的对手？因为我是天资绝世，得神兽真灵庇佑，你这控魂术在他俩面前自然失去了作用。陆晨淡然一笑，他的2个孩子皆是绝世天骄，眼下既然暴露了神兽真灵，那他索性也就不装了。陆晨直接摊牌，今后要是还有不开眼的家伙敢来招惹他，即使拼得此身陨落，也定要让对方付出代价。轰！恐怖的龙息、凤翼焚灼苍穹，方圆数十里的天空直接化作一片火海，神王级威势波及甚远。陆晨这下就算想掩盖神兽真灵，也不可能办到了。福祸相依，该来的总会回来。陆晨低语道：“大块头，一起杀了莫云霓，他一死，真灵便会沉寂。”陆晨既出龙凤枪，直接视线血逆八荒枪诀，再配合上2阶小成的5道神形，莫云霓瞬间动弹不得。该死的小贼，想要本座的命，你们别想好过！莫云霓挥动天级宝刀，将全身灵力注入其中，舍弃了一切防御手段，杀伐之力盛烈到极致。而他攻击的方位不是陆晨，赫然是紫明宗。不好，快拦住他！陆晨脸色巨变，宗门内弟子接近1000人，这一刀怕是会死伤半数以上。天神战仆大手一握，凝结出一道璀璨的能量屏障，试图阻拦莫云霓的致命一击。然而那蕴含着滔天杀意的刀芒斩落，屏障如薄冰遇火，瞬间崩解，刀芒撕裂虚空，裹挟着毁灭一切的力量，直扑紫明宗。长老们见状，纷纷祭出法器，全力抵挡。可在莫云霓这疯狂的一刀下，他们的防御脆如薄纸。宗门内众弟子眼神惊恐地望着那道破灭一切的刀光，全都露出绝望之色。完了，我等这下死定了！半部神王挟天级法器的绝命反扑，谁人可阻，何人能拦？除非神王出手，才能扭转这一切。哈哈！诸位，黄泉路上不单行，兄弟我先一步上路了。来世我定要投胎到一位王子身上。弟子们众生相，当死亡真正来临的前一秒，所有人只有一股释然。
咚！这一刀炸开，无尽神能席卷而下，将紫明宗整个覆盖住了。见到这样一幕，陆晨气得浑身颤抖，将所有的愤怒转化为杀意。那可是紫明宗的新鲜血液，好不容易招揽而来的弟子，如今却因他而死。莫云霓，本宗今日是要剁碎了你喂狗！陆晨暴怒之下，血煞之力更加强势了几分。天级下品武学一经释放，便有摧山覆海之力。莫云霓猖狂大笑，临死前能拉这么多人一起陪葬，也算不错的结果。噗噗噗，万千枪影穿透了他的身躯，将其捅成筛子，骨头都炸开了。陆晨付之行动，真的将莫云霓给碎尸万段。然而他却高兴不起来。夫君，你先别难过，你快看咱宗门。洛双离一步至陆晨身边，挽起他的胳膊，笑靥如花。在大老婆的安慰下，陆晨缓缓回头，当场愣住了。我去，咱宗门没事啊？离儿，亲一个。陆晨在洛双离脸上吧唧一口，心情大好。只见在紫明宗上空，一位白衣老者负手而立，神王境的气息爆发，他如一颗璀璨大日，威灵盖世。好，陆晨小子，你很不错，竟能一举歼灭三宗老祖。公主殿下，他果然没看错你啊，你当有冲龙之姿啊。神王江天笑呵呵地对陆晨说道。陆晨连忙携妻女上前道谢。江老，你原来没走啊？此番多谢你出手护佑门中弟子，此番大恩，在下没齿难忘。紫明宗方圆数万里范围，总共只有几处4等势力，不曾想血煞宗、幽魂殿和万寿门的老匹夫竟然集结在了一起，皆对太古龙皇真灵有所企图。这让陆晨不禁感慨，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本不算啥事，怎料那墨鱼儿身上竟然写有破神丹，尽管只是劣质的半成品，但依旧让他们短暂拥有了匹敌半步神王的力量。好在最终一战，陆晨以雷霆手段将他们镇压，连杀4名天神，眼下只剩一个万寿门老祖万坤苟活于世。主人，这是墨鱼儿的天际下品宝刀。天神战仆将那灵宝缺的宝刀递呈到陆晨面前，态度十分恭敬，全然没有身为绝顶天神该有的架子。这一幕，在场之人撞见后，一个个全都吓得脸庞抽搐。你们都听见了吗？太上长老竟然喊咱宗主叫主人，我他妈没听错吧？宗主莫非是某隐秘势力的继承人，能令绝顶天神臣服，这也太牛批了。兄弟，我就说咱没跟错人吧。宗主他好帅啊，强杀半步神王，未来我的夫君有宗主一半强，人家就心满意足了。众弟子全都头晕目眩，严重怀疑陆晨是不是另有身份，被他给隐藏起来了。更别说如今神王江天出现，救众人于水火，这更加让人确信陆晨背后站着一股强大的势力，能令天元王室青睐。事实上，江天也震惊于战仆对陆晨的称谓，能让绝顶天神甘愿为奴，陆晨的底气究竟来源何方？莫非也与玄霄秘境中的远古圣人墓有关？万寿门老祖万坤的咳嗽声打断了众人的猜疑，只听他恶狠狠说道：陆晨，你小小年纪，杀心竟然如此之重，如今玄雷剑宗、血煞宗、幽魂殿连同我万寿门皆毁于你手，大王子若是知晓此事，定然不会放过你。此话一出，陆晨眉头忍不住皱起。江老，万坤此言何意？那日我问过天月，他说王室不会过问宗门势力间的争斗。天月，江天露出诧异之色，随即脸色舒缓，笑骂道：好你个臭小子，竟敢直呼公主殿下的名讳，还叫得如此亲密。陆晨挠了挠头，一时嘴顺。江老勿怪，在陆晨心里早已将阮天月视作了自己的妻子，不管如何，他是一定会想尽办法娶到她的，即便过程中会有很大的阻力。行吧，实不相瞒，此番老夫是受公主殿下所托，来自明宗保护你，也不知你给殿下灌了什么迷魂汤，能让他为你如此付出。江天感慨万分。在2个小家伙百日洗礼的前一夜，江天便受阮天月所托，将凤孽果、龙眼草和龟灵真木送给陆晨，那可都是稀世灵物，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而阮天月却能随手送出，为陆晨付出真情实意。大王子与公主殿下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他2人不知因为何种原因互生嫌隙，各方势力皆奉大王子为主。如今你与公主殿下交好，无形之中便就得罪了大王子。天元王朝虽说只有阮天策一位继承人，但此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绝不允许任何人忤逆他。而阮天月从小便受天元王喜爱，是他的掌上明珠，含在嘴里怕化了。这份宠爱落在阮天策眼中，便是一团无名妒火。手足之间关系不和，这种情况在王室中倒也极为平常。但令陆晨想不通的是，阮天月根本威胁不到阮天策的王位，既然不是因为权力相争，难不成这位大王子还是各恋附癖？陆晨细思恐极。陆晨，
你和公主殿下走得越近，只会死得越快。还有一事你不知道吧？逐鹿战场如今形势严峻，我天元王朝被大齐王朝打得节节败退，恐怕用不了多久就得被割据疆域了。天王王朝若想反败为胜，那就只能求助毗邻的大夏王朝。听说大夏王子是个彻头彻尾的邪修，视女子如衣物，大婚夜后就会将新娘子舍弃，打入冷宫。陆晨，待二殿下被送去大夏王朝联姻，他的下场，等他成为一只破鞋，或许还会被赏赐给他的3军将领。万坤即使浑身冒血，脊椎炸碎成粉末，此刻依旧不忘攻心陆晨。横竖都是死路一条，他彻底和陆晨撕破脸，怨毒咒骂声不绝如缕。万坤，你找死！陆晨听不下去了，抬手一吸，便将万坤的脖子扣入手中。一旁的江天也是气得不轻，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江老，不知你可有拘禁神魂的秘术？陆晨森然道，在他心中已视阮天月为爱妻，岂能任由他人出言羞辱？陆晨，你的意思是一掌拍死他太过仁慈了，我准备拿他的神魂喂养魂兽。好小子，对待敌人绝不心慈手软，这份狠辣果决老夫喜欢。这是拘魂秘法，我将此术传授于你。江天通过神念传输给陆晨，拘魂之术不算太过高深的武学，后者很快便掌握了。小子，你想干嘛？老祖警告你，你敢杀我，便是与我万寿门不死不休。万坤色厉内荏地吼道，他不怕死，但是不想落得个喂养魂兽而死的凄惨结局。聒噪！等你死后，万寿门的一切都归本宗所有。我紫明宗如今开启6品聚灵法阵，所需灵石海量，光靠玄霄秘境的那条灵脉根本无以为继。随后在万坤的怨毒声中，陆晨将其神魂拘禁，封在一个炼魂瓶中。大块头，你去万寿门和血煞宗一趟，直接以武力令他们臣服，若有不祥者统统镇杀。盘点他们拥有的灵脉条数，每个月命他们缴纳足够数目的灵石，不得有误。敢来我紫明宗的地盘闹事，便该付出此等代价。我倒要看看日后还有谁敢来挑衅。陆晨直接让几大势力给他当黑奴。宗门的发展离不开灵石，1年之后生子反例，必将获得更高品质的聚灵阵。如今收缴玄雷剑宗等4大宗门的灵脉，到那时陆晨将不再为灵石而发愁，当然如果直接能奖励灵脉就更好了。陆晨不禁有些期待，等离儿和轩儿生第2胎会给自己带来何种惊喜。幽魂殿地处紫明宗西南方位万里之外，陆晨突破至天神境后，拥有短暂穿梭虚空的能力，花了2天的脚程便来到此处。夫君，紫明宗距离这里也太远了，你想将幽魂殿的人收为宗仆，让他们给咱挖矿，可这山高路远的，难免生出什么变故，总不能每次都让你出面解决吧。这次依旧是洛双离随陆晨同行，虽说以陆晨现在的实力，只要不遇到神王，便不会有任何危险，可洛双离身为陆晨的妻子，还是忍不住跟了出来，毕竟这可是能和陆晨独处的机会。离儿，那依你之见，可有什么打算？陆晨伸手刮蹭了一下洛双离的俏鼻，眼中的爱意流淌，几乎要溢出来。洛双离趴在陆晨的肩膀上，笑语盈盈，藕臂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夫君，不如这样吧，一会儿等咱进入幽魂殿，盘点一下殿中的财产，所有能转移的东西通通给他打包带走，不能转移的，比如灵脉、药田、房店啥的，将它们全部卖了。陆晨很享受柔软顶在身上的那种感觉，手扶在洛双离的玉腿上，软软糯糯。听见洛双离这话，陆晨顺势一愣，当场尬住了。我去，离儿你这也太狠了，你不仅要将幽魂殿搬空，连带着整座殿宇都要拿去变卖，连吃带拿，你是一个不落，全都要啊！陆晨着实心惊，哈哈，你这小馋猫胃口可真大。莫云霓那老妖婆若是知道他打他老宅子的主意，指定被你给气活。陆晨伸手捏洛双离的俏鼻，彼此亲密无间。若是让外人得知陆晨让一向清冷的洛双离变得如此灵动可人，怕是眼珠子都得掉落一地。哥哥，人家才不是馋嘴猫。洛双离浅笑一下，然后在陆晨脸上亲吻。小样，还说自己不是馋嘴，每天能和天命老婆贴贴，这对陆晨而言，这就是修行最大的动力和意义。他发誓一定要不断变强，守护自己的爱妻和孩子们。来者何人？我们幽魂殿现在暂不招收门人。幽魂殿前，2名紫府境的门徒见陆晨和洛双离卿卿我我的样子，顿觉心烦意乱。看什么看？说的就是你，赶紧滚蛋！碍眼玩意！其中一人伸手点指陆晨，直接喊话让他滚。该死的东西，就凭你也敢折辱我夫君？洛双离眼神一凝，一阶5道神形绽放，一柄银色小剑冲出眉心，迅速斩杀掉口出狂言者。天神！
这位大人，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还请前辈高抬贵手啊！另外一名紫府境弟子当场吓得尿裤子。完整的武道神形，唯有踏足天神境才能凝聚，杀人于无形，令人防不胜防。此人没有出言不敬，这才侥幸活了下来。陆晨一看对方才紫府境，瞬间连盘问他话的兴趣都没了。离儿，何必跟他们废话？我们进去。门徒眨眼的功夫，陆晨就带着洛双离消失不见。下一秒，陆晨已出现在幽魂殿腹地。谁敢擅闯我幽魂殿？一位中阶天神从闭关的走出，双眸死死盯着陆晨。一阶天神和四阶天神，好胆！不过两只阿猫阿狗，竟敢擅闯我幽魂殿！即便莫与你老祖身陨异处，我幽魂殿也不是你们这种废物可以欺辱的。你们是在找死！此人的修为处在天神6阶巅峰，凌厉如渊，有着自傲的底气。这时，洛双离从陆晨的背上下来，楚楚可怜地对陆晨说道：“夫君，他凶人家。”洛双离娇滴滴的模样，看得陆晨一愣一愣。离儿，你正常一点，为夫还是喜欢你清冷动人的那股冷傲劲。是吗？那你晚上到了客栈，别与我同房睡。我喜欢清静。洛双离双手抱胸，冷傲如霜，直接递给陆晨一个大白眼。哈哈，为夫跟你开玩笑的，娘子还是像刚才那样多爱我一些吧。陆晨摇头失笑道，随即他回头看向这名6阶天神，冷笑不止。凭你一个6阶天神，也敢在本宗面前大言不惭？实话告诉你吧，莫云霓那老妖婆是本宗杀的，敢打我紫明宗的主意，尔等便该承受住这份怒火。轰！天神境界4阶的气息爆散开来，殿中弟子全都吓得瑟瑟发抖。幽魂殿因为是邪宗，所修邪功主要依靠吸食他人魂气，草菅人命，于是经常会有正义者出手，裁决那些流落在外的魂殿弟子。因此，这偌大的幽魂殿眼下不过2000余人，门庭冷落。什么？与你老祖他竟是被你所杀？你这废物不过才4阶天神，连本座都不如，哪来的实力杀他？天神长老先是一惊，但很快就将此事推翻。陆晨此举莫是在这诈唬他？哦，此物你总该认的。陆晨祭出天级下平宝刀，此物是莫云霓向灵宝缺借来的，如今归他所有。是灵宝缺那件至宝？还真是，你把店主给。天神长老脸色阴晴不定，连忙开口道：既然莫云霓已死，那你紫明宗与我幽魂殿之间的恩怨至此了结，一笔勾销。一笔勾销？你想的还挺美。陆晨激活龙皇体，气息爆发后，修为瞬间比肩7阶天神。正当陆晨准备大开杀戒之时，扑通一声，幽魂殿这名大长老瞬间给陆晨跪下，声泪俱下：大人，求求你饶我一命，只要你能绕过我，你让我干什么都行。此人说着说着，突然从眉心中射出一道魂光，魂光速度极快，瞬间就没入陆晨的识海，后者整个人身体僵硬，动弹不得。夫君，陆晨你怎样了？别吓我啊！快醒醒！洛双离吓得脸色大变，连忙呼喊陆晨。结节，没用的，他中了本座的镇魂锁，如今已是一个活死人，即便本座现在将他大卸8块，他也不可能有任何动作。镇魂锁是一件地级中品鬼器，炼制起来极为不易，需炼器师魂力顶配，修行镇压法则。很不巧的是，眼下这名邪修便是一名货真价实的炼器师，被他以道所镇压过的修士没有1000也有800了。结，如今这小子被本座以镇魂锁镇压，剩你一个1阶天神，你拿什么与我抗衡？小娘皮子，我幽魂殿可是有不少折磨人的办法。这小子杀了我们店主，今日便用你们的神魂喂养魂兽。魂殿长老发出结的笑声，嗓音异常的沙哑。尽管对方断言路沉完犊子了，但洛双离并未放弃希望。夫君，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挣脱出来，你放心，我会为你争取时间。洛双离将天级宝刀握在手里，将陆晨护在身后，警惕地看着幽魂殿长老。一位6阶巅峰的天神，洛双离自问不是对方的对手，但顶住一会儿还是没什么问题。小娘皮子，即使你有天级灵气，也不可能是本座的对手。幽魂殿长老原名露出邪恶笑容，祭出一柄地级上品白骨权杖。这根权杖是取6阶妖兽霸王师的真骨所炼制，辅以本座的4魂之法，即便是面对天级灵气也不会落入下风。洛双离俏脸一白，这邪宗长老竟然恐怖至此，危险程度不弱于绝顶天神。剑骨开，至尊道血复苏，洛双离的修为迅速飙升，很快突破至天神境4阶。这种神异体质不会弱于陆晨的龙皇体，再加上洛双离的太阴剑体，双重叠加之下，洛双离的气息竟也来到了天神境6阶巅峰。我也能达到中阶巅峰的实力。洛双离惊喜万分，
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夫君，待我屠了这只老狗，再想法子救你。洛双离那双眸子冷冽至极，以刀为剑，将全身灵力灌注进去。嗡，宝刀发出嗡鸣声，重重地砍向袁明。枪！枪！袁明挥击白骨权杖，顿时冲出数百上千道灵魂体，发出诡异的音效声。洛双离连斩数刀，这终归不是他的本命飞剑，使起来没那么得心应手。饶是如此，劈砍出的灵力刀芒依旧要比地级上品灵剑要强横得多。一个小辈，无非是仗着自己体质特殊才能与本座过招。如今你的武学、灵气皆不占上风，今日势必将你震杀。短暂试探过后，袁明开始动真格。只见整座幽魂殿鬼影森森，各种残缺灵魂体从坛子里飞了出来，被袁明吸入口腹。地级上品武学9幽噬魂诀。女娃子，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献祭神魂的伟力。一声清脆的咚响，袁明冲破了7阶天神的屏障，一路冲上7阶巅峰。对此，他满脸肉疼地抽搐着。若非你2个小辈搅局，本座也不可能现在就试用秘术。原本袁明是打算在冲击神王境的时候才吸收这些魂体，不过眼下到了幽魂殿的存亡之际，他只能搏命。7阶天神，洛双离不屈地咬着唇，手中长刀一转，南明离火剑。洛双离修炼太阴之力的缘故，浊白色火焰光环浮现，立身之处大道双莲绽放，飞旋长空。涌动的太阴之力将天地都冻结了，短暂的虚空凝滞。杀！洛双离一声娇喝，太阴洪流化作滔天剑意，在幽魂殿一众弟子的见证下杀向袁明。9幽灭魂杵。袁明怒冲而下，高举白骨权杖，凝聚出数千灵魂体结成的鬼魅幽影。幽影横空，张开血盆大嘴朝洛双离咬去。这具怨念体形体庞大无边，跟座小山似的，当即就将洛双离连人带刀一并吞了进去。这一幕当即引发全殿弟子的欢呼。哈哈，袁长老威武，不愧是我幽魂殿创殿以来的最契合噬魂诀的魂念师。就是说啊，袁长老可还是一名5品炼器师，这份才情在4等势力中都是独一档的存在。可惜袁长老岁数太大，都能当我祖祖辈了，否则我一定跟他生个漂亮猴子。袁明的岁数比莫云霓大了110岁，之前他在炼器宗一直浸淫于炼器之道，后来加入幽魂殿才短短几年，便凭借着吞噬神魂的邪功，迅速突破至天神境后期，坐上大长老的位置。原本幽魂殿弟子因为宗主莫云霓的死变得有些意志消沉，毕竟连一宗之主都陨落了，幽魂殿还能有什么指望？但如今所有人见袁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陆晨和洛双离双双制裁，目光瞬间变得无比炙热，一个个高声呼喊道：袁长老，您什么时候继承殿主之位？若袁长老担任我魂殿殿主，定能将我幽魂殿继续发扬壮大，走向辉煌。幽魂殿内欢呼声如潮，弟子们的喝彩声几乎掀翻殿顶。就在众人以为胜负已定之时，被吞入幽影身体里的洛双离周身突然爆发出绝天剑意，太阴剑体与至尊道血被运转到极致，彼此交相辉映，可怕的剑气径直破开了幽魂体。给我面！洛双离整个人杀了出来，裹挟着南明离火的冰焰之力，直接将幽影劈得粉碎。这怎么可能？袁明看着幽影被太阴之力冻成冰雕，然后破碎成块，当即吓得眼皮狂跳。反观洛双离，他周身萦绕着双火交织的灵气漩涡，手中天级宝刀已被染成双白。袁明狗贼，赶紧解除镇魂锁，否则我今日拼死也要将你斩杀。洛双离娇躯轻颤，方才的消耗极大，短时间内无法再发挥出巅峰一击。袁明一眼看出洛双离情况不太对劲，当即笑出声音：小娘皮子，你来唬我？本座那一招即便是7阶天神对上都要亡魂皆冒，你不过耗尽灵力才勉强自救，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呼小叫？袁明冷笑一声，突然召唤出一只蠢萌狗仔。呼！嗷嗷！咦！他不顾幼兽的惨叫声，强硬吸食后者身上精纯魂力。魂兽！洛双离目光略微呆滞，他从万妖图鉴中见过魂兽就长这狗样。滚蛋！放了魂兽！他怒声呵斥。随着魂力被吸入袁明体内，魂兽奄奄一息，被他随手扔在了地上，将死之物罢了。你想要？袁明踹了一脚，将半死不活的魂兽踹到洛双离腿边。你这阴毒老狗，竟将天地灵宠折磨成这副样子！洛双离将魂兽抱入怀中，这小家伙落入幽魂殿的手里，完全沦为了修炼工具。结，这股力量真令人陶醉啊！本座早已奉劝莫云霓那蠢妇早点吸干魂兽身上的力量，或许他就晋升至神王境了。可惜这世上没有能医治蠢笨的药，到头来这只魂兽还是便宜了本座。袁明沉醉于自身修为的暴涨，就这么一会儿，
他已晋升至9阶天神，又连续突破2个小境界。见状，洛双离绝望了，怎么办？夫君，都怪我没用。洛双离懊恼地低下头，要是他也拥有绝顶天神的实力就好了。离儿，你做的已经够多了，无需自责，剩下的就交给我吧。耳畔突然传来陆晨的声音，洛双离惊喜抬眸，对上那双灿如烈阳的眸子。夫君，你终于醒了。这老匹夫的镇魂锁有点东西，为夫一不小心竟然着了他的道。苏醒过来的陆晨目光阴翳，再晚一步，他和洛双离今天怕是都会交代在这里。幸好他武道神行已达2阶小成，神魂意志力足够强大，否则根本无法摆脱镇魂锁。该死的小子，被本座的镇魂锁定住神魂，竟然还能苏醒。袁明霎时间脸都吓绿了，想到莫云霓联手血煞宗和万寿门2位老祖都未能吃下紫明宗，袁明的心狠狠颤动起来。老狗，你震我神魂，欺我爱妻，今日本宗收了你这条贱命。陆晨即出龙凤枪，枪尖直指袁明，直接施展天级武学血逆八荒枪诀。而在纯阳圣体、龙皇体和强硬心之刚的加持下，陆晨身上的血气如苍龙出海，跟人体火山一样喷发出来。轰！光是这具肉身力量就足以和绝顶天神掰手腕了，更别说还有玄妙非凡的枪术血逆八荒诀。哗哗哗，整个幽魂殿上空顿时浮现出一片磅礴血海。陆晨脚踏虚空，一枪刺出，直接锁定住袁明的身形。本座身为5品炼气大师，身上的灵气何其之多，你真以为能杀了我吗？袁明一咬牙，祭出了10数件灵气，品质从玄级上品到地级上品不等，但就是没有一件天级灵气，是他数十年的积累。嗡！袁明操控一方宝印朝陆晨砸去，然而距离陆晨还有3米开外，宝印便被这股恐怖的事给震飞出去。区区玄级灵气也想伤我？陆晨冷笑一声，手中长枪趋势不减地刺出去。再来！袁明继续御气轰向陆晨，一柄飞剑品质地级下品，爆发出毁灭剑道。砰！依旧被崩飞，在陆晨面前根本不够看。一块板砖纹样的青铜疙瘩，地级中品灵气，适合用来拍闷棍，绕飞一圈，忽然拍向陆晨的后脑勺，想让本宗头角峥嵘？滚！陆晨头也不回地轰出一拳，龙象之力恐怖绝伦，直接将板砖上的神魂印记抹除个干净。噗！袁明遭反噬，怒喷2两血，当即祭出下一件灵气。待这一件件灵气被祭了出来，极为损耗精神力量。终于，袁明拼着神魂之力枯竭，成功挡下了陆晨的必杀一击，挡住了。然而还不待他惊喜，却见陆晨已然使出另一记杀招，前有金龙虚影横空，后有神像践踏而来。袁明爆发出天神9阶的战力，与之杀到癫狂。数十回合之后，袁明的胸骨被陆晨一枪刺穿。老狗，死！陆晨震荡枪身，可怕的灵力当即作用在袁明体内，将他整个人弄得4分5裂。拘魂术出，陆晨将袁明的神魂拘禁，以特殊手段喂养将死的魂兽。啊！小辈，本座诅咒你不得好死！袁明的神魂被魂兽嚼碎吞噬，死的不能再死。用嘴巴说能把人给说死，你以为自己是先帝？言出法随。陆晨一脸不屑。接着，万寿门老祖万坤的神魂也被投喂给魂兽，后者摇身一变，从小奶狗变成了鹦鹉的藏獒模样。夫君，魂兽进阶了，他从幼生期进化到了成长期。洛双离惊喜不已，这种天地灵宠若能好生饲养，带在身边比一些灵丹妙药还要有用。嘿，这家伙黑不溜秋的，以后就叫他小黑了。陆晨出手又击杀掉10数名幽魂殿的高层管理，无一例外，他们的神魂都被拘禁出来，化作魂兽的养料。面对这群猎杀修士吸食神魂的邪修，陆晨半点也没心软，直接出手镇杀之。夫君，我突然想起，你以前也是邪修，还阅女无数。洛双离见陆晨杀的兴起，眼神变得有些幽怨。可离儿，那都是过去了。陆晨一把抱住洛双离，在他额头上留下唇印，笑道：为夫这不是遇见你了吗？当邪修哪有做你们夫君好？一顿饱和顿顿饱，陆晨还是分得清楚的。天命之女个个颜值在线，身材火辣，岂是那群歪瓜裂枣可比？那卷邪功九玉是星诀，和系统比起来就是个笑话。幽魂殿高层一死，剩下的弟子根本不惧任何威胁。这群人死的死，逃的逃，偌大的殿宇很快就只剩下夫妻2人。陆晨开始疯狂搜刮，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打包带走。就在当天，附近的几个大势力家族找到陆晨，表示愿拿500万灵石换取幽魂殿管辖的5条灵脉，而1条灵脉往往能出产数百万灵石。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后，
陆晨最终以1000万灵石的价格卖了出去。另外，幽魂殿的药田，整座大殿也被卖给一处5等势力，赚了近200万灵金。白嫖1500万灵石，这等财富都能供1等势力运作1年了。而1等势力有半圣坐镇，在整个天元王朝也拥有是极高地位。苏右楚所在的苏家也才不过2等家族，族中族长修为神尊敬。陆晨私底下问过苏右楚，得悉他也是一位半圣级强者，而他的父母同样精彩绝艳，修为不详，目前全都脱离家族了。夫君，说好了，咱俩今晚分房睡。二人来到一家客栈，洛双离提出要订2间包房。娘子，如今你怀有身孕，为夫最近刚学了一套按摩手法，还是让为夫好生伺候你吧。陆晨直接拒绝了洛双离的提议，将他抱去最贵的天字号房。陆晨回到紫明宗，继续开始枯燥的修炼之旅。这半年来，除了日常陪伴三女，陆晨还会邀请江天一块下棋，向他打听阮天月的情况。当陆晨得知天云王朝在逐鹿战场上大败而回，被迫要和大齐王朝签订割据协议后，他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这份割据协议竟然是让出1-3的版图面积。天元王朝总占地面积不过才3000万公里，一下子分出这么多疆土，各种修炼资源都要减弱。然而天元王不愿签署割据协议，与大齐王纵天一战，身负重伤。如今整个天元王朝已经是人心惶惶。这一天，正在大殿修炼的陆晨突然收到江天的消息：陆晨小子，兽魂岭异动，有麒麟神兽现世。麒麟神兽？江老，你是认真的吗？陆晨听见这则消息，双目巨张。神兽种族自古强大，光成长期就能突破到圣境，长到成熟期更将成为恐怖的地境大凶。他们寿元悠长，是人族修士的10倍之多。传闻便是那些古老的地族势力也在追寻神兽踪迹，想捕获一只庇护家族万世。废话，从王室传来的消息当然是真的。那是一只麒麟幼兽，不知何故从地里爬了出来，正好被摸金寻宝的人撞见。江天神情激动道：小子，那可是神兽啊，将它捉来放一碗血，就能抵常人10年苦修了。寿元干涸的修士10只1块血肉便能延寿100年，凡人10只更是能长生不老，百病俱消。凡人和修士不同，一旦服食长生宝药，便能抵御岁月侵蚀，因此许多拥有灵根的人不愿踏上修仙之路，不成最强者，终是蝼蚁。他们选择一步躺平，花费重金求购长生药，在红尘中贪图享乐，妻妾成群，岁岁春欢，过神仙般的快活日子。既是麒麟幼崽现世，想必各方势力都被惊动，全盯着兽魂岭，哪有这般轻易得手？搞不好边境的几大王朝也会派人前来，到时候场面就更混乱了。陆晨隐隐有些担忧，这麒麟若是被别人得去，日后岂不是会造就出一个超级势力？尤其是与天元王朝结怨的大齐王朝，如此一来，各大王朝势力必将重新洗牌，搞不好会发生一场浩劫。江天笑着解释道：无妨，兽魂岭是太古神兽喋血之地，场域特殊，任何人进入其中，修为都将压制在神王境，修为越高，在兽魂岭受到的压制就越恐怖。关于这点，天元王曾亲身入内，结果不到半盏茶的功夫便吐血而归，神魂受到莫名侵蚀。大成神兽的怨念诡辩无穷，造就出兽魂岭这等七绝兄弟，里面的妖兽残魂皆是凶狂暴力，神王在里面都难以自保，甚至会阴劫。这点大长老木黑早已告诉过陆晨。兽魂岭凶邪异常，陆晨身上有从秦关身上夺来的藏宝图，原本他打算等自己晋升到神王绝巅再行前往探索，然而此番兽魂岭异动定会吸引各大势力的强者前往，如此一来，陆晨便有了可乘之机。江老，你特意通知我，可是想让我也出发前去？说到这，江天笑眯眯道：二殿下此番也会前去，你和他许久未见，难道不该见上一面吗？陆晨一听阮天月也会前往兽魂岭，心中顿时一喜，既然天月要去，那本宗自然是要同往的。大半年没见阮天月，以那妮子的武道天资，想必早已晋升为天神了。因为逐鹿战场的失利，这半年时间里，陆晨疯狂修炼，在天神丹的4倍效率下，陆晨的实力提升飞快，已经突破至天神境界6阶。江天感觉到陆晨身上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韵味，于是问道：陆晨，本座没猜错的话，你的武道意志已经2阶圆满了吧？陆晨点头回应。这段时日，有魂兽日夜伴在身边，他的神魂力量进步神速，武道神形已达到了2阶圆满。现在的他，即使面对一位初阶神王，也不会落入丝毫下风。临行前，陆晨找到三女，告知此行目的，将去兽魂岭秘宝，顺便碰运气抓捕麒麟幼崽。夫君，兽魂岭乃一处绝地，若是遇见上古凶魂，
立马逃命。你的安危胜过一切，我和妹妹们会在家里等你回来。洛双离挺着大肚子，抓紧陆晨的手，黛眉间尽显浓稠。好，我答应你，一定活着回来。陆晨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转头又去宽慰林宇轩和苏右楚轩，好好养胎，莫要为我担忧。陆晨伸手抚摸林宇轩的小腹，后者与洛双离一样，怀胎8个月。两人深情相拥，林宇轩喃喃道：陆哥哥，我会在家好好陪孩子，为你祈福。苏右楚则是双手抱胸，眼睛死盯着陆晨的脸，傲娇道：陆晨，你一定要活着，我还等你回来娶我呢，不许食言，听见没有？哈哈，楚儿，为夫做梦都想娶你，毕竟教导你1年枪术，也该是时候考验你了。陆晨凑到苏右楚的耳根子旁边，没敢大声张扬，否则小妮子要炸雷。你个坏陆晨，赶紧滚！说完，苏右楚便一个人跑去后山练习枪术了。天元城公主府，阮天月一身青衣素裹，素颜朝天，面色略显苍白。她正在吐纳运气，突然吐了一口黑血，黑血中有一股腐朽的气息，没什么血液灵性。殿下，你没事吧？贴身婢女连忙上前轻拍阮天月的玉背。殿下，修行之道在于循序渐进，天元秘法虽然短时间内能极快的提升修为，但对你的身体伤害太大了。婢女看着地上触目惊心的血渍，忍不住劝阻：无碍，本殿的身体还撑得住，我得尽快突破到神王境，这样才能帮到父王。阮天月一脸倔强道。随着逐鹿战场上的失利，大齐王朝大军压境，以武力胁迫天元王割据版图。此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天元与大夏联姻，让阮天月嫁去大夏王朝，共御大齐。然而不知为何，天元王却始终没有做出这个决议。如今朝野上下全都是质疑天元王的声音，催促他及早做出决定，割舍爱女，否则王朝将倾。唉，父王一直不松口，让我嫁去大夏。我知道他是不忍让我受到伤害，可该来的总会来。没有大夏王朝帮衬，仅凭父王一人，他怎会是齐王对手？阮天月叹息一声，可是如今的情形继续拖下去，肯定对天元王朝不利。他愿意为了王朝做出一些牺牲，毕竟大齐王朝是上等王级势力，比之天元王朝实在强大太多。殿下，将老传话回来了。这时候飞羽统领赶到，他看着地上的黑色血迹，已经有些麻木。这半年来，阮天月不断通过压榨生命力换取实力上的提升，如今才短短半年，他已是一位9阶天神，修为都快追赶上他了。相信用不了多少时间，阮天月就能突破神王境。至于阮天月究竟付出了何种代价，只有他本人最清楚。飞羽、陆晨他怎么说？他已启程前往兽魂岭。殿下，咱这边也可以做出准备了。阮天月闻言心头大喜，许久未见陆晨，他这心里想得紧，在嫁去大夏之前还能再见陆晨最后一面，他就心满意足了。兽魂岭，此地远离人烟，曾有神王陨落，是一处可怕。兄弟陆晨历时数日，只身来到兽魂岭外，因为担心陆晨走了之后有人会对紫明宗出手，江天并未前来。卖魂果了，各种品阶的都有，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错过后悔1年。瞧一瞧，看一看，新鲜出炉的骨兽遗骨，拿回家煲汤，榨取骨髓，定能强身健体。1斤只要10万下品灵石。这位兄台请留步，我这有上好的血纹石，这可都是从兽魂岭里挖来的，绝对童叟无欺。陆晨驻足观望，只见兽魂岭外熙熙攘攘，皆是嗅到商机的商贩与闻讯赶来的修士，叫卖声此起彼伏，还有卖符箓驱邪避凶的，有卖寻灵罗盘的。总之，平日里难能一见的商贩，皆能在此地见到。陆晨见状，忍不住摇头道：你这血纹石质量太差，一看就是粗制滥造，你自己在家偷偷合成的吧？这些商贩10个人里9个骗，最后一个则是傻子，信他们吹牛皮，除非脑子有坑。咦，我的武道神形怎么震颤了一下？正当陆晨准备离去，进入兽魂岭觅宝，突然他的神魂意志受到牵引，被不远处那卖魂果的小摊吸引了。道友，你这魂果怎么卖的？陆晨上前询问价格。兄台好眼光，我这些魂果可都是弟兄们拼命从兽魂岭外围摘来的。1阶魂果只要50块灵石，2阶500灵石，3阶5000块灵石。至于这枚6阶血魂果，嘿嘿，这可是好东西啊，对神王境的强者都有滋补魂力的效用，只要500万灵石。摊贩发出嘿嘿的笑声，他一看陆晨就是初出茅庐的愣头青，能宰则宰，宰不了再细谈价格即可。闻言，陆晨一顿皱眉，平心而论，6阶魂光虽然珍贵，但其价值怎么也不过超过1条下品灵脉吧。不行，你这卖的也太过贵了，你该不会把我当傻子了吧？
陆晨一脸狐疑，道友，你这不打折吗？唉，既然兄台诚心想要，那便给你打个95折，只收你475万灵石。陆晨一听，便宜了25万灵石，还行啊，赚了。此物有很大概率助自己突破3阶5道枪意，到了那时，神王境中他自可称雄。就在陆晨准备支付灵石的时候，突然一声娇吟从陆晨身后传来：“500万灵石，你怎么不去抢？”陆晨，你别听他的，此物最多只值100万灵石。陆晨豁然回头，却见一位精灵般的少女拨开人群走来。她身着一袭月白色娇绡纱裙，腰间悬着一枚刻有天元2字的玉佩，身份极为不凡。此女赫然便是天元王朝的2公主殿下阮天月。阮天月青丝挽起，发间别着的鎏金步摇轻轻晃动着，发出银铃般的声响。来到摊铺前，她柳眉微蹙，杏眼圆睁盯着摊贩。前几日本店在黑市才见人以80万灵石成交6阶魂果，你这家伙竟敢做得起价！啪！他一掌拍在桌上，气场全开，吓得对方不敢吱声。看着少女恼羞成怒的模样，陆晨轻笑道：“天月，你来了。”陆晨亲昵的称呼令阮天月脸上浮现出一抹粉白色，他偏头看向陆晨，轻声道：“陆晨，好久不见。”“是啊，时间一晃都过去大半年了，你还好吗？”陆晨看着阮天月白皙无瑕的脸蛋，但不知为何，后者的脸色白得有些不太正常，明显失去血色。我很好啊。”阮天月随口说道。他将那枚血红色的6阶魂果递给陆晨，并将一袋灵石扔到摊桌上。这里面是100万灵石，这枚魂果本店要了，你清点一下数目。好嘞，让公主殿下破费了。摊贩见阮天月到来，立马嬉皮笑脸，露出讨好之色。陆晨将这魂果收下，想将100万灵石还给阮天月，却遭拒绝，不禁苦笑道：“砍价果然还是你们女人在行，此番在下又欠了公主殿下一个大人情，算上凤孽果、龙眼草那次，再加上江天碧护子明宗，以及今日。”陆晨发现自己已经欠了阮天月3次人情债，这可怎么还？呆子，我的人情不用你还。阮天月狂翻白眼，他为自己喜欢的人付出一些，这算不得什么。阮天月并不希望陆晨对他只有感激之情。陆晨，想必你已经知道兽魂岭异动，神兽麒麟现世。我已得到消息，大齐、大夏之人皆已进入我天元王朝境地，恐怕已在赶来的路上。阮天月转移话题，陆晨接口道：“江老已将一切告知于我，公主殿下放心，我一定不让麒麟落入外敌手中。”哼！阮天月暗自生气，这家伙刚才还叫自己天月，好不亲昵。可结果陆晨现在一口一个公主殿下，听得他莫名感觉有些生分。陆晨见阮天月突然生气，还以为他是气恨敌对王朝此番强闯边境，便没多想。陆晨兄弟，好久不见。飞羽统领，别来无恙。这时飞羽统领上前与陆晨一番寒暄，他忍不住说道：“陆晨，你不知道，公主殿下她为了你的事。”飞羽，不许胡言。阮天月瞪了飞羽一眼，制止他要继续说的话。陆晨自然清楚阮天月为他的付出，于是上前给了阮天月一个拥抱。天月，谢谢你，你的事我已经知晓，我一定不会让你嫁给夏无杰那个邪修。陆晨的臂膀健硕有力，说出的话掷地有声。阮天月一直都在强撑，装出一副内心强大的样子，实际上她也是一个女人，希望被爱和呵护。陆晨，阮天月依偎在陆晨怀里，感动地垂下眼泪。天月别哭，我会快速崛起，扭转逐鹿战场的一切。陆晨发誓，他会成为天元王朝最尖锐的矛，扫荡整片战场。陆晨相信，只要自己晋升为神尊，靠着系统的奖励，定能制衡各方。在王朝之上，则是圣宫。圣宫制定规则，各大王朝之间准许内斗，但适可而止，不得出现圣王陨落，这是唯一底线。而天元王朝、大齐王朝、大夏王朝全都隶属于天眼圣宫。兽魂岭外人流熙攘，皆为麒麟幼崽而来。此刻他们见陆晨与阮天月举止暧昧，瞬间议论纷纷，对陆晨进行口诛笔伐。此人什么身份，竟与公主殿下如此亲密？他一只阴沟老鼠是怎么敢的啊？臭小子，你好大的狗胆！公主殿下即将嫁去大夏王朝，你怎可对她如此无礼？还不快放开你的脏手！大夏三王子夏无杰素来心胸狭隘，若是被他得知你与公主殿下走得如此亲近，定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有天神强者出面，大声训斥陆晨，言语恶毒。阮天月是天元王朝最璀璨的明珠，人人都想得到他的青睐。若能成为王朝驸马，整个天元王朝都能横着走了，竞争不过大夏三王子也就罢了。
如今见到陆晨与公主殿下走得如此亲近，他们妒火中烧，恨不得取而代之。明明大家都是丑陋的猪头，凭什么你能去拱阮天月这颗小白菜？人心如此，在身份悬殊不大的时候都见不得人好。都给本统领住口！公主殿下行事，何时轮到你们多嘴？飞羽统领身为阮天月的贴身侍卫，他清楚这1年来他所受的苦楚。如今他2人好不容易重逢，怎能让外人破坏这份难得的欢愉时光？轰！一股强大的气息席卷全场，此前出言羞辱陆晨的天神全都吓得脸色乌青。神王，飞羽统领，您晋升神王境了。恭喜飞羽统领成为神王，是我等僭越了。众人连忙恭维称赞，再不敢讥讽陆晨。陆晨见状也是笑着拱手，飞羽统领进步如飞，已经是一尊神王了，实在令人羡煞。你这家伙能让殿下为你牵肠挂肚，你才该叫旁人羡煞吧。飞羽伸手指向一圈，所有人都盯着陆晨。若非阮天月和飞羽在场，这群人指定冲上来把陆晨给撕了。我可什么都没做，老朋友见面拥抱一下怎么了？陆晨无语至极，这妮子不愧是全王朝的梦中情女，这拉仇恨值的能力也是没谁了。没错，本殿与陆晨只是朋友。阮天月离开他的怀抱，轻声说道。虽然有些不舍，但他身上肩负着重大使命，为了王朝的利益，阮天月只能嫁去大夏。陆晨暗自握拳，心爱之人就在眼前，却又仿佛远在天边，这种感觉实在太难受了。此行阮天月还带来了2名老者，皆是王室中人。你就是陆晨，方才竟敢当着我俩的面夸下如此海口。2位老者眼神里绽放出金芒，似要将陆晨看穿。陆晨瞬觉神魂震荡，对方的实力即便是在神王境中也是佼佼者了。不错，在下陆晨见过2位前辈。他沉声道。还行，小小年纪就已是6阶天神，不出数年就能成为我辈中人。其中一位神王老者点头道，另一位老者则是叹息，只可惜时不待你，二殿下他怕是等不到你崛起的那一天了。大旗咄咄逼人，虽受制于天眼圣宫定下的规矩，无法对王上下杀手，可在逐鹿战场上，他们却不会手下留情。王朝的中坚力量是神王和神尊，一旦死伤殆尽，往后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他天元王朝都将丧失对中立资源的争夺权，那种损失无可估量，远比割让1、3版图给大齐王朝还要恐怖。陆晨也知这点，他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毕竟生子反立也是需要时间，天命之女更是无比稀缺。陆晨，无需为我如此，我能明白你的心意就足够了。阮天月嫣然一笑，陆晨的心都差点被他融化。如此善解人意的女孩，岂能让她落入邪修手中？随即，陆晨拿出那枚6阶血魂果，义无反顾地服食下去。这小子疯了！6阶魂果具有无穷魂力，便是神王将其炼化，也会万分小心。他不过1阶天神，真以为自己能和神王比肩吗？哈哈，无需我等出手，这蠢货自己就能杀死自己。诸位，这种乐子可不多见，可莫要错过他爆体而亡的好戏。众人都被陆晨的举动给惊笑了，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他炼化失败后的下场。唉，公主殿下，你看人的眼光还是差了些啊！意气用事，此子绝非王者之心。此刻，就连追随阮天月的2名老牌神王都忍不住叹息。不，本殿相信陆晨，他不会让我失望的。阮天月也担心陆晨会无法吸收6阶魂果的能量，小手捏着裙摆，但他一直看不透陆晨，坚信他能创造出奇迹。以天神之躯强行炼化6阶魂果，倒也不是不可能。毕竟这家伙体质特殊，难以按常理揣度。飞羽心道，有龙皇体和纯阳圣体，应该能够扛下这股冲击。此刻，陆晨感觉这副躯体快要爆炸一样。这枚6阶血魂果的能量比他想象中还要雄浑，不仅有魂力，还有一股磅礴的血气。这是神兽精血。陆晨惊讶发现，血魂果中的血色物质来自神兽之身。融合炼化之后，他的体内传出可怕龙啸声，竟然是龙血。兽魂岭中陨落过真龙。陆晨物我两忘，加速炼化血精和魂力，提升肉身力量的同时，他的神魂之力在飞速壮大，5道神形正在发生蜕变，用不了多久就能突破至3阶。咻！一支幽暗冷剑从天边激射而来，拖拽出一条银色匹链，目标直指陆晨的心脏。砰！老神王出手，一掌将其崩。殿下，是化灵剑有人想置陆晨于死地。阮天月目光冰冷，他转过头，死死地盯着远处。王兄，出来吧，我知道是你，你为何要对陆晨下杀手？呵呵，月儿，这家伙不过是个天神境的废物，他配不上你。
片刻之后，虚空破碎，一行数人走了出来。为首那位青年面冠如玉，眼神阴翳，正是天元王子阮天策。他头戴8珠王冠，一身飞衣金带，身上俨然有一股上位者的气势。在他怀中有一位娇软美人，衣不蔽体，是他的御用炉鼎。其余几人从身上散发出的威压来看，也都是神王境中的佼佼者。阮天策阴狠一笑：月儿，你即将嫁去大夏王朝，本殿可不许你在这个节骨眼犯错。如果被夏无节发现你破了处子之身，届时置我天元王朝于何境地？大夏王朝的怒火，谁也承受不起。我没有。阮天岳气得浑身颤抖，他这王兄一向不待见他，说出的话更是冷血无情，是他为讨好夏无节的工具。在大是大非面前，阮天岳岂会为了一己私欲弃天元王朝于不顾？呵呵，本王子不管你和他进展到哪一步了，只有死人才能让本殿安心。再说他区区一个天神，死便死了，这下一剑，本殿看你们谁敢再拦。阮天策手持长弓，将化灵剑搭在弓弦上，缓缓拉动。众人面面相觑，这位大王子竟然要当众射杀公主殿下的心上人，好狠毒的心！所有人目瞪口呆，不禁对陆沉投去怜悯之色。这废物死定了！美人福禄哪里是这么好享受的？阮天策，本殿不许你伤害陆沉！一声怒斥，却见阮天岳用自己的身体挡在陆沉前面。此举令众人大惊失色。天岳公主莫非真的和陆沉有染？那怎么能行？二殿下，这可使不得啊！您千金之躯，怎可为了一介孱弱天神赴死？这小子究竟哪里好？6阶天神而已，在场诸位当中一抓一大把。公主殿下不可！大王子心狠手辣，这一剑他是一定会射出来的。有人上前劝阻，劝阮天岳赶紧退后，就让陆沉死在这一剑下得了。他们巴不得陆沉赶紧去死。这样一来，阮天岳嫁去大夏王朝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如此能够换来与大夏王室的结盟，共御大旗，对谁都好。二殿下，你还是退下吧。大王子要杀此人，除了王上，谁也拦不住。阮天策身后一位神王开口，语气无比淡漠：是啊，二殿下，天策他也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自己的王兄呢？阮天策怀中的娇软美妇双眸含情，香肩裸露，令在场一众男修看得心痒难耐。他媚骨天成，狐狸眼，说话的样子娇滴滴，惹人生怜。你住口！狐媚妖物也配合本殿说话？阮天岳怒极，对方是一只九尾妖狐化形，惯会勾引男子。你这死丫头，敢如此与你王嫂说话？本殿今日倒要看看，谁敢护着那小子！阮天岳眼神示意怀里的美妇退去，随即神王境中期的气息爆发。这一剑，他必死！莫老、陈老，将天岳那丫头给我抓去一边。是。2名神王境老者出手，威势惊天。阮天岳的身体当即就不受控制，被一股强大劲道送去一旁，整个人动弹不得。殿下，飞羽凝眸，呵斥对方：你们竟敢对二殿下出手！此事若被王上得知，定不轻饶尔等。聒噪！本殿行事向来如此，父王他岂会为了一个废物责怪本殿？阮天策出手，一巴掌扇在飞羽身上，将他打得吐血横飞，重重摔在地上。飞羽！阮天岳目眦欲裂。阮天策，你敢伤本殿的人，待本殿晋升神王，定要让你付出代价。他娇躯轻颤，正风狂运转王室秘法，随即他的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然而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在阮天策手中的长弓上，想看他要如何处置陆沉。保护陆沉，别让他受伤。阮天岳怨念冲天，向他的心腹下达指令。唉，其中一位神王上前劝阻阮天策：大王子，陆沉不过一小小的天神，你何必非要斩尽杀绝？莫要因为他伤了你兄妹俩的和气。另一位神王则遵照阮天岳的命令，挡在陆沉身前。本殿要做的事，没人可以阻拦，都给本殿滚开！阮天策身后2名老者随同出手。轰！一时间4位神王缠斗在了一起，将陆沉暴露在阮天策的剑下。小子，你死定了！他将弓胎张拉满月，灭灵剑疯狂吸聚天地灵气。这股威势力便是一位神王中期的绝顶强者，在不设防的情况下挨上此剑，也要神形俱灭。嗖！灭灵剑飞出的这一刻，陆沉心生感应，唰一下睁开眸子。此时的他武道神形已经突破至3阶小成，这一剑对他不会有任何的威胁。就在陆沉准备出手的这一刻，一道灵虹飞射而来，瞬间将那灭灵剑击溃。陆沉惊了一下，怎么还有人救自己？陆沉，阮天岳吓得花容失色，眼角有晶莹闪烁。月儿，我没事。陆沉偏头看向阮天岳，他
他在称呼上悄然发生了转变。如果说他先前一半是因为喜欢阮天月，另一半是因为他天命之女的身份，那么当陆晨亲眼目睹他为自己舍命，这份感情彻底纯粹。此刻的他已将阮天月视作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挚爱。谁？是哪个混账东西竟敢阻挠本殿？滚出来受死！阮天策气的脸色铁青，连续2剑没有建树，彻底惹毛了他。见没人回应，阮天策不禁露出狂笑：小子，救你的人当起了缩头乌龟，这一次本殿看你怎么躲！阮天策屈指10剑齐发，众人仿佛已经看见陆晨被射成筛子的样子。事不过三，想不到天元王子竟以虐杀弱小为乐。天王王位今后若是交到你的手里，怕是会王朝倾覆。这道声音充满磁性，只见一位身穿紫衣的少女从天而降，她弹指一挥，身前的虚空便已划出一道深渊，将那10支灭灵剑尽数放逐。神尊降临，这怎么可能？这位少女年纪轻轻，修为竟已达到了神尊之境，果然是自古英雄出少女。众人满脸惊骇，吓得话都说不利索。这位少女紫衣灵动，曲线曼妙，双峰高耸，雪白修长的美腿在群纱下若隐若现。她轻纱遮面，外人无法窥视其真容。但依陆晨的直觉来看，少女绝对不是1个贝多芬，她的颜值绝技不会低于90分。定，检测到天命之女江子宁，建议宿主迎娶。还真猜对了，对方果真颜值在线。望神术，陆晨运转瞳术，此术日行一练，不仅能迅速壮大神魂之力，还能窥测出对方的资质、境界、体质。天命之女江子宁，天命属性青金色，资质绝顶，神尊境2阶，体质鸿蒙道体，圣皇道骨。鸿蒙道体，降生时与道共鸣，得鸿蒙之力洗炼胎体，铸成鸿蒙道体，一经复苏可提升10倍战力，铜镜无敌。圣皇道骨，圣皇强者化到天地时，有1/1000的概率会生出道骨，与道骨相融会衍生出无穷变化，绝境之时可爆发出堪比圣皇一击。青金色天命属性，这个叫江子宁的少女天命气运也太逆天了吧！陆晨目瞪口呆，目不转睛地盯着江子宁。可以说，这名少女是他觉醒系统后遇到过最妖孽天才。似是觉察到陆晨有些灼热的目光，江子宁轻轻抿了下唇：你别误会，我只是路过。不是，我没误会啊。陆晨傻眼，对方莫不是将他当成了想吃天鹅肉的蛤蟆？自己身上这几斤几两，陆晨还是很清楚的。现在的他实在无法和江子宁相配。不过有一说一，若能娶到江子宁为妻，绝对是他的福泽。这妮子在面临绝境时，能爆发出堪比圣皇强者的恐怖一击，这等威势，即便是王朝之主都无法企及。圣皇那是比圣王、圣尊还要强大的存在，神尊境强者，这怎么可能？你究竟是何方势力？阮天策下的嘴巴子哆嗦起来。他虽为天元王子，但他的实力只有神王中期，在这样一位神尊境强人面前，生杀都在对方一念之间。王室方面，此番就派了阮天策兄妹2人前来，各带了2名老牌神王。至于说神尊强者，那太奢侈了。由于神尊强者在逐鹿战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能直接影响战场胜负，根本无法分身前往别处。再加上兽魂岭存在着特殊场域限制，各大势力即便有心，也无力派遣神尊强者前往此地。损失1名神尊和死1位神王，二者价值完全不同。这时候，天元王室的4名神王也都纷纷停手，面色惊疑不定地盯着江子宁。奇怪，没听说过大齐、大夏有谁的灵力是紫色的啊？她会不会是另外几大王朝的公主，亦或者某古老宗门的隐世传人？江子宁因为鸿蒙道体的缘故，她的灵力呈现出深紫色，对旁人天然有一股压制力。听见众人的低语，她黛眉一挑，未作解释，走到阮天月身边，抬手解除了他身上的禁锢之力。多谢前辈出手相救，我替陆晨他谢谢你。阮天月身为王室公主，落落的体冲江子宁鞠躬道谢。前辈，哥哥。江子宁展颜一笑，他第一次听别人这么叫他，而且对方还是一位王朝公主，这种感觉挺新鲜啊。有什么不对劲吗？那我喊你姐姐。阮天月眼珠一转，心道对方是一名神尊，可得紧紧抱住对方大腿，否则一旦江子宁离去，陆晨又将遭到阮天策的毒手。行，妹妹，你这王兄实在不咋的，我正好缺个妹妹，要不你跟了我，看谁今后还敢为难你。姐姐。阮天月听闻此话，立马抱住江子宁，这真是他亲姐啊。陆晨见状眼神古怪，这位武道天资绝佳的奇女子
竟然还古道热肠，在这充满尔虞我诈的世间，着实不多见了啊。想到这，陆晨对他的好感更甚。此刻，陆晨已经炼化了6阶血魂果，炼化那缕龙血后，他的武道境界已经突破至天神境7阶，武道神形彻底巩固在3阶小成巅峰。陆晨随即上前向江子宁表达自己的谢意，多谢女侠救命之恩，日后若有所需之处，再下定当义不容辞。江子宁目光一闪，好奇地看着陆晨，你这人怪有意思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喊我女侠。既然我这妹妹喜欢你，以后若是有谁敢欺负你，直接找我便是。江子宁拍了拍傲然胸脯，他身份高贵，却又语气平和，全无架子，令陆晨如沐春风。只可惜望神术并非透视眼，无法看清楚对方面杀下的角色姿容，这点令陆晨感到颇为惋惜。就在众人猜疑江子宁的身份时，突然几道爽朗的笑声震撼天地。哈哈，天元王子，好久不见啊！上次见面还是在逐鹿战场上，本店依稀记得你被打得屁滚尿流时的蠢样。陆晨听见对方声音，抬眼望去，在望神术的感知下，这一行10数人最弱的都是绝顶天神，为首那名26、7岁的青年更是无限嚣张，一张歪嘴仿佛能翘上天。齐天恒，大齐王朝竟将你给派来了！好好好，本店今日将你镇压，以雪我在逐鹿战场上的耻辱。阮天策听见这桩丑闻，气得面红脖子粗，胸腔差点爆炸。眼见外敌到来，阮天策无心他顾，口型如动，最后瞪了陆晨一眼，就不再理会。陆晨对出了他的口型，小子，你给本店等着。对此，陆晨丝毫不惧，只是回了一句，本宗拭目以待。若非忌惮对方天元王子的身份，陆晨直接就释放出武道枪意，将他灭杀了。就凭你，也想将本店镇压？回去修炼个几年再说大话吧。不对，几年后本店只会比你这废物更强。齐天恒用看狗一样的眼神看阮天策，他与对方同样是一位5阶神王，但不同的是，齐天恒的武道修为是靠自己一点一滴稳扎稳打修炼得来，反观阮天策体内阳气不足，脸色苍白，分明是纵欲过度。他的武道修为是靠着阴阳交泰、鱼水相欢才能进步神速。阮天策，本店不久前听闻你得到了一位天狐族的美人卢鼎，今日一见，你果真艳福不浅啊！不若这样，你将这狐族小妞送给本店，等回到逐鹿战场，你我再次相遇，本店定对你手下留情，如何？齐天恒眼睛贪婪地盯着那位狐族仙子，露出垂涎之色。殿下，他轻薄奴家，你可一定要为奴家做主啊！离双双美眸中流盼着雾气，楚楚柔弱，向阮天策哭诉：混账东西！齐天恒，你找死！阮天策气急败坏，对方敢当着他的面调侃自己的女人，简直没将他放在眼里。杀！他弯弓搭箭，灭灵箭10箭齐发，全都对着齐天恒的脑袋射去。轰！一声巨响传开，未等齐天恒动手，队伍里的神王袖袍一甩，便将阮天策的攻势化作泡影，并且那股道威趋势不减，直冲向阮天策的胸口。噗！后者被这巨力轰得吐血横飞，而且这还是对方收着力的情况，若是全力出手，只怕阮天策已经形神俱灭了。他身后的2名神王根本没料到对方敢如此猖狂，一言不合就下杀手。杀！给本店杀了他！阮天策歇斯底里，彻彻底底的发狂。一位神王须弥着眼，直接杀了出去。蠢货！陆晨见状，忍不住摇头。大齐王朝的人方才明显手下留情，这蠢货王子竟然还敢上前招惹，他当真不怕死啊！只听见轰咚一声，那位绝顶神王竟被大齐王朝的人生生轰杀。神尊，你身边竟也有神尊跟随！一位神王在半空中炸碎，当场将阮天策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阮天策，你还真是可怜，出行在外竟无神尊跟随。也是，如今逐鹿战场都乱成一锅粥了，你们天元王自顾不暇，哪来的神尊给你调动？齐天恒淡淡的讥讽道。说完，他的目光落在了阮天月身上。天月妹妹，好久不见，你这小模样愈发得水灵了，当真是我见犹怜。干脆你嫁给本店得了。咦，你身旁这位女子的身材真是不错，不知姑娘出自哪处势力？要不跟了本店？齐天恒吹了下口哨声，目光显得有些灼热。这副面纱之下究竟是何等姿容，令他心痒难耐。若能将这2女收入后宫，绝对舒爽。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齐天恒，娶我你也配？阮天月俏脸冰寒，天元王朝与大齐王朝积怨已久，他死也不可能嫁给对方。陆晨皱眉，将阮天月挡在身后，目光死死地盯着齐天恒。他嘲讽道：大齐王子做到你这个份上，
还真是掉价。方才觊觎那位狐族仙子，现在又来觊觎我天元公主，你满脑子只有裤裆里那点玩意吗？齐天恒闻言，脸上的笑意瞬间转为森冷，目光如毒蛇般盯着陆晨。哪里冒出来的小杂碎，也敢在本王子面前放肆？他身后的大齐王朝强者纷纷向前踏出一步，磅礴的威压如同潮水般朝着陆晨等人压来。噗嗤，江子宁轻笑一声，莲步轻移，走到陆晨身旁。他周身深紫色灵力如同火焰般熊熊燃烧，抬手间一股无形的力量直接将齐天恒等人的威压震散。觊觎我的人，你还不够格？江子宁声音清冷，面纱下的眼神却似淬了毒的匕首，直直刺向齐天恒。齐天恒脸色微变，他没想到这神秘女子竟然如此厉害，刚刚那随手一击怕是只有神尊强者才能做到，但他身为大齐王子，又岂会轻易服软？冷笑道：哼，藏头露尾的东西，有本事摘下面纱，本王子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何方神圣。想看，那你自己来摘啊。江子宁勾唇一笑，这些年他遇到的色徒不少，给他整得有些心力憔悴，所幸最后走到哪都戴着面纱，但依旧有不少人对他贼心不死。摘就摘，别以为你是神尊，本殿就不敢动你。像你这样的烈马，征服起来才够味。齐天恒背靠大齐王朝，别说是一个小小的神尊，就算是一尊圣灵，他也不会感到丝毫畏惧。虽说大齐王朝和天元王朝一样，同属下等王级势力，但他父王早已达半不胜尊境，一旦齐王晋升圣尊，便将跻身成为上等王级势力。王叔，烦请你出手，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抓过来，本殿今日倒要看看她这面纱下的脸究竟有何见不得人。齐天恒眼睛里闪烁着幽芒，随即大齐王朝那名神尊出列，一步迈出，直奔江子宁而去。他将灵力掌控到毫巅，随心而发，神尊境7重天的实力爆发出来，震撼全场。此人的实力，怕是足以横扫我们在场所有人了。大齐王朝真是好手笔，竟然派来一位高阶神尊，看样子对这麒麟幼兽势在必得啊！哎，那位紫衣少女势单力薄，还如此年轻，怎么可能会是大齐王朝的对手？得罪了大齐王朝，还不知道会有什么苦果等着他。众修士窃窃私语间，有人忍不住摇头叹息。神尊出手，也让陆晨感觉到压力山大。现在的他对付一下神王还行，面对神尊只能是被秒杀。眼前这关，唯有靠江子宁自己去面对。不过他身怀鸿蒙道体，能叠加10倍战力，对付一个7阶神尊应该不有什么问题。老匹夫，你还真敢来啊！见大齐王朝的神尊出手，江子宁的好脾气终于被消磨殆尽。今日将你镇杀于此，我看谁还敢来纠缠。只见浓郁的紫气自江子宁身上散发出，他的额头出现神秘纹络，与大道交感。紫气东来，一声娇喝，天地间的灵气疯狂朝江子宁汇涌，此外还伴随着丝丝缕缕的稀薄紫气。很快，天地灵气呼啸，形成一股风暴，以江子宁为中心飞速旋转起来。雄浑的道力在触及那名7阶神尊的瞬间，后者如遭重锤，直接给掀翻出去。你竟然是鸿蒙道体！天哪，传说中可叠加10倍战斗力的体质，竟然真的存在。这名神尊起初还对江子宁嗤之以鼻，但现在却是面色惊恐，因为江子宁身上的气息正不断飙升，瞬间就从神尊境2阶攀升至神尊境5阶，并且还在持续增长。鸿蒙道体自古便是无敌体质之一，同境中足以称尊的存在。齐天恒，你这回可是踢到铁板了。阮天策见到这一幕，当即露出狂喜之色，能让齐天恒吃瘪，这比什么都要痛快。10倍战力增幅，不过是前贤过分美化罢了，这种体质谁又真正见过？本殿不信。齐天恒催促道：王叔，你还愣着做甚？趁他还未到巅峰，赶紧将他打断啊！天恒说的不错。那名神尊见江子宁的气息已经来到神尊境6阶，当下不再犹豫，飞快的缔结法印。轰！苍穹破开，一道恐怖的掌印从天而降。那只黑色巨掌释放出森罗死意，引发出天地异象，虚空法则急剧震荡，竟然幻化出了一柄死亡幽莲。那是纯粹的死亡法则所化，与该武学共鸣而生。不好，是灵武学，唯有神尊境以上的强者才能掌握的灵级武学。姐姐她，阮天月下的脸色苍白，灵级武学乃圣灵强者开创，拥有引动天地异象的伟力。叠合武学本身的威势，足以碾压一切同境敌手，即便是天级上品武学，在他面前也会黯然失色，触之即溃。众人见状，吓得亡魂皆冒，所有人只恨爹妈没多生2条腿，开始亡命逃窜。一时间，各大势力的人都在遁空，修为弱的则是一头扎进兽魂岭，能受规则庇护。月儿，
相信他。我们先退离此地。林武学的气势太恐怖了，这一掌轰压下来，方圆10里怕是一切都会不复存在。陆晨伸手搂住阮天月的小腰，一拳破灭虚空，遁向远处。当陆晨拉着阮天月踏空而出，只见绚丽的紫气在兽魂岭外扶摇而上，在江子的头顶上空凝聚出一尊巨大的神王虚影。天道法则嗡鸣，化生出一柄紫气凝结的剑体，周身缠绕着神秘的符文，威压滔天。是灵武学，没想到那名女子也掌握有灵级武学。诸位，此女能拿出灵级武学这种好东西，背后的势力可不简单啊！废话，能拥有鸿蒙道体这等强绝体质，她怎么可能是籍籍无名之辈？定是某古老世家雪藏起来的天骄。众人皆被江子宁展露出的灵武学深深震撼住了。神尊强者交锋，一旦施展灵级武学，动辄毁灭一座城池。这也是逐鹿战场上为何会限制参战者的修为。神尊便已如此，圣道领域的修士只会更加可怕，造成的破坏力难以估量。普通军队在他们面前不过一根手指头就能点杀，也就没有两军对垒的意义了。陆晨对此啧舌不已，不愧是神尊啊！灵武学，我日后也一定会得到。阮天月听见他的低语后，轻笑道：“陆晨，等你晋级为神尊，我便带你去大学宫挑选契合你的灵武学。大学宫屹立在天元城中，由王室掌管，里面收录了各种品阶的武学功法，黄、玄、地、天应有尽有，甚至还有灵武学，需要修士用在逐鹿战场上取得的战功或者稀世灵宝来兑换。但有阮天月这层关系在，这两个条件自然都不需要。而王级武学，整个天元王朝也只有一部，那便是天元王开创的元天焚世诀，不过从不对外传授。月儿，你对我真好。”陆晨轻轻抱了下阮天月。虽说有系统在，陆晨在修行路上注定不会缺少武学功法，但阮天月对他的心意却是无价。有这样一个为自己着想的女人，陆晨说什么也不会将她拱手让人。接着众人就看见天地异象与灵武学结合在一起。擎天虚影手持紫剑，一剑斩出，与黑色掌印死亡镰刀轰然相撞，剧烈的爆炸声震得众人耳膜生疼。烟尘弥漫间，江子宁的气息再度暴涨，竟直接突破到神尊境8阶，赶超了那名大齐王朝的神尊。什么？你的修为还在提升？不，即便是上等王朝的公主都不可能有你这种实力。你难道来自圣宫？那名神尊明显被江子宁展露出的实力害住了，这实在超出了常理。唯有一种可能，江子宁是圣宫传人。给我碎！江子宁一声怒喝，紫剑虚影爆发出璀璨光芒，竟将那恐怖掌印生生撕裂。此外，那柄死亡幽莲也是炸开，双方的实力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不好！神尊脸色大变，还未等他反应过来，江子宁已然欺身而上，抬手间一道蕴含着恐怖道力的紫芒便朝着他席卷而去。神尊仓促间运转灵力抵挡，可在江子宁的灵力攻击下，他的防御如同纸糊一般瞬间破碎。噗！神尊吐血，身体如破麻袋一样翻飞出去，血染长空。但敢冒范本圣女，无论你是何人，都得死。江子宁杀意已决，他出世至今，快意恩仇，随性而为。救人如此，杀人自然也是如此。随即他抽剑向前，轰！巨响传开，一朵盛大的紫色蘑菇云绽放，兽魂岭外剧烈颤动。那爆发出的威势焚山逐海，除了兽魂岭不受影响，方圆10里范围内所有凸起的一切皆不复存在，全被这股巨力轰平了。众人痴痴地望着这一幕，全都惊得说不出话来。良久之后，才有人小声说道：“这就是神尊之怒吗？焚灭山海，谁人可敌啊？奇怪，我刚好像见到大齐王朝的神尊吐血横飞了，这不对劲吧？一定是我眼花了。那少女难道真是鸿蒙道体，可叠加10倍战力？否则怎可能是那位神尊的对手？”众人大张着嘴巴，嗓子眼都干了。陆晨对此丝毫没有担心。江子宁在神尊境叠加10倍战力，势必横扫一切，半胜不出，便不会有任何悬念。能量蘑菇云散开后，所有人飞身向前，再度出现此地。嘶嘶嘶，无数道吸冷气的声音响起，众人惊骇发现，那名大齐王朝的神尊正被江子宁一剑洞穿心脏，二人脚下鲜血流淌了一地。天恒，他是……神尊眼中流露出极端恐惧之色，临死前想告诫齐天恒江子宁的身份。死吧！江子宁失去耐心，震荡手中长剑，砰！神尊强者的躯体瞬间炸开，鲜血内脏散落一地，炸了大齐王朝众人满身。其他人身上全然没沾到一滴血，显然这是江子宁有意为之。你
你竟敢杀我大齐王朝的神尊！你怎么敢的？齐天恒怒目圆睁，手指颤抖地指着江子宁，连一句狠话也说不出来。这姑奶奶明显是一尊杀神，一言不合便屠戮神尊。这要是惹怒了他，保不住连他自己的小命也会被斩杀。杀便杀了，你待如何？你要是想复仇，姑娘随时奉陪。江子宁谨记师命，此行是来抓捕麒麟幼崽，至于他的身份，还是别让外人知晓的好。陆晨见他态度强势的一塌糊涂，敢视王朝势力如无物，不禁好奇他究竟来自哪一势力王朝之上，便是圣宫。莫非江子宁来自天眼圣宫？如果是的话，那他的来头未免也太惊人了。陆晨心中发苦，眼下他尚未攻下阮天月的垒，现在又该琢磨着怎么攻略江子宁了。青金色气运属性的天命之女，陆晨势在必得。你简直是岂有此理！大齐王朝的人全都恨得牙根痒痒，但面对江子宁的强势，只能打碎银牙往肚里咽。阁下好手段，此笔账我大齐王朝记住了。我们走。齐天恒撂完狠话，便准备带人进入兽魂岭。精彩精彩啊！能够看见一位神尊喋血陨落，姑娘当真好手段。这时候一行数十人骑乘瑞兽浩浩荡荡的出现，为首那人头戴紫金冠，身穿极品锁子甲，威风凛凛。陆晨豁然抬头，前方队伍中一面旗帜迎风招展，上面写着大夏王朝4个字。夏无伤，你少在这幸灾乐祸。据我所知，夏王有意将王位传给你三弟夏无节，你这大王子在大夏过得连狗都不如吧？齐天恒猛地转过头，毫不留情地讥讽道。夏无伤。陆晨紧紧地盯着此人，在他身旁，阮天月小声道：陆晨，这夏无伤是大夏的大王子，本该是大夏王位的第一继承人，可三王子夏无节天赋异禀，拥有九阳神体和彩阴神功，进步如飞，他的实力怕是已经快突破神尊境了。九阳神体与我这纯阳圣体比起来，不知如何？陆晨闻言若有所思，有这种修炼速度，也难怪那家伙会被夏王看中。齐天恒，你大齐死了位神尊，还敢如此猖狂，简直是不知死活！被人当众处刑，夏无伤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阴沉。夏荷，去给他点颜色瞧瞧。是，大殿下。只见一位30多岁的绝美妇人从人群中走出，体态丰腴，玉腿修长，浑圆饱满，颜值有80多分的样子。她名夏荷，是齐天恒的贴身侍卫，深得夏无伤的器重。修为在神尊境一阶，是队伍里唯2的神尊强者。平日里没啥事干的时候，他还负责满足夏无伤的生理需求。夏荷释放出灵力的瞬间，在场众人吓得脸色巨变。又是一位神尊，他一人便能碾压全场了。夏无伤，你想干什么？本殿警告你，我大齐只有我一位继承人，你若是敢伤害本殿，待我父王晋升圣尊，定不会放过的。齐天恒惊恐地发现，在神尊的武道压制下，他连抬动一下手指头都无比艰难。聒噪！我家大殿下也是你能羞辱的？啪！夏荷隔空抽了齐天恒一记耳光，力道之重，将他半张脸都拍烂了，牙齿滚落一地。啊！夏无伤，你这混账王八蛋！齐天恒无能狂怒，奈何自家队伍里的神尊已死，这场子今日注定找不回来夏荷。这家伙还敢在本殿面前犬吠，将他另外半张脸也拍烂吧！夏无伤得意地看着齐天恒，一个下等王朝的王子，也敢在他面前耀武扬威，什么东西？好的，殿下。夏荷冲他妩媚一笑，纤手再次挥出，将齐天恒另外半张脸也抽烂。砰！嘴里的牙齿都没剩下几个。好，打得好啊！阮天策见老对手吃瘪，心里头别提有多畅快了。见大夏王朝的人到来，他连忙跑到夏无伤面前，低头露出谄媚之色。大殿下，这齐天恒敢对你不敬，简直是瞎了他的狗眼。他不过下等王朝的卑贱王子，怎配与您相提并论？夏无伤对他的话很是受用，欣慰道：阮天策，还是你小子上道。你放心，此番本殿来你们天元，除了抓捕麒麟，另外就是商议联姻之事。说完，他的目光落在阮天月身上，眼中闪过一道金芒。如此绝色佳人，竟然要便宜给三弟那个邪修，实在暴殄天物。阮天策却是笑道：大殿下说笑了，能够成为三殿下的侍妾，是舍妹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二人旁若无人的交谈着，丝毫没理会正主听了后是何想法。天月，还不快滚过来拜见大殿下！阮天策回头冲阮天月厉声吼道：我！阮天月满脸悲愤，他这王兄竟然敢当大夏王子的走狗，实在令人恶寒。月儿，别过去！陆晨紧紧地抓着阮天月的小手，此地距离兽魂岭很近，一个念头便可带他进山。
等入了兽魂岭，管你是神尊还是圣尊，通通镇压便是。天策，他是何人？竟与公主殿下走得如此之近？莫非他俩？夏无伤眼神玩味地看着陆晨和阮天月。如果这两人有染，阮天月与夏无杰的这门亲事黄了的话，那对他而言可是大有裨益啊。夏无杰即将突破神尊境，需要精纯的女子元婴，而阮天月体质特殊，不仅拥有圣王血脉，据说还是太阴道体。这要是让他与夏无杰结合，助其突破到神尊境，将大大威胁自身在大夏的地位。想到这，夏无伤决定破坏此处联姻，说什么也不能让阮天月嫁给夏无杰。事后就算父王怪罪，反正有陆晨给他背锅，与他何干？回大殿下，那家伙就是只癞蛤蟆，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王妹和那废物小子没什么的。废人，还不赶紧放了我王妹！阮天策怒极，和夏无杰的这门亲事若是搅黄了，那他天王王朝危矣，至少要割让1/3的版图出去。大殿下说的对，赶紧放了公主殿下。小子，你休得蛊惑公主殿下，她即将成为大夏王子妃，不是你能觊觎的。是啊，逐鹿战场频频失利，我们天元王朝再也输不起了。众人当即附和阮天策的话，在他们眼里，唯有自身利益为重，岂会管阮天月的死活？她嫁给谁都没关系，只要能让他们获利便是。阮天月闻言，脸色苍白，娇躯轻颤。陆晨，此番能再见你一面，我已满足。他眼中晶莹闪烁，松开了陆晨的手，朝大夏队伍走去。天月，陆晨气得咬牙切齿，双手死死地攥紧，只恨自己未能突破到神尊境，扫荡整片逐鹿战场。若能晋升为神尊，即便是天元王也会对他刮目相待了。只要再给自己一点时间，等系统奖励一到手，便能崛起。月儿别怕，今日姐姐在，谁也别想夺走你的幸福。江子宁伸手抓住阮天月的胳膊，强硬地将他塞回到陆晨的怀中。阮天月大脑嗡嗡的，虽然他知道江子宁离开后自己还是改变不了要嫁去大夏的命运，但此刻能与陆晨深情相拥，他心里还是感激江子宁。见江子宁出手阻挠，阮天策瞬间吓得缩头。这紫衣女子一言不合就灭杀了大齐的7阶神尊，他可不敢触其眉头。有意思。夏无伤意味深长地看向江子宁，方才离得老远，他就看见此地紫光冲霄，威势绝伦。如今近距离与江子宁对视，夏无伤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运转都受其压制，此女的身份绝不简单。干脆他顺坡下驴，平淡道：看样子天元并没有要与我大夏联姻的打算啊。既然如此，那便没什么好谈的了。至于大齐王朝要怎么做，便不是我们能干预的了。此言一出，齐天恒等人面露狂喜。反观天元王朝这边，所有人跟吃了苍蝇似的，一丁一个不吱声。大殿下此事不可啊！就当阮天策要出言劝说的时候，整个兽魂岭震动。只见一只娇小的4腿兽冲天而起，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声。嗷呜！兽魂岭突然剧烈震颤，山体如被巨手撕裂，万千碎石被劲风卷扬而起。刹那间，天穹出现瑞彩千条，祥光万道。一只浑身覆盖着璀璨鳞甲的小兽踏光而出，它额间神辉流转，4蹄腾起火焰符文，昂首发出一声嗷呜长鸣。天哪，是麒麟幼兽！我天元境内竟然真的出现了活的神兽，那可是神兽啊！他们身具天赐宝术，一旦得知，便是堪比地级武学。地级武学，连圣宫之主都会为之心动。咱就别想了，不到圣王境界，怕是连参悟的资格都没有。麒麟之血，若能得之，可抵数年苦修，还能洗精法髓，改变武道资质。还等什么？冲啊！麒麟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万众修士们当即变得眼红无比。至宝在前，没人能够冷静。便是大夏、大齐的几位王子、神尊都心头火热，抛开诸事不义，全都组织队伍冲进兽魂岭。小子，你和天月的事，等本殿抓到麒麟后再与你细算。阮天策见夏无伤和齐天恒都冲进了兽魂岭，他只能恨恨地说道：“跟随进去，我等着。”陆晨怡然不惧，他将武道枪艺突破至3阶小成巅峰。除非遇见像夏无杰、江子宁这种拥有神异体质的天骄，若是对付普通的神王，根本不在话下。麒麟出世，我们也进去吧。江子宁美眸闪烁，那可是麒麟啊！传言无上帝族都会穷极一生抓捕神兽。天妖圣宫虽不如地族那般强大，但若能将神兽培养起来，定能跻身地级势力。好，月儿，兽魂岭有大凶险，一会儿千万跟紧我。陆晨牵起阮天月柔若无骨的小手，后者脸上浮现出一丝害羞，轻轻应道：“随即，陆晨一行6人也飞入兽魂岭。刚进入兽魂岭，
陆晨就发现江子宁的气息被削弱，限制在了神王境。此地果然古怪，天然压制一切生灵。江子宁美眸中闪过一缕异色，这样一来，他的鸿蒙道体和神尊境修为都派不上用场了。姐，是这样的，当初我父王到此，被压制的吐血而归，从那之后，他便再没有来过此地。阮天月笑着解释道：“对了，还未告诉妹妹我的名字，我叫子宁，此行也是为了麒麟而来。”江子宁告知自己的身份，但明显有所保留。子宁姐，天月妹，二女一副自来熟的模样，倒是看得陆晨有些心痒。要是他也能与江子宁套上，近乎就好了。嘿嘿，不过借着阮天月的这层关系在，未必不能和江子宁扯上关系。于是陆晨也做自我介绍，在下陆晨，紫明宗宗主。此番多谢江女侠搭救，还出手护住了月儿。七阶天神，马马虎虎吧。你别怪我心直，只是这等水平的话，可远远配不上天月。江子宁心直口快，并非刻意贬低。子宁姐，你别这么说她。阮天月拉了拉江子宁的衣角，陆晨1年前才只是虚神境1阶，这种修炼速度已经不弱于顶尖天骄了。关于这一点，阮天月心如明镜。他看中的男人还是纯阳圣体和龙皇体，强大的一批，好吧？无妨，江女侠说的不错。我若想得到你父王的认可，唯有突破神尊，在逐鹿战场上建功立业才行。陆晨并无芥蒂，他偷偷看了江子宁一眼，心中愈发好奇，这副面纱下揪竟有张和等惊心动魄的面容。还行，挺有觉悟。等你什么时候晋升到神尊，我便做主将月妹嫁给你。说着无心，闻着有意。江子宁随口的一句话，直接引发轩然巨波。阮天月此行有飞羽统领和2位老牌神王跟随，听见他的话后，全都露出骇然之色。子宁姑娘，你莫不是来自圣宫？是啊，错非如此，怎可决断二殿下的婚姻大事？子宁姑娘身具鸿蒙道体，年纪轻轻已是2阶神尊，同境称尊，我等早该想到的。几人神色激动，若能得到圣宫青睐，天元王朝此劫定然可以安然度过。天眼圣宫，子宁姐竟是圣地传人。阮天月瞳孔地震，圣教之地，即便是在整个大虚天都是超然物外的势力。一教圣地，统领王朝无数，可主王朝兴衰，统御亿万子民。如今活着的圣宫传人出现在自己眼前，阮天月怎能不激动？嘘，江子宁做出一个晋升的手势，笑着说道：“姐姐，我可没说自己是圣地传人。天月妹，你要自己脑补，我可不管。”话虽如此，但陆晨确信江子宁定然与天眼圣宫有些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凭他敢插手王朝争端，这一点就不是寻常势力能比拟的。轰！突然，前方不远处传来一声炸响，只见一条100丈长的巨蛇虚影显化天穹，它浑身魔灵乌亮，怨念冲霄，令神王都胆颤心惊。啊！快跑！是远古天魔蟒的残魂！救我！我不想死啊！孽畜！休得逞凶！裂天一刀斩！人群发出哭腔声，乱成一锅粥。很快，出手的2阶神王陨落，当即引发一场恐慌。这才刚入兽魂领，便遇见这等可怕的远古异兽。公主殿下，此行太过危险，你还是先出去吧。飞羽统领露出惊容，天魔蟒残魂爆发出的威势堪比神王初阶修士，杀在场天神如土狗，令人心惊肉跳。不行，麒麟幼兽说什么也不能落入大齐王朝的人手里，我好歹也能比肩神王了，留在此地可以自保的。阮天月展露自己的修为，倔强说道：“他修炼秘术，透支生命力为代价，已经提升到天神境9阶巅峰。依靠着他的圣王血脉和太阴道体，便是遇到神王也能一战。”什么？月儿，你能比肩神王了？陆晨吓得目瞪口呆。他不是没想过阮天月会晋升天神，不曾想竟然从9阶真神直接突破到9阶天神了。才过去半年多，这般修炼速度着实令人心惊。不对，你精元有损。江子宁身为神尊，一眼发现问题，抓起阮天月的皓腕，一脸恨铁不成钢。月儿，你老实交代，是不是偷袭禁术了？陆晨听见这话，脸色微变。大虚天任何一种禁术都是极其凶邪的，动辄要人性命。阮天月竟然为了提升实力，全然不顾自己安危，这怎么能行？陆晨还想着把阮天月娶回家好生疼爱呢。月儿，你为何要修炼禁术？这有多伤害身体，你知道吗？陆晨也是一副质问的语气。爱之深，责之切。我只是想帮父王。逐鹿战场上的失利对他打击太大，加上他和齐王决战落败，一夜愁白了头发。眼下我们天元已经岌岌可危了。王朝1、3的版图若是交割出去，
各方势力的修炼资源匮乏，我天元就再无出头之日。阮天月握紧拳头，咬着唇瓣，楚楚柔弱。每年各大王朝都会在外界寻到些中立资源，比如灵脉古矿、古圣遗迹等。修炼资源一旦曝光出来，争夺者就会两军对垒，公平竞争。弱小者将受到打压，强者恒强，由他们制定规则。天元王朝之所以每隔几年就对各大势力评级，便是要在各方势力中抽调强者出征，为王朝效力，并以修炼资源作为回馈，否则王朝凭什么培养你？闻言，陆晨脸色稍缓，原来这妮子是心疼他父王，才会误入歧途。尽管如此，陆晨还是强硬道：“那也不可以，你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我还等着成为神尊，向你父王提亲，把你娶回家呢。”在场那两位老牌神王听见陆晨不着调的话，不禁露出苦笑。这小子还真敢想啊！等他晋升神尊，怕不是黄花菜都凉了。能在1年内晋升为神王就了不得。至于晋升神尊，没个4-5年，怕是在想屁吃。可陆晨是阮天月的心上人，后者是他们看着长大，在个人感情和王朝大义之间，他们还是将选择权交给了阮天月本人。陆晨，阮天月听了很是高兴，美眸中流盼着雾气。江子宁则在一旁开口道：“不错啊，陆晨，想不到你还是挺有担当的。放心，有我在，绝不会让月儿嫁给夏无杰那个邪修。月儿，可说好了，你不许再偷练禁术。”他恶狠狠地说道。此番受魂领之行，无论最后结果如何，江子宁都打算在天元王朝留住一段时间，处理王朝争端。子宁姐，你对我真好。阮天月扑进江子宁怀中，嘶嘶，才过去片刻，远古天魔蟒残灵就已吞噬了数百人的神魂，一片惨绝人寰之景。这一次，天魔蟒的目标选择了陆晨一行人，他震动背部的软翼，以迅雷之势向他们袭来。孽畜，休得张狂！追随阮天月的老牌神王出手，天极武学运转，一记破灭拳光瞬间将天魔蟒的残灵轰灭，一拳毙敌，绝顶神王的实力显露无遗。这等实力，怕是足以在兽魂岭横着走了。这也是王室方面之所以会派顶尖神王到此的原因。陆晨暗自点头，神王9阶的实力配合上天级武学，他唯有释放出3阶小成巅峰的武道神形，才能与之一战。这兽魂岭除了场域古怪压制境界，别的倒也没啥出彩之处。江子宁切了撇嘴，放松警惕。子宁姐，陆晨，你们可别小看了这兽魂岭。妖兽残灵寂灭之后，能依托此地的独特场域复生，根本杀之不尽。阮天月连忙向2人解释。话音刚落，死去的天魔蟒残灵再度出现，他目露凶光，变得比刚才还要狂暴。他不断发出尖笑声，说着让人听不懂的兽语。很快，此地便飞来一只6阶血色蝙蝠，有神王中期的实力。哞！一声巨吼，地平线那头出现一只珊瑚独角蜥，气息恐怖，也与神王中期的人族修士一般。轰！一声声惊天兽吼，不过片刻，此地便出现10几头神王级妖兽。不好，残灵复苏，竟还惊动了其他远古异兽，全是6阶妖兽，这下麻烦大了。众人脸色一变，更远处还有妖兽残灵向这方汇集，这是倒了一手窝啊！陆晨、月儿，你们先走，此处交由我来断后。很快，数十只6阶异兽齐至，这就是远古天魔蟒的号召力。他血脉等级高贵，即使实力并不出众，也能号令诸兽。月儿，走！陆晨抓起阮天月的手，便朝另一个方位跑去。他们走后，江子宁与这群异兽妖灵站在一起，紫色灵力冲霄，恐怖的道威席卷，天崩地裂，一些弱一些的异兽当场炸碎。然而，依托此地的特殊场域，亡灵苏生又一次杀向江子宁。陆晨离开战圈，心有余悸地看向后方，在他的感知下，数只6阶巅峰的异兽妖灵向江子宁袭去。这种阵仗，即便他同阶无敌，恐怕也要疲于招架。陆晨，子宁姐，她该不会出啥事吧？阮天月眼神中流露出担忧。不会，他是圣宫传人，定有保命之物。我们先走，沿途留下气息，等他寻来便可。陆晨摇摇头，在四周围种下气息标记。阮天月也跟着照做。这麒麟幼兽行踪诡秘，我等只能一路碰运气了。老牌神王叹息道。陆晨一行5人在山岭间穿行，搜寻神兽踪迹。途中遇见好几波妖兽袭击，整个队伍都被冲散了。陆晨循着羊皮卷上的指引，带上阮天月来到了藏宝地。此刻2人浑身燃血，刚诛杀掉几只6阶初期的妖灵，并成功将其甩开。阮天月气息虚浮，胸脯剧烈起伏，消耗极大。只见他美眸中泛起异色，满脸崇拜地看着陆晨。陆晨，
你刚才好厉害啊，竟能一招秒杀6阶妖灵，你那是武道枪艺吧？难不成突破至3阶了？陆晨在阮天月的额头上亲了一口，掷地有声道：月儿，从现在起，由我来保护你，绝不让你受到危险。亲密接触后，阮天月脸蛋粉扑扑。身为天元公主，平日里在公主府深居简出，她这还是第一次与一个男人这般亲密。阮天月的娇躯瞬间变得有些酥软，直接依偎在陆晨怀中。这个男人的胸膛令他着迷。陆晨随即将羊皮卷摊开，按照路标指引，宝藏就在此处才对。正当陆晨疑惑之际，忽然间天旋地转，周围场景巨变，他竟出现在一片神秘空间中。来不及多想，阮天月先手指向前方，声线颤抖：陆晨，那是黄血神树。黄蟹花开300年才结一枚灵果，黄血神树。陆晨拉上阮天月，快步走到古树下，树丫上结着通红的灵果，芳香馥郁，一看就香甜可口。这是黄血道果，属于7阶灵物，对神尊都有效用，能助其破境，可遇不可求。这需要凤凰之血浇灌，便是天眼圣功也不一定能培育出。阮天月笑着解释道，他伸手数树上的灵果，合共3枚，正好够他和陆晨以及江子宁享用了。陆晨屈指一弹，便将3枚灵果收入囊中。月儿，你先将其服下，我来为你护法。阮天月欣然同意，刚咬了几口道果，便连忙打坐炼化。7阶灵果蕴含海量的生命精气和灵力，刚一下腹，他就感觉浑身像是要燃烧一样。赤雄浑的火光在阮天月体表浮现，他的衣裙瞬间烧得连渣都不剩。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幕，陆晨不禁瞪大双眸，眼神变得有些灼热。啊！陆晨，你不许看！阮天月尖叫出声，脸红的能滴出血来。体内的这股灵力太强大了，令他无暇分心，只能拼尽全力炼化。月儿乖，我不看，你慢慢炼化，不必着急，由我为你护法。陆晨伸手挡着眼睛，试图抚顺他的炸毛，但却忍不住露出一个指缝，多瞄了2眼。不得不说，阮天月的身材美轮美奂，像是羊脂玉般洁白无瑕，令人爱不释手。陆晨，你还看？坏胚子！阮天月一脸羞愧，眼看制止不了陆晨，只能硬着头皮炼化道果。陆晨并未翻越雷池，而是选择了尊重，只是偷看几眼就去忙别的事了。他仔细打量这片神秘空间，发现充斥着一股圣道气息。据说圣道生灵拥有开辟空间小世界的能力，但观此处规模不大，只得方圆100里的样子。空间主人的实力不会太强，充其量只达半圣境。圣道生灵寿元很长，最弱的半圣都能活3000岁，因此这方空间还算稳定，保留得非常完备。咦，这是何物？陆晨发现一节兽骨坚硬无比，比龙凤枪还要坚实，其上符文流转，有一种古老莽荒的气息，说不清道不明。陆晨运转望神术，强大的神魂之力释放，依旧未能窥探出它的奥义。这莫非是远古异兽的真骨？怎么啥也看不穿？陆晨抓耳挠腮，直觉告诉他此物不凡，将有大用。将兽骨收好以后，陆晨回头看了阮天月一眼。小妮子已经进入物我两忘的状态，面颊红润，恢复了血色，并且她的气息正不断攀升。嘿嘿，看来这枚7阶黄血道果不仅能助月儿突破到神王境，还能补足境数对她造成的伤害。陆晨大喜过望，凤凰涅槃与之相关的灵物皆是不凡。只见一朵大道火莲将阮天月的躯体包裹，结成一颗血茧。不出意外，等灵茧破开之时，阮天月就将彻底踏足神王境。随后陆晨又在四下转悠，找到许多不错的灵药，都是太古灵族洗礼术要用到的天材地宝。很长一段时间，陆晨都化身为采药奴，忙得不亦乐乎。轰咚一声炸响，阮天策一行人被轰飞进这方小世界。操，这是什么鬼地方？本店怎么跑这来了？阮天策脑袋嗡嗡，他们刚和6阶巅峰的巨猿妖灵交战，结果被一拳蹦飞到此，莫名其妙就掉落这处。和阮天策一起的还有一位绝顶神王，以及他那天狐族的小娇妻。殿下，这是哪儿啊？奴家好害怕。黎双双下意识抱紧阮天策的手臂，他只有天神境，本能的会选择依附强者。天狐一族对通灵至宝和妖族血脉有独特感应，若非如此，阮天策不会带他前来。身为他的御用炉鼎，阮天策可不舍得让他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双双莫忧，有本殿在，定会护你周全。阮天策反手搂住黎双双的肩膀，说道：此地圣道气息浓郁，不似绝地，倒像是一处宝地。来，双双你试试开启寻灵术，一窥此地玄机。
黎双双粉色的宝石眸绽放出瑞彩，瞬间感知到无数天才地宝。然而灵翠最浓郁的却是一节兽骨和一棵神树。得悉灵物的藏身处，黎双双立马便带阮天策二人去寻。唯一有些奇怪的是，那节兽骨竟然在小范围的进行移动。这边陆晨刚在小世界里打了一头野味，正架在炭火上烧烤。真香啊！月儿，等你突破神王，再吃上一口野味，包你舒爽。陆晨咀嚼着肉腿，笑着说道。在他的感知下，阮天月距离神王境只剩最后这临门一脚，只剩一层朦胧薄纸，随时可以挺进。陆晨，你坏死了！人家在这修炼，你在那里烤肉吃。阮天月的声音透过灵茧传出，他声音清脆如银铃般悦耳。又啃了2口黄血道果，随即一股恐怖的气息自他身上散发出。神王境2阶，阮天月一举破开神王瓶颈，并且还有意外之喜。月儿，出来吃肉了。陆晨将一根肉腿撕下，来到血茧旁，准备迎接自己的小公主。那个，陆晨，你等我一下，我要先穿漂亮裙子。血茧中，阮天月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一件火色长裙，小心翼翼地换上。咔嚓，血色莲花消散，阮天月俏莹莹出现在陆晨面前。突破到神王境后，她的颜值又进一步得到提升，整个人气质大变，愈发的柔美动人。阮天月一袭火色长裙曳地，蝴蝶袖裸露出2只玉臂，如浮于2腮，灵动可人。她丰腰纤细，胸怀博大，臀部圆挺，美艳不可方物。一时间，陆晨不禁看呆了，一阵口干舌燥。陆晨，你这么盯着本殿做甚？阮天月好歹也是王朝公主，气质这块拿捏得死死的。她2手叠合，柳眉微蹙，小臣子，本殿饿了，还不快将妖兽肉递呈过来。小臣子，陆晨神情微愣，但很快反应过来，这妮子在跟自己斗去呢。很好，小月月，你成功惹怒本宗了，说该怎么罚你。陆晨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随即将大手覆盖上去。2人斗去一会儿后，吃烤肉果腹。阮天月的那枚凤凰道果才啃食1小半，若能完全炼化，定能晋级到神王5阶。有人来了。陆晨的神魂意志何其强大，便是一些神王也难以和他匹敌。他瞬间察觉到这片空间有3人在朝他们的方向靠近，并且实力都不弱。月儿，先藏起来。2人躲在暗处，陆晨催发出神念，发现来人竟是天元王子，还真是冤家路窄。陆晨脸色变得无比阴沉。阮天策此前曾用灭灵剑射杀他，欲置他于死地，心肠歹毒得很。陆晨，来人是谁？神念感知这块，阮天月远不如陆晨。是你王兄，他身边还跟着那名老神王，还有那只狐媚妖女。陆晨握紧拳头，他发誓一定要让阮天策付出代价，此前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只是阮天策是阮天月的兄长这点。阮天月将手贴在陆晨的胸膛上，小鸟依人。陆晨，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必在意我的。天策王兄一心想将我推给夏无解，此前联姻之事便是他在推促。父王他从未说过什么，但我不愿见父王一蹶不振。陆晨这才恍然，他这老丈人倒是个疼女儿的，竟然没把阮天月视作巩固王朝地位的工具。好，既然如此，今日我便好好教训阮天策这个冷血动物，为你出气。放心，阮天策总归是你的兄长，我不会杀他。听到陆晨的话后，阮天月不禁长舒一口气，他还真怕陆晨不管不顾，一枪将王兄给挑杀。好在陆晨果然是在意自己的，愿处处为他考虑。2人收敛气息，蛰伏了下来。时间不长，黎双双带阮天策寻到了这棵黄血神树。这是传说中的黄血神树，7阶灵物中当属它最为珍惜。其道果可令神尊境修士完美进阶，连破树境还能淬炼根骨，补充海量生命精气。只是树上的道果呢？怎么一颗也没有，被谁给夺去了？阮天策从惊喜到暴怒的切换只用了不到3秒钟。虽无道果，但此树价值斐然，带回去辅以催熟圣叶，稀有土壤也能快速收获。老神王考虑周全，取出灵壤，小心翼翼地将黄血神树移栽进去。殿下，还有一物，那枚兽骨就在离这不远处，在哪？黎双双突然指向一棵树人环抱的参天巨木。你是说兽骨在树里？阮天策嘴角微抽，难不成古树成精了，竟然吞噬兽骨？月儿，我们被那狐女发现了。轰！一声巨响，100、10米高的古树炸开。陆晨拉着阮天月从树洞中走出，想不到天狐一族还有如此奇特的秘宝能力。阮天策，你倒是给自己找了个好工具，能寻觅灵物，还能充当炉鼎，这天狐一族的能力还真是不错，搞得他都想要。陆晨摸索着下巴，若有所思地盯着黎双双，这女人
或许对寻找麒麟有用。有朝一日，若能得到一名狐族的天命之女就好了。殿下，他骂奴家是工具，你可一定要帮奴家出气啊！离双双大眼扑闪，向阮天策撒娇。美人放心，陆晨此人今日必死。阮天策露出坏笑，伸手在黎双双胸前掐了一下，惹得一阵娇吟。他偏头看向陆晨，贪婪道：想必黄血道果就在你身上，将至宝交出来，本殿可以留你一具全尸。随即他又对阮天月说道：天月，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还不快滚过来！你别忘了，我天元王朝要与大夏联姻，你只能嫁给夏无杰。哼！面对阮天策的怒斥，阮天月却是当着他的面踮脚亲吻陆晨的脸。月儿，陆晨心头火热，连忙搂住阮天月的丰腰进行热烈回应。阮天月芳唇软糯香甜，令他着迷。该死，你俩竟敢当着本殿的面亲热，无视本殿说的话，恬不知耻的贱人！你是想成为整个天元王朝的罪人吗？阮天策气急败坏，他无法容忍阮天月竟然心悦一个蝼蚁天神。他甚至怀疑陆晨与阮天月在这片神秘空间独处，已经偷尝了禁果。若真如此，天元与大夏的联姻就泡汤了。天元罪人，好大的帽子！阮天月缓缓推开陆晨的胸膛，回讽阮天策：父王都没说这话，你一介王子凭什么操办我的姻亲？还是说父王上职壮年，你就想谋朝篡位？阮天策，你其心可诛，你休要血口喷人！阮天策结巴，被阮天月对的脸色铁青。父王的确没同意联姻之事，但民心所向，到时候他不同意也得同意。横竖只需嫁了你一人，就能保全我天元不受大齐欺辱，赚大发了。陆晨听见这话，恨得牙根痒痒。月儿，何必与这混账多说？看我替你教训他。然而当陆晨展露出7阶天神的实力后，阮天策当即笑喷：什么？本殿没听错吧？你一个天神也敢在本殿面前大言不惭？小子，死字怎么写你知道吗？黎双双同样露出鄙夷之色，娇声道：殿下，这废物的实力还没奴家高，也不知他哪来的勇气敢入兽魂岭抢机缘。他天神境8阶，在这兽魂岭已经很弱了，然而陆晨比他还弱，简直是来兽魂岭找死。没眼看！老神王看了陆晨一眼后，撇了撇嘴，瞬间失去兴趣。老夫杀天神如杀鸡，斩神王如切菜。少年郎，你自尽吧，来生记得投个好胎。公主殿下不是你能觊觎的。三人你一言我一语，皆视陆晨如草芥，随手便可捏死。陆晨，一时间，阮天月虽然知晓陆晨战力非凡，此刻也变得不那么自信了。月儿，你且退后，我怕一会儿打起来，这条老狗的血会溅你身上。那你小心。陆晨点点头，他的神魂之力随即开始沸腾燃烧。咻！一杆凝晶长枪从他眉心眉出，散发出恐怖的神魂波动。三阶5道神形，这怎么可能？这一定是假的。常人光是修炼神魂和武道中的其中一项，就已是十分艰难。你竟然是神武双修？不好，老夫看走眼了，这小子的武道神形足以横扫神王境了。殿下，我们这回可算踢到铁板了。寻常神王武道神形大抵就在1阶水平，能晋升2阶的都是极其罕见，要么是得到某种大机缘，要么是专修神魂。而陆晨，他才不过天神境啊，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阮天策等人见状，一时全都无法接受。亲眼看见陆晨从一只病角猫摇身变成一头猛虎，这简直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抱歉，让各位失望了。从现在起，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残忍。陆晨脸上露出贱兮兮的表情。武道枪意一出，即便陆晨只是天神境，也足可比绝顶尖神王了。大殿下小心，此子已成了气候。老神王挡在阮天策身前，起手便是天级武学。霎时间，小世界风起云涌，众人衣袍被吹得猎猎作响。大荒神杯掌，一掌拍出，天穹崩裂，一道荒天古碑坠落，迅速放大，虚空裂缝如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古碑虚影横断长空，化作数百丈大，朝陆晨碾压而去。陆晨，这是天级中品武学，你一定当心。阮天月忍不住提醒道。以天元王师的底蕴，天级武学随手便可拿出，这样一来，对陆晨构成了极大威胁。天级中品武学吗？陆晨眼神虚眯，他确实从这一击中感受到恐怖的破坏力。然而，他拥有3阶小成巅峰的武道枪意，不仅可以随念而发，更是能融于武学之中，使威能无数倍叠加。龙皇体复苏，龙吟凤会之声响起，陆晨的气息瞬间暴涨数倍，跻身天神绝巅。纯阳圣体和强硬心之刚双双激活，
他的气血之力更是膨胀到一个极端恐怖的境地。比拼纯肉身力量，陆晨不会弱于一些中位神王，甚至犹有过之。更别提先前那枚6阶血魂果中，陆晨得到真龙精血洗礼，这具体魄铜镜中无人可敌。面对这碾压而来的神杯，陆晨将5道枪意融入龙凤枪中，龙皇之力注入，瞬间爆发出无尽神霞。这一枪融合了所有，你不可能挡住。血逆八荒枪诀。陆晨提枪迎击，周身血海沉浮，怒涛翻卷。虽说只是天级下品武学，但有了5道枪意加持，再弱的武学也会变得不同凡响。轰！一股极端可怖的气息爆发，这股力量已经触及到了神尊屏障，无限比奸神尊强者的一击根本不可能挡得下。不好，陆晨身上的气息已经达到神王境的极限了，他怎么会这么强？阮天策彻底傻眼了，这就是3阶5道神形的威势吗？不愧是本公主看上的男人。陆晨，你太棒了！阮天月美眸一眨不眨地盯着陆晨，这家伙的实力比他想象中还要可怕。他真的只是天神吗？不是神王，但远胜于神王。小孽畜，本座今日哪怕与你同归于尽，也要阻止你与二殿下酿出大错。老神王为了促成天元与大夏联姻，直接燃烧血魂，不惜献祭自身，也要斩灭陆晨。莫名其妙，本宗本没想杀你，但你非要找死，那我便成全你。陆晨最是痛恨这种满口仁义，却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第三人的丑恶嘴脸。阮天月是一个鲜活的人，他可以为了王朝利益妥协，但那得是他心甘情愿。天元王尚且没做决断，你区区一个王子，凭什么操办阮天月的婚事？死！陆晨的武道意志锋锐无边，杀念无穷，龙皇枪震颤，冲出龙皇虚影，破灭一切。咔嚓，倒立拼杀下，那面神杯当场被戳爆炸，恐怖的气浪扫荡而出，直接将方圆数里给荡平，什么都不复存在。啊！一声惨叫，却见老神王浑身裂痕，每一处毛孔都在渗血，顷刻化作一个血人。出气多过进气，已经是垂死之身。嗨嗨！陆晨同样没有多好受，衣衫炸开，浑身血肉模糊，气息有些削弱。果然，天神境的肉身还是难以承受如此可怕的道理冲击。怪不得大虚天并没有纯粹的神魂修饰，肉身为灵魂载体，也得兼容提升才行。这一战让陆晨直观明白武道神形的强大，他坚定了自己今后的道路，一定要走神武双修，做到同境称尊。爆炸余浪消散的差不多后，阮天月飞快出现在陆晨身旁，心疼地抚摸他的伤口。陆晨，疼吗？我来为你疗伤。陆晨制止了他的动作。月儿，无需如此，我这身上的伤只要不致命，就可自动恢复。陆晨露出一抹灿笑，有无限可成长体术傍身，伤势越重，心之刚叠得就越快。陆晨悄然运转强硬心之刚的武学心法，他身上的伤势随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逝。继上次叠加到800层后，这一回陆晨又免费叠加400层，直接突破到1200层。叮，你的强硬心之刚已叠加到1200层，武学等级已蜕变为天级下品武学，获得额外增益，攻击将附带双倍暴击效果，一力破天。无限可成长体术，陆晨已经在心中憧憬，当层数无限叠加后，血条蹦对手脸上时的场景，见陆晨身上的伤好的七七八八，阮天月倍感震惊，忍不住伸出小手去戳陆晨的胸膛，好强大的体魄，本殿超爱。怎么可能？那种能级爆炸下，你竟然毫发无损，连绝顶神王都重伤垂死，你怎么能活下去？你为什么不去死？阮天策见陆晨跟个没事人一样，生龙活虎，他瞬间双目通红，挽开长弓正对陆晨。这一次他动真格，以神王境的指力，配合天级武学，将射出毁灭剑势虚空天陨杀。这一剑并非从他手中射出，而是与天地道则共鸣，拉出开天神弩，从虚无空间中射出秩序法剑，这可比纯粹的灭灵剑恐怖得多。陆晨第一时间觉察到危机，当即脚踏雷霆箭步，瞬息闪掠至阮天策面前。什么？本殿还没准备好，你怎么这么快？阮天策大惊，他修习的是射术，擅长远攻，一旦被对方拉进身位，就危险了。快，还有更快的你没见过。陆晨清楚地感应到后背有一支冷箭瞄准了自己，但他不管不顾，挥拳轰击阮天策的罩门。哎呦！阮天策挽弓的姿势不变，任凭陆晨将他打成熊猫眼。陆晨不解气，又是连出重手，将阮天策的肋骨全部拍断。他答应不会杀了阮天策，但这斯特不是个东西，必须狠狠地重锤。轰！陆晨一拳锤在他的腹部，将他的苦胆水都给锤了出来。哦！阮天策忍无可忍，随即松开弓弦，箭矢破空，射向陆晨后背心。
然而在中箭前的一瞬间，陆晨闪现到阮天策身后，将他作为活靶子。噗嗤，阮天策的一整条手臂炸碎，当即沦为一个废人。断肢重生，唯有跻身圣道才行。啊！我的手，我的手！听见阮天策的哀嚎，阮天月眼皮子狂抖起来。陆晨他杀伐果断，这才该是成王做主的风采。随即他脑海中生出一个疯狂的想法，这王朝继承人谁说一定得是男人？听闻天眼圣宫的公主就是一位圣洁美丽的仙子，只要陆晨永远站在自己身后，他阮天月一样可以继位。再不济，干脆让陆晨继承家业，成为天元储君。阮天月相信陆晨能比他这废物王兄做得更好。惩治完这两人后，陆晨上前摘下他们的那灵戒收入囊中。阮天策，看在你是月儿兄长的份上，我不杀你。你若再敢招惹我和月儿，就不是断去一条手臂这般轻易了。我会出手废掉你的修为。陆晨自问不是什么好人，始终奉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且还会加倍的犯回去。若非阮天策身份特殊，不仅是阮天月的兄长，还是天元王的子嗣，陆晨直接就将他杀了。你！听到会被废除修为，阮天策捂着渗血的肩膀，敢怒不敢言，在心中恨死了陆晨。你什么你？你要是不怕死的话，接下来还可在这兽魂岭针对我，但我可就不敢保证你会不会死在妖灵手里了。陆晨言语威胁阮天策，如果伪装成妖受残，灵杀了阮天策，或许能够瞒天过海。他回头看了阮天月一眼，发现这妮子对阮天策断臂好像没啥感觉的样子。看这架势，这对兄妹的不睦程度果然如外界众人所说。不，本殿不敢了，再也不敢了。阮天策眼神恐惧，他丝毫不会怀疑，一旦彻底惹怒陆晨，会被一拳轰杀在此。这家伙是个狠人，不可招惹。老神王已经咽气，他的死便是前车之鉴。哦，对了，你这狐妖小红娘借我用一下。陆晨抬手一招，扣住黎双双的脖子。陆大人，你想干什么？求你了，大人，你只要不杀奴家，奴家什么都愿意干的。黎双双伸手抓住陆晨的手臂，扑通一声给他跪下来，眼中梨花带水。他刚化形没多久，便被阮天策看中，娶回王宫后，好日子还没享受够，他惜命得很。哦，你当真什么都愿意干？陆晨伸手托起黎双双的下巴，这女子是个尤物，颜值身材均在线，只可惜竟然便宜给了阮天策。不得不说，这位天元王子吃的是真好啊！奴家愿意服侍大人，只求能够活命。黎双双想到自己本就是无根浮萍，跟谁不是根？即便委身于陆晨也无所谓，能活命就成。双双，你怎可如此低声下气的求他？别忘了，你是本殿的女人，休想给本殿戴绿帽子！阮天策气急败坏的吼道：“陆晨，你究竟想干嘛？她是我王兄的女人，你该不会是对她？”阮天月满脸惊愕地看着陆晨，气得娇躯剧颤。他可以接受陆晨家中有几位夫人，但和这种有妇之夫勾搭绝对不允许。月儿，你误会了，我只是看中黎双双的寻宝能力，此行将她带上，或许能助我们找到麒麟右手。陆晨连忙解释，这种示弱不赶紧解释清楚，这快要到手的老婆都会跑路，他可不想阮天月误会自己。哼！见阮天月还在生气，陆晨赶紧将她搂在怀里安抚，在她脸上亲了又亲。那好吧，既然如此，那就带上她，没准瞎猫真能碰上死耗子。很快，阮天月向陆晨妥协。黎双双听见陆晨只是将他看作寻宝的工具，脸上不禁闪过一阵浓浓的失望。他回头看了阮天策一眼，这废物在陆晨面前连一击都承受不住，就阮天策这种垃圾货色也配为天元王朝的继承人，根本连陆晨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想到这，黎双双赶紧从地上爬起，主动巴结讨好陆晨。陆大人，二殿下，奴家愿尽我所能，助二位寻到麒麟，只希望陆大人能给我一个容身之所。未等陆晨发话，阮天月抢先一步说道：“你若真能寻到麒麟，天元城中自有你的容身之所。本殿说到做到。”随后，陆晨将阮天策驱赶出小世界。阮天月为陆晨护法，这回换他来吸收炼化黄血道果。道果入腹，强大的灵力游走于四肢百骸。陆晨对此早有准备，衣衫尽毁啥的毫不在意。这股涅槃道火可助他体魄无瑕，变得更加强大。阮天月没有他那般不害臊，自然不会做出偷看之举。很快半日过去，陆晨凭借纯阳圣体和龙皇体的强横肉身，将一整颗道果炼化，一股强大的气息爆发出来。陆晨的修为直线飙升，一举突破到了神王境2阶。陆晨，你突破神王境了！阮天月听见动静后跑来，俏脸瞬间变得通红一片。哎呀，我给忘了，快穿好衣服！阮天月怪叫一声，
当即又跑开。陆晨低头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这妮子，她该不会是被吓到了吧？陆晨出关后又为阮天月护法，待他将那啃剩一半的道果彻底炼化，这才搂着她离开这片小世界。黎双双则跟在两人身后，表现出顺从。都3日了，还是不见麒麟踪迹。陆晨，你说他该不会已经被大齐、大夏的人给捉走了吧？子宁姐也不知遇到了什么危险，还未前来与咱会合。阮天月浑身疲惫，这几日一直在和异兽妖灵周旋，即便他的修为已经突破到天神4阶，也顶不住啊。若非有陆晨护着，他此刻已经葬身妖灵之手了。此地是麒麟的老巢，哪有那么容易寻到？至于子宁，他可比咱安全，你就别担心他了，多担心自己吧。陆晨环顾四周，竭力搜寻麒麟可能留下的痕迹。陆大人，快来看这里！黎双双突然惊喜地喊道。陆晨凑上前一瞧，当即皱起眉头。阮天月也跟来，结果看一眼就鼻头抽打，满脸嫌弃。双双，这坨粪便有什么好看的？你不嫌恶心啊？二殿下，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是新鲜出炉的粪便，还冒腾着热气呢。黎双双捡了根木棍子，毫不忌讳地捣鼓着。哦，阮天月一个没忍住，转身干呕起来。月儿，你没事吧？陆晨有些无语，伸手轻抚阮天月的玉背。黎双双，你难道想说这是麒麟出产的粪便？陆晨狂翻白眼。没错，这就是神兽粪，这股来自灵魂深处的威压感，断不会有错。黎双双笃定道。妖兽中等级，制度森严，能让黎双双如此笃定，莫非这真是麒麟拉的粪便？陆晨一脸狐疑。对，没错，就是这种感觉，这种被镇压神魂的战力气息，不愧是兽神大人，令奴家心悦诚服啊。黎双双眼睛死死盯着这坨粪便，露出一副陶醉之色。你有毛病吧？陆晨感到一阵恶寒，赶紧将阮天月护在身后。陆大人，你说什么呢？奴家只是有感而发，麒麟大人应该就在这附近。黎双双发动寻灵天赋，果然发现有圣物在附近。陆大人，这有一片鳞甲，是从麒麟身上剥落下的，此物送你。陆晨接过鳞甲，上面沾染了一缕兽血，果然感受到一股旺盛的生命精气。好，黎双双，你干得不错，继续发动你的寻灵天赋，这只麒麟一定不能落入其他势力之手。陆晨和阮天月也释放出神魂感知，开始地毯式搜寻神兽气息。另一边，大夏王朝的人已经全部分散开，将此地给团团包围了起来。他们来的人数最多，早有预谋。大殿下，此行多亏有王上给你的圣元金果，此果对妖兽有着致命吸引力，一缕气息一出，便会引发大规模异兽哄抢。队伍中，夏荷美眸闪烁，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夏无伤手中的果子。哈哈，这7阶圣元金果500年才结一枚，能助神尊强者连破2个小境界。若非此行要用来引诱麒麟，恐怕他已经是3弟的口腹之物了吧？那个混账东西，他母非是个人尽可夫的贱婢，就因为他武道天赋高本殿一筹，便想与我争夺王位。下贱东西，他也配？真不知父王怎么想的，那女人不过一青楼贱体，竟敢偷蝉子。夏无伤脸上浮现出一丝痛恨，他才是大夏王朝的大王子，王位的第1顺位人，凭什么处处都要被夏无节压一头？他明明不过是个流落在外的野种。大殿下莫气，此番等您抓回麒麟，献给王上，必定得到他的赏识。在那之前，殿下还可将麒麟放血，用作药引子洗礼自身。洗礼后，您的武道天赋势必能够超越3殿下。夏荷身为夏无伤的忠仆，早已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他，他的未来彻底和夏无伤捆绑在了一起。夏荷，你的这个主意非常不错，本殿也是这样想的。待本殿得到麒麟，宝贝儿，你与我共享麒麟宝血。夏无伤命夏荷坐在自己大腿上，两人搂抱在一起，后者发出银铃般悦耳的笑声。殿下你真坏。时间不长，这片地界传来低沉的吼声。哦！一道娇小的身影化作流光，连续破空，准备冲出重围。快！拦住麒麟，别让他跑了。夏无伤推开夏荷的身体，当即站起来发号施令。轰！一声巨响，麒麟踏天，犹如泰山压顶，当场踩死一名绝顶天神。孽畜，休得伤人！一位初阶神王目眦欲裂，麒麟是朝他这个方位发起的突围，这要是被他逃了出去，夏无伤必定扒了他的皮。给我留下！神王运转天级武学，掌心用力一握，化作一方空间囚笼，将麒麟围困其中。大殿下，我抓住他了。他表情亢奋，这回可是立下了天功，干得不错，回头本殿赏你一件。夏无伤露出惊喜之色，正要许诺赏赐那位神王一件宝贝。吼！然而下一秒，
麒麟仰天狂吼，天赋宝术释放，一股恐怖的气息笼罩此地，使得空间囚笼寸寸崩灭。麒麟的身影瞬间膨胀到1000丈高大，周身符文闪耀，爆发出比神王还要恐怖的威势力。天啊，是麒麟！麒麟现世了！卧槽，这么大的麒麟，不是说他是幼崽吗？这么大的幼崽，我信了你的邪！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天佑我大齐啊！小山一样高大的麒麟一经出现，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他，更别说还有这股比肩神尊的恐怖威势力，整个兽魂岭都在震颤。黎双双，看来已经用不到你了啊！陆大人，你可不能对奴家始乱终弃啊！黎双双哭诉道。呸！黎双双，你话可别乱说。陆晨他循规蹈矩，这一路上可没碰你身子，休想碰瓷他。阮天月气抖冷，为陆晨发声。黎双双感到有些尴尬，他还真看上陆晨了，想给他生猴子，但陆晨大概率会嫌他是纸破鞋。此刻陆晨的视线已经被虚空中那只威武霸气的巨兽所吸引，并未在一二女的谈话。麒麟周身神芒流转，墨色鳞甲刻满符文，赤色龙角萦绕紫气，他踏碎虚空，四蹄裂空，9条神火光尾横扫一切，树瞳威压令神王臣服下跪，长啸撕裂苍穹，额间神纹璀璨，周身冷电闪烁。他冷声道：人族，你们越界了，这是兽岭，不是你们的地盘。麒麟臣服于本殿，我大夏王朝可以供养你成长到成长期。夏无伤张开双臂，非常傲气地说道。之所以说供养到成长期，因为神兽进化需要海量的天材地宝，灵脉都是一条一条的吞，寻常势力根本供养不起，而成长期的神兽就已经可以比肩圣王、圣皇，对王朝而言，那将是一尊强力的守护神。至于养到成熟期，那唯有地级势力才供养得起。臣服？你一个小小神王也配让吾臣服？尔等惊扰吾沉眠，去死吧！麒麟杀意炽盛，体内本源道符文复苏，一个恐怖的咒印显化苍穹。麒麟霸天术！轰！一抹璀璨神光自麒麟身上绽放，他四蹄凝聚出可怕的道波，仿佛能压塌万古天穹。一股洪荒之气一散出，麒麟仿佛从太古中走出，身躯伟岸，令所有人头皮发麻。这是王级武学，在场众人无不露出惊容。大齐王朝的刚赶到，齐天恒等人就嗅到一股浓烈的死亡气息。王级武学，那是比0级武学还要恐怖无数倍的招式，直接秉承天地之势，内蕴乾坤道法。可真正的借势天地，横推一切王级武学又如何？此地场域诡异，至多不过触及神尊障壁，这畜生也不会例外。夏无伤眼中并未流露出丝毫胆怯，他随即祭出了一件秘宝，那是一枚银质项圈，通体鎏金，上面刻满了符文，对灵力天然有种可怕的压制力。大殿下，这是何物？怎么从未见你拿出来过？夏荷好奇地打量着项圈。这是金刚镯，临行前父王专门赐予本殿的，此物能抑制灵力，只要套到麒麟的脖子上，他就再没有反抗的能力。夏无伤随即发出命令，命夏荷与队伍里的另外一名老牌神尊出手，用尽一切办法制衡麒麟。他则从侧面寻找机会将麒麟金刚镯打出。就当麒麟发狂，不顾一切要灭杀大夏王朝众人时，夏荷与王室的另外一名神尊飞临虚空，一同使出0级武学破天神掌。神尊出手，爆发出的神能自然无比恐怖。然而受到场域的影响，二人只发挥出神王绝巅的威势力。眼看翻天掌印朝麒麟漫盖过去，后者早已蓄势待发，四蹄齐跺，不过一瞬间，天穹崩裂，乾坤倒是铺天卷地。在威能相同的情况下，王级武学的韧性远远强出那2名神尊所施展的0级武学。可怕的神能作用在那2名神尊身上，当场将他们轰飞出去。好机会！夏无伤趁麒麟力竭，催动口诀，将金刚镯掷出。有东西飞向了麒麟。从陆晨的视角看去，只见麒麟被那银色钢圈击中，瞬间发出痛苦的嘶鸣声。吼！麒麟挥舞前腿，一蹄子拍在金刚镯上。轰！金刚镯上的符文刻印爆发出圣道气息，令麒麟惊悚。圣皇的气息，该死！你想凭此物拿捏本君，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麒麟快速缩小身躯，头也不回地朝远处逃遁。想跑？拿来吧你！夏无伤大步流星追赶出去。陆晨见状，带上阮天月也追了上去。只见夏无伤手印变换，那道金刚镯携圣皇道力飞速追上麒麟幼兽。啊！你不要过来啊！麒麟小兽看着逐渐逼近的金刚项圈，他心生恐惧，他的声音变得有些尖细，不复此前的霸道。孽畜，臣服于本殿！夏无伤放肆大笑，
金刚圈将麒麟撞得吐血横飞，随即精准套在他的脖子上。呀！麒麟4根小短腿在虚空中飞快滑动，然而灵力遭到金刚镯压制，失去了御空能力，摔在山岭上。不仅灵力被压制，就连神魂感知都失去了作用。孽畜，随本殿回大夏吧。夏无伤伸手朝麒麟探去，一只巨大的手浮现，一把抓住麒麟。扑哧，一道凌厉的刀气从天而降，斩在灵光巨手上。麒麟又一次摔落在山岭，重伤可显。暗中，陆晨看见这一幕，不禁感到有些肉疼。这可是神兽血啊！一碗血能顶数年苦修，若能将其圈养起来，修行岂不是1日千里？阮天月连忙反驳道：“陆晨，他是神兽，自当好生供养起来才对，岂能天天放血？”二人说话之际，却见大齐王朝的人现身。齐天恒，果然是你们！你们大齐末不是要与我大夏为敌？夏无伤眼神虚眯，嘴角掀起一抹危险的弧度。哈哈，大殿下说笑了。神兽本就是无主之物，自然是能者得之。齐天恒双手抱胸，戏谑地看着夏无伤。方才麒麟与大夏的人血拼，2名神尊皆已身负重伤，其他人根本不足为惧。在这兽魂岭，神王强者便是天。好大的狗胆，竟敢来劫本殿的湖，当真是不要命了。夏无伤随手掷出几枚副地震旗，防止麒麟逃跑。他神王境7阶的气息爆发后，令齐天恒微微侧目。呵呵，怪不得夏王要立3王子夏无节为大夏储君，原来大王子才神王7阶啊！齐天恒淡讽道。表面上看，他这是在激怒对方，实则不然。齐天恒工于心计，意在挑拨夏无伤和夏无节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大夏王朝势必自乱阵脚，给他大齐王朝发展壮大的机会。神王7阶，本殿对付你这废物足够了。夏无伤胸腔差点气得爆炸，直接杀向齐天恒，是要将他击毙于此。本殿还没那么傻，与你硬拼。齐天恒摇了摇头，随即身后走出一位半步神尊。轰动，两人对轰一拳，夏无伤当场被拍进地层里，吃了一嘴黄泥。殿下，我等来也。大夏王朝的神尊带队破空而至，给本殿杀了他们。夏无伤怒吼道：一群残兵败将，真当本殿怕你们不成？给我上！不用和他们客气。齐天恒来人虽少，但都是神王中的佼佼者，即便被姜子宁杀了一位神尊，他们队伍的实力依旧不容小觑。枪枪，刀剑棍棒轰杀在一块，大夏和大齐的人打成一片，不可开交。就在陆晨准备出手抢夺麒麟的时候，一道紫衣倩影抢在他前头，一掌覆灭父的阵法。不好，有人要抢麒麟，快拦住他！姜子宁眼看就要得到麒麟，奈何大齐和大夏的人全都朝他杀来，各色灵力匹练跟下饺子似的，他只能被迫迎战。一群苍蝇，烦得要死，都给本圣女滚开！姜子宁大怒，不惜自表身份，只为将麒麟带回天眼圣宫。管你是谁，即便你来自圣宫，这只麒麟也必须回我大夏王朝。夏无伤冷笑道：这种中立资源历来是先得到便是谁的，即便圣宫要这麒麟，也得拿出等价的至宝换取。就是今日除非圣宫公主亲至，否则谁也别想带走麒麟。齐天恒附和道。到了这个关头，他决定和夏无伤摒弃前嫌，共同对抗姜子宁。好，很好，今日便由本圣女替公主好生教训教训你们。姜子宁震怒，出手即是惊天一击。他一人生猛对抗大夏和大齐的数十名修士。阮天月见状，不禁看呆了。子宁姐，她好厉害啊！他由衷一叹，为姜子宁展露出的圣女风采而心折。然而，当他回头看向陆晨时，却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陆晨，你人呢？阮天月风中错乱，而在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的角落里，陆晨悄咪咪绕到麒麟身后，用一个蛇皮袋子将小家伙给打包扛跑了。谁拿破麻袋抓本君？小贼，待本君脱困，定要一口咬熄你！麒麟怯生生地吼道。陆晨身影一晃，出现在阮天月身边。陆晨，你刚跑哪去了？来不及解释了，快给我跑路！陆晨一把抓住他的手，朝兽魂岭外跑去。咿呀，放本论出去，我咬死你！麒麟在袋子里挣扎，这自然不是普通的袋子，而是乾坤袋，能装下活物。阮天月听见乾坤袋里的动静，被惊得说不出话来。陆晨，你把麒麟抓来了！他怎么也想不到，陆晨竟敢当着这么多的面截胡，这要是被他们发现，想不死都难。嘿嘿，月儿，本宗做事利索不？利索是利索，就是太过无耻。子宁姐一路帮了我们许多，这是不得告诉他吗？阮天月一阵无语，她是天眼圣宫的圣女，什么好东西没有？这麒麟才巴掌大一点，
他们圣公肯定瞧不上。听见陆晨将麒麟笔作为巴掌大点，他这心中更加无语。之前大家可都看见了，这麒麟比座小山还大，可到了陆晨嘴边，怎么就这么一丁点大？二人身后，大齐、大夏和姜子宁都发现麒麟被人偷跑了，全都气得牙根痒痒。谁？究竟是哪个混账王八蛋干的？赶紧给本店滚出来！被本店发现，一定要杀了你！夏无伤恨欲癫狂，此次捕捉麒麟不成，反倒赔了夫人又折兵，白白损失了一件重器。那只金刚镯是件极品灵器，档次比天级灵器还要高，更别说其上还镌刻着圣道符文，携此物可无惧圣道领域下的一切敌手了。极品灵器之上，则是圣兵、地兵。圣兵细化后分为灵级、王级、皇级和尊级圣兵4种。他妈了个巴子的！要是被本店知道是谁偷了麒麟，这天上地下将再没有你的容身之处。齐天恒破口大骂，眼看到嘴的鸭子飞了，他这心里就跟吃了屎一样的难受，都愣着作甚，还不快给本店去找！就算掘地3尺，也要将麒麟给挖出来。姜子宁则是发出天籁之音，道友，麒麟神兽乃无价之宝，若能割让于我，定不会亏待你。陆晨逃遁路上听见姜子宁的神识扩音，心有异动。然而麒麟太珍贵了，且不说将它培养为地级凶兽，光是他体内的神秘宝骨便是价值无穷，幼生期就能凝聚出堪比王级武学的神秘符文，而且无视境界都能施展，这对陆晨而言太过于珍贵。陆晨已经打定主意，等回到紫明宗，一定要麒麟宝术好生研究透彻。路上麒麟还在磨牙，不停地放出狠话，然而直接被陆晨给无视。心念一动，乾坤袋被收进了纳灵界，这下耳根子彻底清净。随后陆晨找到了黎双双，这家伙遵照约定，一步不离留守原地。看见陆晨和阮天月返回，他大眼睛水汪汪。陆大人，二殿下，你们可算回来了。方才只有只6阶异兽出没，幸好有个倒霉蛋替奴家将他引跑了，否则奴家就再也见不到你们了。陆大人，大殿下他肯定以为奴家和你已经发生了什么关系，奴家一个人孤苦无依，只能跟着你了。听完黎双双的哭诉，陆晨恼人生疼，早知道就不把他从阮天策身边带走了。这下不仅没尝到葫芦的滋味，反倒惹来一身骚。月儿，我一个大男人收留不了他，你还是带他回你公主府吧。陆晨嘴角抽搐道。这是自然，此次黎双双也算出了不少力气，既然他和王兄生厌，那我便偏要养着他，恶心我王兄。阮天月露出狡黠之色，很难想象这样一位精灵般圣洁的女子，竟然也会有如此腹黑的一面。好，我们走吧。兽魂岭危机四伏，麒麟失踪，保不住还会引发什么变故。陆晨话刚一说完，兽魂岭顷刻暴动，有恐怖的存在苏醒了。轰隆隆，剧烈的震动从脚下传来，一道庞大的妖灵显化于天穹上空。那是一只高大万丈的麒麟，浑身惊艳滔天，凶厉的眸子瞪向所有人。是谁将吾儿掳去？人族，你们太卑劣了！这只上古神兽陨落此地，临死前孵出幼子，死后残灵意志朦胧，竟然还保留着对麒麟幼崽的深切眷恋。妖灵的气息远远超越神王境的范畴，所谓的场域压制，本就是因为神兽怨念所化。麒麟妖灵的气息分明达到了圣道领域。不好，快跑啊！兽魂岭中所有人都放下手中之事，亡命逃奔。陆晨他们已经跑到兽魂岭外域，飞速冲向外面。这时候神兽妖灵的怒火彻底被点燃。轰！圣道秘力流转，这道残缺的麒麟妖灵死后仍旧爆发出可怕的圣道威压，一股巨浪席卷整个兽魂岭，所有一切都被淹没了。修士们死伤无数，只有少部分人逃出升天。陆晨看着那升腾而起的能量蘑菇云，久久未语，只差一步他就葬身兽魂岭了。陆晨，你说子宁姐她该不会？阮天月美眸中泛起雾气，那可是圣道领域的毁灭一击，整个兽魂岭都被夷平了，灵芝古木啥的全都不复存在，需要若干年后才会恢复原状。只有妖灵咆哮，陷入狂暴之中，应该不会吧？陆晨刚从那种震撼中回过神来，听见阮天月的话，他也变得没那么自信了。毕竟圣道符文冲天掠地，姜子宁她还能活着吗？她多好的女子啊！那副面纱之下，定然美到令人惊心动魄。可惜了，一位有着青金色天命属性的绝代佳丽。陆晨忍不住叹息，原本他还想娶姜子宁做老婆呢，虽然很难，但终归有一丝希望。可现在他估计被炸得连渣子都不剩了，彻底失去希望。月儿，陆晨，太好了，你们都还活着，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这时候陆晨耳畔突然传来姜子宁的声音，他惊觉回头，随即看见一张惊为天人的预言。
嘶！江子宁面纱一落，他黛眉如画，眸若星子坠入寒潭，流转清辉。琼鼻微挺，唇似染就朝霞，不点珠，肌肤如霜雪般白皙透亮，青丝如瀑倾泻，一颦一笑自有圣洁出尘之态。她美得惊心动魄，四角月当空，令人挪不开眼。陆晨痴痴地看着她，一时忘了回话。子宁姐，我和陆晨提前逃到兽魂岭外域，这才躲过一劫。你呢？你是怎么逃出来的？阮天月上前和江子宁紧紧拥抱在一起，两人都以为对方死在了妖灵那一击下，万幸彼此都还活着。江子宁笑着解释道：我体内有块圣骨，濒临绝境时可爆发出强大的力量，我击碎空间，将附近所有人都传送了出来。江子宁伸手指了指身后，是大齐和大夏王朝的人，以及其他不知名势力的人。子宁姐，你真善良，齐天恒那个混蛋先前还想打你主意，怎么不让他自生自灭？江子宁无奈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圣骨能量巨大，无法控制，只能一股脑将他们全部带出来。他也不想救齐天恒，奈何做不到啊。陆晨，你从刚才就一直盯着我看，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江子宁见陆晨死死地盯着自己的脸，不禁发出疑问。子宁姑娘美如诗画，姿容倾城，令人心生欢喜，是在下唐突冒犯了，还请恕罪。陆晨摇头叹息，冲江子宁拱了拱手。此女的颜值比之她的正宫娘娘洛双离都还要美艳一分，这才让他忍不住多看两眼。不过在陆晨心里，洛双离和旁的女子始终有些不同，她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地位超越众女。即便洛双离的修为跟不上自己，陆晨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助她提升。哦，这样啊。江子宁见陆晨表现得如此坦荡，瞬觉有趣。他不似别的男子，看便看了，还要找什么冠冕堂皇的借口？无妨，面纱在方才的一战中损毁，我这张脸长出来本就是让人看的，也没啥见不得人。你若喜欢，便看个够吧。江子宁知道自己美艳动人，艳压群芳，极少有男子在见到她的真容后还能把持住。陆晨要是不这么盯着她，反倒不像个男人了。子宁姑娘还真是大方，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多有得罪了。这么一说，陆晨可就不困了。在随后的谈话中，他的视线总是会落在江子宁那张惊为天人的玉颜上。此女容颜无瑕，当娶回家做老婆，每天看两眼，心情都会顺畅不少。和她生孩子，肯定是男俊女靓。不是，陆晨怎么一直盯着江子宁不放？子宁姐不过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啊？阮天月有些吃醋，陆晨他该不会是喜欢上江子宁了吧？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毕竟他在见到江子宁的阵容后，也是脸红心跳，喜欢的不得了。陆晨一个大男人，只要审美没出问题，定然也是喜欢江子宁的。没事样，只是看几眼，姐姐不会少块肉的。江子宁哭笑不得说道。这时候，大齐王朝和大夏王朝的人已经休整完毕，走过来向江子宁道谢。圣女，此番多有冒犯，还请看在我父王的面上，宽恕我之前的无礼行径。当看见江子宁身上的圣皇道骨复苏，齐天恒终于知道江子宁在天眼圣宫是何等尊贵的身份。天眼圣宫连圣皇道骨都给了江子宁，这是完完全全将她当作下一任圣宫公主在培养啊！此时若打好关系，定然好处颇丰。夏无伤也知道这点，不敢得罪江子宁，只好抱拳说道：圣女，此番多谢你出手相救。麒麟已被奸人掳了去，若无别的事，我等便先行告退了。他大夏王朝这回来势汹汹，准备最为充分，不曾想赔了夫人又折兵，丢脸都丢脸姥姥家去了。夏无伤已经没脸继续待在此地，别急着走，麒麟的事日后再说，眼下还有另外一件要紧事需由你们传达回去。江子宁对齐天恒和夏无伤说道。天眼圣宫正值内忧外患，不久前竟传出天元王与大齐王私下约战的消息，公主得知此事，无比震怒，特命我前来告知诸位，各大大王朝之争当点到为止，只能局限在神道领域，半圣以上的强者皆不得出手，如有违背，公主不介意扶持新王上位，取而代之。天眼圣宫需要的是最对忠诚的部下，而非刺头。江子宁深深看了齐天恒一眼，言语之中敲打滋味甚浓。还请圣女放心，本殿回去后定将公主之意传达给父王。我大齐和天元的争斗，只会在逐鹿战场上定胜负。齐天恒似笑非笑地看向阮天月。逐鹿战场上，天元王朝大势已去，签署割据协议已成定局，眼下就看天元王的老骨头有多硬，能忍到几时了。可恶！阮天月气得牙根痒痒，大齐不拿到想要的东西，是绝不会善罢甘休。对此，夏无伤则是面无表情的点点头。圣女放心，天元与大齐之间的战事，我大夏定不会卷入进去。
区下等王朝之间的斗争，他们大夏可看不上眼。若非夏无节需要用到阮天月的原因提升修为，那大夏根本不会提出与天元联姻。阮天月，你与我三弟的婚事还是作罢吧，毕竟你和别的男子拉拉扯扯，关系不清不楚。我大夏王朝是绝对不会让一个不洁之人入我王室门楣。夏无伤压根不愿联姻促成，夏无节修为越强，就越威胁到他的大夏储君的身份。反正有陆晨这个背锅侠在，只要一口咬定阮天月和陆晨有染，就能阻止这档子婚事。大夏王子慎言，天月可不是不洁之人，他是我天元王朝的二殿下。夏无节与公主殿下既无婚约在身，你凭什么羞辱人？陆晨忍不住回怼道：小子，你竟敢质疑本殿！在座各位可都见到了，阮天月此前曾对你百般维护，他阮天月就是一只破鞋，本殿想说便说。怎么，有问题吗？夏无伤恶狠狠地盯着陆晨，他痛恨一切忤逆他的人，于是人格侮辱阮天月。放尼玛的屁，狗杂碎！轰！此话一出，本就愤愤不平的陆晨胸腔彻底燃炸。冲冠一怒为红颜，夏无伤，你这个废物王子，可有胆子与本宗一战？陆晨怒吼道：小子，你敢如此与本殿说话？好，好得很啊！此战本殿应下了，你若战败，自砍双手双脚，本殿要你一辈子当个废人。夏无伤露出不屑的神色，他神王七阶，身怀天级上品武学和灵气，这陆晨不过出入神王境，随手便可镇压。没问题，你若输了，本宗要你跪在天月面前，为你说过的话赎罪。陆晨一口答应下。轰！因为太过愤怒，他的识海炸开，5道枪意顺势突破到3阶大成。如此一来，神尊境夏陆晨彻底没有对手了。陆晨，你认真的吗？江子宁并未亲眼目睹陆晨出手过，眼下看他不过才神王2阶，这般实力去碰撞夏无伤，无疑是以卵击石。子宁姐，你就相信他吧，陆晨很厉害的。阮天月亲眼目睹陆晨击杀了一位绝顶神王，虽然那人出自王室，但道不同不相为谋。阮天月人间清醒，而阮天策在断去一臂后已经折返回天元城。那好，我拭目以待。陆晨，你可千万别死了，我还等着喝你跟月儿的喜酒。江子宁叮嘱2句后，便拉着阮天月去到一边，静看陆晨与夏无伤的决斗。阮天月，你的眼光实在不怎么样啊！这小子就算在兽魂岭意外服食了天才地宝，也不过才小小的2阶神王，弹指可杀。夏无伤傲慢地看了阮天月一眼，此女和3弟联姻，他是绝对不允许。不过嘛，如果联姻的对象若换成是他自己，夏无伤倒是非常乐意。毕竟阮天月无论是容貌身材，又或者武道天赋，都是1等1的水准。想到阮天月尚未破身，夏无伤看向他的目光充斥着几分淫欲。夏无伤，你那是什么眼神？本宗今日势必将你踩在脚下。陆晨一看夏无伤对阮天月不怀好意，心情十分烦躁。杀！宁金长枪冲出眉心，散发出涛皇天威，这股气息令在座的所有人都为之心惊肉跳，就连神尊都侧目而视，脸上露出惊容。这小子竟然拥有3阶大成的武道神形，大殿下，你一定要小心啊！夏和夏的花容失色，谁也没想到陆晨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如果出战者是他自己，神尊境修为配合上灵武学，10个陆晨都不会是他的对手。可现在是夏无伤出战，即便拥有天级灵气、武学，也不可能击败一位3阶武道神形的强人。至于灵武学，唯有神尊才可修炼。殿下，此子分明是在给你下套。这一战，我们弃权吧。大夏王朝队伍中，另外一名老牌神尊连忙劝说道：此战不战则已，战则必败。可恶，陆晨，你竟敢暗算本殿，隐藏实力算什么本事？无耻的小人行径！夏无伤脸色无比阴沉，眼下是骑虎难下，战也不是，不战也不是，简直是被陆晨给架到了火上烤。怎么，大名鼎鼎的大夏大王子是想反悔了？不战也行啊，正好省去一项流程。陆晨轻蔑一笑，大夏王朝的人听后却是露出笑容。只要不战，夏无伤便不会输，那他大夏王朝的脸面也就保住了。即便事后被人在背后诟病几句，也无伤大雅。夏无伤，你现在立刻马上跪在天月面前，向他磕头道歉。我天元公主的清白之身，岂是你能随意造谣的？你给本宗跪下！当得知天眼圣宫下令，王朝之争只允许在神道领域，陆晨就再无顾忌。他的2位爱妻即将临盘，诞下亲子后，他将神道领域内称尊。阮天月见陆晨如此袒护自己的名声，他眼神中流露出喜悦的泪水。陆晨，他心花怒放，心中对陆晨的爱意更甚。他连大夏王子都不怕，
顶天立地，健硕的背影令阮天月心安。对此，江子宁也是心弦微颤。陆晨不过一神王，在天元王朝地位不显，身后没有势力可以依托，竟能做到笑傲风云，他的这份自信着实耀眼。江子宁不禁高看陆晨一眼，这家伙果真能给阮天月幸福，此人当有化龙冲霄的那一天。月儿，你的眼光很好，陆晨他配得上你，姐姐祝福你们。江子宁向阮天月送去自己的祝福。子宁姐，你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会，妈。江子宁脸上浮现出一抹不自然。一定会的，要不你考虑考虑陆晨。阮天月半开玩笑道。江子宁闻言瞳孔地震，月儿，这事可不行瞎说，咱可是姐妹啊。江子宁使劲摇头道。此刻大夏王朝众人全都憋着一股气，他们可是上等王级势力，在整个天眼圣域都是1等1的势力，岂能向人低头？大殿下不可，天元王朝如今不过垂死挣扎，即将被大气吞并3版图，这要是向他们低头，让其他王朝的人还怎么看我们？老牌神尊脸色微变，今日说什么也不能向阮天月下跪。哈哈，无伤兄，你该不会真要向天月公主下跪认错吧？有意思，今日本殿倒要见识见识，大夏王朝的大殿下是如何向一个女人低头的。齐天恒见下无伤吃瘪，心里头痛快一股。各大王朝之间互相看不对眼，也不是1天2天了，他绝不放过这个能打压大夏锐气的机会。齐天恒，你在找死！夏荷，夏无伤怒不可遏，他命夏荷出手，一掌毙掉大齐的2位神王。夏无伤，你算你狠！齐天恒心中刺痛，因为他的一句口嗨，令大齐白白损失了2名神王星都在滴血。呵，本殿如何行事，还轮不到你这废物说话。陆晨，想要踩头本殿，那边看看你有没有这资格。夏无伤回头死盯着陆晨，强大的自尊心促使他迎战。轰！神王7阶的战力展露出来，这还没完，夏无伤当着所有人的面吞服了2枚暴灵丹，强大的灵力在他体内肆虐，气息暴涨至神王绝巅。夏无伤瞳孔赤红，眼中闪过森然杀意。陆晨，滚过来受死！就在这时，陆晨的识海中突然传来麒麟的声音，声音透着一丝焦急。小子，他身上有7阶灵果，圣元金果，你快帮本君弄过来。陆晨目光一滞，这麒麟被金刚镯压制，竟还能做到神识传音，那他全盛时期实力该有多强？好，但可说好了，本宗帮了你，回头你也得帮本宗，乖乖跟我回紫明宗。陆晨当即与麒麟谈条件，他可是非常垂涎麒麟的天命宝术，本君被这项圈套住了脖子，失去灵力，眼下兽魂灵也不安全，跟你走便是了。不过你可不能断了本君的口粮，本君晋升需要大量的灵石和天材地宝，这些你都得想办法。麒麟也知道，他现在一旦暴露行踪，就会被各大势力争抢，与其如此，还不如跟着陆晨这个战五渣，等他摆脱了这个破项圈，到时候天高海阔凭鱼跃，他想去哪就去哪，不会受到任何掣肘。陆晨并不清楚麒麟打的是这种算盘，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想谋夺麒麟宝术的想法。行，陆晨一口答应下来，接下来就看他孩子出生能给他带来什么奖励了。陆晨知道系统的奖励会随着他实力的提升发生变化，奖励只会越来越高级，越来越丰富。一人一兽各怀鬼胎，都想压榨对方的价值。暴灵丹，夏无伤你无耻！阮天乐气的浑身哆嗦，恨不得一掌拍碎夏无伤的脑袋。嘿嘿，暴灵丹怎么了？谁规定不能服药了吗？夏无伤正陶醉于体内的这股力量，即使此丹副作用极大，一个不慎还有爆体的风险，但为了挽回大夏王朝的面子，此战只许胜不许败。夏无伤，你真是在找死！你这么勇，咋不再吞一颗暴灵丹？没准还能突破到神尊境。江子宁也开口，言语中尽是讥讽。3阶武道枪意大成，唯有神尊之上才可抗衡。夏无伤这回算是踢到铁板了，他竟天真以为神王绝巅就能与陆晨抗衡，简直是痴人说梦。夏无伤听见这话，气得咬牙切齿。2颗暴灵丹已经是他的极限，再吞1颗必将爆体而亡。江子宁这是在咒他死啊！陆晨眼皮微垂，脸色没有丝毫变化。夏无伤，你我之间的恩怨就此了结吧。此战你若败了，本宗也要砍去你的手脚。杀！陆晨意念发动，金色枪影瞬间分化万千，凌厉的枪威刺破云天。夏无伤不敢怠慢，连忙运转天级武学，一柄璀璨神剑撕裂天地，破虚杀向陆晨。神王绝巅的力量令无数人胆颤心惊，这股力量刚与枪影相撞，就碾爆了无穷枪意。陆晨一击未果，
反倒落入短暂的下风。不愧是大夏王朝的王子，这把神剑竟然是件极品灵器。呵呵，天级武学，极品灵器，这个叫陆晨的家伙看来要输啊。众人不住的摇头。夏无伤仗着自己有件极品灵器，从正面轻易撕碎了陆晨的武道枪意。难怪明知道陆晨拥有3阶武道神形，夏无伤依旧敢应战。除了那只金刚镯，他竟还藏有底牌。这一幕有些出乎陆晨的预料。极品灵器吗？虽然有些意外，但此战结局依旧不会改变。陆晨武道意志不灭，枪意便生生不息。而夏无伤运转极品灵器，消耗巨大，借助外力，终归落了下乘。随后二人再度拼杀，很快数十回合过去，夏无伤渐渐体力不支。趁你病，要你命！枪意漩涡，陆晨的战斗意志轰然爆发，一根又一根金色长枪浮现，全都旋转起来，飞向夏无伤。精神力如潮水般涌去，夏无伤疲于抵挡，然而神魂攻击无孔不入。人夏无伤如何防备？武学招式霸道非凡，依旧阻止不了陆晨精神力的侵蚀。啊！夏无伤吃痛地发出尖叫，一根金色长枪就这么直直地刺入他的识海。他眉心溢出鲜血，识海震荡，神智都差点崩散。轰！陆晨施展雷霆脚步，栖身到夏无伤面前，一脚踹在他的胸口上。噗！夏无伤吐血横飞，不仅受了魂伤，就连脏腑都在这狂暴一脚下生出裂痕。夏无伤，你败了！陆晨健步向前，猛地跺在夏无伤的胸口上。砰！肋骨崩断的声音响起。这位大夏王朝的大王子此刻耷拉着脑袋，跟条死狗没什么两样。这攻守之势竟然逆转了。夏无伤他败了。想不到这3阶武道神形这般厉害，精神攻击无孔不入，竟连极品灵器也抵挡不住。夏无伤这还是在服用了暴灵丹的情况，真是个废物啊！哈哈！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对夏无伤的失利侃侃而谈。此人的实力在神王境中都已无敌了，他若晋升至神尊，又或者武道神形晋升到4阶，岂不是威胁到我逐鹿战场？大齐王朝这边一位神王开口，脸色不是那么好看。4阶武道神形哪是那么容易突破的？这小子不过财神王2阶，等他崛起，逐鹿战场的战事早已经结束了。齐天恒冷冷一笑，盯着陆晨的身影。当然，为了以防万一，此人必须死。等回去后，抽调1名神尊，将他宰了便是。殿下深谋远虑，我等佩服。此刻，夏无伤已被陆晨踩在脚下，大夏王朝的人怒不可遏，混账东西！无伤殿下也是你能欺辱的。夏荷身为夏无伤的女人，眼睛当场就红了。她运转灵武学，引发天地异象，就要诛杀陆晨。轰！一道紫色掌印拍在夏荷的脸上，强行打断施法。当着本圣女的面也敢逞凶，大夏王朝末不是输不起。江子宁一步迈出，出现在陆晨身旁。他衣袂飘飘，周身散发出鸿蒙之力，霸气喊话：此战各方见证，夏无伤战败，该履行诺言了。鸿蒙道体复苏，他的气息冲破到神尊境极境，圣道领域的修士不出，他就是最强的。所有人瑟瑟发抖，在江子宁面前如一粒尘埃，啥也不是。子宁姑娘，多谢。陆晨向他投去感激的目光。此战若非有江子宁在，今日这口恶气肯定没指望讨回。毕竟神尊强者施展灵武学，威能毁天灭地，陆晨只能躲避锋芒。这样一位女友力十足的绝美少女，若能娶回家，绝对羡煞旁人。然而陆晨也只敢在心里面想想。夏无伤，跪下给天月磕头，再斩去双手手脚，本宗便饶你一命。陆晨揪着夏无伤的衣领，将他提举到半空中。你做梦！夏无伤出气多过进气，磕头求饶也就罢了，陆晨竟然还要他自斩4肢，那和死了有什么区别？不愿意，那换个方式，1000万灵石买一条胳膊，800万灵石买一条腿。你身上的东西不算，这些都是我的战利品。陆晨嘿嘿一笑，伸手摘下夏无伤的那灵剑，并将那柄极品灵剑收入囊中。此剑品质极佳，当做礼物送给大老婆再合适不过。面对如此腹黑的陆晨，夏无伤气得浑身颤抖。他身上的宝贝价值连城，如今全便宜陆晨了。本宗的耐心有限，我数3声，要是看不见灵石，你的胳膊和腿别想要了。陆晨手持极品灵剑，眼神肆无忌惮地打量着夏无伤，琢磨着先砍手还是腿。陆晨，你想干什么？本殿警告你，我是大夏王子，你若敢伤我，我父王定不会放过你。夏无伤头皮发麻，色厉内荏道：夏王，你没听子宁姑娘说吗？各大王朝禁止扩大战事，圣道领域的人不得出手。陆晨全然不惧，等他晋升为神尊，圣道领域下他将无惧一切敌。
陆晨说的不错，夏无伤，你对读已书，当着本圣女的面敢不履行诺言？江子宁接过陆晨的剑，剑尖直指夏无伤。他伤了你，可能会被你事后报复。那本圣女亲自行刑，你大夏王朝境可来找我麻烦？此言一出，在场所有人无不脸色大变。天眼圣宫的圣女竟然站在陆晨这边，这小子简直走狗屎运了。圣女消气，我大夏王朝愿意拿出灵石作为赔偿，还求圣女放过我们大殿下一命。大夏王朝的神尊吓得满头大汗，这要是让江子宁把夏无伤削成人棍丢这么大脸，回去大夏，夏王指定要会杀了他们所有人。圣女，这是3600万下品灵石，请您过目。夏河娇躯颤抖，将一枚纳戒恭敬地递给江子宁。诺，月儿给你，这就当是陆晨给你下的聘礼了。江子宁将纳戒转交给阮天月，回眸笑道：陆晨，你没意见吧？可这能有什么意见？这本来就是夏无伤欠天月的。陆晨摸摸鼻子，一脚将夏无伤踹回大夏王朝的队伍里。辱人者人恒辱之，夏无伤，你好自为之。所谓忌惮大夏王朝的势力，陆晨一剑就要斩了此人。圣女，误会既已解除，那我们就先行告退了。大夏王朝的人吃了闷亏，有江子宁在，这心火无处发泄，只能灰头土脸的咽下。去吧，不送。江子宁负手而立，淡漠地说道：若非这群人与他争抢麒麟，他早就得手了。因此江子宁可没啥好脸子给他们。大夏的人离开后，齐天恒也冲江子宁拱手，带着他的人撤离天元禁地。兽魂岭之行落幕，众人空手而归，甚至不少人葬身在了此处。晦气，大家都散了吧。也不知这麒麟被那小贼带去了何方，真是可恶啊。师尊交代的任务看来是没法完成了。月儿，你快安慰姐姐几句。处理完大夏和大齐的事，江子宁忍不住抱怨道。阮天月和陆晨面面相觑，前者将江子宁抱在怀里，狠狠瞪了陆晨一眼。这麒麟事关重大，是颗定时炸弹。阮天月并不希望陆晨将这炸弹揣身上，但麒麟是陆晨捉到的，阮天月选择尊重他的决定。哪怕是江子宁，也无法从他这探到秘密。嘿嘿，我家月儿真乖，你放心，我不会将麒麟的事泄露出去的。陆晨传音阮天月，让他宽心。此事既毕，阮天月拉着江子宁回天元城做客，还邀请陆晨同往。然而陆晨归心似箭，心中怀念着家中的3位娘子以及他的2个孩子。洛双离和林雨轩临盆在即，需要他的照顾。月儿，双离和雨轩快要生了，下次我一定去天元城找你，向你父王提亲。临走时，陆晨对阮天月许诺：去吧，2位姐姐的事更重要，我会在天元城等你。不知不觉，阮天月已在心里默认自己是陆晨的妻子了。他将江子宁给自己的那枚纳灵戒反手送回到陆晨手中。豢养神兽，消耗巨甚，这3600万灵石，明显陆晨比自己更需要。江子宁听了很是震惊，陆晨竟然已经娶了好几位娘子，那阮天月嫁过去岂不是当妾？陆晨，你竟然让月儿给你当妾？你……江子宁美眸一睁，有些难以接受。姐姐多虑，陆晨他待几位夫人都很好，一视同仁，并无高低贵贱之分。阮天月为陆晨辩解道：月儿，我陆晨对天发誓，此生定不负你，否则一辈子无法成圣。陆晨以武道之心起誓，对一个修士而言，一辈子卡在神道领域，这是一个非常恶毒的诅咒。江子宁听后，脸色这才缓和。陆晨，我警告你，要是敢负月儿，我必天涯海角也要找你算账。陆晨微笑点头，天涯海角也要追来，他可求之不得呢。看着江子宁这张沉鱼落雁般的精俏面容，他心中想的是如何能让他一辈子赖上自己。子宁女侠，我们后会有期。陆晨亲吻阮天月的脸蛋后，骑上阮天月送他的独角狮骑，迅速破空。回到紫明宗后，陆晨第一时间去见了洛双离。离儿老婆，为夫回来了。洛双离正在练习吐纳，以聚灵之法温养胎儿。听见陆晨的声音，他脸上浮现出一抹激动。夫君，你终于回来了。那兽魂岭连神王都会折落其中，快让我瞧瞧，你这身体受伤没有？洛双离很担心陆晨，连忙伸手解开他的衣襟，用手摸索着。离儿，你这样为夫可把持不住，要不你帮我吧。陆晨伸手搂住洛双离，后者脸颊羞红。现在2人亲昵过后，到了晚上，洛双离将林雨轩和苏幼楚召集过来，办了场家宴。双离姐，陆哥哥还在兽魂岭，家里就我们3个，搞这么隆重干嘛？家宴上，林雨轩因为担心陆晨的安危，没有一点食欲，加上本就怀有身孕，他就更没胃口了。双离姐姐，你做事一向稳重，今日举办家宴，莫不是有了陆晨的消息？
苏右楚端坐在椅子上，眼睛闪闪地盯着洛双离。啊，有陆哥哥的消息。双离姐，你快说说，他在兽魂岭怎么样了？林宇轩一听就来了精神。哥，想知道？洛双离俏皮一笑，伸手指向屏风后面。你们两个还是自己去问他吧。随即，屏风被一股劲力移开，陆晨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三女眼中。是陆哥哥。陆晨。林宇轩和阮天月当即起身，扑进陆晨怀中。二位娘子，让你们担心了，快让为夫好生瞧瞧你们。陆晨在二女脸上各亲了一口，家宴上一片欢声笑语。家宴结束，陆晨带苏右楚去后山练枪，检查他最近修行是否懈怠。楚儿，你的站姿不稳啊，一字马这么勉强，需要我帮你吗？陆晨扶着苏右楚的大腿，帮他抬高。混蛋，你轻点，都弄疼人家了。苏右楚将龙凤枪举过头顶，保持站立姿势。行，我轻点。陆晨笑了一下，随后从背后抱住苏右楚，大脸贴着小脸。楚儿，等灵儿和轩儿生完孩子，咱俩就成婚吧。算算时间，离你的生辰不远了。苏右楚身体像是触电般瘫在陆晨怀中，声细如银。这种事，你做主便是，反正这辈子我跟定你了。楚儿，为夫定不负你，这辈子你是我的女人，谁也别想伤害你。陆晨听后很是感动，在苏右楚的脸上烙下唇印。后半夜，两人躺在草地上，十指相扣，数着天上的星星，彼此都希望时间过得再快些，早日共结连理。苏右楚趴在陆晨的怀中，迷迷糊糊睡了过去。你这贪睡鬼！陆晨摇摇头，将苏右楚抱起，将他送回寝殿。随后，陆晨摸去林宇轩的房间。陆哥哥，这么晚了，你还不睡？睡梦中，林宇轩感觉有只手在他身上游走，这股气息是陆晨，因此他非常心安。想你和孩子，睡不着。轩儿，陪我说说吧。陆晨和林宇轩彻夜长谈，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第二天，子明宗主殿，小麒麟，将你身上的宝术传授于我。陆晨打开乾坤袋的禁制，将麒麟放了出来。有金刚镯的圣纹压制，他根本不担心麒麟会逃跑。哼，关了本君这么多天，我才不要将宝术传你。略。麒麟高傲地昂着脖子，吐舌头，表达对陆晨的不满。你不是要吞噬灵石境界吗？求我啊！本宗身上大把的灵石。陆晨随手扔出几枚灵石在地上，像逗狗一样的逗他。不是，你小子把我当狗了是吧？而且还是舔狗。麒麟勃然大怒，尾巴上的赤色雷火发出噼啪的炸裂声。哥们，本宗和你开玩笑的，你还当真了？谁跟你是哥们？麒麟脑袋别过一旁。陆晨摇摇头，这小麒麟还挺傲娇。罢了，随手扔给麒麟500万灵石。你看，哥没骗你吧？说了让你吃饱喝足，就一定说到做到。你赶紧将宝术传我。陆晨心想，这麒麟不过是幼生期，饭量肯定不大。这4000多万灵石足够坚持很长一段时间了。等自己将麒麟宝术骗到手里，就克扣他的伙食。吃溜，哥。然而出乎陆晨的意料，麒麟将嘴伸进乾坤袋，张口一吸，直接将500万灵石全给吞了，还打了个饱嗝。我擦，你这乃是麒麟，分明是饕餮啊！500万灵石都够我这6等巨灵阵运作1年了。陆晨倍感心疼，眼泪都快流出来。一条灵脉的产能也不过才几百万灵石见顶了，这麒麟一口就吞掉了一整条下品灵脉。切，小妾，瞧你守财奴的样子，不就吞了你一点灵石吗？至于吗？待本君君临天下，这世间的一切都将匍匐在本君脚下，到时候本君罩着你。麒麟淡讽道，接着还不忘给陆晨画大饼。君临你妹啊！等你君临天下，本宗早就杀穿天下了。陆晨自然不信，麒麟这么说，无非是将他当作成长期饭票罢了。画饼，谁不会啊？麒麟，快将你的天赋宝术展现出来，待我学成后，赏你10条灵脉。放心，我未婚妻是王朝公主，10条灵脉对她而言根本算不得什么。麒麟听闻后，意志有些动摇，他开口道：麒麟族的天赋宝术无法传授，你只能自行参悟。自行参悟也行啊，那要如何参悟？宝术符文就在本君的胸腹之间。可是我们……陆晨一听这话，他连忙伸手将麒麟翻转过来，视线在他身上来回瞟。奇怪，你身上怎么没有小居居？这一粉一粉的圆点又是啥？陆晨挠头，这神兽的身体构造果真与别的妖兽不同。你无耻！麒麟破口大骂。少废话，赶紧将宝术显化出来，否则断你口粮。陆晨威胁道。
麒麟经受不住恐吓，将天赋宝术给显化了出来。陆晨仔细观摩这些符文，顿觉玄妙非凡。好神异的符文，不愧是王级武学，我竟全然参悟不透。陆晨忍不住感慨道：怪不得灵武学需要神尊境修士才能修行，这王级武学条件只会比灵武学更加苛刻。唉，空有宝山，却无法掌握，可惜啊！陆晨忍不住伸手触碰这些符文。混蛋，你别碰本君！麒麟炸毛，小短腿用力一蹬，踹在陆晨的胸口上。砰！陆晨整个人飞了出去。神兽哪怕被束缚住了灵力，他的肉身力量依旧恐怖绝伦。小王八蛋，本宗不就是摸了你一下，至于下这狠手吗？陆晨捂着胸口，幸好他体质刚猛，否则这一脚起码崩断10根肋骨。哼！总之，你不许碰我！麒麟昂首阔步，哼唧道。为了不让麒麟暴露，陆晨命他伪装成一只小狗，而麒麟也是很懂，深知各方势力都想抓他回去看家护院，于是倒也配合。随后，一只毛发铮亮、长腿细腰的黑色小狗仔显化，被陆晨抱在怀中。小麒麟，你怎么长得黑不溜秋的？算了，以后就叫你小黑子了。陆晨，你给取的什么破名字？本君不爱听，换一个。小黑子冲陆晨张牙舞爪，表示强烈抗议。抗议无效，你自己长得又黑又小，怪我咯。随后，陆晨找到大老婆洛双离，将小黑子是麒麟的事告诉了他。后者满脸震惊，不敢相信，各方势力均在兽魂岭铩羽而归，其中不乏王级势力和天眼圣宫的人。然而最后，麒麟竟被陆晨掳了去。夫君，你好厉害啊！不愧是我的夫君。洛双离在陆晨脸上吧唧一口，能嫁给如此优秀的男子为妻，这种感觉也太骄傲了。夫君，我在古籍上见闻，吞噬一碗神兽血，可抵数年苦修。你看，要不来一碗试试？洛双离的眼睛直勾勾盯着麒麟。小麒麟一听，瞬间吓坏了，眨巴着大眼，水汪汪。姐姐不要啊！你这么漂亮，心地一定很善良。云妮最喜欢姐姐了。哦，原来你叫云妮啊！洛双离上前握着麒麟的2只前腿，将他举了起来。咦，还是个妹妹呢。洛双离一眼辨出麒麟是一只雌的。啥？离儿，你说小黑子她是母的？陆晨傻眼，怪不得他刚才撸他，后者直接炸毛，还踹了自己一脚。怎么，夫君，你那是什么眼神？连雌雄都分辨不出了吗？洛双离无语，他见麒麟满脸委屈，一看就是被陆晨给欺负了。他又没说自己的是公是母，我怎么知道？大不了以后不碰他就是。陆晨人都傻了，难怪这麒麟如此傲娇，原来这都有迹可循啊。叮，检测到天命之女云霓，神兽之身，被天道气运眷顾，建议迎娶。天命属性：青金色，资质绝顶，神王境5阶，体质麒麟真身，洪荒道血，天命光环。麒麟真身本体是神兽麒麟，肉身无坚不摧，仅凭气息就能压制一切妖兽，神兽除外。参食灵宝就能不断蜕变变强，后期必成地级。洪荒道血源自洪荒的本源血脉，契合上古法则，能拟化出天赋宝术。随着境界提高，天赋宝术的品质也越高。天命光环汇聚灵气，形成洞天福地，与他长时间接触的人会得天命眷顾，从而变得更加幸运。什么？要我娶小黑子？这认真的吗？陆晨大脑瞬间宕机，他根本没想到麒麟也能是天命之女吗？不过这家伙竟然和江子宁一样，都是青金色天命属性，着实令人无法拒绝。而且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麒麟云霓身为天命之女，那她的颜值绝不会低于90分。想到这，陆晨不禁有些期待，待她化身人形后会是何等风姿。云霓，既然你是女孩子，以后我就不喊你小黑子了。那个，你什么时候能化身人形？陆晨忍不住搓了搓手，这送到手的神兽老婆，这实在没理由拒绝啊。得突破到半圣。不对，你打听这个干嘛？云霓警惕地盯着陆晨，他总觉得陆晨对他不怀好意。洛双离一眼便看穿陆晨心中所想，这坏胚又打上麒麟妹妹的主意了。云霓，姐姐也很期待你化形的那天。洛双离伸手在云霓的脑袋上揉了揉，一想到眼前的小黑狗，未来某一天大概率会成为自家姐妹，洛双离就忍不住想笑。不行，云霓，你现在这样子太逗我笑了。咯。洛双离没憋住，畅怀大笑起来。云霓，快到我怀里来。陆晨伸开双臂，从现在起他要用爱去感化麒麟，否则等他突破到半圣，化身人形，拥有人类的感情后，这件事将变得复杂许多。我就不。云霓跳到洛双离怀里，回头冲陆晨吐舌。
略，本君要和漂亮姐姐贴贴，才不和你一起。这个结果令陆晨无语死了，早知道会是这样，他就不捉弄云霓了。不过麒麟少女跟着洛双离也好，这样一来能将天命光环作用在他们母子身上。陆晨有种很强烈的预感，洛双离的这一胎会是个男孩。随后的1个月在日常琐碎中度过，陆晨惊骇地发现，他从大夏王朝那得来的3600多万灵石全被麒麟少女给吃光了。丫的，你这吃货，你就仗着本宗宠你吧。陆晨欲哭无泪，转手又将1000万灵石以及那枚圣元金果从夏无伤的那灵戒中取出。陆晨，你是个好人，本君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云霓眨巴着乌黑大眼，吞下这1000万灵石和圣元金果。他最近食欲激增，时而陷入昏睡。根据他以往的经验来看，这是要突破一个大境界的征兆。虽然云霓眼下还只是神王5阶，换算为妖兽等级，也就是6阶中期，但因为麒麟真身的缘故，只需消化掉身体里的这股能量，就能实现蜕变，一举冲破7阶屏障，也就是神尊境。云霓，干脆你以身相许吧，反正你也被本宗摸了个遍，你的麒麟宝术还得让我参悟。陆晨直接挑明，他就是缠他身子。好你个陆晨，果真对本君有非分之想。云霓眼咕噜打转，轻笑道：想让本君以身相许是吧？可以啊，那你必须答应，承包本君一辈子的口粮。本君在兽魂岭就没吃饱过1天，可怜死了。倘若能量充裕，本君早就晋升到成熟期了。云霓坦言，他降世的时日不算短，已有数百年时间。这些年，他时刻谨记母神的教诲，从未暴露自己的行踪。然而这次，云霓因为太饿，不得不出来觅食，结果暴露了踪迹。成，本宗答应养你这小吃货一辈子。陆晨也笑了，他没想到云霓竟然如此没心没肺，因为一口吃的就答应了他的无理要求。果然，神兽比起人而言，还是太单纯了些。不过看云霓这黑不溜秋的模样，陆晨还真怕他化身人形后变成一颗黑珍珠。比起黑不溜秋，陆晨还是更喜欢牛奶鸡白白净净的模样。陆晨，看在你这么大方的份上，本君允许你观摩我身上的宝术符文。云霓打了个哈欠，运转的体内洪荒倒血，将宝术再次显化于胸腹上。本君累了，要眯一觉，你不用叫我起来，等能量消化完，本君自己就会醒。他眼皮一沉，随即昏睡过去。陆晨无语，这丫头片子对他还真是放心啊。陆晨随即运转望神术，该术法号称能窥尽天命之女的秘密，他每日都有在修炼，借此提高神魂之力。陆晨心道，既然云霓是天命之女，那她身上的麒麟宝术岂不是也能利用望神术窥破玄机？想到便做，陆晨瞳孔中射出2道神光。云霓胸腹上的蝌蚪符文瞬间像是有了生命力，冲入陆晨的识海之中，自主排列顺序。不是，王级武学的奥义真被我给解析出来了。陆晨试着修炼麒麟宝术，奥义在心中具现化后，他惊讶发现自己施展出了麒麟真意。天道赐予云霓的王级宝术竟然不受修行者的武道等级限制。陆晨他的武道修为财神王境3阶就能施展出王级武学了，这一结果令他又惊又喜。云霓简直就是他的福宝啊！有了5等级的王级武学，陆晨自信即使是面对神尊境强者，他也能一招败敌。陆晨摸摸云霓的脑袋，随即陷入深层次的修炼。他要将麒麟宝术吃透，一旦遇到晦涩难懂之处，就运转望神术，观摩云霓身上的符文。一晃7日过去，陆晨见云霓丝毫没有要醒来的迹象。期间，陆晨想向他请教麒麟宝术的不懂之处，只能作罢。即使如此，依旧将宝术练到精通了。至于想炼至大成，以他现在的悟性，还是不够，或许得突破到神尊境才行。亦或者让云霓手把手教学，亲身演绎麒麟霸天术的奥义。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得知陆晨晋级神王境，武道神行突破到3阶大成，神王江天就回到了天元城。这段时日，洛双离已经突破到了天神境4阶，武道神行突破到2阶巅峰。洛双离是天生剑修，任何剑道武学他都轻松掌握，因此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提升修为上。至尊剑骨和太阴剑体，二者能与洛双离的剑道相合。等他成为剑道圣人的那天，他的实力会呈爆炸式的增长。此刻，洛双离正在聚灵吐纳，他的修行速度已经很快了，奈何还是跟不上陆晨的步伐。离儿又在修炼呢。陆晨摸到洛双离的寝殿，几日不见，如隔3秋。他一来就抱住洛双离，后者并未陷入深层次修炼，立马解除修炼状态。夫君，听说天眼圣女即将返回圣宫，你确定不去和她见上一面？洛双离伸手托起陆晨的下巴，对着他吹了口软风。离儿，为夫哪来的立场去见她？陆晨摇摇头，
他也听说了江子宁即将踏上反途。陆晨承认自己对江子宁很心动，但他和江子宁不过数面之缘，情浅缘浅的，实在不知该不该去为他送行。陆晨唯一和江子宁有点联系的，便是和阮天月的亲密关系。阮天月唤江子宁一声姐姐，他多少也能沾点关系。这有啥？夫君，你莫不是忘了当初你是怎么对我的？那时候的你可比现在强硬多了。喜欢就去追啊！夫君，该怎么做？你应该不需要我来教你吧？洛双离捧起陆晨的脸，深情献吻。这个夺了他身子的男人，他可是一辈子都记得。陆晨大脑空空，随后又去到林宇轩房中与他谈心，重点问道如何和江子宁进行下一步。陆哥哥，打直球吧，只要圣女不厌恶你，你就有机会。林宇轩谈到自己当初不就是跟陆晨打的直球吗？我明白了。轩儿，亲一个，早些休息。算算日子，离我们的孩子出世之日不远了。陆晨在林宇轩的肚子上亲了一下，腹中的孩子流淌着他的血脉。随后陆晨又去见了苏幼楚，这妮子正在后山修炼枪术，她现在的进步令陆晨都感到无比惊艳。苏幼楚的女帝命格可助她同进称尊，天然压制一切对手。她心思纯粹，满心只有陆晨和修炼，实力进步神速。他已经将那地级上品武学血逆八荒枪诀练到真入化境，5道枪艺也已突破到2阶，真神境9阶巅峰，随时有可能突破天神境。月色下，苏幼楚练习得很认真，刺、挑、扫、劈，枪起如龙腾，枪落如虎啸，枪扫如灵蛇，枪挑如飞鹰，枪刺如利剑。好，楚儿，你做得非常棒，你的枪法已经无需为父再指导了。陆晨从暗处走来，苏幼楚因为练习得太认真，全然没注意到陆晨的到来。陆晨，我做得这么好，有什么奖励吗？苏幼楚翘首以盼，人家可看你送了双离姐姐一件极品灵剑，你可不能厚此薄彼。怎么，楚儿这是吃醋了？要不让为夫送你一个孩子吧？陆晨打趣道。讨厌，我们还没成亲呢。苏幼楚脸颊羞红，别过脑袋。来，楚儿，说真的，我将此物送你。陆晨将龙凤枪取出，送给苏幼楚。夫君，这怎么能行？这是你的本命法器，护身用的。苏幼楚摇摇头，懂事的将龙凤枪还给陆晨。无妨，以我现在的实力，只要不是遇见神尊，便不会有任何危险。倘若遇见神尊，这杆枪自然也就无用了。陆晨笑着说道。可是苏幼楚还是有些犹豫。放心，为夫有别的手段御敌，你就收下吧。回头可别又来找我哭鼻子，人家双离姐都有，我怎么没有？陆晨表演苏幼楚撒娇的样子，假意揉眼。陆晨，你个大坏蛋，你学我？哼，不理你了。苏幼楚叉腰生气道。陆晨一把将苏幼楚揽在怀里，如此良辰美景，苏大美人可愿与陆公子一世修好？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苏幼楚回应道，主动坐在陆晨怀中，向他索吻。良久过去，陆晨向苏幼楚提问，有没有追求圣女的好办法？陆晨，我记得你当初对我好像是死缠烂打吧？某人脸皮子比城墙还厚，刚见面就喊人家娘子，坏死了。苏幼楚掩嘴笑道，明白了，脸皮厚才能吃到肉。陆晨死死抱着苏幼楚，对他做大胆的事情。天亮之后，陆晨出发，在江子宁回天眼圣宫的必经之路等他。此番江子宁回天眼圣宫，也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又或者这辈子都再难有相见之日了。陆晨不想抱憾终身，不试试怎么知道不会有结果？飘雪城，这里地理位置特殊，终年飘雪，古城因此得名飘雪。这位客官，看您不像是本地人，来咱飘雪城可是为了玄冰玉。风雪客栈，店小二见陆晨气质不凡，眼神不时望向窗外，不禁问道，玄冰玉这是何物？陆晨抿了口茶水，一脸懵逼。客官有所不知，玄冰玉乃我们飘雪城的特产，它是由玄冰凝结而成的晶体，质感如玉，千年不化。许多能工巧匠都会来此求购，雕刻成艺术品放置家中观赏。陆晨一听，瞬间有了兴致。若将玄冰玉雕刻成江子宁的模样赠与他，一定很有纪念意义。小二，我要一块足够雕刻成人身大小的玄冰玉，品质一定要最好的。陆晨目光灼灼，心中已然勾勒出江子宁冰雕的绝美模样。陆晨赏给小二500块零食，后者办事利索，很快就给陆晨运回一件极品玄冰玉。随后陆晨脑海中浮现出江子宁的曼妙身姿，在玄冰玉上雕刻出她的模样。数个时辰后，这只冰雕与江子宁本人一般无别，在细节上都做到了无可挑剔，完美。
简直完美啊！小哥的雕刻技术堪称精妙啊，竟能雕刻得栩栩如生，仿佛谪仙起舞。店小二和掌柜的出来，见到冰雕的样子后，瞬间惊为天人。客栈里的人起初并不在意，然而在见到成品后，立马围凑过来。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难觅啊！这位少侠，这座冰雕卖吗？我愿出10万灵石求购。有人掏出来一袋灵石，想求陆晨割爱，还有人则是惊叹道：“公子，你竟能凭空捏造出此等绝色佳丽，实在是绝！不知你的灵感来源于何方？”陆晨笑了笑，回答：“因为我真的见过她本人，在我眼里，她比这冰雕还要好看千倍万倍。”呼！一阵寒流卷过飘雪城，天边浮现出朦胧紫雾。他来了。陆晨掌心收握，以大法力将玄冰玉收入衣袖。袖里乾坤，前辈！众人惊呼，全都吓得瑟瑟发抖。咦，刚才前辈好像说了一句他来了。下一秒，陆晨出现在飘雪城外，他将自身的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陆晨，你怎么在这？一道紫衣倩影飘然落下，他脸上戴着面纱，身材曼妙，空灵美眸中泛着紫光，高贵圣洁，连足轻踏虚空，白皙的美腿暴露在外，令人一眼沉沦。紫宁女侠，好久不见，你别来无恙。陆晨冲他热情地打招呼。快2个月了，确实许久未见。江子宁美眸一眨不眨地盯着陆晨，他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陆晨，于是问道：“这么久了，怎么不见你来天元城找月儿？他可是想你的很。”陆晨点头道：“我知晓，月儿已将一颗真心交付于我，等我踏足神尊境后，便会前去向他父王提亲，这点你大可放心。至于今日，我其实是为你而来。”“什么？为我而来？”“陆晨，你没说错吧？”江子宁明显有被吓到，陆晨竟然说是为了他而来，这不可能吧？子宁，陆晨目光灼灼，喉结微微滚动，双拳攥紧。兽魂岭初次相遇，你的身影便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此次在此等候，就是想告诉你，我不愿错过与你相识相知的机会。江子宁面纱下的唇角微颤，空灵的紫眸泛起涟漪。可是陆晨，月儿和你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怎能插足你们之间？江子宁，这不叫插足。你给我听好了，我陆晨倾慕于你，对你的爱不会比旁人来的少。陆晨猛地打断他，一步踏出，神王境的威压轰然炸开，震得四周飘落的雪花都凝滞在空中。他抬手一挥，玄冰玉雕悬浮而出，在日光与血色映照下，冰雕中的江子宁仿若活了过来，眼波流转间皆是倾世风华。这是我亲手雕刻的你，虽不及你的1/1000亿美，但我想将这份心意送给你。陆晨单膝跪地，手中冰雕缓缓升起。子宁，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希望你不要拒绝。江子宁望着那栩栩如生的冰雕，纤细的手指微微发颤。他从未想过一个男子会为自己如此痴狂，竟敢当面向自己求爱，这未免太疯狂了。一直以来，江子宁在圣宫遇到的男修只有2种，一种是将爱意深藏，生怕被他察觉，另一种则是赤裸裸的欲望，不加掩饰，令他感到作呕。只有陆晨眼中带有强烈的占有欲，却并无邪恶。他对自己的感情也不藏着掖着，敢爱敢恨，坦坦荡荡。江子宁还是第一次遇见像陆晨这样的男人，记忆中与陆晨相处的点点滴滴，此刻如潮水般涌来。他就软天月时的果敢，他面对强敌时的霸气，还有此刻眼中炽热到能融化千年玄冰的深情。江子宁感到有些梦幻，陆晨对他是真心的吗？还是说是因为自己的权势地位才对他有所图谋？子宁，此刻你肯定会感到手足无措，但无论你信或不信，这都是我的心里话。陆晨态度诚恳，如此绝美佳人，即便抛开她天命之女的身份，他也不愿错过。喜欢她，就给她一个温暖的家。陆晨一直奉行这点。冰雕我收下了，你先起来吧。江子宁俏脸通红，平日里他快意恩仇，做事随心而走，潇洒恣意。今日面对大方示爱的陆晨，他第一次变得如此扭捏不安。子宁，这么说你是同意我追求你了？陆晨起身，炙热的目光能把江子宁给融化掉。没有，本圣女才没有同意。江子宁心乱如麻，收下玄冰玉雕后，瞬间消失在原地。这妮子属兔子的啊，跑这么快，陆晨感到无语。他的打直球这招果然有用，直接将江子宁撩得面红心跳，手足无措，只知道一味逃避。那么接下来就是乘胜追击，不给他丝毫喘息的机会，否则等他冷静下来就不好搞了呀。陆晨提前和3女排兵演习过，知晓此刻该做些什么。陆晨将身法武学运转到极致，循着江子宁留下的气息追去。
1个时辰后，江子宁停下脚步，蓦然回首：“陆晨，你出来吧，我不逃了。”他叹了口气，脸上的红晕还未完全退散。子宁，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一直追下去。陆晨身形如鬼魅般闪现，嘴角勾起一抹志在必得的笑意。江子宁轻哼一声，别过脸去，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冷淡些：“你别太自恋，我只是嫌你烦，想跟你把话说清楚。陆晨，我身为天眼圣女，身上肩负着圣宫的使命与责任，感情之事于我而言太过奢侈。使命，责任。”陆晨大步上前，猛地握住江子宁的柔提。但在我眼里，你先是江子宁，然后才是天眼圣女。你不该一辈子被这身份束缚，感情也并非囚禁你的牢笼。在我身边，你依旧是天眼圣宫的圣女，率性而为的子宁女侠。我的胸怀永远向你敞开。江子宁被他握得生疼，却没有挣脱，内心翻涌如潮。陆晨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敲击在他的心坎上。这些年，他在圣宫修行，顶着圣女头衔，深知自己未来肩负的使命，所以江子宁一直将自己的感情深埋心底，不敢妄动凡心。可此刻，陆晨的热情好似天火滚落，终于将他的心给点燃了。江子宁也是女人，内心深处渴望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陆晨，我好累啊！江子宁心底的防线被击穿，主动扑进陆晨的怀抱，无声抽噎着：“宁儿，在我面前不必伪装自己，想哭就哭出来吧。”陆晨搂着江子宁的纤腰，伸手为她拭泪。陆晨揭开江子宁的面纱，看着这张惊心动魄的面容，他沉沦了。“宁儿，我倾慕于你，把你交给我吧。”陆晨紧紧抱着江子宁，亲吻她，伸手扯她的衣裙。“不行，不可以。”陆晨，我还没准备。江子宁身上神尊境的气息不受控制地爆发出来，陆晨瞬间被这股力量崩飞出去，还吐血了。“宁儿，你要谋杀亲夫啊？”陆晨肉身强大，只是受了小伤，但为了让江子宁紧张他，于是故意装出一副要死不活的模样。“哎呦，我的头，我的肚子，我的手，我的腿，痛死我了！宁儿，我就要死了，临死前，你能给我一个吻吗？”陆晨装出虚弱的模样。江子宁一眼便识破了他的把戏，谁家将死之人话这么多，喊这痛那痛的根本喊不出声才对，只会浑身哆嗦，虚弱的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还想索吻，做梦呢！呸！登徒子又想占本圣女便宜。江子宁摩拳擦掌，美眸一瞪，伸手去掐陆晨的老腰，后者疼得咿呀怪叫：“宁儿老婆，我真喜欢你，从见你的第一眼起就对你起意。”荒唐过后，陆晨和江子宁四目相对，江子宁旋即都露出一抹笑容：“我知道啊，在兽魂岭，你就一直盯着人家的脸看，你是演都不演了。”江子宁一把揪住陆晨的耳朵，得知他对自己的心意后，言行更是亲密无间：“喜欢你又不是我能控制的，要怪就怪你美丽过分，让为夫难以抑制。”陆晨双手环抱在他胸前，有意无意的变换称谓，又是老婆又是为夫的将江子宁撩得面红心跳。“打住！你和我的事，本圣女需回去与师尊商榷。不过师尊他9成9是不会同意咱俩的婚事，所以咱俩之间只能是有缘无分了。”江子宁随手把玩着青丝，躺在陆晨怀中，很平静地说出这番话：“宁儿老婆，只要你心里有我，为夫是不会放弃娶你的。”陆晨自然清楚他将面对的阻力，娶一位圣宫传人为妻，除非他未来能够比肩圣尊，否则何以服众？陆晨，你知道自己今后面对的敌人是什么身份吗？是一群圣灵、圣王、圣皇，整个天眼圣域的势力都会与你为敌，你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江子宁伸手抚摸陆晨的脸，有些心疼道：“成圣已经是极其艰难的，而陆晨还得走到圣道领域的尽头，圣尊境太难了。呵呵，我若为帝，这所谓的阻碍一切都将不复存在。”陆晨朗声大笑，他这一世注定称帝成仙，岂会被区区的圣道领域困住？放心，圣路不是咱俩的终点，我会让你登临帝境，做我一个人的子宁女帝。陆晨给江子宁画大饼，后者明知道陆晨是在宽慰他，但还是感动得落下眼泪。“陆晨，要了我吧，哪怕今日之后你我形同陌路，至少曾经在一起，拥有过彼此，我已心满意足。”江子宁眼含热泪，随即宽衣解带，主动现身陆晨：“宁儿，你怎会这么想？你这辈子注定是我一个人的。”陆晨刚想解释，却见雪白胴体暴露在他眼前，他瞬间沉沦了。3日之后，飘雪城云之彼岸，漫天冰凌纷飞，陆晨和江子宁依偎在一起，只觉岁月静好。此时的陆晨修为已达神王境5阶，交合后
姜子宁也有了突破，神尊境3阶，这是陆晨对他奖励。陆晨，回去后你会忘了我吗？姜子宁鬼使神差地问道。你儿老婆，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此生此世，我陆晨绝不负你。那要是我把你忘了呢？姜子宁没心没肺地笑着。如果你忘了我，我会拼尽一切将你丢失的记忆找回。总之，这辈子我吃定你了。陆晨在姜子宁的额头上种下唇印，紧紧地抱着，不愿和他分别。陆晨，师门传召，我该回圣宫了。姜子宁安静地说道。妮子，你就这么想回宫？陆晨伸手在他的脑门上戳了戳，随即将黄血道果递给他。宁儿，那日分别匆忙，忘将道果赠你。姜子宁有些惊讶，7阶黄血道果。陆晨，你怎么不自己炼化？我和月儿一人炼化了1枚，再服用，效果就没那么显著了。陆晨催促道。来，我为你护法，守着你将它炼化。那好吧。有陆晨守着自己，姜子宁非常安心。他将道果服下后，开始朝着神尊境4阶迈进。而令姜子宁无语的是，炼化道果的时候，他全身的衣物都被那股涅槃火焰焚毁。陆晨就这么在旁边看着他，脸上表情十分得意。可恶，被算计了。姜子宁哭笑不得，努力让自己保持专注。最终，这枚道果助他冲破神尊境4阶，距离第5阶只剩下1步之遥。死鬼，这下你满意了吧？姜子宁咕哝着，重新换了套紫色衣裙。宁儿的身材，为夫自然满意。陆晨点点头，用手揽过他的腰肢，随即从怀中摸出1枚兽骨。陆晨，这是何物？姜子宁仔细打量着这枚兽骨，其上符文繁复，一看就不是凡物。宁儿，你不是要回师门吗？麒麟没抓到，总不能空手而归吧？这块宝骨应该是某神兽的真骨，与你体内的圣皇道骨有异曲同工之处。我境界低微，参悟不透，如果是你师尊的话，或许能够参悟。陆晨随口说道，将这枚古符送给了姜子宁。既然如此，我便将它拿回去给师尊瞧瞧，兴许真能勘破其中玄机。姜子宁欣然接受，一旦有所发现，他会在第一时间告知陆晨。随后，姜子宁向陆晨辞别。陆晨，我这回真要走了，反正你家夫人那么多，又有月儿在，你在天元王朝肯定过得幸福，不像我只有一个人，孤零零的，甚至都不敢公开和你的关系。姜子宁酸溜溜说道。一旦他公开与陆晨的关系，势必会将陆晨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宁儿，瞧你这话说的，你若是想为夫，随时来天元王朝，我在紫明宗等你。陆晨笑呵呵说道。离别是为了又一次的重逢，只要确定陆晨对自己的心意，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你想的可真美。姜子宁白了陆晨一眼，随后转身离去。宁儿，跑得这么干脆，再让为夫送送你啊。陆晨见状，连忙追了出去。小娇妻要离去，陆晨心中自然是10000个舍不得。就这样，陆晨一路相送，途经几座城池，他又折腾了姜子宁几次，到最后，姜子宁实在受不了了，走路都得扶着墙，直接将陆晨给打跑了。陆晨望着姜子宁离去的背影，眼中饱含柔情。宁儿，你一定要等我。他忍不住大喊道。知道了，你快回去吧。姜子宁身影一顿，回应某人。姜子宁走后，陆晨忽然感觉心里有些空落落的，但想到家中还有几位爱妻和孩儿，陆晨立马振作起来。童子哥，我要领取奖励，我需要迅速变强。叮，恭喜宿主解锁青金色天命之女姜子宁，发放奖励：灵武学星号2，神王丹星号1000，天神丹星号1000，极品灵气星号3，二品巨灵阵盘，灵级护宗大阵，中品灵脉星号5条，神尊战仆星号3，天命值500万。神王丹专为辅助神王境修士修行，可提升4倍修炼速度，在突破至神尊境时有奇效。灵级武学由盖世圣灵开创的特殊武学，拥有巧夺天地的造化之力，可任意挑选。极品灵气，神尊强者的专属灵气，可任意挑选品类，神尊使用时可获得双倍战力提升。二品巨灵阵盘，功效上堪比市面上的圣级巨灵阵，能提升5倍修炼速度，而灵石消耗则与寻常二品巨灵阵一样。灵级护宗大阵，一经开启，可抵挡盖世圣灵的毁灭之力，同时附带圣道杀阵，任何闯入阵中的人，圣灵之下皆可抹杀。中品灵脉，与下品灵脉相比，出产的灵石品质更为纯澈，一条中品灵脉的产能是下品灵脉的10倍。神尊战仆，拥有自我意识，无条件服从宿主的命令，修为均在神尊境圆满，为绝顶神尊。此外，还有若干低等级丹药，从人道领域的斑血丹到神道领域的真神丹，应有尽有，
专攻陆沉发展宗门势力。卧槽！卧槽！卧槽！这一次的奖励实在太丰富了，陆沉不禁连喊3声卧槽。灵武学，唯有神尊强者才能修行的高阶武学，神王连参悟他的资格都没有。一经施展，能引发出天地异象，催生莫名变化，极为神异。此前姜子宁曾和大齐神尊交手，灵武学叠加鸿蒙道体的10倍战力，他直接把对方给抹杀了。陆沉现在回想起姜子宁的风姿，还是会忍不住心动。或许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喜欢上的姜子宁吧。若非姜子宁出手相救，陆沉大概率已经死在兽魂岭了。另外，极品灵气的强大之处，陆沉也有见闻。麒麟少女云霓脖子上的金刚圈就是一件极品灵器，夏王在上面刻下了圣道符文，便拥有神秘莫测的伟力。也唯有极品灵气以上，才能承受住圣道领域的力量。陆沉刚将龙凤枪送给了苏右楚，想不到这么快又能拥有一件趁手的灵器，2品聚灵阵，嘿嘿，有了它，月儿嫁来紫明宗一定不会觉得委屈。陆沉深知阮天月是王氏公主，被天元王捧在掌心。阮天月平日修炼用的聚灵阵是圣级，成婚前他拥有的，成婚后陆沉一样能给他。还有这灵级护宗大阵，本宗倒要看看，日后还有谁敢觊觎我的宝贝。这样一来，陆沉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诞生时引发天地异象，遭人觊觎。若再有像血煞宗、幽魂殿和万寿门3宗老祖之流胆敢出现在紫明宗附近，甚至都不需要陆沉动手，光是开启圣道杀阵就能将来犯者全部歼灭。再者，系统奖励了3名神尊战仆，凭空显化，拥有自我意识，修为更是达到了神尊境9阶巅峰。这等实力，估计和鸿蒙道体复苏后的子宁老婆都有一战之力了。直到今日，紫明宗在拥有了护宗大阵和神尊境战仆后，终于正式跻身成为天元王朝的一等势力。至于那5条中品灵脉，产能堪比50条下品灵脉，并且品质上更好，不出意外，都将成为他云霓老婆的口粮。没办法，这是陆沉亲口应下的事，自然没可能反悔。他还等着云霓赶紧晋升到半圣，化形后嫁给自己呢。陆沉看着面板上的500万天命值，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赶快晋升到神尊境，接着学习灵武学。童子，加点武道修为。定，天命值扣除60万点，晋升神王境6阶。天命值扣除70万点，晋升神王境7阶。天命值扣除100万点，晋升神尊境1阶。剩余天命值100万点。花费这么多，不至于吧？陆沉当场傻眼，500万天命值这么快只剩下100万。果然，随着他的武道境界提升，获得的天命值动辄数百万点，但完全就是虚胖。也不知这剩下的100万点天命值够不够将我的武道神行突破至第4阶。陆沉没有犹豫，随即将这100万点加到武道神行上。定，天命值扣除100万点，武道枪艺提升至3阶圆满。操，我就知道卡在这临门一脚，却又差了不知反几。陆沉摇了摇头，4阶武道神行能在神尊境大杀四方，突破难度极大，陆沉估摸着得有一段时间熬了，起码还要投资几百万点天命值进去。定，宿主是否抽取灵武学？抽吧，我需要一部身法武学和一部枪术。虽然没了天命值，修行速度会变慢许多，不过我自己钻研一段时间也能领悟。武学抽取中，恭喜宿主获得灵级身法龙腾九霄和灵级枪诀戳天式神枪。龙腾九霄，如真龙腾云而起，可瞬息龙游千丈到万丈之距，誓师法者修为而定，天上地下海里皆可自在逍遥游。在亡命飞逃时会爆发出绝境速度，瞬移数百里。戳天式神枪，可召唤出一杆魔枪，戳破天地，神挡杀神，佛挡是佛，攻伐之力乃同级之最，杀至癫狂后可释放杀戮真我，战斗力连翻数倍，逃命跑得更快，有点意思。童子，你是多怕我死在别人里啊？陆沉看完龙游九霄的武学介绍后颇感无语，不过这样也好，打不过就跑，瞬息数百里，这速度即使是在面对一尊圣王也能逃出升天了。另外，戳天式神枪非常适合大规模群战啊，逐鹿战场就挺适合的。一旦陆沉杀至癫狂，释放出杀戮真我，将变得更加无懈可击。这2部功法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童子哥，你可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陆沉最后看了一眼姜子宁离去的方向，他攥紧拳头。天眼圣功，不论你是何等的庞然大物，宁儿是我老婆，我一定会带她回家。陆沉在心中低语，随即毅然踏上返程。修为突破神尊境后，陆沉的飞行速度极快。几日后，
他出现在子明宗附近。陆晨神觉敏锐，发现子明宗在外的哨岗全部消失不见。这种感觉就像是子明宗被人控制了一样。不好，有人针对我，对宗门下手了。阮天策还是夏无伤，还是说大齐王朝的人？在兽魂岭，陆晨只与这三方交恶，阮天策被他毁去一臂，夏无伤则被他镇压羞辱，狠狠讹了一笔。至于大齐王朝，他们本就与天元王朝不对付，加上陆晨还是阮天月的心上人，齐天恒会派人来杀他也不足为奇。陆晨神色焦急，他老婆孩子还在宗内，也不知他们现在情况如何。去，赶紧看看我那几位娘子，切莫打草惊蛇。陆晨让3名神尊战仆潜入宗门，而他本人则是正大光明地走出去，正面吸引对方注意力。唰！陆晨现身后，当即被一群人给围住。陆晨，陆宗主，别来无恙啊！说话的是一名女子，夏无伤的心腹夏荷。此外，还有一众神王强者，他们实力皆是不弱。夏荷，夏无伤那个废物怎么不敢亲自前来？哦，瞧本宗这记性，他刚被本宗玩虐，差点被卸去4肢。陆晨冷言笑道：夏无伤竟天天真的以为凭一位神尊竟能置他于死地吗？如果是之前，他今天大概率要凉。可是现在，夏荷在他眼里啥也不是。想到这，陆晨万分感谢江子宁，他在心中低语道：宁儿，我的好老婆，你又救了为父一命啊！陆晨发誓，他日定要将宁儿娶回家，好生疼爱。夏荷听见陆晨羞辱夏无伤，他的脸色瞬间阴沉下去。该死的，陆晨，你少在那里得意。我们得到消息，圣女大人已经启程离开天元，现在的你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放心，我不会让你死得如此轻易。你对殿下的羞辱，我会千倍万倍的从你身上讨回来。夏荷满脸阴毒怨恨，他深爱着夏无伤，甚至甘愿为他而死。陆晨算什么东西，也敢当众侮辱夏无伤？夏荷，本宗就在这里，你待如何？陆晨与神尊战仆心有感应，很快得到老婆孩子安全被救的消息，因此他表现得很平静，丝毫不慌。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的天神战仆已经感应不到他的气息。大块头晋级神王后，忠心护主，守护陆晨的几位妻儿已经被斩杀了。呵呵，我会让你看着自己的妻子一个个死在你的面前。对了，你还有2个孩子吧？一男一女，当真是生的水灵，身怀绝世体质。你不要着急，在杀死你的妻子前，我会想剁了你那2个孩子，让你的妻子在绝望痛苦中死去，是不是很爽？夏荷露出病态的笑容，舌尖舔舐着嘴唇，模样十分瘆人。如果放在之前，陆晨绝对慌了，甚至会跪求夏荷放他妻儿一命。然而现在的陆晨，圣道领域下他已无惧任何人，他的麒麟宝术可以无视等级，在神道领域施展，区区夏荷根本不足为虑。更何况陆晨现在还拥有3名绝顶神尊战仆。夏荷，很遗憾地告诉你，你成功激怒了本座，我不会让你死得如此轻易，我会一点点地将你虐杀。妻儿是陆晨的逆鳞，这夏荷竟敢用他们来威胁自己，简直不知死活。陆晨，你装什么装？你的妻儿现在可在本座手里，信不信我现在就剁了你的2个孩子，拿去喂狗？夏荷露出轻蔑之色，他拍了拍手，命人将陆青莲和陆凌天带上来受刑。然而他等了一会儿，并没有人从后院出来。怎么回事？人呢？你们都死了吗？还不快给本座滚出来！夏荷怒声喝道。不错，你的人现在已经死了，你想看看他们的死状吗？陆晨心念一动，几具断裂成几节的尸首被人从后院扔了出来。啪啪啪，3具神王尸骸坠落在此，死状惨烈，全都死不瞑目。其中1具尸体身躯被碾碎成血泥，只有半颗头颅还能变出生前模样。大夏王朝众人见状，全都吓一大跳。这怎么可能？他们都是神王，怎会死得如此凄惨？整个紫明宗除了那位被我碾爆的太上长老外，其余人最强不过才天神境。说，你究竟使了什么鬼招？夏荷大声质问陆晨，他已调动全身灵力，随时准备拿下陆晨。夫君，我们无恙，莲儿和天儿也都好好的。这时候，洛双离挺着大肚子出现，在他怀里，1岁大的陆青莲正缩着手指，水汪汪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陆晨，嘴里嘟囔道：爸爸，爸爸。听到大女儿软糯的声音，陆晨的心都快被萌化了。莲儿，爸爸在这，你在娘亲怀里乖乖等着，爸爸很快把他们都收拾了，就来陪你。梨儿，我回来了，这里的一切都交给我。陆晨轻笑道。陆青莲是他和洛双离的生命延续，是他陆家下一辈的长姐。陆哥哥，一定要赢！
天儿，你爹回来了，快叫声爸爸。林宇轩也出现在他身旁，苏幼楚抱着可爱的陆凌天冲陆晨挥手。爸爸，陆凌天也笑着喊道：好儿子，真乖。陆晨点点头，冲二位娘子说道：轩儿、楚，你们没被这群家伙吓着吧？骆双离是见过大场面的，内心坚韧。陆晨真担心这两个妮子被吓坏，尤其是林宇轩还怀着身孕，即将临盘。陆哥哥，那个女魔头扬言要剁了天儿，你可千万不要放过她。林宇轩虽然知晓对方实力强劲，但陆晨既然敢如此强势，肯定有了应对之法，因此他非常放心，选择相信陆晨。放心，今日大夏王朝的人一个也别想跑。陆晨森然道。随即他将灵级护宗大阵祭出，笼罩整个紫明宗，将方圆10里地都给涵盖进去。此后以紫明宗为中心，方圆10里都属于他的绝对领域，任何人一旦进入这范围，都将被圣道杀阵诛杀。护宗大阵笼罩此地的瞬间，夏荷心生感应，竟然是护宗大阵。陆晨，你从哪得来圣级守护阵法？竟然还有圣道杀阵。夏荷面露惊容，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答对了，可惜没有奖。陆晨嘴角一掀，露出2排洁白的牙齿。圣道杀阵又如何？就凭你这神王境的废物，如何主导圣道杀阵？圣道杀阵需要对灵力掌控到毫巅，这一点唯有神尊强者方能办到。你行吗你？夏荷转念一想，陆晨在兽魂岭才不会神王境2阶，这才过去1个多月，他的实力不可能有多大提升。再者，陆晨的5道神行只有3阶大成，距离突破第4阶更是难于登天。本宗最讨厌别人质疑我的能力，我究竟行不行，我的几位娘子都知道。陆晨这话一出，骆双离和林宇轩不禁面泛红霞，想到陆晨在某方面的能力，他们简直望而生畏。关于这点，阮天月并未亲身体验，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陆晨，本座不与你鬼扯，今日你必死，动手！夏荷发号施令，手底下一群神王爆发出毁天灭地的神能，全都杀向陆晨。夫君小心！宗主！紫明宗众人全都忍不住喊道。面对各方神王的绞杀，他们忍不住替陆晨捏一把汗。然而面对7、8位神王的围攻，陆晨只是伸出手指头，淡定地说了一个字：定。一股玄妙的道法自陆晨身上流转，那是唯有神尊境强者才能拥有的无敌场域。虚空凝滞，神尊已经是神道领域的最强者，而陆晨晋升到这一境界，面对神王能做到轻松碾压神道称尊，这就是神尊境。不好，身体动不了了。夏荷尊者，此子已然突破了神尊境，我等今日怕是要交代在这儿了。天啊！1个多月前他才神王2阶，怎么晋升如此之快？妖孽！陆晨此人绝对是个妖孽。一众神王全都吓得亡魂皆冒，面对陆晨，他连动一下身躯都难。这种生死都被他人掌控的感觉，着实不妙。夏荷得悉陆晨晋级为神尊，他朱唇大张，俏脸浮现出惊容，此刻万分恐惧地盯着陆晨。陆晨，你想干嘛？本座警告你，你若敢伤我们，无伤殿下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夏荷尊者，本宗与你家殿下应该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吧？他都派你们来杀我了，你说我接下要干嘛呢？陆晨眼中绽放出嗜血的凶光。事实上他并不喜欢杀戮，只想和娘子们相守一生，儿孙满堂。奈何这是弱肉强食的世界，陆晨不找别人麻烦，却不代表别人不会来找他的麻烦。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今日围杀止戈。陆晨的手旋即狠狠一握，砰砰砰砰砰，爆炸势声不绝如缕，8名神王全部炸碎开，满天血花飞舞。陆晨心念一动，护宗大阵悄然运转，将神王爆炸后的能量压缩净化。夏荷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部下尸骨无存，连个泡都没冒出来，目眦欲裂。陆晨，你怎么敢的？今日之事传回大夏，无伤殿下定不会放过你的性命。他色厉内荏地说道，内心慌的一批。且不论他是否是陆晨的对手，光是这圣道杀阵就足以要了他的命。夏无伤不过区区手下败将，他也配？比起夏无伤，本宗更在意你们大夏的那位3王子。听说夏无节想和本宗抢月儿，那倒要看看他是否配做我的对手了。陆晨对夏无节十分在意，此人是邪修，专于合欢求道，想必已经突破到神尊境了。夏无节哪天若是亲自来天元王朝提亲，所有朝中群臣都会倒向他那边吧。看来提亲之事得赶快摆上议程了，只能离儿和轩儿生完孩子，我便前去天元城。陆晨在心中想到。陆晨的霸道强绝令紫明宗长老弟子们振奋不已，他们压根想象不到陆晨此番回归竟然突破到了神尊境。
紫明宗还拥有了0级护宗大阵，这简直就是做梦啊！如此一来，紫明宗已经跻身一等宗门了。从今往后，天元王朝的各方势力将再不敢称他们为邪宗弟子，陆晨再也不会背负邪宗宗主的骂名，谁敢背后蛐蛐他们，通通镇压。夏荷自知不能继续坐以待毙，得想办法突围出去。唰！他转身冲向洛双离母女，妄图挟持人质。夏荷，你找死！陆晨怒声喝道，随即一道恐怖的拳印从天而降。嘶！这股气息难道是绝顶神尊？夏荷惊觉抬头，被眼前一幕深深震撼住了。只见一位绝顶神尊从天而降，拳印如龙似虎，携毁灭之力朝他轰来。不要！夏荷一声娇吟，仓促间运转灵力，企图挡下这一击。然而在绝顶神尊面前，夏荷的反抗是徒劳的，毁灭之力冲破了他身体。临死前，夏荷凝望大夏王朝的方向，他伸手抓了抓，试图握住什么。砰！下一秒，黄暴的力量从夏荷体内炸开，他神形俱灭，死的不能再死。夏荷死后，陆晨紧皱的眉头依旧没有舒展开。我就知道夏无伤行事向来周密，岂会只派夏荷一人来诛杀我？老匹夫，滚出来！有护宗大阵在，你根本无处遁形。陆晨与护宗大阵交感，可以敏锐捕捉到方圆10里内的强大存在。对方是一名绝顶神尊，他才是夏无伤真正派来的猎杀者。小子，你还真是心思深沉，不过你以为你能杀得了我吗？一位白发老者出现，他表情极度的嚣张，即使陆晨有0级护宗大阵在，他依旧不曾放在眼中。小子，别以为躲在这阵内就能无虞，你们总有外出的时候吧？老夫会在阵外守着，截杀你的门人，出来一个我杀一个，出来一对我杀一双，杀到你们胆寒为止。此言一出，紫明宗众弟子长老全都脸色铁青，这种被人堵在家门口杀的感觉也太憋屈了。洛双离来到陆晨身边，忧心忡忡道：夫君，此人是绝顶神尊，身上定有保命之物，他既然这么说，就一定会付诸行动。离儿别怕，方才让那夏荷死得太过轻松，便宜他了。这老匹夫今日他必死，否则难消我心头之恨。陆晨握住洛双离的小手，低头亲吻，安抚他受惊的情绪。蠢货，老夫有圣级遁空符，可神行百里，你的杀阵可困不住我。大夏神尊祭出一张符箓，其上圣道气息流淌，十分神异。那你倒是跑啊！陆晨调动杀阵之力，锁定了他。没用的，说了这是圣级破空符。大夏神尊面带笑容，符箓燃烧后，裹挟他瞬息销声匿迹。夫君，他逃了。洛双离咬着下唇，有些不甘。离儿，放轻松，那老东西只敢露头，他必死无疑。陆晨轻拍洛双离的玉背，将他带入怀中。随即一个念头，3位健硕的身影浮现虚空，他们身上无一例外都散发出恐怖的气息，对比那名年老体衰的大夏神尊，有过之而无不及。参见主人，参见主母。3人异口同声，令在场所有人大跌眼镜。绝顶神尊，神道领域内无敌的存在，竟然臣服在了陆晨脚下。本宗已踏足神尊境，自今日起，我紫明宗还将迎来3名神尊境的太上长老，而等来我紫明宗当潜心修行，来日扬我宗威。当然必须是正面的声威，要是有人抹黑宗门，我必亲手刃之。其他宗门势力有的聚灵阵、修炼丹药、护宗大阵、高阶武学和灵气品阶，我紫明宗也有，绝不落于人后，尔等皆可用功勋职兑换。诸位，本宗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让紫明宗蒸蒸日上。未来我们宗门势必成为天元王朝的第一势力。陆晨甩了甩袖袍，第一次如此郑重地向所有人宣布一件事情。这2年宗门内大大小小的事，他都甩给了慕黑，当起甩手掌柜。现如今他晋升为神尊的消息，有必要让所有人清楚，他紫明宗在天元王朝已经是2等势力了，这在整个天元王朝都属于中流砥柱，足以令王室重视。逐鹿战场上最缺的就是神尊强者，从某方面而言，神尊在天元王朝的地位甚至比一些半圣还要高。陆晨想打造出一个万古最强宗，他需要吸收更多的新鲜血液，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如今陆晨要迎娶阮天月为妻，天元王朝的命运已经彻底和他绑定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宗主您放心，我等势必永世追随您，宗在人在，宗亡人亡。宗主，这2年您对宗门的付出，我等皆看在眼里，我们相信您一定能带领咱宗成为天元王朝的第一势力。短暂沉寂过后，海啸般的欢呼声在紫明宗响起，众弟子、长老眼神狂热地盯着陆晨，敬之如神明。短短2年时间，
陆晨就将一个破落不堪的9等垃圾宗门带到现在这样，拥有3名绝顶神尊，这在以前根本没人敢想。而且看陆晨这阵势，他的野望不会只局限于小小的天元王朝。跟着这样有雄心有气魄的宗主，所有人发自内心的臣服。人群中一些极个别心怀鬼胎之人，也都被陆晨的这股号召力所折服。之后的几天时间里，陆晨每天都陪着妻儿照顾他们的情绪。怀孕的女子最是容易焦躁，疑神疑鬼，总是会担心自己现在臃肿的模样是否已被陆晨厌弃。毕竟挺着大肚子的样子实在有些难看。夫君，这几日你陪楚儿的时间比陪我和轩儿的时间加一起还要多，你是不是嫌弃我俩了？陆晨从后山回来，立马被洛双离和林宇轩捉住。可二位娘子，你们多想了，为夫岂会厚此薄彼？楚儿的修为卡在真神境9阶巅峰已有一段时日，我在帮他破境呢。为夫最喜欢孩子了，以后啊还会和我的离儿、轩儿多生。陆晨对此哭笑不得，赶紧安抚他俩，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二女身上。这一日，大夏神尊在紫明宗的领地外徘徊，小半个月过去，紫明宗愣是没有一个人外出，他等得都有些不耐烦了。马德，什么狗屁宗主，竟然当起了缩头乌龟！既然你们不出来，本座可就要回大夏了。大夏神尊故意放出假消息，被紫明宗巡哨的人听见。夫君，这家伙定然是在骗我们，想让弟子们出去送死。洛双离推测道，这种歹毒心思，陆晨也是很懂。好，既然如此，明日便派1-2名弟子外出逗逗他。等到第2日，2个斑血境的小修士走出护宗大阵，大夏神尊神识一扫，差点没被气死。他钓了大半天鱼，结果就只钓出来2个人道领域的修士，而且还是最垃圾的斑血境修士。哼，他拂袖而去。新的一天，紫明宗又有弟子外出，依旧是人道领域的弟子，故意用来挑逗大夏神尊，骗他出手。暗中，陆晨早已派了3名神尊战仆守着，只等那家伙一露头就群拥而上。但很可惜，大夏神尊选择了隐忍不发，和陆晨斗智斗勇。绝顶神尊一昧的想隐去行踪，陆晨暂时还拿他没有办法，除非他的5道神形突破到第4阶，才能锁定其方位，将其歼灭。就这样，转眼大半个月过去了。陆晨每次只派人道领域的修士外出，将大夏神尊吊成翘嘴。自打他派了3名神尊战仆守着，这种小事便再没放在心上。时光如水，陆晨他终于等来了洛双离的产期。产房外，陆晨怀揣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等待孩子咕咕坠地的那一刻。在他身旁，林宇轩和苏幼楚安静地陪着。陆哥哥，你猜洛姐姐这次生的是个女孩还是男孩？林宇轩打趣道。男孩，我有预感。孩子名字我都起好了，就叫他陆毅。万一要是个女孩呢？女孩，嗨嗨，我没想好。陆晨挠挠头，女孩就叫陆离吧。双离姐肯定喜欢这个名字。阮天月笑道。轰！苍穹炸碎，一柄戳天神剑从无垠虚空中降落。什么？这竟是一道先天剑气！陆晨面色骇然地盯着那柄神剑，在他的神魂感知下，它并非实体，而是一道剑气所化，拥有无匹的神能。陆哥哥，那柄剑朝洛姐姐刺去了，你快阻止啊！林宇轩吓得花容失色。2年相处，他早已经将洛双离视为亲姐，双方好的跟一个人似的。阮天月也不例外。当看见神剑落下的这一刻，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抓住陆晨的手臂，用力摇晃。陆晨，双离姐她无需担心，这是一道先天灵粹，为我而降生而来。看样子，我的第3个孩子将来会是一位绝世剑仙啊！陆晨笑声爽朗，因为他的妻子都是天命之女，所以他的孩子必然拥有不死体质，先天的起步就比别的孩子领先一大截。天地一剑，这种动静自然惊动了附近大大小小的势力，并且神剑投影在诸多地方都出现，令整个天王王朝沸腾。此刻，所有见到这一幕的人都以为有无上圣物落入紫明宗，这定然是一柄仙剑啊！仙剑，亏你敢想啊！我大须天都多少年没有仙诞事了，说说而已，瞧这般阵势，起码也得是一件传世圣兵吧。众人揣测，此消息根本掩盖不住，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出去。其中最离谱的版本莫过于是今天奇闻，紫明宗有无上仙剑出世。不过还有一种说辞是从天元成公主府流出，相对权威，但也如同天方夜谭。有没有一种可能，剑仙转世？公主府，阮天月盯着远处的天穹，温柔笑道。他知道这是陆晨的第3个孩子生了，结合陆晨的前2个孩子，这点不难推断。不愧是本殿相中的男人，生的孩子个个不凡。阮天月很开心，有一个基因如此优秀的夫君，
他日后的孩子也会是人中龙凤吧。然而阮天月并不知晓，并非是陆晨基因优秀，而是他们几个全都受天道眷顾，拥有天命属性，生出的孩子自然不凡。殿下，王上邀你前去一趟王宫，他有事与你相商。飞羽接到王宫的消息后，立马禀报阮天月。本殿知道了，该来的总会来，这一次我会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阮天月随即露出坚毅的眼神，在明白自己的心意后，他已不愿成为王室的牺牲品。比起嫁去大夏王朝，阮天月只想自私一回。他相信逐鹿战场的失利有朝一日，陆晨会为他亲自讨回。天元王宫金銮殿，此刻天元王阮哲胜坐在主座上，脸色铁青地看着满朝文武。主座下方则是大殿下阮天策，他被陆晨毁去的断臂如今已经被圣物修复，能够看见他眼中隐隐流露出一丝得意。父王，逐鹿战场频频失利，神尊惨死，再不答应和大夏的联姻，我们王朝的有生力量终会被大旗杀光殆尽。父王，您还在犹豫什么？王妹生来的使命便是为了这一刻的联姻，巩固我天元王朝在天眼圣域的地位啊！阮天策只要一想到阮天月会在夏无节的胯下被玩弄，然后弃之如敝履，他的心情无比的畅爽。贱人，你不过一介女流，一旦需要用到你这枚棋子的时候，父王定会毫不手软的将你摒弃掉。他在心中吼道。啪！天元王阮哲胜一掌拍在案台上，怒声喝道：够了，别说了。刺儿，你王妹她虽不是你亲妹妹，但也和你从小一块长大，你明知道那夏无节是个邪修，还敢将你阿妹推入火坑，你这个不孝子！阮天策一听这话，吓得当即跪在阮胜哲面前解释道：父王，儿臣也不想的，实在是那大齐王朝欺人太甚，他们张口就要我们的3版图，这要是答应了我们天元王朝日后还有何脸目在圣域继续混下去？这个割据协议说什么也不能签啊！阮天策说完，满朝文武随同附和道：是阿王上，这协议纯粹是在羞辱我等宁死不降。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我天元王朝不怕战败，他大旗休想割让我们的领土。王上，继续从各大宗门世家征调神王、神尊将领参战吧，大不了和大齐拼个鱼死网破。群臣激愤，然而大部分人都是墙头草，见风使舵。他们见天元王态度强硬，力排众议，也不愿将自己的宝贝女儿送去大夏联姻，于是乎全都顺着他的意思，表示要死战到底。之后所有人绝口不提和大夏联姻之事。很好，既然如此，立刻将选召之事吩咐下去，所有3等以上的世家宗门务必派遣1半神王、神尊参战，不得有误。神道领域内其余各境修士最少派遣30%人员参战。天元王阮哲胜欣慰的点点头。各方势力每年都从王室这边领取到一笔丰厚的修炼物资，现如今该他们报效王朝的时候到了。父王，这时候阮天月身穿一袭月白长裙，踏入金銮殿中，他的出现瞬间吸聚满朝文武的目光，所有人面色复杂，原本只需要阮天月一人嫁去大夏就好，现如今整个王朝闹得人心惶惶，各方势力皆要派弟子去送死，这叫什么事啊？月儿，你来得正好，今日本王是有一事宣布，你且听着。阮哲胜充满威严的眸子扫视众人，他身为圣王绝巅的盖世强者，自然有一股上位的气势，令所有人心悦诚服。阮天月来得晚，还不清楚阮哲胜做出的决定，他下意识握紧双手，准备接受命运的裁定。江子宁在天元城的这段时日曾与阮哲胜有过一次谈话，但具体内容是什么，前者并未告知阮天月。阮天月这心里也打鼓，要是父王让他嫁去大夏，该如何是好？他不想让父王为难，但他更不想和陆晨分别。此时此刻，在大义和私心面前，阮天月迷茫了。他不知道前方等待着自己的命运究竟是什么。来到父王身边。阮天月不明所以，但还是乖巧地走到阮哲胜身旁。后者伸手抚摸他的脑袋，轻声道：月儿，你母妃走得早，将你托付于本王。今日本王在此立誓，日后谁再敢提将公主殿下嫁去大夏，我必亲手将其掌毙。我阮哲胜的女儿要嫁也只会嫁给我朝俊简，什么狗屁联姻，本王才不稀罕。阮哲胜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起誓，这是铁了心要护住自己女儿。此话一出，从今往后，整个天元王朝将再无人敢在背后对阮天月的婚事说三道四。天元和大齐之间的恩怨势必彻底引爆整个逐鹿战场。父王，阮天月心中一惊，完全没料到父王会如此袒护自己。他鼻头一酸，扑进父王的怀抱，无声抽咽起来。
阮天月想过阮哲胜会护着自己，但概率在他看来非常渺茫。然而事实却是相反，阮哲胜霸气护犊子，将女儿奴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月儿，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到了适婚年纪，来与父王说说，天元境内可有让你心仪的男子？随即，阮哲胜开始上演催婚，他迫不及待想抱小外孙了。父王，我……阮天月刚要说出陆晨的名字，却被阮天策打断。父王，月儿她年纪还小，尚不懂情爱之事，这个世界唯有强者才能保护她。依我看来，还是为王妹设内则序吧，就从这次选召的神尊强者中决出最强者，召为天元驸马。在咱天元境内，可没有哪位驸马敢忤逆父王您。月儿出嫁后定会过得幸福安稳。阮天策嫉妒阮天月寻到挚爱，任何忤逆他的人都将遭到他的疯狂针对，所以他势必要让阮天月嫁给一个不爱之人，而这个人可以是除了陆晨之外的任何一人。此言一出，百官附和，臣赞成，微臣附议。大殿下所言极是，唯有最强之人才配得上公主殿下。公主殿下设内招亲，无疑将会调动各方势力的参赛热情。这样一来，最强大的那批神尊也会慕名加入逐鹿战场，将平添一分胜算。当然，这个参赛条件会限制年龄，不可能将阮天月嫁给一个糟老头子。好，那就这么说定。天元王当即拍板，将此事立刻通传下去。阮天月瞬间懵逼，他发现这个提议令他无从拒绝。子明宗，天地一剑的灵淬没入洛双离肚子里。下一秒，一道婴儿的啼哭声响起，非常有力。宗主，大夫人她生了，是个男婴。产婆出来报喜，陆晨一听是个男孩，瞬间激动的不行。他和洛双离已经有一个女儿了，这第二胎是个儿子，再好不过。这一次，陆晨没有像上回那么冒失，而是等里面的人收拾好以后，他才进屋。离儿老婆，辛苦你了。陆晨第一时间上前查探洛双离的状态。虽说随着女修的境界提升，生孩子发生意外的风险会越来越小，但陆晨深爱着洛双离，任何一点小事他也会放在心上。夫君，你喜欢孩子，给个10个8个我也愿意。洛双离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地说道。洛双离知道陆晨喜欢孩子，虽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只要是陆晨想做的事，他都愿意为他达成。嘿嘿，娘子，10个8个哪里够？咱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孩子，180个也行啊。陆晨半开玩笑道。不过今后随着他和娘子们修为境界的提高，孕育子嗣的难度会变高，应该生不了那么多。夫君，你别吓我啊！对此，洛双离哭笑不得，他还真是有些怕了。来，陆晨，快来看看你的意儿。苏右楚将孩子抱了过来，小家伙额生见闻，将那天地一剑封印于识海中，气息十分强大。陆晨是拥有3阶圆满的武道枪意，然而此刻他却是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威胁，而这股威胁竟然来自于他的这个孩子。离儿、轩儿、楚儿，你们感受到了吗？一儿身上这股剑意都能威胁神尊了。洛双离等人听了陆晨的话，皆是一惊，还真是。双离姐，你可真是生了个好孩子啊！苏右楚对此无比羡慕，看向陆晨的眼神也变得期许起来。再有几日，便是他和陆晨的婚期，成婚后，他将把自己完全的交给陆晨。楚儿，过几日你和夫君大婚，苏家那边需要送出婚宴请帖吗？洛双离身为陆家的当家主母，她要为陆晨操心的事有很多。双离姐，苏家就不必了吧，爹娘和我祖父都已脱离苏家，我对苏家没啥念想。苏右楚神情黯淡。苏家在天元王朝是一个2等世家，族长乃神尊强者，实力不俗。然而因为某些原因，族中强者一旦突破到圣道领域，便会被赶出家族。苏右楚一家武道天赋极强，他的爹娘和祖父皆突破圣道领域，消失踪迹，至今未有音讯。楚儿放心，祖父他们不会有什么意外的，我陪你在宗门等他老人家。那日分别，他们曾在青阳城外有过约定，陆晨始终记得。不说祖父了，陆晨你快抱抱叶儿，他和你长得好像啊，真可爱。苏右楚将陆毅塞进陆晨怀里，悄悄背转过身偷抹眼泪，陆晨则沉浸在挑逗孩子身上，并未注意到这一幕。内心敏感的洛双离一眼洞悉，连忙给林宇轩递眼色，安抚苏右楚的情绪。这时候系统的声音响起，叮，恭喜宿主第3个子嗣诞生，资质鉴定完毕，天命属性青色，资质等级气运之子，特殊体质，不灭剑体，天命剑仙，无敌剑域，天地一剑，不灭剑体，剑意不散，命魂永存，不死不灭，以身为剑，肉体强大到极致，可徒手摧毁同阶法器。
天命剑仙，天生气运超凡，未来注定成为一名绝世剑仙。于剑道独尊，可横跨数个大境界，横击高阶剑修。天下剑修3意义，见我也须尽低眉。无敌剑域，出生时便拥有神尊之上才能领悟的独特领域。剑域内压制一切对手，同境无敌。天地一剑，天道馈赠，可于绝境时爆发出至强剑意。在成为剑仙之前，非生死存亡之际，无法揭破封印。卧槽！一儿竟然拥有4种非凡体质：不灭剑体、天命剑仙、无敌剑域，以及天道回赠的神剑灵粹。好，不愧是我儿，来日注定要成仙做主，踏出一条无敌路。陆晨看着二儿子身上的面板，脸上浮现出浓浓的喜悦之情，被震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此言一出，三女都被吓懵了，脑瓜子嗡嗡，看向陆毅的目光瞬间变得无比炙热。离儿老婆，为父真是爱死你了，谢谢你为我生下一个这么优秀的儿子。陆晨俯身亲吻洛双离，疯狂表达自己的爱意。洛双离对此也是进行了热烈的回应。恭喜宗主，贺喜夫人，三少主乃神人将士，这我子明宗的吉兆啊！哈哈，原以为大少主和二少主已是人中龙凤，武道天资绝世，想不到三少主的武道天赋更是独步大虚天。待他成年之后，不敢想象他会有多强了。产房外，一众长老翘首企盼，终于见到陆晨抱着孩子出来。此时此刻，所有人内心震动，久久无法平静。轰！陆毅离开产房的一瞬间，与天日交相辉映，随即他眉心开合，竟然生出了武道天眼。第5种体质。陆晨对此已经麻木，他这儿子起步太高，只怕用不了几年就会超越他。这种感觉令陆晨感到无比的羡慕，他不禁在想，要是自己也能得到儿子身上的能力就好了。这样一来，陆晨就能更好的保护全宗老少，守护他这个小家。唉，然而也只能想想。叮，恭喜宿主获得一位气运之子级别的子嗣，下面发放生子返利，是否领取？领取。陆晨满怀期待，儿子是气运之子，这波奖励总该给他点好东西了吧。下面发放奖励：神尊丹星号1000，极品养元丹星号1，自选0级圣兵星号1，自选灵武学星号3，太古王族洗礼术，太古王族药田，天魔黑鼎，半圣战仆星号1，醍醐灌顶星号5，天命值3000万。恭喜宿主获得不灭道体，恭喜宿主获得无敌道语，恭喜宿主获得武道神童。神尊丹专为辅助神尊境修士修行，可提升4倍修炼速度，在突破圣道领域时有奇效。极品养元丹可助产妇产后立即恢复元气，无需坐月子便能达到行房式的阶段。自选0级圣兵，由盖世圣灵祭炼的兵器拥有毁天灭地的威能，圣道生灵才能唤醒他的力量，否则处于封印形态。自选灵武学，盖世圣灵所创，不再解释。太古王族洗礼术，对比灵族洗礼术更加七大道法则的，能熔炉天地之力，提升孩子潜力。太古王族药田，由圣王、圣皇强者开启的100万亩药田，以天地神露灌溉，领土内蕴圣道精粹，能大幅度缩减灵植生长周期，其中拥有各种珍稀灵药。天魔黑鼎，太古王族所使用的药鼎，由天魔黑金所铸，加持有圣道符文，药浴洗礼时能引动天地异象，聚纳十方灵气。半圣战仆，半圣绝巅，无限接近圣灵之境，拥有自我意识，绝对忠心，誓死守护宿主在意的一切。醍醐灌顶，可指定某人突破到神尊境，无损其大道根基。不灭道体，与不灭剑体有异曲同工之妙，肉身强大，武道意志不散，则神魂不灭，同境争锋，肉身坚固不朽，能与法器抗衡。无敌道语，道域之中，先天立于不败之地，同境可拥有无双战力，哪怕是跨境一战都有主场优势，可大幅度削弱对手实力。武道神童，可勘破一切虚妄，直窥事物本质，瞳光所过处，天崩地裂，有灭世神威。开启瞳术后，神觉暴涨，能趋吉避凶。此外，还有若干低等级丹药、灵气和武学，对宗门的发展非常有帮助。陆晨看完这一轮的奖励后，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竟然获得了3种和儿子类似的特殊体质。轰！系统发完奖励的瞬间，陆晨便感觉到自己体质发生惊人蜕变。他的肉身继纯阳圣体和龙皇体之后，再度叠加了不灭道体。陆晨现在的肉身强度只能用恐怖2字形容，他能感觉到体内蛰伏的狂暴能量，足以令他徒手与极品灵气抗衡。天级灵气，只要陆晨愿意，他甚至能将其崩灭。陆晨现在的肉身完全不弱于一些圣道领域的修士。
至少半圣在他面前比拼纯粹的肉身力量不会讨到丝毫便宜。此外，无敌道域得强大之处，能将对手拉入自己的领域进行大幅度削弱，从而使陆晨能够轻松碾压对手。刷，武道神瞳开！陆晨内心刚闪动这个念头，他双目便泛起金色神辉，神觉暴涨。在他眼中，周围的一切流速似乎变慢许多，整个世界如同静止一般。陆晨的目光穿过空间，落在紫明宗的武道广场上。宗门弟子正在修炼武学，有人施展雷霆脚步，然而在他眼中却如蜗牛缓慢爬行。周围的流速在这双神瞳下变得无比缓慢，如此一来，今后本宗与人交战便能轻易躲过对手攻势。随即，陆晨的目光落在数十里之外的飞禽身上。死！陆晨低声道，眼中神辉流转。只见天边忽然生出一道空间裂缝，直接将那道黑点吞噬进去，恐怖如斯。所有人头皮发麻地看着陆晨，现在的他已经强到只用一个眼神就能令数十里外的敌人形神俱灭了吗？这不是圣道强者才拥有的能力吗？横跨空间出手，杀人于无形，弹指间天翻地覆。一时间，所有人都不敢去看陆晨的眼睛。咦，是大夏王朝那只老狗，还真能狗啊，竟能逃过我3名太上长老的追杀。陆晨神瞳扫荡天地，突然有了意外收获。随后，他将大夏神尊的坐标告诉给这位半圣战仆，将其召唤出来。轰！一股恐怖的力量爆发，全宗弟子长老集体震动，脸上流露出骇然之色。这股气息远超神尊。宗主，有敌袭啊！宗主大人，赶快开启护宗大阵，有强大打入我紫明宗内部了。一众长老冲天而起，全都望向陆晨所在的庭院。这里是他的后宫，唯有他的心腹成员才可进入，并且只有在某些特殊时候，陆晨才会准许他们进入。例如孩子出生之日、百日洗礼的时候，陆晨更愿意向大家分享一下这份喜悦。诸位不必惊慌，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咱宗门新上任的太上客卿。陆晨随便圆了下谎，他也不怕被人拆穿。这个世上每位绝代强者能成长到最后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这点无需向任何人解释。太上客卿，宗主，你这称谓起的也敷衍了吧？你就算说他是代宗主，我也认啊。大长老木黑脸庞抽搐，他还从未听说有什么太上客卿。不过既是宗主大人的秘密，他不便探究。我们宗门终于出了一位圣道领域的强者了。陆哥哥，你真厉害！林宇轩挺着大肚子，轻手轻脚地来到陆晨身旁，满眼星光闪闪，眼中只有陆晨的身影。轩儿，我的好娘子，这些天累坏了吧？算算时日，你也会在这2日生产。陆晨笑眯眯地看着林宇轩，伸手轻揉她的小腹。这孩子这么乖，该不会是个女儿吧？那陆哥哥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只要是你生的孩子，为夫都喜欢。陆晨并未用武道神瞳窥测孩子的性别，那样的话会少很多期待。他更希望顺其自然，能不断带给他惊喜。随后，陆晨命这名半圣前去处决大夏神尊。才过去没多久，众人便听见大夏神尊的惨叫声。半圣，这怎么可能？陆晨，你竟敢违背圣公的命令！派半圣追杀老夫，等老夫回到大夏王朝，定要像大夏神尊的半截身子被半圣划出的一道指芒拦腰斩断，他的生命精气飞速流失，眼看就要毙命。将他的残躯带回来。陆晨对战仆下达命令。嗖！不过片刻，半圣就带着大夏神尊的半截残躯回到紫明宗。啪！陆晨一脚踩在这名神尊脸上，在他临死前还不忘羞辱他。老匹夫，前些时日你不是很能耐吗？扬言要堵在我宗门口杀人，出去一人杀一人，出去一对杀一双。你现在倒是给老子叫啊！陆晨，你杀了老夫和夏荷，殿下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就在这等死吧！哈哈！大夏神尊哈哈大笑，随即身躯膨胀，就要自爆。不好，陆晨，他要自爆！苏右楚神色惊慌道：“楚儿别怕，有我在，这家伙掀不出浪来。”陆晨尝试释放道域，不过一瞬间的功夫，就将大夏神尊拖入领域内。这是神尊领域？不对，这是先天道域，铜镜压制一切敌手。不，老夫不甘心啊！大夏神尊绝望了，临死前他连自爆拖几个紫明宗弟子垫背都做不到。狗贼，死吧！陆晨平静地伸出手，一掌扣在大夏神尊的头颅，继而猛力收握。砰！大夏神尊的头颅跟西瓜一样炸开，死的不能再死。你该感到庆幸，敢威胁本宗，这样杀死
已经算便宜你了。陆晨淡漠地将大夏神尊的尸身摧毁，一枚古朴的戒指落入手中，陆晨很轻易就破除了他的灵果印记。不错，一位绝顶神尊的收藏还算丰富，光灵石就有几千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天材地宝和灵气，都便宜了陆晨。收回无敌道玉，陆晨的身影再度出现在众人面前。陆哥哥，你怎么样？没事吧？陆晨，那老家伙没伤到你吧？二女连忙上前关心陆晨有没有受伤。为夫无恙，那老狗已被我镇杀，他的那灵戒也在我手里。陆晨笑笑，将灵气、武学啥的扔了出来，交给慕黑。这些东西便作为功勋兑换的奖励吧。灵石和天材地宝，本宗有别的用途。众人散去后，皆对今日之事振奋不已。一位半圣足够将紫明宗带到一等势力的高度，所有人都在庆幸自己能跟到这样一位年轻有潜力的宗主。未来他的宗门还会晋升为灵级宗门，甚至是王级宗门。陆晨他没说假话。闲杂人等皆已离去，陆晨将院门关起，与几位娘子对数柔肠。梨儿，快将这颗极品养元丹服下。洛双离接过丹药，不禁想起1年前陆晨也曾喂过他这药。夫君，我服了此丹，明日又能行房事了是吧？洛双离眨眨眼，将丹药服下，瞬间感到神清气爽，毛孔舒坦。陆晨闻言不禁咧嘴一笑，还是娘子懂我。林宇轩和苏幼楚见状，皆露出一抹羞涩。这家伙都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还这般不着调。楚儿，到为夫怀里来，我送你一样好东西。陆晨冲苏幼楚招手，后者俏脸微变。陆晨，当着2位姐姐的面，你可别对我使唤。羞死了。楚儿，你误会了，为夫今日助你突破到神尊境。说完也不管苏幼楚愿不愿意，强硬地将她搂入怀中，轻揉她的小腹。轰！一股强大的灵力注入苏幼楚的丹田，她脸上露出震撼之色。陆晨这是在对她醍醐灌顶，输送灵力。陆晨，你这么做不会对自己造成伤害吧？你只管沉敛心神，专心突破。旁的事一切有为夫在。没过多久，苏幼楚身上便爆发出神尊境的气息。刚突破，他还不懂得收放威压，强大的气息瞬间席卷整个紫明宗。这股气息，天哪！有人突破到神尊境了，是宗主后院的方位。难道是宗主进阶了？不太对劲啊！宗门众弟子长老心惊肉跳地看向后院，没人敢妄动神念窥测。苏幼楚突破到神尊境后，他高兴地一蹦3尺，抱着陆晨，在他脸上小鸡啄米。陆晨，谢谢你，我才刚踏入天神境不久，此番得你相助，竟然一步突破到神尊了。陆晨享受着苏幼楚的服侍，随后进行热烈回应。陆哥哥，你这太厉害了吧，竟能让天神瞬间飞升成神尊。林宇轩满目崇拜地看着陆晨。轩儿，等你生了孩子，为夫也助你破境神尊。陆晨现在手里头还有4次醍醐灌顶的机会，他已经有了最合适的人选。梨儿，你既服下极品养元丹，身子骨已经承受的助灵力洗炼，来，我助你晋升神尊。陆晨用如出一辙的手法将洛双离提升到神尊境，后者对此很是欣喜。夫君，谢谢你，嫁给你是我这辈子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洛双离虽然是被陆晨强娶进门的，但他若一门心思的不愿，陆晨也拿他没办法。所以主观上而言，嫁给陆晨是他内心深处做出的抉择。梨儿，你我之间无需多言，能娶到你们几位爱妻是为夫之幸。一人独占3位天命之女，陆晨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幸福了。更不用说他还拥有了江子宁、阮天月和麒麟少女云霓，尽享其人之福。之后陆晨给足3女自己的私密空间，他来到主殿，将慕黑传唤过来。宗主，你找我有事。慕黑进殿后单膝跪地。莫老，快请起。陆晨上前将他扶起，脸上洋溢着笑容。宗主，你今日咋对老夫这般客气？老夫有些不太适应啊。慕黑对此感觉有些发毛。莫老，你是宗里的老人，是我父亲的左膀右臂。父亲日后这些年若无你的辛苦付出，子明宗早就凉透了今日。本宗将助你提升修为。莫老，你准备一下吧。陆晨笑呵呵道。啥？提升修为？好啊，那还等什么？宗主要快开始吧。一听到能提升修为，慕黑瞬间激动的脸红脖子粗，他张开大嘴准备接受投喂。不是，你嘴张这么大做甚？莫不是想吃了本宗？陆晨满头黑线。不是说提升修为吗？你不给我吃灵丹妙药，我怎么提升？何须丹药？本宗现在就将灵力渡你。陆晨隔空将灵力打入到慕黑的丹田，后者瞬间睁大眼睛，他的气息在不断飙升，声势极其浩大。真神境3阶，
天神境8阶，神王境5阶，神尊境1阶。轰！整座大殿剧烈颤动，神尊境的气息又一次横扫整个紫明宗。又有人突破到神尊境了。不对，我为什么要说又呢？众弟子长老再次震惊，这回的声势来自主殿，所有人连忙冲向主殿。哈哈哈！想不到老夫武道资质平平，竟然也能突破至神尊境。宗主，请受老夫一拜。众人刚来到殿外，就听见大长老慕黑的声音，所有人嘴巴大张，眼珠子都差点掉在地上。大长老他竟然成为一名神尊了。不久前，慕黑才不过真神境2阶，修为卑弱，门中弟子许多人都对他心存质疑。慕黑听到最多的声音，便是区一个真神境修士，也配成为宗门大长老。尽管他没说什么，但心里却始终不是滋味。如今陆晨让他如愿成为神尊强者，这样一来，所有的质疑都将消失。定，检测到宿主拥有自选灵武学3，是否抽取？抽取剑术、刀术以及一种无限制武学。恭喜宿主抽取到灵级剑术、太阿式神剑、灵级刀术、太古逆乱8刀、灵级拳术、血怒狂杀拳。陆晨淡淡的看了这3样武学一眼，就将他们甩给了慕黑。此外，还有他那部灵级身法、龙腾九霄和灵级枪诀、戳天式神枪，也一并丢给他。宗主，这可是5部灵武学啊！这种底蕴，即便是一些一等势力也拿不出来。不愧是宗主大人，太有实力了。慕黑心念转动，当即怀疑这是陆晨从公主殿下阮天月那里得来的。毕竟陆晨即将前去采访天元王，向他提亲，恭维的话不必多说。穆老，如今你已经晋升为神尊，可以修炼灵武学了。陆晨摆摆手，慕黑当即退下。殿外观望的长老弟子见他走出，全都蜂拥上去发出祝贺。得知他手里的武学是灵武学后，所有人精神抖擞，瞬间激发出修炼斗志。无人打扰，陆晨将云妮放了出来。这妮子还是小黑狗的形态，呼呼大睡，全然没有要醒过来的迹象。小馋猫，我以为你备好灵石和天才地宝，只待你苏醒，便能让你胡吃海喝。云妮，你倒是快点醒过来啊！陆晨在云妮身上撸了几下，摇摇头，将她抱在怀里。系统加点灵武学，定，天命值扣除20万点，你的龙腾九霄已熟练精通。天命值扣除50万点，你的龙腾九霄已炼制大成。天命值扣除200万点，你的龙腾九霄已真智化境。消耗掉270万天命点后，陆晨成功将这灵级身法武学炼制化境。现如今，他一步便可跨出1000丈之距，修为提升后可一步万丈，在逃命时还能爆发出极限速度，瞬移数百里。继续加点枪术，定，天命值扣除20万点，你的戳天式神枪已熟练精通。天命值扣除50万点，你的戳天式神枪已炼制大成。天命值扣除200万点，你的戳天式神枪已真智化境。又消耗270万天命点，灵级枪诀也炼制化境。现如今，陆晨感觉自己强大到了极点，在数种特殊体质的加持下，他有信心做到真正的神道领域称尊。修为虽然只有神尊境1阶，但他的实力绝非武道境界可以衡量。还有麒麟宝术，我要推演到最强。定，天命值扣除300万点，你的麒麟霸天术已炼制大成。天命值扣除1000万点，你的麒麟霸天术已真智化境。麒麟宝术自云妮身上的天命符文得来，此前陆晨已修炼至精通，现在在系统的帮助下，直接修炼到最顶，完全将这王级武学的精髓吃透。此时此刻，陆晨心中生出一股豪情。现在的他，即便是在面对一尊半圣，他也不会有丝毫的忌惮。这就是大圆满的王级武学带给他的信心。不过眨眼的功夫，陆晨就消耗掉了1840万天命点。若非我儿陆毅的武道资质是气运之子级别，这般加点武学还真不够我挥霍啊！陆晨对此忍不住感慨，同时他在心中更加期待这部真智化境的麒麟宝术究竟能有几分威力。我的武道神行即将突破至4阶，既然如此，索性一举冲破吧。给我加点武道枪意。定，天命值扣除800万点，武道枪意提升至4阶初期。强大的枪意流转，陆晨眉心开合，一杆璀璨神枪直冲霄汉。主殿穹顶炸碎，天穹上空出现一根1000丈长的凝晶长枪，神念实体化，透发出无尽锋锐。这股气势已然堪比圣道领域的半圣，强无敌。宗主他武道神行晋升到4阶了，枪意凌天，直达1000丈，这也太恐怖了。宗门内所有人面色骇然，皆被陆晨展露的实力所折服。宗主他现在究竟有多强啊？怎么感觉完全看不透他了？几名长老聚首都是宗门内的老人，
最早一批跟随前任宗主的元老。老二、老三，光凭宗主能令我从真神境2阶突破到神尊境，他就已经不是我等能够揣度的了。慕黑摇摇头，眼神中流露出狂喜之色。陆晨越强，宗门也就越强，未来将走得更远。陆晨的武道神行进阶后，随即他将剩余天命值全部用来提升修为。定，天命值扣除150万点，晋升神尊境2阶；天命值扣除200万点，晋升神尊境3阶；天命值剩余10万点，不足以晋升，剩下的360万天命值只够提升2个小境界，只提升了2阶。陆晨有些失望，不过想到爱妻林雨轩即将生产，这份失望很快便被喜悦取代。检测到宿主拥有一件自选0级圣兵，是否抽取？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抽！给我来把圣枪作为护宗重器。恭喜宿主抽取到0级圣枪一杆，圣级灵枪，9渊龙脊枪，枪身取之9渊之底的太古妖龙龙脊，一经复苏，可召唤出太古妖龙虚影，爆发出的力量足以撼动9渊。唰！9渊龙脊枪入手，发出冷冽的乌光。此枪处于封印状态，唯有圣道领域的力量方能将其唤醒。好宝贝啊，此物远非极品灵器若能比拟。携此枪，整个天元王朝都任我纵横了。陆晨修为上虽未能破入圣道领域，但他的武道神行自然突破至4阶，爆发出的威势力不会弱于半圣多少。将武道神行融入9渊龙脊枪，定能爆发出圣道之力，扫荡整片逐鹿战场。解决逐鹿战场上的争斗，是陆晨对阮天月的承诺。接着，陆晨将太古王族药田召唤出来，药田自动生成折叠空间，里面各种灵药都有，让人目不暇接。陆晨心念一动，将他在兽魂灵小世界中得到的黄血神树移栽到药田里。咻咻咻！很快，药田里的精粹物质全都朝黄血神树涌去。只见这棵7阶灵树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树干瞬间茁壮一圈，并且很快枝丫上就结出了果实，正是7阶黄血道果，品质甚至比在小世界中见到的那3枚还要好，能令7阶灵树一瞬间历经开花结果，不愧是太古王族药田。阅读人数狂降，心态有些爆炸。扑街作者想要免费的为爱发电小礼物。黄血道果可令神尊境修士突破1到2个小境界。陆晨此前已经服用过，此物对他的身体已经产生了抗性，不会有什么效果。但将它拿给洛双离、林雨轩他们却是灵丹妙药。将9渊龙脊枪融入识海后，陆晨翻阅那卷太古王族洗礼术。这是比灵族洗礼术更加霸道的洗礼之法，利用夺灵阵强行吸取天地本源。夺天地造化传闻曾有盖代王族洗礼时，将天地本源中截获一缕玄黄母气，压断天地，祭炼为玄黄鼎，护佑家族千秋岁月。陆晨没那么贪心，只要能让叶儿提升先天灵体便足够了。洗礼所需的300多种天材地宝，大部分都能王族药田中寻到，唯有2样奇珍举世难寻，需要大机缘。其中一样便是神兽精血，另一样则是幽冥血汁。云霓，这神兽精血我只能从你身上薅点了，你是我未来娘子，一点不会怪我吧？陆晨伸手抚摸云霓，只是几滴神兽精血，不会伤及他的本源。至于传说中那些记载，什么大碗痛饮神兽血，可敌数年苦修，陆晨自问是做不出来，太丧心病狂。毕竟这可是他的小老婆啊，疼爱还来不及，断不可能伤他。至于幽冥血汁，此物听说极致阴寒，生长在血煞之地，依靠吞食血肉而生。眼下神兽精血有云霓这个血包，不足为虑，只差幽冥血汁，需要大力寻找。第2天，陆晨来到洛双离的寝殿，洛双离元气彻底恢复，模样越发的水灵动人。随着修为突破到神尊境，他的颜值身材堪称完美，丝毫不逊色于天眼圣宫传人江子宁，也就是他的第3个有夫妻之实的老婆，都在98分的水平，堪称燃烧大陆的美貌。夫君，最近这段时日辛苦你了，让我好好服侍你吧。离儿，你真美，快让为夫疼你。3日之后，林雨轩临盆，天穹吹刮起雷霆风暴，虚空裂缝横贯天地，场面极度骇人。若非紫明宗有灵级大阵守护，保不准屋顶都要被掀飞出去。对此，全宗长老弟子已经有些麻木了。每一次几位宗主夫人临盘，都会引动天地异象，仿佛陆晨的孩子是承天命而生。大伙对此早已见怪不怪。这次的异象是雷霆暴风，莫非二夫人的孩子拥有掌控雷霆的力量？所有人心中浮现出一个问号。此时此刻，陆晨守在产房外，静等孩子出生。在他身边，洛双离和苏幼楚一左一右挽着他的手臂。夫君，雪儿妹妹生了后，就让我歇歇吧。洛双离这几日受到陆晨的重点疼爱，有些受不了，只待林雨轩坐完月子，就能帮他分担尽妻子的义务。娘子，
瞧你这话说的，陆晨有些尴尬。只见苏佑眼皮轻颤，看向他的眼神满是审视。楚儿，你别听你大姐胡说，为夫可是很温柔的。陆晨连忙向他解释道。夫君不必解释，我明白的。苏佑楚面露绯色，关于陆晨的能力，二位姐姐早已向他阐明，受不了就求饶，陆晨自会体谅。哇哇！一声啼哭，这声音也是中气十足，是个男婴。过了一会儿，里面的人出来通知可以进去了。陆晨一马当先走在前头，看着踏上气息虚弱的林宇轩，他感到有些心疼轩儿，辛苦了。陆晨蹲在床头，握住林宇轩的手。陆哥哥，我喜欢孩子。不辛苦，我们以后还要生更多的孩子。林宇轩知道陆晨喜欢孩子，只要是他喜欢的，林宇轩都会无条件的配合。妮子，你真好。陆晨在他脸上吻了一下，后者一脸满足。叮，恭喜宿主第4个子嗣诞生，资质鉴定完毕，天命属性金色，资质等级绝顶，特殊体质雷灵道体，天风神眼。雷灵道体天生与雷属性灵力亲和，掌控雷霆法则，将道体催发到极致，可代天行罚，召唤出他人对应等级的雷劫，适合群战。天风神眼拥有一双掌控风暴漩涡的灭世道瞳，风系法则斧以雷霆神通，可拥有世间极速。第4个孩子虽然只是一名绝天天骄，但陆晨对他的疼爱丝毫不比其他几个孩子少。乖儿子，笑一个。哈哈，轩儿你看，我让他笑了，他肯定喜欢为夫。林宇轩见陆晨笑得没心没肺，他也跟着乳腺畅通，生孩子的酸楚瞬间烟消云散。夫君，该给孩儿起名字了。洛双离提醒道。这孩子拥有雷灵道体和天风神眼，就唤他霆锋吧。陆晨想了想说道。陆霆锋，好霸气的名字，不亏陆哥哥。林宇轩欣然接受。恭喜宿主获得一位绝顶天骄级别的子嗣，下面发放生子返利，是否领取？领取。陆晨心念一动，下面发放奖励：神尊丹星号500，极品养元丹星号1，自选极品灵器5，自选天级上品武学星号5，指定10人突破到神王境，双向传送通道1，天级护宗大阵1，炼药师丹方500年经验值，下品灵脉星号30，天命值1000万，外加各种等级的丹药和灵器，低级武学也给了一大堆。指定10人突破至神王境，醍醐灌顶，直接将对方提升至神王境界。初级双向传送通道，建立起两地之间的往返通道，搭建距离限制在100万里，一个转瞬便能出现在通道的另一头。天级护宗大阵，可抵御绝顶神尊的恐怖攻势，庇护宗门，同时携带有天级杀阵，可镇杀神尊。炼药师丹方500年经验值，瞬间拥有500年丹道宗师的经验以及收录的丹方。5道神形突破至第5阶，可炼制出极品圣灵丹。又有好东西啊！这初级传送通道可与青阳宗进行双向链接，以后轩儿无聊想见岳父大人将变得非常方便。陆晨当即想到和青阳宗搭建双向通道，如此一来，一旦青阳宗发生意外，他便能第一时间进行驰援。林苍兰是林宇轩的父亲，是自己的老丈人，必须照顾。另外还有这天级护宗大阵，紫明宗用不上，但能给青阳宗安排上随后便是那500年的丹道宗师经验，这让陆晨瞬间晋升成为炼药宗师。炼药师需要强大的灵魂控制力，这500年的炼丹经验对陆晨而言无疑是笔宝贵财富，甚至令他的5道神形就变得更加强大，瞬间突破至4阶小成。4阶5道神形要想突破到第5阶，不花费个几千万天命值根本不可能实现。如今从4阶初期过渡到小成，直接节约几百万天命值。系统加点修为，定天命值扣除250万点，晋升神尊境4阶；天命值扣除300万点，晋升神尊境5阶；天命值扣除350万点，晋升神尊境6阶；天命值剩余110万点，无法继续提升。1000万天命值，这次足足升了3个小境界，距离突破到圣道领域又近了一步。陆晨其实并不慌张，在突破到圣道领域以前，他还得为阮天月扫平逐鹿战场上的威胁。大齐王朝与天元王朝之间是世仇，长久以来矛盾争锋不断，必须要对他们进行打压才行，否则大齐的人都要拽到天上去了。将极品养元丹给林宇轩喂下，陆晨这才放心。轩儿妹妹，你好好休息，凌天、霆锋由我和楚照顾。洛双离抱过孩子，众人散去，独陆晨留下来陪他。轩儿，你有些时日没见你父亲了，明日陪我去青阳宗一趟，为夫给你一个惊喜。好，都听陆哥哥的。林宇轩娇羞道。想到明日便能元气恢复，又能和陆晨做夫妻间的事，他心中不禁有些期待。
第二日，陆晨为林宇轩醍醐灌顶，助他提升至了神尊境。至此，紫明宗算上陆晨和神尊战仆在内，已经有10名神尊了。其中5名神尊战仆皆是神尊境绝巅，假以10日，有望能破开圣道领域。这股力量不可谓不强大，即便是放在2等势力中，也是妥妥的头部级别。更别提还有一尊半圣战仆，宗门的整体实力已经初具规模。如今以陆晨和林宇轩的遁空速度赶至千里外的青阳宗，并未耗时多久。林宇轩怀中抱着陆廷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陆晨则是抓住陆凌天的2条胳膊，将他顶在脑袋上。天儿，等下见到你外公，别忘了喊人。林宇轩脸上流露出女性的光辉，见前方便是青阳宗，他忍不住教导陆凌天：知道了，娘亲。1岁大的陆凌天心智已经远非普通的孩童能比。现如今陆晨秘密出行，暗中还跟着半圣战仆，根本不担心会有人针对他出手。很快，一家4口来到青阳宗，直奔向主殿。爹，女儿回来看你了，还带了你的2个小外孙。外公。哇呀呀！林苍兰正和几位长老商议扩大招收弟子的事，突然听见林宇轩母子的声音，她一脸惊喜：轩儿，你今日要来，怎么也不提前知会一声？魏父都没准备好饭菜，好生招待你们。看到你们母子平安，爹这心里头就踏实了。林苍兰抱起刚出生的小霆锋，又与陆晨寒暄几句。几名长老非常知趣的离开，没有打扰他们一家团聚。父亲大人，今日小婿前来是要助你破境，送你一场大机缘。陆晨观林苍兰还是只有真神境，这般实力随便遇到一位天神就忌。老丈人实力这么弱，林宇轩身为他的女儿，肯定会为他担忧。晨儿，你是要助魏父突破到天神境吗？好，有个好女婿就是安逸。林苍兰忍不住笑道，他原以为自己这辈子修炼到真神境就到头了，不曾想招了个好女婿，得到陆晨不少照顾。现如今他听说陆晨已经突破到了神王境，整个青阳城不管是本地的还是从外地来的大势力，谁见了林苍兰都得毕恭毕敬地喊一声宗主大人，并非只是突破到天神，而是神王。陆晨忍不住笑道，他手上有个几个直升神王境的名额，可助林苍兰连破2个大境界。至于最后一个醍醐灌顶直升神尊境的名额，陆晨的私心让他偏向了阮天月。老丈人在亲，哪有自己的老婆亲？陆晨打算等见了阮天月，就助为他提升修为。神王，老夫没听错吧？林苍兰听见自己能晋级神王，瞬间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神王，那可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层级，而陆晨一句轻飘飘的话，就要让他突破为神王。林苍兰怎能不激动？不窃喜。爹，你没听错，陆哥哥他既然这么说，就一定能做到。林宇轩很感激陆晨，但夫妻之间无需说太多感谢的话，他只能在心中立誓，一定要为陆晨生更多更可爱的乖宝，爱他就为他生猴子。好，哈哈。既然如此，晨儿，那我们快开始吧。为父已经有些等不及了。林苍兰一想到自己即将破境神王，成为大佬级别的人物，受人顶礼膜拜，他就忍不住露出狂笑，直接被陆晨吊成了翘嘴。陆晨也不墨迹，反手将神王境的力量赐予林苍兰。轰！神王级威压瞬间弥盖整个青阳城，所有人惊觉抬头。这股神王威压的源头，赫然来自于林苍兰。宗主，您破境天神了吗？这股气息实在太可怕了。天佑我青阳宗，恭喜宗主收了位好女婿啊！青阳宗众弟子长老冲向主殿，皆被这股气息吸引，并非天神，而是神王。宗主他身上的气息，可比那日随公主殿下出行的飞羽统领都要强大许多。有长老老泪纵横，阐述这一事实。什么？竟然是神王境，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我青阳宗下次的评级都能晋升成为3等势力了。众弟子惊呼，眼神狂热地盯着林苍兰。他们的宗主是神王。呵呵，既然大家都在，那本宗许诺，今后青阳宗所需修炼资源，皆由我紫明宗提供。陆晨大手一挥，无数低阶修炼丹药和灵气跟下饺子的滚落大殿。此外还有灵石、武学，应有尽有。很快，殿中便堆积出小山一样高的修炼物质，而这只是陆晨展露出的冰山一角。而林苍兰则是开口道：晨儿，为父是这样想的，让青阳宗成为紫明宗的附属宗门，若有武道天赋异禀者，将他们送去你那。没问题，只是这样会委屈父亲大人。瞧你这话说的，咱父子俩在乎这些做甚？我将轩儿交给你，是我此生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林苍兰拍打陆晨的肩膀，直接敲定这事。随后青阳城各方势力主全都向青阳宗地来拜帖，求见林苍兰。
就在当日，青阳宗摆了摆桌宴席，广邀有头脸的人物参与。宴席上，所有人都向林苍兰敬酒，表示恭贺。陆晨出席宴会，吃了几口后告退，没去抢老丈人的风头。斜阳古亭，陆晨和林宇轩，他的2个孩子相互逗趣，像现在这般惬意洒脱的生活，才是他所向往。宴席散去过后，青阳城主王云天找到陆晨，陆宗主，有一事你可听说？不知城主说的是，王上不日将在天元城设擂，为公主殿下比武择婿。什么？比武择婿？陆晨闻言，瞬间就坐不住了。是这样的，王云天将王宫中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讲给陆晨。是因为逐鹿战场吗？好，多谢城主告知。陆晨随手送他一件地级灵器作为报酬。陆宗主，没别的事，在下就先行告退了。王云天喜笑颜开，转身离去。林宇轩见陆晨脸色阴晴不定，当即说道：陆哥哥，这比武则绪你得去一趟，你与公主殿下情投意合，可不能让旁人将她给抢走了。陆晨点点头，你说的我清楚，月儿是为夫认定的爱妻，我绝不会负她。只是楚儿过几日便年满18，苏老对我的嘱托还历历在目，他不能没有我在身边。陆晨想到苏家的血脉诅咒，噬戮魔胎一旦爆发，将发生可怕后果，神尊也难逃一死。陆晨可不希望自己的小娇妻变成恐怖的杀人狂魔。陆哥哥，这个好办啊，此去天元城，你将楚儿也带上，待他生辰那天，你与他不就行了？林宇轩笑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轩儿，你说的对啊，我将楚儿带去天元城，一路上他还能为我排忧解闷，你可真是为夫的心肝宝贝。陆晨亲了林宇轩一口，又亲了2个孩子一口。当天，陆晨为青阳宗部下天级护宗大阵，然后利用双向传送阵闪瞬到紫明宗夫君。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洛双离被惊动，随后得知天元王要为阮天月设下招亲擂台，将她嫁给天元王朝的最强神尊。而这个武道擂台，陆晨不管输赢，他是无论如何也得去闯上一闯的，否则是会寒了阮天月的心。夫君，你去吧，公主她现在一定在等你。此战我必胜。我准备将楚儿也带上，毕竟你也知道，她体内的魔胎随时将会爆发，我需要用爱感化她。陆晨挠挠头，说是用爱感化，其实就是履行房事。毕竟苏幼楚早就爱上自己了。很快，苏幼楚被洛双离叫了过来，事情的经过全部告诉了他。苏幼楚一想到自己过2日要和陆晨那个，他脸颊上的桃色便无法消磨。事不宜迟，即刻启程天元城。陆晨一把抱起苏幼楚，划破虚空离去。天元城是天元王朝最繁华的古城，占地面积极广，天元王宫也在此地。几日后，陆晨和苏幼楚来到了天元城中，皆被眼前的繁荣景象吸引。这位客官，为夫人添饰一对凤羽金钗吧。路上的摊贩叫住陆晨，将一对赤金色宝钗递到他手里。咦，好漂亮的金钗。苏幼楚拿起金钗把玩，脸上绽放出惊心动魄的笑容。18岁的苏幼楚花开正艳，她的美貌清丽脱俗，令路人纷纷为她停住脚步。好，娘子喜欢，为夫为你买下它。陆晨沈然一笑。这凤羽金钗的制作工艺极其简单，将青鸾羽毛和金铁熔炼为一体，再雕刻出凤纹就完成了。苏幼楚到底是少女心性，平日里深居简出，这天元城中随便一样稀罕物件就能将她逗得心花怒放。客官只需4块灵石即可。范商连忙说道。4这个数字也太不利了，本宗喜欢十全十美。陆晨随手打赏他10枚灵石，随后亲手为苏幼楚戴上金钗。当，忽然城中传来一声钟响，振聋发聩。接着又是一连8响，所有人蜂拥向神武门。诸位，神武擂台即将开启，最终胜者不仅能夺得天元第1神尊的称号，还能博得公主殿下的芳心。哈哈，那还等什么？如此好戏岂能错过？公主殿下美艳绝伦，武道资质与她的美貌一样无双，也不知哪位大人能成为她的裙下臣。数日前，比武择婿的消息就已放出，如今的天元城汇集了各方神尊，听说一些被雪藏起来的绝顶天骄也来了，能娶公主殿下为妻，这无疑是最大的尊荣。试问哪个男人不会心动？若非我才只有真神境，这神武擂台我也回去闯上一遭。到钟9响，只为宣布一件大事。所有人都激动万分，王朝公主要择婿，这对整个天元王朝而言都是极为重要。令大家没想到是，天元王阮胜哲竟然没将阮天月送去和大夏王朝联姻，反而是为他设下擂台，绕一大圈子，将神尊强者派遣到逐鹿战场。一些人跪久了站不起来，当即破口大骂：王上糊涂啊，与大夏联姻才是正途，何苦再送神尊强者赴死？
难道非要我朝强者尽数死绝，王上他才会回心转意吗？逐鹿战场就是一个巨大的绞肉机，谁去了都得死。听闻大齐王朝那边出了一位盖世神尊，神道领域内有无敌之资，那人名叫楚地天，一代天骄，拥有苍天霸血，谁人可敌啊？他杀神尊强者如土狗，我天元王朝拿什么与他抗争？不如投降算了。这种声音刚一出现，就有执法者现身。咻！一记神王刀光从陆晨眼前划过，直接将那几人斩碎。他一声断喝，再有人敢说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的话，通通镇杀。执法者虎目在人群中扫视，忽然看见了陆晨，瞬间凝神说道：陆晨，好小子，殿下说你一定会来天元城，他果然没看错你。这位执法者正是阮天月的贴身护卫飞羽，今日他被阮天月暂时派来城中当执法者，顺便负责打探陆晨的消息。众人听见飞羽的话后，也是立马认出了陆晨的身份。此前兽魂岭有麒麟神兽现世，他们许多人都去了兽魂岭碰机缘，而陆晨与阮天月走得极近，所有人都知道他俩之间关系暧昧，如同寻常道侣那般亲密。他们万没想到陆晨竟然也来了。飞羽统领，唠嗑的话我就不与你说了，不知天月现在何处？陆晨此行光明正大，他就是为阮天月而来，无惧所有人的目光。公主殿下现在应该是在王宫与王上谈话，你写此令，直接去公主府等他便是。飞羽将一枚令牌扔给陆晨，唯有携带着信物才能进入公主府，否则将被视为细作，直接镇杀。多谢告知，飞羽统领，改天我请你喝酒。陆晨拱向他手道：小事一桩。飞羽摆摆手，他眉宇间闪过一抹忧色。2个月前，陆晨不过财神王境的实力，这么短时间过去，他武道天赋再强，也不可能突破到神尊境。这次的比武择序，陆晨必败无疑了。现在就看公主殿下怎么和王上去说。随后，陆晨带着苏右楚前往公主府，有信令在手，他一路畅行无阻，直接走到核心区域。陆大人，你怎么来天元城了？莫不是来看望奴家的？陆晨刚进入一座庭院，就撞见一位老熟人。黎双双，你怕是想多了，本宗来天元城自然是为了我的月儿，本宗倒是好奇得很，你怎么会在月儿的府邸？陆晨颇感无语，竟然在这见到了阮天策的御用炉鼎。只见黎双双素肩半裸，锁骨一线暴露在陆晨的视线中，是个尤物。他眼波流转，快步向陆晨走来。陆大人，瞧你这话说的，那日你将奴家从大殿下身边抢走，害奴家无家可归，无人可依，是公主殿下看奴家可怜，才将奴家收留于此。倒是陆大人你身边竟有如此可亲的妹妹，软玉在怀，实在令人羡煞。黎双双眼睛盯着苏右楚，在他身旁来回扫视，不禁流露出嫉妒之色。此女的颜值身材和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陆晨，他是谁？又是你在外面惹下的风流债？这起码得有2-3个月了吧？苏右楚伸手指着黎双双的肚子，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楚儿你误会了，为夫可没碰她，她肚子里的孩子是王氏血脉吧？陆晨连忙解释道，这没做的事，他是绝对不会承认的。如果是江子宁怀了孩子，那陆晨才会认。不错，是奴家和阮天策的孩子。陆晨这才恍然，定是阮天月发现黎双双怀有身孕，才将她留在了公主府，没有另外为她添置府邸。别说奴家了，还是说你和公主殿下吧。神武擂台已经开启，你准备打算怎么做？莫不是要和殿下私奔？黎双双曾为陆晨的强大实力而心折，导致他再也看不上阮天策。然而陆晨不过只有神王境，根本不可能从一众神尊中杀出重围。即使他晋升为神尊，面对那群雪藏起来的家族天骄，陆晨依旧没有丝毫胜算。思来想去，陆晨若想和阮天月厮守一块，只能私奔了。可阮天月的父亲是王朝之主，手眼通天。陆大人，你要知道，这天下虽大，依旧躲不开圣王的法眼。王上若是铁了心的要寻公主殿下，你就算带她逃去天涯海角也没用。黎双双忍不住哀叹道，同为女子，她希望阮天月能过得幸福，嫁给一个心爱之人，但很可惜，往往事与愿违。私奔，本宗明明能够擂台夺魁，为何要私奔？陆晨白了黎双双一眼，他现在的武道修为神尊境7阶，拥有诸多特殊体质，圆满级灵武学和圆满级的王级武学，同境争锋注定是无敌的存在。更何况他的武道神行已经突破至4阶小成，枪艺之强大都能与半圣互掰手腕了。陆大人，奴家承认你厉害，但这玩笑可不好笑。一会儿等殿下回来，你可莫要在他面前耍嘴皮子，奴家怕他失望。
陆晨莫理会黎双双，他将这公主府当成自己家的后院，命阮天月的婢女取来一壶珍稀灵茶。另外，陆晨还吩咐后厨做了苏幼楚最喜欢吃的糕点，盛过来满满一篮子。楚儿，别拘谨，敞开吃，把这当自家院子便是。月儿虽然比你大3岁，但你在他前面就跟了我，家中你排老3，他排老4。陆晨将苏幼楚抱在怀里，坐等阮天月回府。苏幼楚只是轻轻应了声，小口小口品着点心，他很开心，自己在陆晨心中能排到第3位。虽然陆晨并不会厚此薄彼，但这种被捧在手心里的感觉令苏幼楚无限迷恋。陆晨，今夜子时一过，我就18了，噬戮魔胎的诅咒就拜托你为我压制了。苏幼楚俏脸浮现出一抹腮红，整个人蜷缩在陆晨怀里。好，子时过后咱就圆房。陆晨将头埋进苏幼楚的发梢，贪婪地呼吸着她的味道。没过多久，阮天月身穿一袭水蓝色长裙回到公主府。殿下，方才有位陆大人，他自称是您的夫君，无耻到了极点。他此刻正在庭院等您。此人修为极高，再加上有飞羽统领给他的信物，我等不敢阻拦。府尉开口，气得咬牙切齿。你说什么？陆晨，他来找本殿了。阮天月听到陆大人3个字，瞬间激动得溢出眼泪。他一步迈出，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公主殿下这么着急见他，难不成那位陆大人真是咱的驸马爷？想什么呢？神武擂台刚刚开启，唯有内战夺魁才配迎娶公主殿下。那位陆大人虽然看上去实力不错，但和尹氏家族的天骄相比，还是弱了一筹啊。众人窃窃私语，都在议论阮天月和陆晨之间的关系。而在阮天月进入府门的瞬间，陆晨的神念便有所察觉。只见虚空裂开，一道亮丽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正是天元公主阮天月。此刻他哭得梨花带雨，似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陆晨，你终于来了，你再不来，父王就要将我许给别人了。不见家人施皓月。月儿，为夫今日是来履行承诺，正是向你父王提亲。二人会面，苏幼楚和黎双双非常懂事的离去，留给他俩隐私空间。没有旁人在场，阮天月当即扑入陆晨怀中。陆晨，没用的。事发突然，父王虽然疼我，但他亡命一出，断无可能反悔。咱俩有缘无分，我只能嫁给内战夺魁者。阮天月向陆晨哭诉，哭得梨花带雨，我见犹怜。月儿不哭，此番擂台之战，我必胜。你只能是我一个人的小娇妻。陆晨紧紧地抱住阮天月，健硕的胸膛令他非常有安全感。听见陆晨如此大言不惭，阮天月也是被他给逗笑。陆晨，你别逗我开心了，除非你现在拥有神尊境的实力，否则面对那群天骄人杰，你恐难有胜算。阮天月这话说得非常保守，能被称尊天骄的修士皆是同境无敌者，甚至能横跨境界一战，其中不乏还有绝顶神尊级别的妖孽天才。陆晨根本抵挡不住他们，区区神尊境而已，天骄人杰又如何？凡是敢打你主意的人，通通镇压。随即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从陆晨身上爆发出来。公主府隐匿在暗处的神尊强者当即声线发颤道：什么神尊？这小子竟然是一名神尊，看走眼了啊。2名神尊现身，是公主府的暗卫，负责守护阮天月。哈哈，没想到小友年纪轻轻，竟已突破到了6阶神尊。公主殿下，这位就是你的心上人吧？虽然比不过宗门世家的天骄，但也足够优秀了。或许殿下可以带他去见见王上，请王上收回成命。阮天月听见这话，脸上顿时浮现出喜色。陆晨，你什么时候晋升的神尊境？修炼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陆晨随口说道。半个月前得到了些机缘，就一路破境了。你既已突破到了神尊，快和我去面见父王。他若得知你的天赋，定会满足我的心愿。阮天月拉上陆晨的手，迫不及待想带他入宫。月儿，无需如此，我打算参加神武擂台，向所有人证明天元公主的眼光不差。既然要娶你，便要许你一场最风光的胜利。我会在内战夺魁，告诉你父王，我陆晨才是最配与你并肩之人。陆晨掷地有声，他的底气来源于自身实力，即便他面对神道领域无敌者，他也不会有丝毫的怯懦。好，我相信你。明日内战，我会去神武擂台观礼。阮天月扑进陆晨怀中，温顺的像只小猫。随后陆晨去到阮天月的闺房，利用醍醐灌顶助他晋升到神尊境。阮天月见陆晨拥有如此能力，心中不禁开始期待他的男人现在究竟有多强。他忽然有预感，那群雪藏的天骄人结会被陆晨虐的渣都不剩，他阮天月认定的夫君就是最强的。入夜后，陆晨和苏幼楚共枕而眠，两人彼此凝望着对方，
苏右楚心跳莫名加速，脸上已是红霞飞舞。妮子，你紧张了？不是早已坦诚相待，啥没见过？陆晨打趣道，同时感到几分好笑。卡点圆房可还行？我才没有紧张，我只是窃喜。苏右楚躲进被窝，心跳得更快了。很快，子时过去。娘子，我来了。苏右楚娇躯微颤。陆晨，娘子叫我什么？夫君，还请怜惜。定，恭喜宿主解锁天命之女苏右楚，是否领取奖励？天亮之后，陆晨盘坐虚空，刚结束了望神术的修炼。此法具有淬炼神魄的功效，每日一练，裨益良多。陆晨想到昨夜，不禁勾唇一笑。苏右楚身娇体柔，此生能得此爱妻，陆晨感到非常的幸福。如今，苏右楚身上的噬戮魔胎已经被爱感化，转化为了噬戮圣胎。至于和他的婚礼，陆晨准备回宗后风光大办。领取，发放奖励：灵武学星号5，神尊丹星号1000，极品灵气星号5，灵级盛宴1，终极双向传送通道，中品灵脉星号5条，神尊战仆星号5，天命值1500万。灵级盛宴，九龙神翼，能辅以炼药和战斗，生死关头盛宴护主，能烧死圣灵。终极双向传送阵，建立起两地之间的往返通道，搭建距离限制在1000万里，一个转瞬便能出现在通道的另一头。此外，还有若干修炼物资，可轻松打造一个强大的宗门势力。唰，陆晨心念一动，一团圣级火焰便出现在了指尖。九龙神翼一旦触发护主机制，便会化生成九龙形态，连圣灵都会被烧死。这简直就是无敌外挂。自今日起，陆晨即使面对上一尊圣灵，他也不会有丝毫的胆怯。不过，只有在生死关头才会触发九龙形态，条件太过苛刻。收！陆晨掌心收握，九龙神翼蛰伏于体内，外人根本察觉不出。另外，这终极传送通道最多可搭建1000万里通道。陆晨当即决定将连接点设立在阮天月的闺房，以及他在紫明宗的寝殿。如此一来，日后方便阮天月回门。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还能第一时间收到消息。当当，又是一连9响，道中敲击。昨日只是神武擂台开启，昭告天下，而今日才是神武擂战的第一日。擂战要开始了，系统将天命值全加在修为上。定，天命值扣除400万点，晋升神尊境7阶；天命值扣除450万点，晋升神尊境8阶；天命值扣除500万点，晋升神尊境9阶；天命值扣除260万点，晋升神尊境9阶巅峰。天命值用完，陆晨的实力提升到了神尊境巅峰，再往前一步便是圣道领域。此时此刻，陆晨豪气干云。吼！陆晨忍不住仰天长啸，这种状态下，他甚至有信心镇压1-2尊半圣。随后，陆晨回到房中，苏右楚操劳一夜，还在昏睡。陆晨在他额头上亲吻了一下，替他盖好被褥，便去到阮天月的闺房。月儿，我准备将你这里设为连接点，回头与紫明宗连通一块。陆晨将他的想法告诉给阮天月，后者欣然同意。这样一来，紫明宗若遇到危险，阮天月可随时动用他的能量。天元王朝之中，即便是圣灵强者也会卖他一份薄面。等他俩从房里出来后，只见阮天月一身红衣招展，气色红润，心情愉悦到了极点。陆晨，我怎么感觉你实力又变强了？是我的错觉吗？阮天月抱住陆晨的胳膊，一脸狐疑道。呵呵，陆晨只是笑了笑，没有解释。都出来吧。陆晨一声令下，虚空破开，合共5名绝顶神尊出现，皆是系统送给他神尊级战仆。说是战仆，但他们拥有自己的思想，只是无条件听命于陆晨，以守护他的荣辱为第一准则。啊，他们竟然都是神尊，这气息！阮天月顿时吓了个机灵，直接缩进陆晨怀里。月儿别怕，他们都是我的仆人。仆人？这合理吗？阮天月脸上浮现出黑人问号，谁家神尊强者当仆人啊？即便是他天元王室，面对神尊也会无比客气，因为逐鹿战场只允许神道生灵争锋，否则便会受到天眼圣宫的制裁。怎么？月儿不信？陆晨刮了刮阮天月的翘鼻，心中向这群神尊战仆下达指令：来，叫声主母。主人好。我等任凭主母差遣。5名绝顶神尊齐刷刷喊道，令阮天月受宠若惊。陆晨，你越来越让我看不透了。不过我知道，这辈子你是我夫君，会一辈子对我好的。我发誓。陆晨抱起阮天月，随后遁空前往神武擂台，在他身后5名神尊紧随其后。至于苏右楚，他在公主府
不会有任何危险。神武擂台是一座圣级道台，为天元王阮哲胜亲手祭炼，能抗住圣道领域下的一切攻击。此刻，道台就悬浮在天元城上空，所有的人目光皆聚焦于此。王城街道上人流熙攘，各大酒楼、钱庄、赌坊都挤满了人。诸位，大家不妨来猜一下，此番谁能五类夺魁，抱得美人归？哈哈，我建议添些彩头，这样干才多没意思。开个盘口，大家买定离手。随着人流越聚越多，大伙纷纷参与进猜测最终胜者的游戏中。赶紧的，先将这次五类的参赛人员信息公布，不然就是抓下。随即，一张金色的天榜显化天穹，是天元王室的神尊强者。他手书草拟了一份参赛人员名单。天榜第10，叶晴天，52岁，神尊境绝巅。天榜第9，楚凌风，47岁，神尊境绝巅。天榜第8，齐道林，99岁，神尊境绝巅。天榜第7，天榜第3，秦战，30岁，神尊境9阶。天榜第2，霍云，26岁，神尊境8阶。天榜第1，苏晨，24岁，神尊境5阶。众人看着天榜上的名字，这上面所写便是预选赛获胜的前10名，其中天榜前3皆是各大家族雪藏起来的传人，在神尊境有无敌之姿。不是，那位叫齐道林的神尊是怎么回事？他都99岁了，也能参与比武择序吗？卧槽，老牛嚼嫩草，好嚼！你们知道个锤子！王上说了，100岁之下皆可参与擂台比斗。99岁的神尊强者正值壮年，没什么不能参与比赛的。轰！一道身影闪掠而至，出现在神武擂台。此人面冠如玉，留着一根长长的辫子，正是众人打趣的齐道林。诸位，本尊便是你们口中的老牛。他朝众人拱手抱拳，丝毫没有神尊的架子。齐尊者说笑了，您如此风神俊朗，和所谓的老牛没有半毛钱关系。齐大人他好帅啊，好想嫁给他，就是不知他还那妾不。当即有人为齐道林发声，他长得太秀气了，以至于让人忽略了他的年龄。哈哈，道林兄修行长春宫，还真是越活越年轻了，实在令在下汗颜啊。随即天榜第10名叶晴天现身，此人年龄52岁，堪过半百之龄，却已是白发苍苍，就连其形容都有些枯槁。他的出现令无数人侧目而视，全都傻眼，不明所以。晴天老弟，10年前你于逐鹿战场中厮杀，遭大齐神王背后偷袭，中了悲风掌。此武学阴毒狠辣，所有人都断言你活不过50岁。如今你不仅熬了过来，修为还一路突飞猛进，高歌到神尊境绝巅，在下佩服。至于你的容貌，待你破开圣道领域，自可恢复青春活力。听完齐道林的解释，众人这才恍然，原来叶晴天形容枯槁，是中了大齐王朝的悲风掌，实在可恨。随后天榜前10陆续现身，相继踏上神武擂台。嗖，一阵飓风卷过，天榜第9叶凌风来了。他长发飘逸，一身玄衣，颇有君子之风。咚，一声震响，晴空落雷，虚空裂开一条缝。来人正是天榜第3秦战。只见他战意冲天，目光紧紧盯着远空。霍云，苏晨，我今日定要将你2人击溃，迎娶天月公主。秦战也有一种野望，此番攻擂既是为了夺魁，向整个天元王朝的朝民证明自己，同时也是为了娶到天元王室最尊贵的女人。因为天元王阮圣哲是个女儿奴，所以阮天月的地位甚至在他的几个夫人前面。只是可惜阮天月的生母早已不在。忽然天地间风云变幻，一瞬间从白昼转变为黑夜，接着又从黑夜转变为白昼，乾坤颠覆，日月如梭。这种改天换地的手段是天榜第2霍云。霍神尊，听说他拥有玲珑圣心，血脉之力强大到了极点，假以时日必定会成为圣灵，甚至有望达到王上的高度，成为一尊盖世圣王。在一片惊呼声中，霍云现身，他脚踏七彩祥云，身后跟了一大群人，皆是霍家的顶尖强者以及霍云的追随者，其中不乏有绝顶神王、神尊强者，阵容非常浩大。主人，您一定能赢。那苏家苏晨不过只有神尊5阶的修为，他如何会是您的对手？就是，苏家小儿不过是占了古灵的优势，天榜排名才勉强排到了您的前面。真要打起来，苏晨他定不是你对手。仆从纷纷说道，疯狂长霍云威能，灭苏晨志气。这点不用你们说，本尊也知晓。此次神武争锋，本尊是必要夺下第一。霍云自信一笑，他从未将苏晨放在眼中。他同境无敌，神道领域自可称尊，后者不过只有神尊5阶的修为，比他还要低出个小境界。
霍云自问，他不可能败给这个苏晨。嗡嗡，虚空震荡，一辆璀璨金辇横空而过。辇座上，少年闭目微霞，负手而立，丝毫没将在场所有人放在眼里。在他身后，同样跟随了大量强者，全是苏家之人。此外，也有一部分人是苏晨的追随者，被他的强大实力所折服，甘当为奴。如果苏有楚在这里的话，就会发现这群人中有一大半他都认识。快看，是苏晨，苏家年轻一辈最强大的存在。听闻苏家血脉遭到诅咒，一旦晋升到圣道领域，就会发狂，残杀同族血脉，互相吞噬。真多假多啊？有这么夸张吗？苏家不过是个二等势力，哪来的圣道强者？有人质疑道。呵呵，苏家流落在外的圣道强者不在少数，只是受血脉诅咒的形象，他们不得不离开苏家罢了。二等势力，如果你真将苏家当作普通的二等势力，那我只能说道友你太无知了。所有人都在推崇苏家的实力，也无形中拔高了苏晨的地位。与此同时，陆晨牵着阮天月的手架临此地。陆晨淡淡的瞟了他们一眼，有些无语，对身边的绝代佳人说道：月儿，这天榜第一就这实力吗？看起来也不怎么样。此言一出，所有人心头震动，纷纷向他看去。兄弟们，动动你发财的小手，催更点点，为爱发电点点。这本书已经书册了，希望能涨点阅读人数。阮天月知晓苏晨的身份，连忙告诉陆晨：陆晨，这天榜第一是苏家天骄苏晨，他和幼楚出身同族。我道是谁？原来是苏家的大舅哥。正好此间事了，我会与楚儿完婚，既然碰见了，那就给他们一张请帖。只是这大舅哥想抢我娘子，这我可不干。陆晨忍不住笑出声音。众人见陆晨如此狂妄，不禁嘲讽道：哪来的跳梁小丑，竟敢在此处撒野？你知道他们的身份吗？他们可是我天元王朝最强大的10位神尊。咦，此人与公主殿下举止亲密，倒是让我想起来一个人，他似乎是陆晨啊。陆晨，兽魂岭和公主殿下私交甚密的陆晨，他不是只有神王境吗？哪来的勇气在此大放厥词？陆晨，你快离公主殿下远些。此番开启神武擂台，是为公主殿下择婿，不相干的人赶紧退离此处。陆晨听见众人的谩骂声，却是露出一抹讥诮。不相干，月儿是本宗内定的妻子，谁也别想将她从我身边抢走。陆晨从背后伸手环抱住阮天月的腰肢，两人贴合在一起，肌肤相亲，并且陆晨还在阮天月的脸上亲了一下，全然没把这天榜前10放在眼里。阮天月娇躯一紧，脸上浮现出娇羞。陆晨他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和他亲热，这家伙胆子真大，他就不怕触发众怒？哪里来的登徒子，也配沾染公主殿下？你自斩双臂，本尊可既往不咎，放你离去。天榜第9楚凌风背负双手，眼神虚眯，他看向陆晨的眼神透着一股杀意。楚凌风虽不清楚陆晨和阮天月的关系，但从阮天月放任陆晨对他为所欲为，不难看出两人的关系非比寻常，所以他只是让陆晨自断双臂，杀意藏心。其余天榜高手也都盯着陆晨，眼神变得极为不善。天元王为阮天月设下神武擂台择婿，如今陆晨却当着所有人的面和阮天月卿卿我我，这瞬间令他们有种被牛头的感觉。天榜中人除了少数几名忍者神龟外，其余人全都瞳孔喷火，恨不得一掌将陆晨拍死。小子，你叫陆晨是吧？不管你和公主殿下之间有过什么样的过往，现在的你根本没有资格与他并肩，赶紧给本尊滚下去，不滚就死。天榜第5名也开口道，并且他探出一记幽冥鬼爪，扣向陆晨的头颅。哼！一声冷哼，却见陆晨身前的虚空裂开，一道掌印冲出，当即将他的鬼爪给崩灭掉。随即5名绝顶神尊踏出，身上爆发出可怕的气息，令所有人倒抽一口冷气。神尊绝巅，这5位全都是吗？天哪，他们也是来参与内战的吗？好强大的气息，这5人中任何一人的实力都不弱于我。天榜第10叶晴天脸色惊变，他的修为已经是神尊境绝巅，却依旧从5名神尊战仆身上感受到一丝危险的气息。关于这一点，就不得不说系统出品必属精品。这5名战仆都拥有着神尊境称王称霸的实力，如果没有特殊体质、武学、法器的加持，他们已经走到了神道绝巅，再往前只能突破圣道领域，的确算得上是神道领域最强。然而这5名神尊接下来的话却是吓得所有人瑟瑟发抖。尔等蝼蚁也配让吾主自断双臂？你今日将你镇压于此！为吾主出口恶气。一位战仆直接出手，与天榜第9的叶灵风战至一起。一瞬间灵武学爆发，天生异象，
强大的道波横扫整片天穹。唰！神武擂台上的圣道符文激活，将所有能量圈进在擂台当中，没对城池造成任何影响。好强！如此强大的神尊修士，竟然奉陆晨为主，这怎么可能？陆晨此人究竟有何身份？他凭什么能令神尊大人俯首？难不成他也是某个大家族雪藏起来的天骄人杰？不然何以至此？一时间，众人开始刨究起陆晨的身份。陆晨淡淡地看着这一幕，行走在外，他的身份向来都是自己给的。5名绝顶神尊为仆，这就是陆晨给自己的造的事。陆晨要告诉天元王室，他就是这世上和阮天月最般配的人。陆晨，我看你分明是在搅局，不甘心公主殿下通过5类择序，打铁还需自身硬，真以为有神尊为你出头就能迎娶殿下吗？这场比斗看的是自身实力，有趣反正都要比过一场，打谁不是打？杀！陆晨，既然你上台了，那我们就是对手。我虽吃长你几十岁，与公主殿下并不那么般配，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齐道林想娶公主为妻。同一时间，天榜第7、天榜第4、天榜第6、天榜第8全都杀向陆晨。去！陆晨大手一挥，4名神尊各自挑选了1人作为对手。霎时间，所有人杀得难解难分，神武擂台猛烈震颤，其上的圣道纹络一片片被点亮。对此，天榜第3的秦战却是冷冷一笑：装神弄鬼，神尊强者奉你为主，从又如何？本尊倒是想领教一下，你这家伙究竟有几分实力？先吃我一拳再说。秦战和陆晨第4个子嗣一样，拥有特殊体质，雷灵道体，能引动天地神雷为利用，非常强大。月儿，你且到看台上观礼，为夫今日必向你父王证明我对你的全心意。陆晨在阮天月的玉背上轻推了一下，一股柔力将他送去擂台外的观礼席。观礼席上不乏有半圣、圣灵强者，他们都是王室的特邀嘉宾，到此来做个见证。我等见过公主殿下。半圣冲阮天月拱手，圣灵对阮天月点头致意。大王子阮天策也在观礼席，他见阮天月过来，不禁笑道：王妹，这陆晨对你还真是情深意切啊，不知他从哪请来这么多绝顶神尊助力，该不会是圣女大人从圣宫抽派来相助你的吧？王妹，王兄知道你和圣女关系要好，你只要答应多在圣女面前替王兄美言几句，你和陆晨的事我会想办法帮你。江子宁在天元城待了差不多2个月，阮天策对他倾慕不已，满脑子都是江子宁的身影。圣宫传人，如此尊贵的身份，若能娶她为妻，何愁天元王朝不兴？这是阮天策的野心。我呸！王兄，你还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子宁姐什么身份，也是你能配得上的。阮天月啐了一口口水，在他面前坦言道：整个太眼圣域，在我看来，也唯有我夫君陆晨才配得上子宁姐。至于你，还是洗洗睡吧。陆晨，又是这个陆晨，他一个废物神王，也配合本殿相提并论。阮天策气急败坏，他想到在兽魂岭被陆晨断去双臂，这份屈辱至今记忆犹新。阮天月，你等着看吧，看他是如何被秦战踩在脚底下的。阮天策手指着神武擂台，对阮天月讥讽道。然而阮天月却是笑出声：王兄，要不你再好好看看，现在是谁压着谁打？你说什么？阮天策连忙将视线移至擂台，然而眼前的一幕直接令他傻眼。神武擂台上上演了一场究极大乱战，随着陆晨和他的5名神尊战仆入场，原本10个人的战斗硬是变成了16人，这实在出乎众人的意料。此刻陆晨与秦战交手2人，一个是神尊境绝巅，另一个神尊境9阶，实力同样深不可测。世人皆知雷灵道体肉身强横，极为擅长近战，能碾压同级修士。然而陆晨却在秦战最擅长的领域与他搏斗，双拳对轰过后，秦战虎口崩裂，血水横流，森白的手指骨都炸露出来，十分瘆人。反观陆晨却跟个没事人一样，他的手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损伤，被一层圣洁的金光笼罩。陆晨不禁质问秦战：秦战，你他妈倒是用力啊，你的拳头怎么跟朵棉花似的？确定不是在给我挠痒？还是说这就是你的全力一击啊？陆晨，你敢羞辱我，本尊今日要了你的命！秦战勃然大怒，他身为绝顶天骄，秦家的天之骄子，被世人誉为秦家战龙，他没有理由输给陆晨。但令秦战心惊胆跳的是，陆晨的修为明明只比自己高那么一点，却全程将他压着打，没有任何还手之力，这令一向心高气傲的他而言，简直比吃了屎还要难受。雷灵道体终极形态，万象天雷影。秦战将雷灵道体催发到极致，事到如今，唯有强势镇压陆晨，才能洗刷他身上的耻辱。
接着，在场诸人便看见秦战仰天长啸，9天之上劫云涌动，噼啪，一道10几米粗壮的雷霆神光倾泻而下，如山海洪涛般照亮整片天宇。乾坤天象受天榜第2，霍云的特殊体质影响，从白昼转变为了黑夜。然而此刻却被这璀璨神芒给逆转回来。快看，秦家战龙他动真格了。秦战拥有稀世宝体，一旦被逼到狂化，浑身便会被一层雷霆道铠覆盖。何止啊，他还能引动9天劫龙出世，那可是拥有真龙神韵的雷霆秘力，强大绝伦。即便是天榜前2那2位对上他，也会感到万分棘手。果然，陆晨抬头凝望劫云深处，一头浑身闪耀着银色电弧的雷霆巨龙俯冲大地，张牙舞爪咆哮着。此外，秦战浑身上下被一层雷霆甲胄覆盖，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了一双眼睛在外面。陆晨，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本尊尚未破入圣境，对9天劫龙的控制力还欠焚火候，本尊无法保证你不会死在这劫龙的龙爪之下。秦战语气淡漠，他的气息已经完全与陆晨持平，攀升至神尊境绝巅。他祭出了一根极品战枪，劫龙朝他俯首，直接骑在他的头上。秦战化身为龙骑士，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然而陆晨却是笑了笑，满不在乎说道：你尽可上前一试，若能伤得了我，也算你有本事。他的话落入秦战耳朵里，却像是无情嘲弄。混蛋，你找死！既然如此，今日将你斩杀于此，以正道心。秦战忍不了了，直接驾驭劫龙破空，一枪扫荡天穹，虚空如破布般炸碎。难得碰见一位枪修，本宗今日便陪你玩玩。陆晨同样祭出一根极品灵枪，以纯粹的枪道攻伐之术迎战。你也是枪修，有意思。秦战见猎欣喜，他双腿一蹬，整个人飞身而起，一枪刺向陆晨的脑袋。来得好！陆晨提枪挥击，力度之大，直接将秦战手里的枪杆子拍飞到一旁。这什么怪力乱神？秦战心惊肉跳，这才刚出枪，在力量上他就落了下风。怒龙出海，秦战使用枪技，一个90度大回旋，再次砸向陆晨的头颅。然而下一秒，陆晨施展身法武学龙腾九霄，整个人消失在原地，就连气息都捕捉不到。秦战一枪扑了空，他警惕打量着周围，防备陆晨出手偷袭。秦战，你太慢了，你连本宗的速度都追不上，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某个瞬间，陆晨出手了，一枪刺穿了秦战的护体雷铠，腰腹洞穿，将他捅得哇哇叫。哎呦，本尊的2颗腰子都炸了。陆晨，秦战气的肺都要爆炸。虽说神尊强者体质强大，生命力惊人，但却远无法做到断臂重生，血肉糜烂后还可复原的地步。唯有圣到圣灵，方能碎肉重组，滴血衍生。抱歉，我只是随便捅了一下，没想到你竟然躲不开这一枪。陆晨试图解释，他发誓自己没想捅别人腰子。众人一听这话，全都脸色古怪。陆晨这家伙，这是明着下黑手啊！捅人腰子是想废了秦战的男性雄风吗？你！秦战冷眉相对，近战搏杀他，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都远不及陆晨。于是乎，他只能驾驭9天劫龙，朝陆晨扑杀而去。狂暴的雷霆之力在虚空中交织出一张雷霆法网，妄图将陆晨困入其中。陆晨并未抵挡，直接选择自投罗网。他要告诉所有人，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都是徒劳的。眼看雷霆巨龙悍不畏死地朝自己冲来，这是纯粹的雷霆法则凝聚而成，威力不弱于灵武学，甚至更加强大。劫龙的身影在陆晨眼中迅速放大，就在所有人以为他被吓傻了的时候，忽然一杆魔枪从天而降，释放出无尽的杀戮气息。灵武学戳天式神枪，攻伐之力乃同级之最，杀至癫狂后可释放杀戮真我，战斗力连翻数倍。这是这部灵武学的特殊介绍，而这部灵级枪诀早已被陆晨修炼至了化境，此番轻松驾驭，当即引发天地法则共鸣。魔枪霸凌天地，灵武学引动天地意象，天穹上空随之浮现出一只漆黑魔手，稳稳地抓住魔枪。唰，黑手手持魔枪，迎面刺向雷霆巨龙。所有人目不暇接地看着这一幕。天榜第3的秦战和名不见经传的陆晨，这一击过后将会分出胜败。观礼席上，阮天月紧紧捏着裙摆，心内无比忐忑。灵武学对阵雷灵道体，陆晨他能赢吗？砰！一声震天巨响传来，虚空溃灭，甚至波及到了其他几处战圈。天榜强者与神尊战仆纷纷挑眉，身形暴退出去，生怕被这毁灭罡气卷入其中。彼时，当一切尘埃落定下来，陆晨身姿笔挺，依旧笑傲风云。反观秦战，浑身也淌血，如一条死狗一样躺在擂台上，
彻底不省人事。陆晨的目光看向众人，淡淡说道：天榜第3，不过如此。下一个，你们2个谁敢与本宗一战？一个一个打，这效率也太低了，干脆你们所有人一起上吧。陆晨开口，扬言要与所有人一战。哪里来的混小子，竟敢如此狂妄？真以为自己神道称尊了吗？不过只击败一个秦战，你哪来的勇气挑战我们所有人？天榜排名并非是按实力来排，而是综合骨龄、武道修为、体质等多方因素。莫要以为秦战的实力真能排在第3位。诸位，这小子既然自己找死，那干脆便成全他吧。此子太傲，竟敢小觑我等，就该让他知道轻视我等的下场。天榜众人全都盯上了陆晨，准备先将他诛杀，其他的事暂且放下。5名神尊战仆退回到陆晨身边，等待他的命令。你们都退下，此战本宗一人足矣。陆晨对他们发号施令，5名神尊全都退下擂台。这一幕令所有人动容，陆晨竟然要以1敌9，他疯了吧？众人惊呼道：开什么玩笑？擂台上的9人在神尊境皆有无敌之姿，你凭什么和他们一战？如果他们只是9名普通神尊，那众人不会有丝毫怀疑。可陆晨的对手一个个来头甚大，要么是有名望的神尊，要么就是大势力的天骄人杰，实力恐怖。观礼席上，前来观礼的半圣、圣灵全都饶有兴致地看向陆晨。此子傲骨铮铮，很对本圣胃口啊，就是不知他的实力能否配得上这份傲气。公主殿下，您的眼光果真不错，光就这份勇气来看，已是后生可畏。未来我天元王室的强者尊位定有他的一席之地。阮天月听了大家的话后和颜悦色，他早已经自己视为陆晨的结发妻。圣道强者夸赞自己的丈夫，阮天月与有荣焉，当即笑得合不拢嘴。诸位前辈谬赞了，陆晨他离突破圣道领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日后他若有需要前辈们帮忙的地方，还请施以援手。天月对此不胜感激。阮天月冲他们行王室礼节，是真心实意希望自己能帮到陆晨。公主殿下客气了，能为公主殿下效力，是我等的荣幸。大家互相客气道。呸，这陆晨以为自己是谁啊？同境无敌，即便是我父王，他当初再神尊敬也不敢说这大话。王妹，你还是赶紧想好买什么材质的棺材，陆晨他死定了，我怕你准备不足，一会儿没东西给他收尸。阮天策的声音不合时宜地想起他眼神轻蔑，尽管陆晨展现出来超凡脱俗的实力，后者只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就从神王2阶晋升到神尊绝巅，然而阮天策依旧不认为陆晨能够以1敌9杀穿所有人。哼，本殿相信陆晨，他既然敢这么说，自然是有他的手段。王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前几日前去化龙池进行涅槃，修为似乎突破了。阮天月似是想起什么，忽然说道：是又如何？本殿化龙池中走一遭，如今已是神王9阶的强者。阮天策神情傲然，他比阮天月大几岁，也就20多岁的样子，能有神王9阶的实力已经非常不易了，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尝试冲击神尊境。虽然晋级神尊境的难度极高，但阮天策心想自己多试几次总能成功，也不至于被陆晨拉开太多。哥，也不如何，本殿就是想让王兄知道，现在的我已经是一名神尊了。阮天月说完这话，身上顿时爆发出神尊境1阶的气息。神尊，公主殿下的修炼速度真快。好啊，公主殿下不愧是拥有最纯正的圣王血脉，这般修炼速度比大殿下都要强上不少。众人惊呼，被阮天月的武道天资给狠狠惊艳到了。然而所有人都不知晓，阮天月还拥有一种特殊体质太阴道体，该体质与元灵体一样，无比契合双修大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天元王阮哲胜担心阮天月的太阴道体暴露，引发有心之人的觊觎，于是在他体内种下一层封印。这一点就连阮天月本人都不知晓。而陆晨拥有窥穿一切的望神术，可令天命之女无所遁形。当然陆晨并不是因为阮天月的太阴道体就想得到她，而是彼此间互生情愫，生命中没有对方就不行的那种。陆晨博爱，但他对每一位天命之女都爱得深沉。该死，这不可能，你怎么会是神尊？阮天策彻底懵逼了，他修行速度比不过陆晨也就罢了，如今他连自己的王妹也比不过了。这种挫败感令阮天策感到深深的绝望，道心破碎。噗！阮天策眼神灰暗，忍不住吐了口血，瞬间精气神被抽干一空。他好不容易通过化龙池，涅槃铸成的道基瞬间崩毁。阮天策的武道修为一落千丈，从云端跌落至谷底。神王9阶，神王2阶，天神7阶，天神1阶。
阮天策直接从绝顶神王跌落为最普通的天神。快来人啊！宋大殿下回宫去请药尊为他疗伤。众人顿时吓了一跳，生怕被阮天策给讹上，全都退得远远的，不敢上前帮扶。阮天岳见状，心情顿时舒畅一股。他早就看着王兄不爽了，如今气得他道基崩毁，也算是对他的报复。至于父王那边，在场众人皆是见证，是阮天策自己把自己气坏，半点怨不得旁人。此时秦战被人一脚踹出神武擂台，而踹他的人正是天榜第2霍家霍云。秦家人深知霍家的强大，对此敢怒不敢言，连忙将这位秦家战龙带回去疗伤。陆晨，你很狂妄，你是第一个敢当着本尊的面挑衅的人，希望你的实力能够配得上这份狂妄，否则那就太无聊了些。霍云冷言一笑，他修为虽然只有神尊境8阶，但展露出来的气势却是无比雄浑。王城霍家族中弟子皆拥有玲珑心窍，与道亲和，而霍云身为这一代的天骄人杰，更是拥有传说中的圣灵龙。拥有此等体质，他突破圣灵境是必然的，甚至有望冲击神王境界。然而面对霍云的淡讽，陆晨回应他的只有无敌道语，领域展开，瞬间将霍云包裹进去。下一秒，陆晨和他相继消失在擂台上，所有人心头一惊，这是什么手段？是域，类似于神尊才能释放出的领域立场。天榜第1的苏晨眼皮一颤，很是意外。陆晨所施展的域明显更高一个档次，随心而发，可以选择对谁使用。而霍云很不巧的成了那个倒霉蛋。有意思，此子手段诡异。你们说霍云他不会真要败给陆晨吧？霍云一向眼高于顶，是天下英杰如无物，本尊早就看他不爽了。他若败给了陆晨，那可真是快意。哈哈，你们都觉得霍云会输，那岂不是承认自己不如陆晨？反正本尊不认。天榜一众强者斗笑几句后，纷纷动用自己的手段寻找陆晨。然而任他们如何发力，寻踪探迹的秘术齐出，依旧寻不到半分踪迹。很快所有人眼神凝重，陆晨的道域竟然强大到了如此地步，完全感应不到他的存在。擂台下方，众人又一次买定离手，猜测谁能笑到最后。诸位道友，陆晨兄扬言要1穿9，你们怎么看？庄家设局将陆晨1穿9的赔率调到了50倍。笑死个人！那陆晨名不见经传，今日之前在下甚至没听说过他的名头。我承认他很强，能将秦家战龙击败，不过也止于此了。别看他这什么域玄玄乎乎，其实就是在故弄玄虚，拖延时间罢了。我就不信那陆晨真能1条9，如果他真能，那老夫愿赌服输。众人纷纷下注，大部分都压了天榜中强取胜。尽管陆晨这边的赔率高达50倍，但就是没什么人看好他。阮天岳注意到这边的动静，直接扔出一枚纳灵戒，这里面有1000万中品灵石，本殿压我夫君陆晨取胜。阮天岳的声音宛如天籁，当着所有人的面宣言陆晨会战至最后，成为他的夫君。神武擂台上，一众天榜高手全都脸色难看。此时此刻，他们就仿佛是天元王请来的小丑，看着陆晨和阮天岳两个互秀恩爱。1000万中品灵石落在陆晨这方，所有人见有利可图，全都押宝。天榜中强很快，这个盘口就积累了几十亿中品灵石，下品灵石更是不计其数。而无敌道域中，陆晨正戏谑地看着霍云。霍云道友，不知这份惊喜你可还满意？玉吗？本尊承认方才看走眼了。霍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陆晨拉入他的领域内，已然落入了下风。陆晨的实力比他想象中要强大得多。陆晨，你值得本尊全力出手，出招吧，否则你便没机会了。霍云悄然运转玲珑圣心，随时准备向陆晨发动致命一击。你确定要我出手？我怕你输得太难看，道心崩溃。陆晨脸色古怪，他在无敌道域中便是同境无敌的存在。这霍云虽然体质特殊，但和自己比起来，毛都算不上。少废话，本尊让你出手就出手。玲珑圣心可让本尊与道合一，你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你能打得动我，都算你赢了。霍云不信邪，他就站在原地不动，让陆晨攻击他。呵呵，喜欢被虐是吧？既然如此，本宗成全你。陆晨运转无敌道域，整片领域内他就是世界的中心，无尽的灵力符文为他所用。杀！一拳轰出，直接冲出一头金色神龙。那是陆晨的龙皇体复苏，真龙之力浩如江海，直接碾破长空，所过之处在虚空中擦出一道黑色的裂缝，破坏力骇人。竟然是龙皇体！霍云神情愕然，这才只是真龙拳就有如此威势，倘若龙皇合击，那股力量会是何等庞大。霍云不敢托大，
连忙催动玲珑圣心，一面厚实的五色神经挡在他的面前。轰！咔嚓！龙拳横扫而过，瞬间崩灭了五色神经，去势不减地轰在霍云身上。砰！这一拳直接砸在霍云的胸口上，将他撞飞出千百米远。这时道域空间范围极广，可以放手一战。噗！霍云在飞行途中猛烈咳血，从初始时的飞扬自负，再到现在被陆晨打成一条路边野犬，反转来得太快了些。霍云，这一拳是否让你认识到你我之间的差距？你现在认输，本宗便撤去领域，让你完好无损地离开擂台。陆晨漫不经心说道。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可恶，你怎么会这么强？霍云脸上写满了屈辱，刚才若非有玲珑圣心护体，他的胸骨都要被陆晨轰炸，而这一切都在陆晨的算计中。吼！霍云仰天狂吼，圣玲珑的力量袭遍他的四肢百骸。玲珑甲胄附体，霍云完成了全身晶体化转变，攻守一体，先天立于上风。但很可惜，他面对的对手是陆晨。此地是我的道域，任你天纵之才，也摆脱不了被镇压的命运。陆晨左手推掌，右手轰拳，龙凤虚影横空，合击之势震天动地。霍云拼死抵挡，被一击击穿玲珑甲胄，如断线风筝翻飞出去。陆晨甚至没动用武学，只是龙皇体复苏，借助道域的无双神力加成，就将霍云打成一条死狗。随即陆晨撤去了无敌道域，两人再次出现在外界。众人看见重伤垂死的霍云，全都吓得脸色惊变。什么？天榜第2的霍云竟被打成了这副鬼样子？那个叫陆晨的究竟对他干了什么？黑马，史无前例的黑马，难道真要被他说中，要一穿9了？哎呦，你干嘛？我的零食啊！陆晨，求求你一定要输，千万别赢！众人的话落入陆晨耳朵里，这令他满头黑线。什么叫一定要输？他输了老婆不得跟别人跑。滚！今日谁也无法阻止本宗五类夺魁。击败霍云，陆晨的目光落在剩下的8人身上。阁下，你不是要一人战我们全部吗？有本事就别用那鬼域。天榜第4开口，对陆晨的无敌道域非常忌惮。正常情况下，1v1车轮战，在场诸人怕是没人会是陆晨的对手了。唯有8人抱团，同时出手，才有镇压陆晨的机会。本宗正有此意。陆晨并不在意对方的算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筹谋都是徒劳的。不灭道铁，只见熊熊火光在陆晨身上浮现，大道符文翻卷，他的气息盛烈到了极点。该体质于铜镜争锋中，肉身坚固不朽，能硬汉法器，随便一记普攻都是堪称毁灭性的。陆晨身上的气息太强了，光耀无穷，几乎破开圣道领域的屏障。天榜众强，包括第1的苏晨在内，全都心神震动。这种体质，铜镜几乎立于不败之地。诸位道友，一起出手！要是真被他一人挑穿我们全部，今后还有何脸面见人？直接使用最强手段，别让他活，强势镇杀他。灵武学起手吧，也别试探了，万一他再施展那诡异的玉，将我们逐个击破就麻烦了。众人商议之后，全都使出了最强手段。一瞬间，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砰！虚空炸碎，神武擂台剧烈震动，受到了史无前例冲击。8名天榜强者出手，战至癫狂。灵武学的恐怖威势冲天盖地，范围波及无尽远。若非有圣王级别的符文定住此地，这股毁灭力量能瞬间炸毁大半个天元城。来得好，今日将你们全部镇压。陆晨的躯体发光发热，无尽道则环绕于身，他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灵级身法龙腾九霄一出，出现在天榜第9楚灵峰的背后。陆晨，你要作甚？楚灵峰瞳孔收缩，他刚积攒灵力，灵武学施展到一半，才勉强凝聚出10丈宽的锋刃。作甚？陆晨冷笑一声，一拳捶在他的后背。咔嚓！恐怖的撞击力直接崩断了楚灵峰的脊椎骨，他如炮弹一样坠出神武擂台。这一击是大力沉，凝聚了磨灭一切的法则之力，若非陆晨留了一手，这一拳下去，楚灵峰必死无疑。噗！楚灵峰在地上撞出一个大坑，附近的几处府邸全爆炸了。他喷了一口血，气息奄奄，很快昏死过去。一拳解决掉天榜第9，陆晨这匹黑马的含金量还在增加。众人哗然，这陆晨也太强了！不灭道体让他如一件人形兵器，横冲直撞。下一刻，陆晨出现在天榜第6身后，同样的手法，一拳砸向他的后背。庶子儿胆，偷袭了楚灵峰，本尊早就防着你这一手了。此人掌心发光，他回身猛地杀向陆晨。灵武学造化神掌，虚空坍缩，瞬间引爆。陆晨没有丝毫畏惧，不灭法则在他体表流转，整个人变得无坚不摧。轰！
陆晨硬扛下天榜第6这一掌，他的拳头同样轰在了对方身上。砰！一声闷响，天榜第的6胸口都塌陷了下去，眼球暴突，伤势极重。就是这一拳，直接将天榜第6打到半死，他四肢无力的下垂，整个人瘫软在了擂台上。反观陆晨，他硬扛下造化神掌，躯体出现细微的裂痕。若非他拥有不灭道体，这一掌足以崩灭的他肉身。哼！陆晨闷哼一声，不灭法则迅速修复他的肉身。与此同时，星之刚触发，直接给陆晨叠了500层，总层数1500层，气血增幅高达150。杀！陆晨有星之刚、纯阳圣体、龙皇体和不灭道体的肉身强度无懈可击。不过数个呼吸的时间，陆晨就恢复到巅峰状态。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变得更强。陆晨冷冷地看着剩余6人，这群人不过是给他叠星之刚层数罢了。天哪！陆晨他莫不是要无敌了？一拳一个天榜高手啊！卧槽了！那个，我想问一下，战斗还没结束，我能收回我压的那1000万下品灵石吗？别慌，还有苏晨，他可是天榜第1啊！苏家的诅咒血脉或许能与陆晨抗衡。天元城城民吃惊地看着这一幕，皆被陆晨的强大吓得瑟瑟发抖。现在他们只能希望苏晨力挽狂澜了。苏晨，这点子太硬，你不是天榜第1吗？你去将他缠住，我来凝聚苍穹圣剑。天榜第4是一位剑修，名为剑竹，他要破手指凝聚可怕的杀招。剑竹头顶上空出现一道漩涡，吞纳10方灵气，无穷剑意呼啸，天地间传来一片肃杀之气。陆晨抬头看向那道剑意漩涡，这是一记可怕杀招，已经能威胁他的生命了。然而就在他要出手毁灭剑意漩涡的时候，数道身影闪掠至他面前，想阻止剑竹，你先过我们这关吧。天榜第7、第8同时出手，一时间刀气狂涌，拳印满天。凭你们也想拦我？陆晨施展龙腾九霄之术，身化苍龙，一瞬间消失在原地。来拦住他，别让他打断剑竹施法。众人惊呼道：咻！弹指神通。天榜第10叶擎天10指连弹，每一击都足以震杀一位普通神尊。对此，陆晨只是淡淡的瞟了他一眼，直接硬扛着他的指力往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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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竟能无视我的弹指神通？叶擎天人妈了，他虽未能将这部灵武学修炼至化境，但也不至于破不了陆晨的甲吧？说实话吗？你的攻击真一般。陆晨面无表情地说道。硬抗这一招，他的星之刚直接叠了200层，就知道这一招有多拉胯了。叶擎天，你该出局了。陆晨对准叶擎天的方位，一拳轰出，苍穹爆破，强大的冲击力直接将他冲飞出擂台。噗！叶擎天血染长空，他伤势不重，仍有一战之力，但他知道陆晨已经对自己留手了，否则这一拳头砸在身上，他不死也要腿层皮倒胸雅量，祝你抱得美人归。叶擎天输得起，当即冲陆晨抱拳，转身离开了天元城，极为的洒脱。尽管叶擎天战败，但天榜中强的目的已经达到，成功拦住了陆晨。天榜第5是一名杀手，他隐秘身形，趁机偷袭陆晨，一剑刺向他的后背心。枪！一阵清脆的声音响起，却见陆晨皱了皱眉，他感觉后背有利器灌入，然而极品灵剑指刺入了半寸，就再无法向前突破。这是什么变态肉身？我的本命法剑都刺不穿。他脸上浮现出一抹骇色。我说，你怎么突然气息消失？原来是个杀手。陆晨回身一把抓住天榜第5的脖子，一脚猛踹在他的腹部。滚！这一脚直接将天榜杀手踢向云之彼岸，连个黑影都看不见了。对方的这一剑给陆晨叠加了300层星之刚，威力甚至不如天榜第6的造化神掌。场中只剩下了天榜第4的剑竹，天榜第7的刀修，天榜第8齐道灵和天榜第1的苏晨。对此，陆晨不禁发出感慨：太弱了，你们全都弱爆了。随即天元城沸腾，众人为陆晨欢呼喝彩。陆神尊实力未免也太强了吧？在他面前，这群天榜高手好像一只鸡仔，柔弱无力。可以提前宣布陆尊者获胜吗？我真不想看到天榜前10拳被他一人横扫，太疯狂了。所有人都被陆晨展现出的强大实力所折服。马德，这才是神尊境无敌者该有的威势力。一拳一个绝顶神尊，谁堪与之一战？陆晨，你是最棒的。等内战结束，我就带你去见我父王。阮天月美眸闪烁，为陆晨的强大而自豪。轰！一声震天巨响，陆晨以雷霆手段将那名刀修和齐道灵击败。神武擂台上只剩下了剑竹和苏晨。剑竹，
你好了没有？苏晨盯着陆晨，又看了看剑竹，他从始至终都未出手，因为他不屑与人群起而攻，要战就1v1单挑，那才是真男人。陆晨打到现在，场中烦人的苍蝇基本上清除殆尽，他也想知道剑竹这一剑究竟能有多大威势力。陆晨，让你久等了。这一剑乃是苍穹剑圣的毕生绝学苍穹圣剑，即便是在灵武学中也能排进最上流。我作为他的徒弟，今日便要为我师尊证明。嗡！剑翼漩涡中，一道100丈长的巨剑缓缓从漩涡中心降落，巨剑周身萦绕着圣光，恐怖的威压使得方圆数十里的空气都凝固成实质。擂台下方，一些实力较弱的修士口鼻一血，纷纷跪地，根本无法承受这股力量。即便神武擂台有圣王符文加持，依旧无法完全隔绝这股威势力。陆晨仰起头，身躯微微颤抖，那是他的不灭战意在沸腾。周身不灭法则疯狂运转，纯阳圣体迸发圣烈金光，龙皇体所蕴含的古老莽荒之力也在此时完全爆发。此外，2000层的强硬心之钢给陆晨带来高达200的气血增幅，3种特殊体质和成长性武学的力量在他体内交融，形成一股全新的更为强大的力量。陆晨周身浮现出一道道金色符文，他的肉身神力积聚到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步。苍穹圣剑，杀！剑竹怒吼一声，双手掐诀，那100丈巨剑带着毁天灭地之势，朝着陆晨当头斩下。巨剑所过之处，空间寸寸破碎，移动速度看似缓慢，没什么冲击力。然而圣境强者却能看出一股无形的契机，死死锁定住了陆晨，让他无法脱身。戳天式神枪！陆晨大喝一声，灵针起手。他早已经这灵武学吃透，无需任何攻击前摇就能施展。黑色魔枪在他手中显化，与极品灵枪相合，枪尖爆发出璀璨的光芒。去！陆晨将魔枪掷出，瞬间刺破对方的道威封锁，与苍穹圣剑碰撞在一起。刹那间，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天元城的天空，天地灵则暴动，一片符文海洋涌动。神武擂台剧烈震动，圣王级符文光芒大盛，竟然开始出现不稳定的迹象。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苍穹圣剑与黑色魔枪相撞，道威席卷天下。砰！圣级符文暗淡，但终归是抵挡住了这一击，没让余波波及天元城池。天地灵则消散，众人看见剑竹和陆晨两人还保持着先前出招的姿势。随即砰的一声，苍穹圣剑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纹，而后炸开，那杆极品灵枪也耗尽了灵力，坠落下来，笔直地插在擂台上。噗！剑竹可血，他的躯体先前被这灵则淹没，受到了重创。如此恐怖的道威，就连出剑者本人都抵挡不住，太可怕了。剑竹伤成这样，那陆晨只怕也讨不到什么便宜。就在众人以为这一击将两败俱伤之时，陆晨身上的气血之力竟沸腾到了极致，他的躯体被剑意划破，浑身淌血，但整个人却神采奕奕，跟打了鸡血一样。爽，好爽啊！很不错的攻击，让我叠了1000层心之钢。陆晨心情愉悦，心之钢叠到了3000层，他身上的伤势正快速修复，他已经完完全全将这天榜10人当成了陪玩对象。你这家伙，本尊的巅峰一剑都无法将你重创，你怎么会这么强啊？剑竹见陆晨跟个没事一样，还能在神武擂台上站着，行动自如，情绪瞬间崩溃。他口中喷出数口鲜血，坠地后便陷入了昏迷。来人，清扫战场，将倒下的人都带走。解决掉剑竹后，陆晨缓缓转身，目光如炬地看向苏晨。此时的苏晨周身弥漫着一股诡异而强大的气息，他的双眼变成了血红色，头发无风自动，身上的衣服彻底破碎，露出布满神秘纹路的皮肤，这是苏家诅咒血脉完全觉醒的征兆。陆晨，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天榜第一的真正实力。苏晨声音冰冷，充满了无尽的杀意，仿佛像是换了一个人。他抬起手，虚空之中竟凝聚出一道血色漩涡，漩涡中传来阵阵令人心悸的呜咽声，仿佛有无数魔影在其中挣扎。哦，陆晨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笑容，他活动了一下手腕，身上的不灭法则光芒更甚。苏晨，放马过来吧，本宗倒要看看你苏家所谓的诅咒血脉究竟能有多强。陆晨开启5道神瞳，竟窥测出苏晨体内竟然盘踞着一尊魔胎，这种体质与苏幼楚如出一辙。他很想知道这尊魔胎复苏后会对苏晨造成怎样的影响，或者说他现在还是苏晨吗？噬戮魔胎完全觉醒，本宗很好奇你是如何将其压制的。苏幼楚的爷爷曾对陆晨说过，苏幼楚18岁后才能行房事，用爱感化他体内的魔胎。陆晨也如此做了，帮助苏幼楚
将体内的魔胎转化为了圣胎。圣胎之中存在着另外一道意志，如一体双魂般，在特定的情形下将唤醒另外一道意志。很显然，苏幼楚体内的另一道意志也被陆晨给征服了。而苏晨，他体内的魔胎早已经爆发，按理来说他会嗜杀成性，但现在却并未狂化。苏晨有些诧异陆晨会这么问，于是勾唇道：“你身上似乎有噬戮圣胎的气息，能让魔胎的狂性消退。你和楚之间没少做吧？”整个苏家嫡系血脉中，就属苏晨和苏幼楚受到的诅咒最强，也唯有他们二人体内才诞生出了魔胎。至于其他人，只是会发狂发疯。苏晨，你怎么知道我和楚儿的事？陆晨傻眼，他还没给苏家发请柬呢。按理来说，苏家人不可能知道自己和苏幼楚的事。噬戮魔胎只有我和楚儿才有，你身上的气息不会有错。苏晨面露邪笑，他体内魔胎复苏后，另一道意志也苏醒，充斥着杀戮的欲望。可不愧是大舅哥，不过我只和楚儿做了一次。陆晨有些尴尬，眼下苏家人知道他把苏幼楚的身子给破了，还没给人家名分呢。少攀关系，不管你们做了几次，这场五类比试我绝不退让，除非你能打赢我，否则天月公主你休想取走。苏晨战意高涨，眼中闪烁着嗜血凶狂。噬戮魔胎复苏，他还能保持本我不灭？陆晨不禁暗自点头，他这大舅哥的武道意志果然惊人，竟然凭借自身实力强行压制了魔胎，不愧是天骄人杰，他这天榜第一倒是实至名归。大舅哥，月儿是我内定的妻子，今日我只能将你打服了。陆晨一步不让，他的修为比苏晨高出好几个境界，要是这都赢不了，干脆抹脖子得了枪来。陆晨直接释放出神尊绝巅的战力，伸手一招，极品灵枪重回他手，杀！一枪刺出，如龙出渊，凌厉的枪芒点破虚空，捅向苏晨的腰胯。炎魔拳，苏晨不闪不避，拳头被一道猩红色魔焰包裹，正面挨上这一枪。强大的力量使得空间微微扭曲，好霸道的魔焰，这就是噬戮魔胎的力量吗？陆晨只是试探性的一招，并未激活不灭道体等3种体质，而是以纯粹的肉身力量对抗。这一击势均力敌。陆晨，你没使全力，莫不是看不起我？苏晨眉头一挑，他明显感觉到陆晨的这一击威力不足。好，既然你想要，那我就成全你。轰！陆晨运转不灭法则，肉身变得无坚不摧，可硬抗同级法器，而纯阳圣体爆发出无穷道力，他的躯体都快被点燃了。龙吟凤会，龙皇体复苏，一龙一凤盘踞在陆晨体外，他的气息变得空前强大。此外，心之刚叠加到3000层，陆晨的金色气血化作汪洋大海，在周身澎湃，血条直接蹦到苏晨脸上了。苏晨见状，嘴角忍不住抽搐起来。好家伙，让你使全力，你就这么整是吧？这特么也太猛了，还打毛啊！神武擂台外，所有人都被陆晨展现出的实力惊骇住了。数种特殊体质叠加，让陆晨的肉身强大到一个十分恐怖的地步。毫不夸张地说，一些神尊修士现在连破除他防御的资格都没有。不愧是黑马，要的就是强势到底，直接屠榜。陆晨身上的这股气势甩开天榜第一好几条街，这苏晨再打下去也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众人摇摇头，此战结局已经注定，不会再有悬念了。那些下注陆晨获胜的赌徒即将赚得盘满钵满，而阮天月也是提前离开观礼席，准备去领他的50倍赌金。大舅哥还战吗？陆晨估摸着，他这全力一拳下去，即便是噬戮魔胎也顶不住啊。毕竟自己和苏晨之间差距实在太大了，先前那些天榜高手没有一人能扛住陆晨一拳，苏晨也不会例外。战啊！苏晨怒吼一声，一尊可怕的魔影扶摇而上，魔身100丈高达，给众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这还不算完，苏晨继续施展灵武穴，霎时间龙象嘶吼，整片天地黑压压一片，挤满了太古蟒象和金龙虚影。龙象镇狱镜，陆晨看着无比眼熟。苏晨施展的龙象镇狱镜威力强大无比，整合了上下2部武学，拥有生生不息的造化之意，已然达到了灵武学的范畴。轰！天地异象浮现，9轮金色烈阳显化，随龙象之力一同撞向陆晨。而那尊高大魔影张口吐出一道死亡射线，也朝陆晨轰去。武道神童，陆晨睁开武道神童，瞳光所过之处，天地寂灭，这与至尊众瞳有极多相似处，直接接引天地万道，以本源道力磨灭一切。吃了！9龙9象撞向陆晨，被瞳光扫过后，直接崩灭掉。噗噗噗！然而灵级武学生生不息，一尊又一尊龙象浮现，悍不畏死地冲向陆晨。
此外，更有9轮烈日撞向他，地爆天星，都给我灭！陆晨将瞳术运转到极致，窥测出龙象镇狱境的本源道符，将他击穿。随后，龙象虚影再未出现。陆晨抡动不灭道拳，横空而过，将9轮烈阳全部凿穿，上演暴力美学。龙皇虚影也迅速冲了出去，与那尊百丈魔影激烈厮杀，使得神武擂台颤抖不停。砰！圣级符文没有灵力的加持，终究无法长久留存，顷刻散去。神武擂台瞬间摇摇欲坠，眼看就要砸落城池。不好！圣文溃灭，大家一起出手，截断灵力。圣道领域的强者相继出手，重新镌刻符文，加持擂台封印。吼！一声不甘的咆哮响起，最终魔影被魔枪定杀。陆晨一拳击溃苏晨，将他重重地砸在擂台上。陆晨，你赢了，真有些不甘心啊！苏晨浑身淌血，失去了战斗力。噬戮魔胎虽能令他化身杀戮机器，不知疲倦的杀戮，浴血而狂，但在陆晨面前却被他狠狠压制住了。至此，天榜前10境皆败于陆晨，被他一穿十。大舅哥不必气馁，你毕竟只有神尊5阶，等你晋升至神尊绝巅，实力会翻倍。陆晨摇摇头，将一张红色请柬甩给苏晨。下月初我与楚儿大婚，苏家身为他的娘家人，我希望你们能够出席。陆晨目光真挚，能将噬戮魔胎感化，看来你的确对楚儿极好。回去后我会向家主禀明情况，告诉他你和楚儿的事。陆晨手下留情，苏晨并没有受多大伤势。后者起身对陆晨说道：我苏家的血脉诅咒太过可怕，希望日后你和楚儿的孩子不会再被诅咒。苏晨，我想知道苏家血脉为何会被诅咒，告诉我缘由，或许我能帮到你们。我苏家老祖曾在一处阴冥坟场中重伤垂死，被莫名气息侵蚀。自那之后，苏家血脉便如梦魇缠身，一旦突破圣境，便会不人不鬼。苏晨的魔性意志暂时被他给压制。他坦言道，尽管自己现在暂时能压制魔胎，可一旦突破圣境，依旧躲不开被杀戮支配。放心，既然我娶了楚，苏家的事也就是我的事，我一定为苏家洗去血脉诅咒。陆晨对此感到有些心酸，苏幼楚的爹娘、祖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知所踪。随后，陆晨向苏晨索要了阴冥坟场的所在地，得知确切位置竟然是在逐鹿战场一个名叫大荒坟冢的绝地。此次五类择序本意是为挑选出一位最强神尊，引领天元大军奔赴逐鹿战场。正好大荒坟冢也在逐鹿战场，陆晨体内拥有灵级圣火，他打定主意要去那走上一遭。我宣布，此次神武争锋最终夺魁者是陆晨，从今日起，他便是我天元王朝圣道之下的第一人。这时候，王室中来人宣布获胜者乃陆晨。当当当，道钟九响，向所有人发出消息：神武擂战落幕，第一已有人选。唰，一道金光从王宫深处远驾而来，一道身影飘然而来，施展缩得成寸的神通，他几乎是闪瞬到这片天地，身上流转出淡淡的威压。拜见王上！吴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成名跪伏在地，眼神充斥着狂热。来人正是天元王阮哲胜，一位9阶圣王。一旦迈入圣皇境界，天元王朝就将跻身上等王朝势力。小子陆晨，参见王上。陆晨也对阮哲盛行跪礼，他微微打量着这位便宜岳父，后者看上去30岁多的模样，风神俊朗，足以迷倒万千少女。圣王强者能活1万岁，听闻阮哲胜只有1800岁，正值壮年。而阮哲胜此刻也在打量着陆晨，他观陆晨颜值爆表，武道实力亦是同阶无敌，心情大悦。好，好，不错，这么多年了，我天元王朝终于是出了一位了不得的神尊。阮哲胜大笑不止，他已经获悉陆晨一人挑翻了天榜前10，即使是面对第一的苏晨，也是一拳败之，差距不可丈量。父王来了。阮天月笑眯眯收起武艺中品灵石，移步到陆晨身边。父王，你就这么让你女婿一直跪着？他不满道。哎，还真是女大不中留。陆晨，快起来吧。阮哲胜苦笑，随即朗声说道：神武擂战结束，由陆晨拔得头筹。10日后，率大军启程赶往逐鹿战场，不得有误。至于你和月儿的婚事，待你从逐鹿战场归来，本王便将她许配于你。可有疑问？如今逐鹿战场形势未明，大齐王朝那边出了一位无上神尊楚地天，他拥有苍天霸血，神威无敌，杀尽神道领域内的无尽强者。阮哲胜担心陆晨出意外，他不希望阮天月刚成婚就丧夫。父王，阮天月神情微变，他还想着能够立马嫁给陆晨呢。月儿，父王也是为了你好。
待我扫平逐鹿战场，再开风光娶你。陆晨和阮天月十指相扣，向他发誓，一定会从逐鹿战场大胜归来。好小子，有气魄。阮哲胜看着陆晨，越来越满意这位好女婿。此番连战10人，陆晨你也累了，先下去休息吧。你但有所需，尽管告诉月儿。武学、灵气、丹药，我天元国库任你挑选。陆晨心念一动，想到王吉洗礼术还差一样天才地宝幽冥血之，于是问道：父王，不知国库内可有幽冥血之？幽冥血之世所罕见，长成条件极为苛刻，你可以在逐鹿战场上碰碰运气。阮哲胜回答道。又是逐鹿战场，陆晨斗志昂扬，所有的一切都和逐鹿战场有关。众人散去后，陆晨跟随阮天月回到公主府，诸位圣境强者纷纷恭贺阮哲胜，恭喜王上，贺喜王上，得到一位如此强大的女婿。如今有陆晨在，大齐王朝定然奈何不了我们。没错，以陆晨展现出的实力来看，或许能与楚地天一战。阮哲胜摆摆手道，这些年我天元一直被大齐打压，希望陆晨这孩子的出现能带给本王一些惊喜吧。阮哲胜没想到的是，女儿向自己百般求情的人竟然就是陆晨。他先前可是听说陆晨只有神王境界，要是早知道如此，他根本不会举办这场五类择序。继神武擂台一传十后，陆晨的名字在天元城名声大噪，成为众人茶余饭后的焦点。一座不起眼的酒楼内，一名紫衣少女戴着面纱，听见众人的谈话，她眸含春水，为之着迷。看样子这回是白跑一趟。陆晨，你比我想象中更为强大呢。少女的目光望向窗外，有些纠结。来都来了，要不要和那冤家见上一面？不过见面的话，肯定又要被他使坏。他轻咬着嘴唇，想到那段时日的画面，耳根子不禁泛起红霞。罢了，还是不见。小二结账。公主府，陆晨先去探望了一下苏幼楚。这妮子初经人世，有些生涩，调养1天后肤光水灵。得知陆晨五类夺魁，他满心欢喜，抱着陆晨又亲又咬。随后，陆晨将苏家的事告诉给苏幼楚。苏晨堂哥也是世路魔胎，夫君你能帮帮他吗？圆房后，苏幼楚对陆晨的称呼也是悄然转变。起初，夫君2字叫得有些羞涩，但后面彻底叫顺口了。血脉诅咒的根源在大荒坟冢，等为夫去了逐鹿战场，一定为苏家破解诅咒。陆晨猜测，定是坟冢内有阴灵魔物作祟，诅咒之事由来已久。苏家许多强者都曾前去大荒坟冢，就连我爹娘也不例外，但后面再无他们音讯。苏幼楚不希望陆晨涉险，但事关爹娘、祖父的线索，他内心深处又希望陆晨能帮到他。夫君，一切以自身安危为重，所以娘子想打算怎么奖励我？你难道又想？不然呢？陆晨在天元城待了3日，这3日他陪着苏幼楚和阮天月在城中溜街漫步，享受着在一起的时光。此外，陆晨还入宫面见了天元王、准女婿和准岳父2人，言谈甚欢。陆晨向阮哲胜请教了一下修行中遇到的问题，后者都一一解答。随后，陆晨带着苏幼楚踏上归途。不日便是月初，他答应苏幼楚要和他完婚。回宗路上，小夫妻如胶似漆，过程省略1万字。此明宗，大夫人、二夫人、宗主和3夫人回来了。听见弟子的传报，骆双离和林宇轩连忙整理仪容，带着孩子迎接陆晨夫君。你可算回来了。天元城此行如何？你5类应该夺魁吧？骆双离有些不太确信，毕竟陆晨要面对的对手都很强，在神道领域内都有无敌之姿。陆哥哥，你怎么没把天月公主带回来了？林宇轩左顾右盼，发现只有满脸羞涩的苏幼楚。瞧他这害羞的小模样，一看就是和陆晨行了房事，合二为一。我是谁？我可是天纵神武的第1神尊，小小的一个内战，还不手到擒来。陆晨上前将骆双离和林宇轩抱在怀里，在他们脸上狠狠亲了一口。月儿，他暂时出不了天元城，不过为夫在他的房间设下了双向传送通道，你们马上就能见到。随后，陆晨又抱了抱他的几个孩子，这是他和2位娘子生命的延续。对了，云霓呢？我离开后，离儿，你们有好好照顾她吧。陆晨环顾一圈，没见到小麒麟。云霓她还未苏醒，这会儿就在我房中。夫君，我带你去看看她。陆晨来到骆双离的寝殿，果然见到了麒麟少女，后者正趴在榻上，沉沉的昏睡。这妮子晋升速度也太慢了吧。陆晨有些无语，过几日他就要去逐鹿战场厮杀了，恐怕都不能和云霓好好道别。夫君你别急，我估摸着云霓就快醒了，昨夜还听见她在梦呓，身上的气息很不稳定。骆双离解释道。这样，那他今晚上跟我一个房间，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陆晨转身将麒麟抱走，他只有小狗仔大小，一点不占地方。随后，陆晨让洛双离帮忙准备他和苏幼楚的成婚事宜，又派弟子外出宴请四方宾友来共同见证。晚上，陆晨撸着云霓的毛发，这时候天地灵气疯狂朝主殿汇涌，全部没入云霓体内。在他的感知下，麒麟少女即将突破神尊境。嘿，看样子是要突破了，还真巧。陆晨拿出一堆灵石，将它们炼化，化作精纯灵力注入进云霓体内。吼！一声大吼，却见云霓睁开眼睛，瞬间破入了神尊境，跻身成为7阶神兽。陆晨，你又在撸我！云霓感到一阵不满，你再撸，人家毛毛都要掉光了。呸！云霓，你可是神兽啊，哪有这么容易撸秃噜皮？陆晨不听，继续撸他。云霓想反抗，但他发现自己全然不是陆晨的对手。陆晨，你晋升好快，你吃啥大宝贝了？我也要吃，吃，你就知道吃，拿去吧，这些都是你的。陆晨将苏幼楚给他的纳灵戒扔给云霓，里面装了足5亿枚中品灵石，换算成灵脉的话，相当于100多条中品灵脉。这么多资源，足够支撑到他突破到第8阶，成为一尊半圣。哇，这么多灵石，陆晨你果然说话算话，最喜欢你了。云霓扑进陆晨怀中，用脑袋在他胸膛上使劲刮蹭。你少来这套，喜欢我就赶紧晋升圣道领域，化形后嫁给我。陆晨蛊惑道。知道了，不就是嫁给你吗？本神兽答应就是。晋级成为8阶神兽，云霓的灵智进一步得到开发，他很清楚陆晨这话的意思。这个世上他举目无亲，各方势力都想奴役他，抓回去看守宗门，而陆晨是唯一对他最好的人，还说要养他一辈子。云霓懵懂，开始对陆晨产生了依恋。随后他大口咀嚼中品灵石，再次进入昏睡。陆晨瞬间无语，他到底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啊？咱也不知道。后半夜，陆晨潜入洛双离的房中，夫妻2人久别胜新欢，如干柴烈火瞬间点燃。紫明宗在陆晨的领导下迅速壮大，宗门内的弟子越来越多，已经发展到了数千人。慕黑率弟子扩建宗门，开垦荒地，而灵极护宗大阵在消耗大量灵石的情况下，可覆盖了方圆100里，全都属于紫明宗的绝对领域。圣级杀阵下，任何胆敢图谋不轨的人都将受到裁决。陆晨将终极双向传送通道设在自己的后院，当天他就通过传送通道进入阮天月的闺房，将他抱回了宗门。陆晨，你这传送通道也太厉害了，起码也得是圣灵级别的阵法大师才能构建出这样的通道。阮天月对此深感意外，如此手段，整个天元王朝唯有他父王才能做到。绝代圣王一念便可横渡无尽空间。来，月儿，带你看看孩子们，以后你就是他们的4娘了。陆晨让娘子们将陆青莲、陆凌天他们几个抱来，众女相处十分融洽。月初，紫明宗举行大婚，邻近的各大势力掌舵人纷纷前来观礼。天元城苏家也有人前来，是苏家当代家主以及大舅哥苏晨。陆宗主果真是英雄出少年，幼楚能与你同修为好，是他的福气。苏家家主得知苏幼楚体内的魔胎已被感化，转变为了圣胎，不禁感慨万千。呵呵，能娶楚儿为妻，亦是本宗之幸。陆晨回应道，任何一位天命之女，陆晨都不愿错过，这关系到他能否变得更强。何况天命之女颜值身材出众，美不胜收，令人垂涎欲滴，但凡见了她们，一眼便会爱上。很快，在司仪的主持下，陆晨和苏幼楚拜了天地，互相许下承诺。楚儿，本宗发誓会一辈子对你好，夫君，我也会与你相守一生，生死不离。随后，在宾客们的见证下，陆晨将苏幼楚抱去了洞房。第10日，陆晨和几位娘子道别。宗门有那名半圣战仆坐镇，掌控着灵极护宗大阵，无惧任何势力的威胁。陆晨对此非常放心。夫君，你既不让我们陪你上战场，那你一切小心。陆哥哥，萱儿祝你早日凯旋归来。陆晨，我等你。陆晨和3女挨个拥抱，另外还去撸了撸云霓，随后携手阮天月从传送通道来到公主府当。当当，道钟敲响，天元城上空出现无数道身影，全是神道领域的修士，修为最弱的都有虚神境实力。此时此刻，点将台前集结了数百万修士，光神尊强者就不下千数，他们代表着此行的最高战力。人群中最为耀眼，当属天榜前10，他们一个个身披银色甲胄，颇有一番气质。而队伍正前方，那里放着一身黄金甲胄，数百万人，唯有1人有资格穿戴。父王抱歉，我来晚了。陆晨和阮天月联袂而至，
他竟然最后一个赶到。不晚，毕竟你小子日理万机，家中有好几位如花美眷，本王甚是怀疑，月儿嫁给你，真的能幸福吗？天元王似笑非笑地看着陆晨，这家伙年纪轻轻就已娶了3位夫人，他的宝贝女儿嫁过去只能当4夫人了。父王说笑了，儿臣对月儿唯有全权爱意，绝不会厚此薄彼，此情天地可见。陆晨连忙表达心意，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失去阮天月，那可就太冤了。放心，你既五泪夺魁，本王自然会将月儿许配给你。其实本王年轻时也如你这般意气风发，道侣无数。阮哲胜尴尬地笑了笑，他的后宫也是佳丽众多，他也不走纯爱路线，自然无法严苛要求陆晨。那看样子父王与儿臣是同道中人啊。陆晨小声嘀咕道。滚！谁与你是同道中人？赶紧将那套黄金甲胄穿上，即刻启程前去逐鹿战场。阵前传回急报，大齐那帮混蛋都快打到玉瑶关了。阮哲胜对此非常头疼。玉瑶关已是逐鹿战场的边境地带，玉瑶关易守难攻，一旦失守，再难夺回。到时候天元王朝一方将直接被圣宫的战地记者判负，从而被迫签订割让领地的条款。父王放心，儿臣即刻出发玉瑶关，势必将玉瑶关守下。陆晨穿披金色锁子甲，戴上黄金龙盔，俨然一副大帅风范。夫君，你是最棒的，大齐的楚地天定不是你对手。阮天月替陆晨理了理披风，满眼骄傲道。我就在王宫等你，等你凯旋娶我的那天。陆晨听见这话，脸凑上去亲了阮天月一口，低声道，我不在的这段时日，你好好备孕，多向离儿、萱儿取经，乖乖在家等我。知道了。阮天月羞愧难当，两军即将开战，陆晨竟还有心思逗趣他。陆晨，击鼓吧。阮哲胜示意陆晨登上点将台。咚咚，陆晨手持战鼓，奋力击打战鼓，立下军令状。此次出征，不将大齐军队杀得片甲不留，绝不回朝。诸位，你们有信心吗？大声回答本将。陆晨一声长啸，长空震动，直接穿云裂石。有。众人齐声回应，声势浩大，令全城百姓热血沸腾。既然如此，出发。话音落下，天穹上空出现一道裂缝，那是天元王用盖世手段强行撕裂与逐鹿战场的连接点。杀！百万大军鱼贯而入，喊杀声震天动地。陆晨，阮天月眼睛红红道。陆晨脚步一顿，回头冲他挥舞手臂，别忘了为夫交代你的事情。下一刻，虚空裂缝收拢，陆晨的身影消失不见。别担心，陆晨这小子不会有事的。阮哲胜在阮天月背后安抚道。父王，儿臣已经失去了母后，不想再失去夫陆晨。阮天月转身扑进阮哲胜怀中。放心吧，他比父王见过的任何神尊都要强。逐鹿战场，玉瑶关，天元大军奋力抵抗，和大齐王朝的军队激烈厮杀，死伤无数。哈哈，天元的走狗，赶紧弃械投降，缴械不杀，否则通通送你们去见阎王。大齐军队中，一位神王境的小统领嘲讽道：呸！大丈夫立于天地间，自当无愧于心。我天元只有战死沙场的将士，绝无弃械投敌的懦夫。弟兄们，和大齐的这帮杂碎拼了！杀一个够本，杀2个血赚，少在这逼逼赖赖。老子的命就在这，不怕死的尽管上前来取。天元大军挣扎求存，浴血而狂，哪怕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坚守自己的武道信仰。而这样的场景只是逐鹿战场上的冰山一角，战场太多血腥残酷，有太多类似的缩影。不讲，那就去死！大齐神王手持天级灵剑，劈出一道毁灭剑气，斩杀向所有人。这群天元将士修为最高的不过也才半步神王，根本无力招架。就在所有人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咻的一声，天穹上空射落下一杆极品灵枪，枪身所过之处，虚空破碎，生出可怕的空间裂缝。砰！剑气瞬间溃灭，那名神王当场被这杆枪震杀。怎么回事？我们的援军到了，哪里来的长枪？这股气息好强大，我怎么感觉比楚地天还要强大？是我的错觉吗？众人对此心惊不已，身躯震颤之余，又忍不住期待起来。下一刻，一道身影从穹隆中浮现，他浑身光焰滔滔，身穿黄金甲胄，英气逼人。不是陆晨，又能是谁？金丝软甲，阁下莫不是王上派来增援的大将军？死守玉瑶关的将士全都傻眼，皆被陆晨身上展现出气质折服。不只有我，还有大家。随后，百万大军杀出穹隆，立马加入战斗。不过眨眼的功夫，
天元失守的蜀地立马被夺回来许多。然而就在此时，一道狂霸的身影浮现，他豁然睁开双眸，死死盯着陆晨。小子，你就是天元王派来的黄金神将，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